迷迷糊糊中，修罗然被打斗的声音吵醒，可他眼睛却睁不开，身子也动不了。修罗然惊觉他被下药了，还有这身体不是他的，有利剑或飞刀之类的冷兵器飞过来。他身边的人发出一声惨叫，哀嚎着就跑了。我不是做任务回来的路上被恐怖组织的流弹给打死了吗？这是哪里啊？这应该不是地府吧？那么那刚刚过来的人是想要杀我？哈，想杀我，别让我知道你是谁。修罗然感应了一下，他的小空间还在，里边的东西也在，他放心了。他的后脑勺特别疼，应该是有伤，头很晕，浑身无力，抬手都费劲儿。作为一名优秀特工，他敏感地察觉到身边有人，还不止一个，也不知是敌是友，还是静观其变吧。师姐，要杀咱们的人被打跑了，你快点。我知道。听声音，说话的是两个年纪不大的女人。紧接着，修罗然就感觉嘴里被塞进了东西，一股浓烈的中药丸的味道在他口腔中弥漫开来。靠，这是痴呆丸！修罗然不只是特工，他还是一个精通中医的外科医生。那药丸一进嘴，他就知道这药丸的功效了。他妈的，是想要把我变成傻子吗？哼，妄想！修罗然很着急，他顾不上别的，嘴巴使劲动了动，想把嘴里的药丸吐出来。可是他的嘴马上被一只有檀香味的手捂住了，他吐不出来。修罗然片刻之间，脑海中闪过了好几个念头，他头一歪就晕了过去。师姐，这丫头又晕了，她被杀死就好了，咱们就省事了。闭嘴，有人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有人跑了过来。你们都没事吧？我们没事儿，多谢你们相救。他也没事吧？放心吧，这丫头身体不太好，她只是晕过去了。那就好。过这片树林，再往前走4、5里路，就到京城南门了。知道了，谢谢恩公。师妹，快帮我把这死丫头抬上马车。两个女人把修罗然丢进车厢里，就坐在车辕上赶车了。师姐，咱们把人送到了，要在镇西侯府住一宿再走吗？你是不是傻？这死丫头已经晕了，脑后的血窟窿还流了那么多血，不论侯府是不是重视她，都会给她请郎中。还有，你没忘记那血窟窿是怎么来的吧？那咱们把人送到，就马上往回走。就算郎中查出下药的事，要找人算账也是找住持，跟咱俩没关系。如果他们问起血窟窿，咱们就推到流寇身上就好了。反正那时候他已经傻了，也不能和咱们对峙。师姐，你知道救咱们的人是谁吗？不知。马车向前走着，再就没有人说话了。车厢里，装晕的修罗然已经把嘴里的药丸吐了出来。你们两个秃驴，血窟窿的仇本姑娘也记下了，还有那个什么住持，你们给我等着！脑海中涌出大量原主的记忆，修罗然确定他穿越了。镇西侯府主院，镇西侯修远仓的房间里，侯爷，小姐喝了药已经大半个时辰了，应该快醒了吧？一个很美丽的女人看着床上双目紧闭的修罗然，一脸关切地问：该死的老贼你！今天是小女儿的生日，说好的，她生日第2天，她会派人去安里接她回家。这个死秃瓢竟敢提前把洛然送了回来，让她遭了这些罪。看着小女儿这精瘦的小脸儿、瘦弱的小身板，还有这一脸菜色，修远仓就气满胸膛。旁边轮椅上的青年相貌极其清俊。爹，刚刚太医说妹妹很快就能醒来了，你别着急。策儿，是咱们没照顾好你妹妹呀。爹，妹妹现在已经回来了，以后咱们好好照顾她，宠着她就是了。太医说你妹妹被饿了2天，还被下了鸡无力的药。该死的苦方，咱们侯府每年大笔的银子送到他们庵里，他却把你妹妹养成了马杆，竟然还敢下药。爹，目前最重要的是妹妹的身体，苦方的账咱们慢慢和她算。那2个尼姑说
他们路上遭遇流寇刺杀，被人救了。这事儿你怎么看？爹，妹妹他们遇袭的地方距离京城南门不到10里，哪来的流寇啊？就算是真有流寇，他们会到京城附近来找死吗？策儿，动用关系，好好查查，杀人和救人这2伙人。咱们侯府不能白白吃了这个哑巴亏，也不能受人恩惠却不闻不问。是。修令策答应着，其实他心里已经有谱了，很明显的事儿，不是吗？策儿，你妹妹身体很虚弱，需要好好进补。你说，要不要请一个擅长调理姑娘家身体的郎中进府，给她好好调理调理呢？爹，这个还是等妹妹醒了，咱们看看情况再说。一个下人走到门口，弯腰道：“侯爷，西院的二夫人带着3个小姐，说要进来看看小姐。告诉她，小姐还没醒，让他们改天再来。”是。爹，这段时间你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守着妹妹吧。怎么，你怕公事再来害你妹妹啊？爹，怎么说我也是个晚辈，腿又不方便。如果二婶执意要做什么，我也没有能力阻止。公事他敢？爹，不得不防啊。你说的对，我会从小旗营挑4个胆大心细、武功又好的人给你。你听着，不管是谁，胆敢对洛然不好，就给我往死里打。床上早已醒来，静静听他们说话的修洛然心里暖暖的。他前世是孤儿，不知道有家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可现在他体会到了。前世孤苦伶仃，今生他有爹有哥哥，而且他们对他都很好，他很满足。修洛然慢慢睁开双眼。侯爷，大少爷，小姐醒了。洛然，你醒了，快告诉爹，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洛洛，我是大哥，你还有2哥、3哥和一个弟弟，他们现在不在家，等他们回来了，我叫他们来见你。哇，好俊的大帅哥啊，人俊，声音也超级好听。他这辈子，不是算上前世，就是2辈子都没见过比他更俊更帅的男子了。爹爹，大哥，洛洛，快告诉爹，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侯爷别急，等我把小姐扶起来再说话，那样会舒服些。我来。修远苍一步跨过来，轻轻把修洛然扶起来，让他靠坐在床头。原主这身子也太弱了，自己都坐不起来。看到女儿一直盯着红英看，修远苍指着那美丽的女人：“她是红英，你叫她红姨就行。”修洛然明白了，这女人应该是父亲的一个姨娘，也不知道父亲一共几个姨娘。红姨好。好，小姐也好。洛洛，告诉爹，你想喝水吗？饿不饿呀？爹，我想要喝粥。好，爹马上叫厨房给你熬粥来。侯爷，我去吧，太医走了以后，我就叫人熬上小米粥了。哎呀，还是你一心细，那你快去。是。红英很快就端来一碗熬得喷香的小米粥，修洛然都给吃光了。他摇摇头，表示不要了。听说你家小姐醒了，我们娘儿4个来看看。我刚刚端粥的时候遇到了红贵，他问我端粥给谁喝，我说小姐醒了，给小姐喝的。红贵，她不是主院的丫鬟吗？修令策看父亲不高兴的样子，似乎是不想让二婶和3个堂妹进来。爹，妹妹回来了，二婶他们早晚都要来见见呢。行吧，让他们进来。很快，修洛然看到一个打扮得很端庄的女人，威风凛凛的带着3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走了进来。大哥，洛洛，这个是二婶和你3个堂姐。阿婶，洛洛是吧？回来就好。听说你身体不太好，先好好养养，等养好了身子，就来我家找你姐姐们玩。如果缺什么少什么了，也别客气，只管跟二婶说，二婶帮你置办。谢谢阿婶。我给你带了些东西来，有几套你姐姐们没上身的衣服，你先穿着，我马上就安排人给你做新衣服。还有一些女孩子用的东西，脂粉呀、首饰啊、内衣的，你将就着用，我再慢慢帮你弄好的来。阿婶费心了。洛洛呀，咱们是一家人，对你好不是应该的吗？好了啊，我也不打扰你们说话了，有空就到西院来玩啊。好的。说完，他带着3个女儿袅袅挪挪地走了。走到门口，一个穿桃红衫子的姑娘回过身，定定地看了修洛然一眼，不屑地撇了撇嘴，这才跟着他娘出去。看来以后的生活会很精彩。我可真是有点期待住了呢。修远苍看向门口，女儿回来了，
有些规矩，有些事情也是时候该变变了。策儿，洛洛刚回来，很多事情不清楚，你和他详细说说。是，父亲。洛洛，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吗？妹妹从一出生就离开家，到现在已经15年了，千言万语，修令策不知该从何说起。大哥，你随便说。房间里，哥哥在说，妹妹在听，偶尔还问上一两句。天鹤王朝，京都，九地城，皇宫，舒心宫。淑妃歪在榻上，喝了口香茶，对坐在一旁的儿子，也就是四皇子易敬阳说道：阳儿，我听你身边的人说，修家那丫头回来了。你和她的婚约是你父皇定的，不能轻易退婚。那丫头当年被送到安里，京城传得沸沸扬扬，都说她是个痴傻的孩子。母妃知道你不愿意，可他爹镇西侯是一代名将，很有影响力。他大哥虽然残了，可也是足智多谋。他二哥状元出身，目前在翰林院，将来前途不可限量。你娶了那丫头，他们都是你的助力。易敬阳听着母妃的话，眼前闪过了一个画面，一双眼睛紧闭着，脸颊塌陷，身材干瘪的丫头躺在血泊之中。如果不是她胸膛还有起伏，肯定会以为是个死人。傻不傻的且不说，就这副样貌，还想做我的王妃？哼，给强儿提鞋都不配。父皇定的又如何？这婚，我是一定要退的。母妃，我心里有数。好，那母妃就不唠叨了，你去吧。修罗然随手翻看着二婶宫氏送来的东西。宫氏这不就是欺负我在尼姑庵里长大，没见过好东西，没见过什么世面吗？现在整个镇西侯府的内宅是宫氏当家，大房二房内宅的事情也都归他管。难怪那天宫氏一副施恩的嘴脸，让他缺什么都找他要呢。宫氏二婶，你好啊，你很好。小姐，西园二夫人派人给小姐送来一个丫鬟，让他们进来吧。护卫轻轻打开门，走进来一个漂亮伶俐的小丫鬟。这是二婶宫氏送给我的丫鬟，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小姐，我们夫人让我给小姐送一个丫鬟过来。我们夫人说，小姐对付这些使唤着，她再给小姐慢慢挑好的，一个肯定不够，怎么也得4个。不过这就需要时间来挑选了，还请小姐不要着急。漂亮丫鬟说完，往旁边一闪，一个穿着青绿衣衫、身材壮硕的女人走了进来。这是荷叶成精了吗？还有长得这么圆的人？随后她就笑了，哎呀，这才对嘛！你们夫人这是把个媳妇子送来给我当丫鬟？回小姐，傻妞今年才14，没成亲呢。14？这女人黑乎乎的一张大饼脸，满脸黄斑，哪里像14了？倒像个40的吧。辛苦你了，你回头去替我对二婶说声谢谢。漂亮丫鬟走了，门也关上了。傻妞走到修罗然面前，笨拙地跪了下来。以后我会好好跟着小姐的，小姐，你一定要注意你二叔一家，尤其要小心二夫人和你3个姐姐。二婶啊，你这招本姑娘有些接不住啊。宫氏这搞哪一出啊？派个人来假装投诚，其实是当卧底过来监视我。看到修罗然认真思考的样子，傻妞小声说：我进府第2天，二夫人的娘家侄儿来侯府玩，要非礼一个丫鬟，那丫鬟拼死反抗，被打死了。我吓坏了，就往花园跑，结果掉进水塘里，当天发烧，烧成了傻子，又被二小姐灌了药，就一直在杂物房刷夜壶，干些杂活。你是说你从那时起就一直在装傻？是。好，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我这儿暂时不用你服侍，你自己好好收拾一下。是，小姐。宫氏当家以后，爹和二叔很少插手内宅的事情，我和你二哥三哥都是晚辈，也不好出头。大哥，二叔一家现在是不是吃穿住花销等等都是咱们大方的？是。咱们养着他们一家，宫氏却当着咱们的家。大哥，咱们大房不欠他们二房什么吧？不欠。大哥，你实话告诉我，宫氏当家这事儿，爹到底是怎么想的？娘生了你就去了，爹无意再娶。虽然红姨在照顾家里和爹的生活，可她毕竟是个姨娘。官场同僚和亲戚朋友家中有红白喜事需要女眷出去应酬的时候，咱们侯府总要有女主人出席。
这就是宫氏当家的作用和报酬。看来宫氏是当家久了，真把自己当成是这侯府的女主人了，居然还想要摆布我的生活。啊不，他只是想试探父亲和我们三兄弟对你的态度。是不是你们对我好他就收敛一些，你们对我不好他就要把我踩进这烂泥里？差不多吧，你3个堂姐是同一年出生的，她们姐3个老大老二是双胞胎，老三是庶出。有一次宫氏提出想要把老二过继给父亲，他说就是你回来了也不影响什么，反正你是最小的。过继过后，老二就是父亲的嫡长女，你回来就是嫡次女。我和父亲坚决不同意，我们又不是没有妹妹，干嘛要过继？原来还有这事儿啊！那我回来了，不是挡了二堂姐的路？可以这么说吧。大哥，你告诉爹，咱们大房内宅的事情从今天开始我来管。我和宫氏如果杠上了，你们就必须站在我这边。洛洛，你能行？必须能行。好，那我就和爹爹说说。修道人很高兴，他招手叫修令策上前来，一把抓住修令策的手，就开始诊脉。妹妹这是在干嘛？他会把脉。大哥，你的腿是被砍断了没接好是吧？他竟然真的会医术。大哥，你怕疼吗？洛洛，大哥不怕疼，你告诉大哥是不是能治？能站起来就成。大哥，你就这么相信我啊？不怕我拿你的腿练手啊？不怕，你尽管练，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大哥，你的腿被你保护得很好，你应该是经常按摩腿吧？肌肉没有萎缩，你会武功，你的身体素质好，你的腿虽然是被截歪了，但是别的地方倒还是挺正常的。大哥，你拿纸笔过来，我念你写，把我要的东西准备齐了，就可以给你治腿了。修令策拿来了纸笔铺开，修道然念，他来写。你俩干嘛呢？策儿，你在写啥呀？修令策把手中的纸递给修远仓。需要这么多草药？策儿，你哪里不舒服呀？草药后边的这些东西你要干嘛用啊？你想练杂耍呀？洛洛说用这些东西能治我的腿。什么？洛洛呀，爹知道你心疼大哥，可咱们做事要脚踏实地，不能做那些虚头巴脑的事儿。我哪里看着像是不脚踏实地啊？你大哥当年是为了救我才变成这样的，他受了很多苦，我不想让他再受苦了。爹，如果我说大哥的腿我有90%以上的把握能够治好，你让不让我治啊？洛洛，你大哥的腿我一直没放弃，我还在寻找名医，等名医找到了，我跟人家求情，让你跟着打下手，给你哥治腿怎么样？哎呀，乖闺女儿啊，你就放过你大哥吧。爹，你最近是不是经常肚子疼，一阵一阵的，疼的都直不起来腰，还便秘？你告诉他呢？不对呀，我没和任何人说起过呀。洛洛，你怎么知道的？哼，我可是神医，神医，就你这病我看2眼就知道。修道然说完，抓过桌上的纸笔，刷刷刷开了一副方子。这药呢，抓2副，每副3碗水煎成1碗水，早中晚分3次喝下，喝完你的病就好了。那抓药去吧，记着啊，喝药期间忌荤忌辣。修远仓拿着方子，被女儿忽悠着出了屋。大哥，你继续写，还有好几样都没写呢。写完之后，修道然问他，这些东西你多久能够准备好？3天。大哥，东西准备好了以后啊，就先放在我这儿。有很多东西呢，我要先处理一下。我这身子太弱，至少也要再养个半个月才能给你治病。这半个月你就天天来我这儿吃饭吧，咱俩一起养身子。好。大哥，你相信我，只要你不怕疼，我保证半年之后你定能健步如飞，骑马射箭根本就不在话下，你想要上战场都行。小姐，你快看看去吧，莫秋在大花园里跑圈，被二小姐打了。被人打了？你们跟我来。4个高大的护卫跟在娇小的小姐身后，一齐向府里的大花园走去。把莫愁拉过来，他们打了你几下？喂，修罗然，你的衣服在哪里做的？去打二小姐10巴掌，踢那几脚就算了。修尔然愣住了，什么？修罗然居然叫护卫打他？他敢？紧接着一阵扇耳光的声音就响了起来。等修尔然反应过来，护卫的耳光都已经扇完了，修罗然这才带着莫愁和护卫慢慢往回走。你们是死人啊，还不快来扶着我回去！修尔然疼得要死要活的，可他脸上并没有太重的伤痕，只有轻微的潮红。大花园里人走声消，在花园里一棵不显眼的大树上，一个蒙面男人把这一切都看了个清楚。不错。男人说完，从这棵树轻轻一跳，跳到另一棵树，几个起落就翻到了高墙外，不见了踪影。咱们天鹤王朝皇子众多，
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前3个皇子已经大婚，4、5、6、7皇子还没定亲。娘，你是不是忘记了？东院那个不就是4皇子的未婚妻吗？哎呦，你不说我还真给忘记了。就那颗豆芽菜，哪里配做皇子妃呀？可和你大伯那个老糊涂蛋死脑筋。我想把尔然过继给他，他们父子死活不同意。我寻思着把他过继给你大伯，有个显赫的身份，没准儿能嫁个好人家。娘，二妹其实不错的，如果能遇到她喜欢的人，她肯定会很温顺的。依然，东院那丫头刚回来，是个啥样的人咱们还不清楚。她在安堂长大，肯定是又渣又土，没有什么学识。你大伯可能是看不上尔然。等有机会了，我和他说说，把你过继给他。我相信，如果4皇子见了那丫头啊，肯定也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到那时候，可就是你的机会了。修依然突然愣住了，娘在说什么啊？娘在盼着修洛然被退亲，然后把他过继给大伯，顶上这个缺？这叫啥呀？姐姐为了嫁入皇家，抢了妹妹的爹不算，还要抢妹妹的亲事。修依然正想劝宫氏打消这个念头，门外就传来了哭喊声：“东院那死丫头，居然叫护卫打了尔然，为了个丫鬟，妹妹就敢打姐姐，真是没规矩没教养。等你大伯回来，我一定找他说说理。”娘，我看还是算了吧。尔然什么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嫉妒傻妞比他好看，给傻妞喂了药。你去找大伯，万一大伯问起他们俩的过往，牵扯出以前灌药的事，对尔然的名声不是不好。你放心，我知道轻重，正好借着这件事情，看看你大伯和修令策的反应。啊？啥反应啊？哎呀，你别问那么多了，反正娘是不会害你们的。二夫人，侯爷回来了。东院的大少爷在家没？回夫人在家，说是和侯爷一起进了书房，要说话呢。跟娘走，娘给你讨公道去。宫氏拉着修尔然来到主院修远仓的书房，他刚刚坐下没多久，修洛然得到消息，就带着莫愁进来了。洛洛，虽说你是在安堂长大的，可你毕竟是侯府小姐，这该有的规矩还是要有的。你进了这屋子，你爹和我还有你哥你堂姐都在这儿，也不见你行个礼问个好，这可不对。二婶，这是怪我没有给你行礼了？我这不是还没有来得及行礼吗？就把二婶你给教训了。说到规矩，我爹堂堂一品镇西侯，以前还执掌过兵权，统领几10万大军。我爹的书房说是军事重地也不为过。二婶，你带着女儿都不经过通传就闯了进来，你这是哪国哪家的规矩啊？就算我爹现在没有兵权，他也还是镇西侯吧，也还是你大伯哥吧。你带着未出阁的闺女，随随便便就能闯入大伯哥的书房，这合适吗？这是我哥在这儿，万一要有什么外男也在，二堂姐的名声还要不要了？她将来怎么嫁人？如果我爹正在这里和幕僚谈国家机密，你贸贸然的闯了进来，这机密泄露了算谁的？二婶，这就是你所谓的规矩啊？修远仓和修令策佩服地看着修洛然，心中暗暗称赞，怼得好啊！宫氏被修洛然的这番话说得有些面红耳赤。他瞪着修洛然，半天说不出话来。你个死丫头，安堂出来的贱人，不许你说我娘！二婶家里好规矩啊，二堂姐可真的是好教养。死丫头，你说什么呢你？二堂姐啊，你可真傻，你没发现吗？我发现啥？你说，我发现啥？我只是你娘的侄女，她都要求我学规矩了，那你是你娘的亲生女儿，却这么豪放，这么没规矩，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尔然，跟娘回去，你大伯这里很忙的，咱们别打扰他们了。你说呀，为什么？你和修依然是双胞胎，你娘把她教的知书达理、端庄大气，就是想要给她找一门好亲事。至于你，饿不死冻不着，随便长大就行，啥也不用教。你这么粗鲁，这么无知，那些才俊肯定看不上你啊，你就不会抢走修依然的亲事了。还有啊，修依然找到好亲事，家里的钱财都给她做了嫁妆，你呢，肯定嫁不到什么好人家啊，随便给一点就行了。怪不得你把大伯娘的嫁妆都弄到咱们家来，原来就是想……院子里，修尔然被宫氏捂着嘴就拽回了西院。你娘的嫁妆被宫氏拿走了，她拿了多少？爹，这个我心里有数，我都记着账呢。娘的嫁妆将来是要给妹妹添妆的，谁也不许动。那就好，看来不能再让宫氏当这个家了。爹，要不我来当呗？你能行？哎呀，能行能行的。好，那就你来当。不过夺权的事儿你自己来。侯爷，4皇子、5皇子、7皇子来了，都在大门外。爹，我是不会嫁入皇家的，我不怕退亲名声不好。如果4皇子他们这次来真的是为了谈亲事，我是一定要搅黄的。你们也必须要配合我，我保证会顾全皇家颜面，不给家里招祸。你想好了？
你真的不想嫁入皇家？真的。好，那爹配合你。说完，萧远苍出去迎接众皇子。别说什么皇家了，其他那些大家族我也不想嫁，我可不想成为困在后宅的女人。修罗然走出书房，对一个护卫说：“你马上叫人把通向西院的所有门都给我看住了。西院的人除了我二叔，谁也不许放出来。就说是我爹的命令，谁要是敢不听，就直接给我打。快去！”护卫跑去找人后，修罗然心急火燎地朝自己院子奔去。此刻，萧远苍的书房里，4、5、7三位皇子依次落座。实际上，4皇子易敬阳今日前来镇西侯府，是打算退婚的。在来的路上，易敬阳恰好遇到了5皇子易敬玄和7皇子易敬阁，便拉着他们一同前来。萧远苍父子正思索着该如何开口，就在这时，一个红色的身影冲了进来。爹，前几天你给我的500两我已经花完了，再给我1000两呗！我要买首饰、买衣服、买脂粉。哦，对了，我还要再买几个丫鬟陪我玩。就我和莫愁2个也不热闹啊！修远苍和修令策已经被修罗然的装扮吓住，惊愕的说不出话来。只见修罗然一身鲜红的袍子，同色的腰带紧紧束在腰上，让他那本就瘦弱的身材变得更加纤细了。这也就罢了，不管咋说也还算正常。吓到修远苍父子俩的是修罗然的头和脸。修罗然在普通发饰上盘了个高高的发髻，上边乱七八糟插满了金银头饰。更夸张的是修罗然的脸，抹了一层白粉，涂着亮眼的腮红，还画着2条粗细不均的眉毛和深色的眼线，还有那为了显嘴小描得红红的圆嘴唇。苍天啊，这装扮跟那演鬼片的相比，就差一条红舌头了。修远苍和修令策的第一反应是吓到了，第二反应就是想笑，可是呢，这环境不允许，他们就只能生生憋着。当真是忍得好辛苦。修令策假装很生气，把头扭到一边去，其实呢是不想让几位皇子看到他眼中的笑意。把上手坐着的3位皇子吓了一大跳。爹，你别生气嘛，这钱他也不经花，那一撒手嗖的就没了。不过我买了好东西啊，首饰啊、衣服啊，我都穿上戴上了，你瞧好不好看？洛洛，这有外人在，你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修罗然假装才看到3位皇子，一脸惊艳，挨个看了看。爹，他们真好看，真俊啊！他们是谁啊？放肆！洛洛，来，见过几位皇子殿下。皇子？大哥，我的男人啊，不，我的未婚夫不就是皇子吗？是哪一个啊？来，洛洛，这位就是4皇子殿下，你的未婚夫。修罗然来到易敬阳面前，看到他眼中满满的厌恶，他很夸张的大叫：不愧是我的男人，他比其他俩都好看。哎，你这衣服也好看，爹，快给我钱，我现在就去买一件和我男人一样的朱雪色的袍子。洛洛，那是枣红色。哎呀，我知道了，反正就是这色儿呢。修令策轻轻拉过修罗然，对阴沉着脸的易敬阳说：四爷，你应该是找我父亲的吧？那我就领着妹妹买衣服去了。你们也知道，他在安堂长大，学识浅陋，冒犯之处还请几位爷多担待。易敬阳看着化了鬼妆满屋乱窜的修罗然，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这就是他未婚妻，这就是父皇给他定的王妃。那大街上随便拽个女人都比他强吧？也不知道他父皇当初怎么想的，应该不能是只看中了镇西侯府的权势吧？他躲开那辣眼睛的东西，看向修远苍。侯爷，我今天是来商量和令爱的婚事的。既然是商量婚事，洛洛，你的事情你也坐下来听听吧。修罗然被修令策拉着坐在修令策身边，就算坐下了，他也不老实，明目张胆盯着3个皇子看。机会难得啊，他一定得看个清楚，说不定哪位就是将来的皇上呢。这5、7皇子都比4皇子俊朗贵气，除了易敬阳拉着驴脸，5、72位皇子眼中都是浓浓的好奇。看修罗然坐下了，修远苍说：四爷，有什么话你尽管说。侯爷，我和令爱的婚事是我父皇定下的，这是不会变的。令爱的情况呢，不用我说，你们自己也清楚，恐怕她还担不起王府当家主母的担子。所以大婚当日，我要同时迎娶2位平妻。大哥，啥叫平妻？就是和你差不多平级的妃子。那我和俩平妻谁大啊？自然是你的，你可是皇上赐婚。那行，我大就行。爹不是说王府里不可能就我一个女人吗？反正我大，到时候过了门，我坐着他们就得给我站着，我站着他们就得给我跪着，不听话就打。爹，
等我嫁到了王府，你可得给我几个能打的，别打不过了再吃了亏。四爷，还有什么？你不妨都说出来。哼，算你识相。成亲以后，平妻和侧妃都要过继到令爱名下，不过要由他们的生母自己抚养。行，反正我也不愿意带小孩，谁爱养谁养。王府的事情呢，也不劳令爱费心了，由侧妃打理就行。大哥，他啥意思啊？就是不让你管家。啥？你这个混蛋！我可是你王妃，你娶人们平妻过继成破孩子，我可以不在乎的。可你不让我管家，你是要饿死我的吗？不管家哪来的钱花？没有钱我还嫁给你干什么？洛洛，别胡说，四爷可是皇子。皇子怎么了？皇子不是男人吗？男人不是得要养家吗？娶的媳妇不是管家的吗？易静阳看着跳着脚泼妇骂街一般的修洛然，扭过头去，不可理喻。别以为我听不懂你在骂我啊！我告诉你，别的都行，不让我管家就不行。你看看哪家不是男人挣钱媳妇管家？哼，我不但是要管家，我还要管你。你要是敢给我出去吃喝嫖赌，你就给我试试，不扒下你一层皮内就你就是笨鸡肉。还有啊，我还要多多的聘你，等我回去弄个单子给你。四爷是吧？你给我听好了，少一样也不行。人贵有自知之明，你自己看看你这副模样，你这做派哪有一点王妃的样子？你的学识呢？你的教养呢？四爷，那你觉得谁有王妃的样子呢？四爷，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是想退亲，怕皇上生气，故意提些苛刻的条件，让我们闹腾起来，你就有退亲的理由了是吧？退亲？哈，他好大的狗胆！皇上赐的婚他还敢退？我不退啊！我就要当他王府的女主人，我就要当家。还有，我改变主意了，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能来当他的平妻，除非我死了，否则他的王府除了我，别想再有其他女人。原来不只是个蠢妇，还是个妒妇。大哥，啥意思啊？他说你愚蠢就是说你傻，说你嫉妒就是不能包容别的女人。啊！你说我丑说我脏都没关系，你竟然敢说我傻！我这么聪明，竟然敢说我傻！小姐，给。修洛然四下寻摸着，也没有找到什么趁手的东西，一直站在门边角落里当透明人的莫愁给修洛然递来半盆水。修洛然接过来就泼到了易静阳身上，当时就把易静阳泼了个透心凉，然后他一把把身边的椅子抓了起来，对着易静阳就打了下去。这可把修远仓和修令策吓坏了。住手！洛洛别打！他们的话哪有修洛然的动作快？眼看着那椅子就要砸到易静阳脑袋上了，易静阳没想到修洛然居然敢用水泼他，他站那儿正抖着衣服上的水珠呢，完全没有注意到修洛然的椅子已经砸下来了。一抬头，椅子到了，他想伸手去挡，却又怕椅子砸伤。正犹豫时，身边的五皇子易静玄站了起来，抓起他坐着的椅子就迎了上去，两把椅子猛烈撞击，发出了很大的声响。修洛然手里的椅子断了，他扯下椅子腿儿，用力地向易静阳扔去，却又被五皇子用椅子挡住了。五皇子放下手中的凳子，你滚开！他敢说我傻？你看我今天不挠了他满脸花！四爷，强扭的瓜不甜。既然你看不上小女，明天早朝我和侧儿上金殿磕头向皇上赔罪，同意退婚。以后咱们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三位爷，请吧。爹，我不退亲，我不退，我要当王妃。易静阳啥也没说，起身就往外走。不管咋说，今天的目的是达到了。五皇子易静玄走到修洛然身边的时候，认真看了看修洛然盘起的高髻，滚！奢没失礼了，还请多多包涵，多多包涵。无妨。易静玄的嘴角含着意味不明的笑，向门口走去。修远仓送人回来，看着修洛然，你演得不错。跟真的一样。不是有句话叫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的吗？哎呀，洛洛啊，你说万一这五皇子不打那一下，你把那四皇子砸伤了，可如何是好？大哥，不只是五皇子，就那个七皇子，那也是一身好武功，恐怕只有那个混蛋四皇子是个草包。你咋看出来的？我不告诉你。咋看出来的？自然是因为他前世经常练武喽。修远仓和修令策自然也看出武七两位皇子身上是有功夫的，他们怕的是两位皇子袖手旁观。小姐，这脸不好看。哎，你哪弄的水啊？看小姐的花脸，客人走了，小姐肯定要洗脸呢。我就悄悄出去打了半盆水。做得不错。爹，大哥，那我回去洗洗脸啊。修洛然说着，带着莫愁一起走了。书房里，看到你妹妹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他这性子呀，以后到哪里都不会吃亏的。爹，有咱们在，也不会叫妹妹吃亏。看来她当家应该没问题。我倒是很期待他治好你的腿。上次他开给我的药就很好，现在我肚子已经不疼了。你的腿如果治好了，我就是死也能闭上眼了。我也很期待啊。爹，也不知道他跟谁学的医术。策儿，有些事情，洛洛如果不说，肯定有他的顾虑。能说的他肯定会告诉咱们，所以啊，你啥也别问，知道吗？我知道的。希望明天早朝，皇上能同意咱们退婚。这就看四皇子的决心大不大了。双方都同意，皇上应该会答应吧。策儿，咱们不能全指望四皇子，咱们自己也应该做好万全的准备。你妹妹不想嫁入皇家是对的，皇家的媳妇儿哪儿是那么好当的呀？尤其是现在大局未定。四皇子，爹，洛洛遇刺的事儿，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等有了确凿的证据再说。父子俩坐到一起，商量着明天早朝应该怎么应对。修乐然恢复了原来的装扮，他来到西院，准备找宫氏要点钱花。西院里，宫氏的房间，宫氏和修依然、修尔然娘仨正在说角门被堵的事情。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像是你大伯能做出来的事儿。娘，你是说，是大堂哥不让咱们过去的？丫鬟说有几个皇子去了东院，他们堵着门不让咱们俩几个过去，这不是怕咱们抢了那个死丫头的亲事？二夫人，东院小姐来了，你死丫头来干嘛？叫她滚回去！尔然，你去找你三妹玩去吧，别在这里打扰娘做事，去吧。修尔然不情不愿地离开了。不久，修洛然进来了。二婶，我想要买东西，来支点钱。洛洛，你要支钱啊？有，我听说你们东院今天去了好几个皇子啊，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啊。哪几个皇子去了？有啥事儿吗？我哪知道啊，我又不认识他们，也没跟他们说话。哎呀，二婶，给钱，我拿了钱就走。洛洛呀，不急，我们这边的门……你不急我急啊，我急着买衣服、买首饰、买好吃的，再不给我钱，这天都要黑了。我只是想问问你，你们那边……你给不给钱？不给钱我就找我爹要去。哎呦，看你急的，说吧，要多少啊？先拿个1000两吧。啥？1000两？你叫啥子叫？我花你家钱了吗？1000两怎么了？我还不要1000两呢，给我5000两，快点。你这孩子怎么说急就急了呢？哎，我这就去给你拿钱啊，1000两行了吧？那你快点啊！宫氏拿了1000两银票过来，修洛然收了起来。我们家的钱你们随便花就行，我来拿的你就不想给啊？你有什么资格不给？是你家钱吗？修洛然一说完，摔门就走了。看修洛然走远了，宫氏气得把桌上的杯子都扫到地上。娘，你气啥呀？他说的不对吗？那人家家的钱，你凭啥不给人家呀？你说的对，我不能生气，生气也没啥用。皇宫，议政殿，早朝，皇上坐在龙椅上，把下边文武百官的举动都看了个清清楚楚。好久不上朝的修远仓，今日居然带着长子上朝来了。父子二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修远仓突然跪了下来，修令策一看，也想摆脱轮椅跪下来，却被皇上制止了。九爱卿，起来说话。谢皇上。皇上，老臣是带着长子请罪来了。九爱卿啊，此话从何说起呀？皇上，老臣父子二人今日来请罪，二人退婚。紧接着，修远仓就把易静阳到修家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一点都没有添油加醋。皇上，小女在安堂长大，在那里整整生活了15年，回来的路上又遭遇刺杀，头磕了个大窟窿。身体本来就不好，瘦得像根麻杆一样，加上受到了惊吓，整个人都蔫蔫的。四皇子啊，倒射下来，他很高兴，可是他打扮上不是很得体，言语上对四皇子多有冒犯，甚至还动手要打四皇子。四皇子看不上他也是情有可原，四皇子说的对，小女学识浅陋，相貌不佳，真的不适合做王妃，老臣恳请皇上恩准。说着，修远仓又跪了下来，头几乎要贴到地面上了。圣旨赐婚，他来退婚，这就是在打皇上的脸。养儿，你怎么说？儿臣但听父皇安排。皇上想了好久，什么也没说。
詹公公看到一个小太监在大殿门口探头探脑的，他知道小太监有急事儿，他急忙迎出去。小太监对他说了几句话，詹公公就火速跑到了修远仓面前。皇上，修府府里来报，说是府上二公子和小公子乘坐的马车翻了。修远仓和修令策一听，心急如焚呐。九爱卿啊，你们快回家看看吧。今天的事情以后再议。老臣遵旨。修远仓说完，也顾不得向皇上告退，推着修令策的轮椅，飞快地跑出了议政殿。叫邝基仙过来。青天剑监正邝基仙是天鹤王朝有名的神算，他极少给人算命，经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轻易找不到他。皇上知道这几天他都在青天剑，他邝基仙也不是个爱管闲事儿的人，可他还是疑惑，他当年为什么要叫修远仓把闺女儿送进安堂呢？难道是于修府不利？邝爱卿，修远仓今天来退亲，你可有什么建议呀？皇上，臣夜观天象，星宿显示修家那丫头嫁入皇家，于社稷有利呀。于社稷有利，朕知道了，你且先下去吧。镇西侯府，小姐，二公子被人抬回来了，满身的血呀！咋回事儿？二公子和小公子坐车回来，车翻了。知道了，快带我过去。二人跑到了修令仪的卧房。二哥，你醒了，你疼不疼啊？修乐然进来的时候，看到一个10岁左右的小少年正站在床边哭呢。床上躺着的俊秀青年一脸苍白，不停地安慰小少年：哎呀，木儿，二哥没事儿，你别哭了啊。修乐然先是迅速扫了小少年一眼，见他没事儿，又看向床上的青年。莫愁，你快去厨房倒一坛白酒过来。莫愁跑出去，修乐然又对小少年说：你找一块干净的棉布过来，没有棉布，干净的里衣也行。乖，里衣拿来了。小姐，白酒来了。修乐然麻利地剪下了里衣的2只袖子，一只塞进修令仪的嘴巴，另外一只沾上白酒。你们两个使劲按着他，摁住了啊！修乐然就开始给修令仪清洗伤口了。沾酒的衣袖刚刚接触到伤口，修令仪就发出了一声惨叫。爹，二哥没事儿，他们两个摁不住他，你快过来帮忙。听了女儿的话，修远仓提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他连忙上前摁住儿子的腿，很快那伤口就清洗干净了。爹，二哥没事了。没事就好。一二，你感觉怎么样了？爹，我很好。这是妹妹吧？门开了，莫愁小少年还有修令策、红英和一个背着药箱的大夫进来了。得知病人的伤口都已经处理好了，大夫高高兴兴拿着修乐然给的赏银便离开了。洛洛，这是你二哥，这是小弟莫儿。是你派人去找大哥和爹的，大夫也是你派人去请的。修令莫点了点头，修乐然很是欣赏他。莫儿，你说一说，你们的马车怎么会翻呢？我和二哥坐在马车上，四皇子府的侍卫骑马从我们车旁经过，一个混蛋侍卫穿了身口哨不说，还狠狠地抽了马一鞭子，马突然挨了一鞭，受惊跑偏了。车轮碾过了一块大石头之后，便翻到沟里了。车夫跳车了，二哥抱着我往下跳，腿受了伤。你能确定是四皇子府的侍卫吗？你们没有招惹他们吧？能确定，马车没有挂帘子，我和二哥可以看到车厢外面。二哥认识那个带头的人，就是四皇子府的，他们的衣服也是四皇子府的侍卫服，他们是从后边追上我们的，根本就没有往马车里面看。那个侍卫打了马之后就继续跑路。修乐然想，二哥和小莫一定是坐普通的马车回来的，马车上没有镇西侯府的标志。可是那坐普通马车就活该被欺负吗？爹，你兵器库里面有鞭子吗？你要干嘛？我去偷出来，然后去四皇子府找他们算账。洛洛，要算账也是大哥去。大哥，你腿脚不方便，小莫还小，这讨公道的事我去正合适。哦，对了，你们退亲的事情怎么样了？皇上没松口。那我现在就还是四皇子的未婚妻，我若是打不过那些侍卫，我就报出名号，看他们谁敢把我怎么样。爹，我看行，大不了明天早朝咱们爷俩再去皇上面前赔礼道歉。这是兵器库的钥匙，你去偷吧。对了，第3层架子的最里边那个檀木盒子里的鞭子用着应该合适。谢谢爹。修乐然拿着钥匙走了。兵器库里，修乐然找到了修远仓说的那把鞭子，他把鞭子缠在腰上，锁了门出来，正好碰到找过来的修远仓。罗罗，想做什么就去做，爹和侯府做你的后盾。谢谢爹，我骑马过去。
修罗然往自家马厩跑去，很快又折返了回来。那个爹，四皇子府在哪儿？修远苍差点被他气乐了，这风风火火的去报仇，闹半天连那仇家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啊。知道了地址，修罗然骑着马，雄赳赳气昂昂奔向了四皇子府。四皇子府门前站了2个门房。哎，老哥，你快看，过来一个骑马的姑娘，哎呦，那姿势漂亮啊！哎呦，还真是啊，好看，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妞，敢骑马不说，还敢骑马上街，也不怕被人抢家去。马上这么带劲儿，就是不知道床上是不是也这么带劲儿了。哎呦，这么巧，这还得是个厨吧？眨眼之间，骑马的姑娘就来到了2人跟前儿。修罗然翻身下马，一鞭子抽过去。来，把你刚刚的话再给我说一遍。再说一遍怎么了？我可是四王府的人，你敢知动我一下的？修罗然一顿猛抽，打得那门房跪地求饶。你们家王爷在家吗？聋了吗？你们家王爷在不在家？在家。开门带路。王爷，有个姑娘求见。叫什么名字？哪个府上的？我修洛然。易静瑶一口茶水喷了出来，他放下茶杯出来一看，真是修罗然啊！只不过呢，今天修罗然的打扮比较正常，应该是没有化妆，也就不那么扎眼。只是那身材吧，还是干瘪的厉害。你来干嘛？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把你家今天回来的几个侍卫都给我叫过来，我要找他们算账。今天谁出门了？你把他们叫来。门房急急忙忙地跑了出去。等人的功夫，修罗然就开始在书房院里转来转去，他想看看一个皇子的书房是什么样子的。易景阳看到修罗然没见识的土包子样，不屑地撇了撇嘴：“你撇什么嘴啊？不就是个王府吗？也没啥看头，就是比尼姑庵大了点而已。”易景阳把头扭到一边，也懒得跟他拌嘴。门房带着5个侍卫过来：“王爷，今天侍卫中就他们5个一起出门，一起回来的。”说。快要进城的时候，你们哪个欠耳灯的吹了口哨，打了官道上拉吃了马？4个侍卫都向一个侍卫看去，显然他们都知道这事儿。修罗然冲过去，抡起鞭子就开抽。那侍卫啊是个会武的，只是没有防备修罗然会突然出手，被打了好几鞭子。他反应过来之后就开始躲避，因为四王爷在场，又考虑到修罗然和四王爷的关系，他也不敢还手。修罗然看到这侍卫躲过去了，他很不爽，追着他又抽了几下。你打够了吧？还不给我滚！够，哼，早着呢。你知道我二哥今天伤成什么样了吗？还有，官道上骑马，你自己的马不够你打的吗？还要打别人的马，你他妈手痒就拿刀把手给剁了。马车翻了，跳车是我二哥摔断了腿，我小弟摔破了头。今天你们四王府不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咱们没完。你想怎么样？把他给我打50大板，再赔我5000两的医药费。萧令仪不是没死吗？你敢讹我5000两？你死了，我二哥都不会死。我告诉你啊，这5000两只是暂时治伤的钱，你最好天天求菩萨保佑，让我二哥的腿和小弟的头早日好起来，否则我一天来打上他个800遍。你们王府不但是要赔医药费，还要赔偿我的误工费。本王没钱。你没钱没关系啊，咱们上金殿，你可以去找皇上先借点，然后从你的俸禄和生活费里扣。那还不被其他兄弟们给笑掉大牙呀？你不想麻烦皇上也行啊，我这个人很好说话的。修罗然说着，转身就进了易静阳的书房。我说回刚刚的话，你书房不只是比尼姑庵大，还很有看头。说完，他开始挨排看书架上的书。装模作样，你能看出个啥来？我是看不出啥来，可我家一个爹3个哥哥一个弟弟，那可都是读书人。我大哥二哥还是读书人中的读书人，可比你强多了。你没钱不要紧，用书抵债我也能接受。我呢也不占你便宜，这一排书一本，我就算你3两银子吧。我得要算算啊，5000两银子，我得要拿走多少书？修罗然说完，就站在那儿，伸出双手开始计算。易静阳气红了眼，咆哮道：“你蠢货！你知不知道这些书有多珍贵？有很多都是千金难求的一本。”你好什么好？嗓门大就有理啊！找皇上借钱你不干，用书抵债你也不成。你信不信我一把火烧了这儿？修罗然说着，从怀里掏出火折子，2口吹出了火苗，然后他四处看了看，扔哪儿比较好呢？娘的，这就是在我家，要不然老子他妈弄死你！易静阳不知道在哪儿拿出了1摞银票，狠狠地摔给修罗然。给你钱，马上给我滚出这里！修罗然接过银票，开始一张一张地数起来。
他假装怕数错，还数了2遍，然后满意的揣进怀里。修乐然就满意的出了书房。他看到那个挑事的侍卫还站在那。易静阳，这个混蛋的板子还没打呢。钱到手了你还不走，还要打我侍卫的板子，真以为本王怕了你啊？易静阳双眼冒火，他死死地盯着修洛然。修洛然忽然感觉到有危险的气息，他猛地看向易静阳。隐卫何在？在，给我拿下！是。什么玩意儿？隐卫要拿我？完了完了完了，他给忘记了，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暗中都有高手保护，他这破身体不行啊。好汉不吃眼前亏，眼看着无声出现的隐卫就要近前，他屏住呼吸，抓了一大把药粉撒出去，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向门口跑去。在门房瞠目结舌的注视下，他扯过缰绳，跳上马背，打马扬长而去。姐，你找到那个侍卫了吗？找到了，我抽了他一顿，跟四皇子要了5000两银子。他可能是觉得有些心疼，叫隐卫拿我。我小人的我也打不过呀，打不过我就跑了呗。你说什么？我说易静阳叫了隐卫来抓我，我怕吃亏就跑了。易静阳竟然叫出隐卫，他是想杀了洛洛吧？隐卫没追你吗？我撒了药粉，他们应该是想追的，估计呢是动不了喽。药粉？哼哼哼，速效软筋散，中招之后就浑身软不拉几，一点力气都没有。你那药效能持续多久？再厉害的武功高手，能够叫他30息之内动弹不得。修乐然掏出银票，抽出1000两给修令墨，拿着压压惊。剩下的4000两，他放在了修令仪的床头。二哥，想要吃啥叫人买去啊，别心疼钱。我和易静阳说了，这只是前期的药费，不过我再去要。怎么，你还想去四王府啊？洛洛，王府的隐卫可不是摆设呀。修洛然心虚的点点头，表示知道了。这时红英进来了。侯爷，二老爷和二夫人马上过来了，说是来问问小姐为什么拘禁他们。好，红姨，我们知道了，这事跟你没关系，我来处理啊。你快回你院子去吧。公事有事没事就喜欢找红英的麻烦。红英因为是个姨娘，有理没理，她也不敢跟公事硬刚了。红英离开不久，修远山和公事一前一后的走了进来。你怎么样了？二叔，我好多了。屋子里虽然人不少，却很安静。公事偷偷地看了修远苍一眼，笑着对修洛然说：洛洛，二婶有点事儿想问问你。二婶请说。你二哥他们刚刚回来的时候，我和你姐姐们想过来看看，你怎么让人把门堵住了？你们过来干啥啊？哎呀，看你这话说的，当然是看你二哥了。我二哥当时一身的血，伤口那么老长，我没有啥安置，二哥又是帮忙找大夫的，屋里屋外乱作一团。你们来能干什么？来添乱啊？还是说你们娘们会医术，能给我二哥治伤？我们也是担心怡儿啊。行了吧，二婶儿，知道你们担心，现在不是看到了吗？我二哥好得很，放心吧。洛洛呀，那天几位皇子来的时候，也是你让人堵的门吧？是我让人堵的，怎么？那一天你们也要过来啊？我们不能过来吗？二婶，今天你们过来是看二哥，那天你们过来干什么？哦，你们过来是要看几位皇子是吧？公事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他也不好张嘴承认。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就怕你们来，才叫人堵的门。我这堂堂侯府的嫡小姐，人家都看不上，那你闺女还是算了吧。哎，别不服气啊！你可能会说，我女儿除了身份，哪都比你好。二婶，我就是因为身份高贵，要不然你以为皇上会给我们赐婚吗？我堂姐就算是个天仙，那也只是个五品官的女儿，进了王府恐怕就只能做个侍妾，连个侧妃都捞不着。所以啊，二婶你就回去告诉堂姐们，就别自不量力的惦记人家皇子啦。我也是怕你们在皇子面前出丑，才不放你们出来的。修乐然一番话说的修远苍、修远山和公事的脸色都很难看。洛洛，胡说什么？我哪胡说啦？如果咱爹只是个小官，你说皇上会给我赐婚吗？我知道你和堂姐们惦记我未婚夫，只要让四皇子见了堂姐们，可能就没我什么事了。我告诉你啊，二婶，我现在还是四皇子的未婚妻呢。等哪天我被退亲了，你们再到四皇子面前帮拿也不晚。我没退亲之前，你们呢还是老老实实些，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洛洛，你从安利回来了，你和四皇子的婚事也该着手准备了。和二婶说说，你都喜欢什么衣服首饰，我好早些准备。我可不敢劳烦二婶大驾，你没忘记上次你送过我东西吧？我可都还留着呢。你说的新衣服是穿过的，领子脏了，衣袖上一股浓浓的脂粉味儿，内衣也是洗过的，脂粉是剩下的，首饰是过时的也就算了，那一件一件的细得跟针似的。二婶是不是觉得我一个安堂里面出来的没娘的孩子不配有好东西啊？
听了修洛然的话，屋里所有人都看向宫氏，修令策兄弟几个脸色都非常难看。宫氏只能是硬着头皮说：“洛洛，那可能是下人们拿错了，我可不是这么吩咐的。”阿婶，这话你自己信吗？这些东西就算了，更可气的是你给我的丫鬟。二婶，我就想要问问，咱侯府的丫鬟都是死绝了吗？你才把一个刷夜壶的又傻又丑的女人送过来给我当贴身丫鬟，还是说咱们侯府已经穷的连个好看些的丫鬟都买不起啊？修远山站了起来，向修远仓点点头，轻声叫宫氏：“跟我回去。”宫氏不敢不走。夫妻二人走到门口，修洛然朝他们喊道：“二婶，以后我的事情就不劳烦你费心了。我堂哥和3个堂姐不小了，你呢还是操心操心他们吧，别到时候他们找不着好亲事，你再怪到我头上，我可不担这罪名。”宫氏恨得咬牙切齿，却不敢说一个字。莫愁悄悄地跟在修远山夫妻身后出去了。他很快又回来，告诉修洛然：“小姐，他们走远了。刚刚我就只是就事论事的说我二婶，跟你没关系啊。你呢就别往心里去啊。”“我知道的，小姐。”“洛洛，你是不是有些太着急了？你这么做，宫氏知道怎么防着他了，他以后再做什么，恐怕都不会留下把柄了。我们要收拾他，就会增加难度。”“大哥，千防万防，家贼难防，这管家权必须得要早些拿回来，要不咱们家的东西还不知道被他弄走多少。刚刚呢，我是打草惊蛇。爹，大哥，你们说宫氏回去之后会不会有什么行动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加派人手，该防备的地方一定要小心防备，该监视的人呢一定要看住了，防止宫氏狗急跳墙，把偷拿贪占的东西给转移了，把知情人士给灭了口。”“我觉得洛洛做得对，洛洛回来了，咱们家后宅也该清一清了。”“大哥，娘的嫁妆单子在谁手里啊？”“我这里抄了一份，最原始的那份在娘的陪嫁程妈妈手里。”“程妈妈呢？”“你放心，她很安全。”“那就好，我要出去逛逛，顺便去买一些食材给二哥补补。”可修洛然哪里知道，他这一趟出去救了个人回来，后来这人还成了他院子里的管家。天鹤王朝是个大国，兵强马壮，国泰民安，帝都九地城也很繁华。“掌柜的，有没有牛肉和羊肉啊？”“哎呀，我说小姑娘，咱俩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可别害我呀！”“掌柜的，我就问你有没有牛羊肉，怎么就害你了？”“朝廷律法规定，不许杀牛吃肉，抓到是要坐牢的。你来这里买牛肉，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这肉摊卖牛肉呢。你说你是不是害我呀？”耕牛是重要的生产力，除非自己老死或者得病受伤死了，否则绝不允许宰杀。修洛然恍然大悟，连忙举手抱拳：“抱歉啊，掌柜的，我这一直生活在尼姑庵里，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哎呀，小姑娘，牛不能杀，自然没牛肉啊。现在青草茂盛，正是羊长肉的时候，谁舍得杀羊啊？我这肉摊啊，也就卖猪肉了。天太热，也不敢多杀。你这来得晚，就只剩下边边角角了。”修洛然想了想，去别的肉摊儿估计也和这里差不多，还是买吧。凭自己的手艺，就算是边角料，他也能做出美味来。看着那些放在冰盆边上的边角料，修洛然笑了：“掌柜的不错呀，居然还冰镇着呢。天这么热，猪肉不到半天就得变质发臭，更别说现在已经太阳西斜了。”“我家邻居管着官府的一个大冰窖，我去他那里要些碎冰，隔三差五的给他送块肉。”“原来如此。哎，掌柜的，那你这些边角料要怎么卖啊？价钱合适我就都买了。”掌柜的一听大喜，要知道边角料在这个时代是最难卖的。为啥呢？因为人家有钱人家都买好肉吃，没钱的人家也根本不会来光顾肉摊儿。“哎，小姑娘，如果你都要了，这些就算你60文吧。哎，你可知啊，这猪肉13文1斤呢。”修洛然看着大冰盆里的一个猪头，6、7只猪蹄儿，2副下水，60文钱，这也太便宜了。“掌柜的，我是镇西侯府的，我多给你10文钱，你能够叫个人帮我给我送到家里去吗？”“哎，行。”掌柜的把他的伙计叫了过来，弄了个独轮车，拉上已经没多少冰的大冰盆，跟在修洛然身后往镇西侯府走去。一座临街的酒楼2楼窗户前站了2个人，正向下看着街道。“哎，五哥，那是四哥的未婚妻吧？”“五哥，你说他买的那些东西能吃吗？不会是买回去喂狗的吧？”“老七，镇西侯府的厨子做菜很厉害吗？”“没听说呀。”走在街道上的修洛然感觉有人在跟踪他，他猛地一回头，看到路边有个乞丐婆子正盯着他。那婆子呢，虽然衣衫脏乱，头发板结，可眼神却明亮犀利，脸庞和双手都白皙细腻，一看就是个大户人家出来的。
修罗然叫那个肉摊的伙计先走，他把乞丐婆子引到一个僻静的角落。说吧，你们跟着我干什么？姑娘会武功吧？姑娘，奴婢叫素锦，曾是皇后凤仪宫里的宫女。27岁时，皇后开恩允我出宫，后被各大户人家请去当教习嬷嬷。直到2年前，二王妃将我请到王府，本以为照往常一样去教导府里的侧妃和侍妾，可没想到二王妃借我之手给府里的2个侧妃下绝育药，却被二王爷发现了。二王妃假意救我，却暗中给我下毒，想让二王爷死无对证。如今我命不久矣，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我那青梅竹马的相好曲后。为了我，他半生委屈，我不想他后半生依旧穷苦无依。而今我找到姑娘，是希望姑娘能帮忙将我存在二王府东西取来交给曲后，这样我就算是死也瞑目了。你想让我帮你拿东西？是。那你应该知道，咱们九地城除了皇宫，就属二王府的守卫最严了。我知道这不容易，但我可以给姑娘画个地形图，还请姑娘帮帮忙。等东西拿回来，我分给姑娘1半可好？素锦说着说着就跪了下来。切，我一个侯府嫡女，我缺你那3瓜俩枣。不过既然是皇后曾经的宫女，肯定是比原主这个庵堂里面长大的要懂得多了。不如试试能不能给她解个毒，若是能解了她的毒，让她以后跟着我，那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修罗然拉起素锦，暗中给她把了把脉，的确中毒很深，但是也不是没救。姐嬷嬷，你告诉我东西埋在哪儿，今晚上我就试试能不能帮你取出来。姑娘，你自己去恐怕不行，有好几个大箱子呢。二王爷的妃子没有一个好东西，一个侧妃为了陷害另外一个侧妃，偷了王府里5大箱值钱的东西埋在花园里，那些东西现在应该还在。姑娘既然去二王府，就顺便都取出来吧。嬷嬷打得好算盘啊，我千辛万苦的去二王府弄东西出来，你不出力就要分1半，我就要承担全部的风险。不，姑娘误会了，我说的1半指的是我的钱财的1半。至于那5大箱东西，只是老奴觉得不能让姑娘白担风险，姑娘若是能取回来，便都是姑娘的。都是我的，看来老天心疼我，怕我没钱花，给我送钱过来了。修罗然给素锦吃了1颗解毒药片，他带着素锦从后花园进了侯府。他把素锦安排在莫愁隔壁的房间，然后就到厨房，让人把猪头和猪下水好好收拾出来。他准备做点卤味，他叮嘱厨房的人一定要洗干净，随后就去找修令策了。大哥，你有没有得罪过二王府的人？虽然易静时的很多做法我并不赞同，但我还真没和他发生过明面上的冲突。那咱爹或者是我2哥、3哥他们有得罪过二王府的人吗？好像也没有。怎么了，洛洛？修罗然把素锦的事情简简单单的说了一遍。你怕他是二王府派来的人？爹的身份还有目前的局势，那我不得不防啊。洛洛，为了安全起见，我让人悄悄查一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晚上我叫几个人帮你挖宝去。好，谢谢大哥，那我就去厨房看看。今晚上咱们吃卤肉。餐桌上摆了好几大盘的卤猪下水，修远仓看着这些东西似乎很好吃的样子，可是他却迟迟不肯动筷，因为他从来没吃过。送进嘴里细细嚼起来，紧接着他眼睛就亮了。这肉和下水软烂鲜香，简直太好吃了，他一筷子一筷子的吃得停不下来。他用行动告诉大家，妹妹做的这个卤味啊是真的很好吃啊。修令墨让修令策不停夹菜的举动整好奇了，他也急忙下筷吃了起来。刚吃2口，他就嘟嘟嘟跑到了修令仪的卧房。二哥，你快尝尝，姐姐做的这个肉可软糯，可好吃了，我和大哥都吃了。修令仪这才伸出筷子吃了他平生的第1口猪下水。晚上，修罗然一身紧身黑衣，带着修令策给的20个人悄悄奔向二王府。这个计划如果能成功，王爷的宏图大业就算成了1半了。你们想的太容易了，老三可不是个莽撞的人，对付他，咱们还需要再仔细斟酌斟酌的，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清楚，千万不能让他抓住把柄，要么不出手，出手就要把他拍扁，永远起不来。王爷，修令策最近天天待在家里，
说是他妹妹回来了，他在家陪妹妹。三爷少了这个智囊在身边，正是我们的机会。是呀，王爷，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本王明白，那几个能人你们都找到了吧？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不容许出一点差错。不管是谁出了问题，本王绝不轻饶。是。听这意思，里边的人这是要散了呀。修罗人轻轻一拉明郎，二人原路返回，出了花园就回到了侯府。你的人今天晚上抢劫去了？我又不缺钱。那你说这是哪儿来的？爹，这东西是我让他们弄回来的。修罗然就讲了他遇到素锦的经过以及他的打算。有这么一个人跟在你身边，确实能帮到你。爹，这些东西分你办吧。我不要，你们兄妹商量着办吧。洛洛，大哥也不缺钱，你自己收着吧。修罗然可高兴了，从今天开始他也是有钱人了。你们回去吧，我有话要跟你们主子说。明郎带着大家高高兴兴地走了。房间里面只剩下修罗然和修令策。修罗然把听到的话告诉了修令策。洛洛，你没听错。大哥，我听力好得很，绝对不会出错的。二王爷说的老三就是三王爷吧？对，洛洛，你也回去吧。等你有了自己的私库，再把这些东西弄回去。暂时就放在我这儿吧。我要回去给三王爷送封信，叫他小心二王爷。修罗然一边往自己的院子里走，一边想，大哥明显是想要和三王爷一伙的，不用问，老爹和二哥肯定也是和三王爷一伙的，就是不知道那个混蛋四王爷是哪伙的。锦嬷嬷，你感觉怎么样？小姐，我还挺好的，虽然吐得难受，但是感觉精神好了很多。谢谢小姐的药。你的东西我取回来了，那5个箱子里的东西不少，你这一半我就不要了。明天你要带着我去看曲后。好。修罗然雇了一辆小驴车，他赶着车拉着素锦，二人去找素锦的男人曲后。小姐，你看旁边那个大破院子，就是我说的那个败家子的家。他父母双亡，家产都让他败光了，他过不下去了，就想卖房子，要的价格高，也没人买。修罗然进了曲后的屋子，见到了曲后，是个精明干练、相貌不俗的中年男子。小姐，那房子我很清楚，那是哪儿都好呀，宅子好，院子好，花园好，位置更好。我这个宅子当初可是花了我5万多两啊！你也看到了，我3个宅子，恐怕都没有隔壁这1个宅子大，别说还有这么一个大花园了。你们这样说我就放心了。修罗然回到家里，先来找修远仓。爹，我想要买个东西，你借我10万两呗。啥东西那么贵，要10万两？你是买房还是买地呀？修罗然不说话，瘪着嘴，他水灵灵的大眼睛就这么看着修远仓，别提有多可怜了。看了一会儿，修远仓就挺不住了。哎呀，行了，给你就是了。修罗然拿到银票就来找修令策，他故技重施，又借到了10万两。修罗然来找那汉子，一起去衙门改了契，交了钱，回到曲后家。锦嬷嬷，你就暂时别回侯府了，你就住在曲叔这儿陪着曲叔吧。曲叔既然是花匠，那对宅子的维修应该也是知道一些的吧？曲叔就帮我找人维修宅子和花园，怎么修你看着办，只要漂亮好看就行。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整个宅子和这花园焕然一新。曲叔做得到吗？刚刚曲后听说素锦已经认了修罗然为主子，还请他去做花匠。小姐，只要钱凑数，我保证做得到。钱不是问题，我先给你500两先用着，你现在就开始做个规划出来，看看大约需要多少银子，我好要筹钱。好，小姐放心，我这就开始做规划。修罗然走出曲后家，刚买的宅子门前有人在拼命的敲门。芦苇，开门！今天是你最后的期限了，你再拿不出钱来，我们可就要收房子了。别敲了，里边没人，这房子现在是我的，我看谁敢收。你说什么？3人之中，领头的红脸男人围着修罗然转了一圈。你说房子是你的，你有什么证据？修罗然把房契拿了出来，给红脸男人看了一眼。看到了吗？你们可以滚了吗？离我的房子远点儿。一个小个子突然问修罗然，不知小姐是哪家府上的千金啊？本姑娘是镇西侯府的。全哥，我知道这丫头是镇西侯府的，我问她只是想确定一下，现在怎么办？芦苇跑了，这钱怕是找不到人要了呀。你知不知道芦苇欠了我们很多钱？那是你们的事儿，与我无关。怎么和你无关了？你买的房子芦苇已经抵给我们了。你有什么证据啊？这时红脸男人才想起来，他可没让什么芦苇写什么字据或者扣押什么东西啊。房子抵给你们了，你们不是应该扣着他房契吗？
你现在到我面前红嘴白牙无凭无据的就说这房子抵给了你，换成是你信吗？红脸男人不说话了，是他没办好这事儿，芦苇跑了，钱也要不回来，这回去之后怎么跟上头交代呀？这真是没想到，芦苇那混蛋看着挺老实的，居然敢骗他们。修洛然转身就走，那红脸男人又把他拦住了。哎，修洛然直接一脚给他踹了过去。我有上班，没工夫陪你们磨牙，不服你们就到珍稀侯府去找我啊！看着走远的修洛然，这丫头不会是冒充侯府的人吧？钱哥如果不信，咱们跟后面看看去，不就知道了。三人看到修洛然叫开镇西侯府的大门走了进去，这才失望的离开。虽然说这上头的人呢是有些背景的，可是他也不敢跟那侯府硬刚啊。修洛然进了府，直接就去找他爹修衍苍。露露，咱兄妹第一次见面，你想要啥礼物啊？修令群此话一出，修洛然就知道他是谁了。他就是自己刚回来那天遭遇刺杀，跑过来问尼姑他有没有事儿的那个人。修洛然是记得他的声音的，绝对不会出错。原来三哥带人打跑了来刺杀他们的人呐。三哥好，礼物嘛随便给，我啥都不嫌弃，越多越好。修令群也笑了，他正准备说啥，修依然和修尔然也走了进来。三哥，你回来啦？回来了。三哥，你这次回来给我们带啥礼物了？哼，我这个亲妹妹还没得到礼物呢，哪里就轮得到你呀？切，你这个灾星，还有脸要礼物？修尔然话音刚落，脸上就挨了一巴掌。二婶说我没规矩，她的女儿倒是很有规矩啊。修依然过来把修尔然拉到一边。你敢打我！我娘说了，你刚刚回来，二哥做的事就翻了，你不是灾星是什么？其实呢，修依然本想阻止修尔然说话，可哪知道修尔然说话很快，他根本就来不及制止。你不是灾星，你家自从你出生以后，你爹就没怎么升官，你哥总是被同僚们排挤，还被栽赃，你们兄妹一个个的都没找到好亲事，尤其是你姐，就是因为有你这么个灾星妹妹，她都已经黄了好几门亲事了。你不是灾星，你是什么？原来二妹妹才是灾星啊！我今天才知道。露露，走，跟三哥到花园玩去，咱们离灾星远点儿。哎，好嘞。修洛然很痛快地答应着，他笑容满面地跟着修令群去花园了。修依然紧紧地拽着修尔然，向修衍苍和修令策告辞以后，姐妹俩就回去了。爹，妹妹虽然长得极像母亲，漂亮精致，可她这性子和母亲一点都不像，真是半点不吃亏啊。泼辣些好了，你娘如果有她一半的泼辣劲儿，也不会死得那么早了。修令策点点头，母亲就是太绵软了些，总是被二婶欺负。修洛然跟着修令群来到大花园。三哥啊，知道谁想买房子吗？大房子。修洛然只是随口问问，他准备把房子维修好以后，就到那个什么牙行挂着。这么好的房子，应该很快就能卖出去。露露，谁要卖房子啊？我啊。你哪来的房子啊？我刚刚买的。多大的房子呀？修洛然看修令群一个劲儿的追问，估计他知道有人要买房子了，就详细的说了说他买房子的经过。你是说芦苇的房子现在是你的了？对啊。你要卖多少钱啊？50万两，不二价。露露，那你花多少钱买的呀？妹妹不会是让人骗了吧？我花了20万两买的，准备修好了以后卖50万两，怎么样？我能卖出去吧？露露，那你维修的如何了？正在规划，还没开始修呢。哎，别修了，我找人给你问问，50万两人家要不要？你等我消息啊。修令群说着很快就走了。修洛然感觉三哥好像比他还着急。修洛然忽然提到自己还有一件大事没做，这房子如果卖出去了，那可就来不及了。修洛然离开花园，直奔他买的宅子去。他要干嘛呢？嗨，他得探宝啊。修洛然知道很多人都喜欢在自己的院子里、屋子里或者园子里挖密室埋钱财，芦苇祖上应该是很有钱的，要不然也不会买这么大的宅院了。那你说这巨大的宅院里会不会有宝藏呢？修洛然决定找一找。他先是进了屋子，把每个房间都用金属探测仪过了一遍。他把那探测目标设定成金和银2种金属，没让他失望。他在主卧房的净室旁边探测到一个有很多金银的密室，他费了9牛2虎之力才找到密室的入口。那里面一共有37只大箱子，打开看时不是金元宝，就是银元宝，还有好多的玉摆件，还有什么古董字画呀、书籍呀。修洛然高兴的手舞足蹈，发财了，发财了！他
他走出密室，又到院子及花园中走了一遍，那探测仪再也没有亮过。修乐然关闭了探测仪，看了一下电量，还有很多，不着急充电。他这个探测仪是非卖品，是之前单位配给他的工具，还是太阳能充电的。修乐然回家找大哥，准备把密室的情况告诉他。一进父亲的院子，就看到三哥也在。三哥，你不是去找人了吗？怎么回来的这么快？露露，我帮你找到买主了，人家说不用你维修，人家自己维修就可以了，50万两，人家不还价。这个买主就是被卢维的100万两吓跑的那个。他真的很喜欢那房子和花园，花50万两买下来，他很开心。这么好，听到房子都这么卖出去了，修乐然高兴的几乎跳了起来。修远仓和修令策听得一脑门问号。修乐然就给父亲解释，我不是和你们一人借了10万两吗？我用这20万两买了座大宅子，宅子很破，我就准备要维修一下再卖，就拜托三哥先帮我去找买主。可我这还没等维修呢，三哥就说不用修了，人家直接就买下来了。就是说你一下子赚了30万两？对啊，我就倒了一下子手，就赚了30万两，可不止30万两呢，兴许赚了50万两也说不定啊。那露露，你跟三哥讲讲，你是怎么赚了50万两的？修乐然一五一十的把密室的事情说了。爹，大哥，我是用了你们的钱，我才买到房子赚了钱的，钱和东西都分你们一些。三哥，见者有份，也有你的。露露呀，既然你哥已经帮你找到了买主，密室里的东西今晚就让你三哥帮你运回来吧，省得夜长梦多。知道了，爹。晚上，修令群叫了府里可靠的人，还有他自己的人，一起去把密室里的东西运回侯府，放进修令册的司库里。修远仓看着这些黄黄白白的东西，还有那些珍贵的古董字画，他嘴角抽了抽。洛洛这丫头的运气也是没谁了，救个人还能得几箱珠宝，这买个房子净赚几十万不说，还白得了几十箱的好东西。洛洛呀，可能不是我的女儿，她是老天爷的女儿，所以老天爷才如此眷顾她。修远仓正想着，修洛然已经在叫他了。爹，这个好像是兵书吧？你看看啊。兵书？修远仓对元宝啊、古董啊、字画啥的一点都不感兴趣。一听说有兵书，他立即双眼放光，急忙奔了过来。修洛然递给他一本书，他接过来一看，是《名将30战阵考》。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本书我找了好久了。洛洛，爹别的不要了，就要这本书。爹，这里还有一把短刀呢，你要不要？修远仓过来一看，刀身寒光闪闪，高刃锋利，是把好刀，他很喜欢。他看了看两个儿子，最后把刀放到了修令策的手里。你收着吧。修洛然看着修令群的眼睛，好像粘在短刀上似的。他知道他也喜欢，于是他走到修令策身边，拿起那把刀就递给了修令群。三哥，还是你拿着吧，大哥暂时用不到。那个大哥，那我就收着了，你什么时候要用再找我要啊。还有啊，露露，明天你别忘了卖房子。三哥，房契给你，你帮我收钱就行了。也行。修洛然回来又对修令策说，大哥，等你腿好了，我就送你一把好刀，保证比三哥的刀要强100倍。他那小空间里可有好几把军刺呢，可不是这个时代的刀能比的。好，那大哥就等着了。大哥，这些古董字画书籍你随便拿，等二哥的伤好些了，叫他和小莫也来挑一些。修令策也就没客气，把喜欢的都挑了出来，拿走了。侯府西跨院修尔然的房间里，宫氏在给修尔然敷脸，修尔然疼得哇哇大叫。我告诉你多少回了啊！我叫你离那死丫头远点儿，你怎么就是不听呢？偏偏还要往前凑。娘，不是你说的吗？你说她是灾星，我说了那个死丫头就打我，她干嘛打我？最可气的是我大哥三哥就看着她打我，都不说帮帮我。修依然无语的把头扭到一边去。你傻呀，不知道远近啊？人家可是异母同胞亲兄妹，你是谁？人家要帮你啊！行，娘你别说了，我要躺会儿。被娘训了，修尔然有些不爽，他躺到一边假装睡觉。修依然跟着宫氏来到宫氏的房间。哎呀，自从东院那死丫头回来之后啊，我是事事不顺，她可真是我的克星。娘，那丫头不简单，有些事情你还是收敛些吧，别叫她抓住了把柄。抓我的把柄？哼，她还嫩点儿。依然啊，我替你舅母说，
四王爷对那死丫头很不满意，如果有机会了，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啊！未婚妻算什么？娶进门才算数呢。修一然心想，东院那死丫头即使是退了亲，那四王爷另娶也不会选她。母亲怎么就是看不明白呢？我知道了，娘。这时，一个丫鬟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二夫人，你快去看看吧，智少爷快要被东安小姐给打死了。宫氏一听，可吓坏了。宫氏一个箭步就窜了出去，向着大花园跑去。修罗然意外获得了一大笔财富，心情美得很，破天荒的决定去大花园逛上一逛。莫愁呢，就跟在他身边。主仆俩慢慢向荷塘走去。烈日如火，荷塘边上还能凉快些。刚走到荷塘这儿，就有一个年轻男子朝他们靠过来。莫愁一见就慌了神儿，轻声道：“小姐，咱们快回去吧。”那是谁啊？就是非礼不成打死丫鬟的二夫人的侄儿，吓得我掉水里那个。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今天你不惹事就罢了，你要是犯了老毛病，就别怪本姑娘下手狠毒了。莫愁，别怕，看本小姐给你报仇。你先一边玩着去啊。小姐，那你小心点儿。莫愁说完，原地坐下了，捡过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圈圈。修罗然继续不紧不慢地向着荷塘边走。那年轻男人过来了，双眼放光，盯着修罗然看。小姑娘啊，你是哪个妹妹身边的丫鬟呢？我怎么不认识你啊？啊！修罗然习惯穿箭袖衣服，并不像修依然姐妹们穿水袖。他身边呢又没有带丫鬟，公安就以为她是丫鬟。修罗然向他嫣然一笑，她本来就长得美，这么一笑，公安哪里扛得住啊？哎呀，小姑娘，好妹妹，快告诉哥哥你是谁？哥哥很喜欢你，你跟我回去做姨娘怎么样啊？啊，我保证很宠你，很疼你。真的吗？你没骗我啊？真的，不骗你。我不信。修罗然继续看荷花，公安伸手就要拉修罗然的手。哎呀，我真不骗你，就跟我走吧。修罗然躲过他的手，抬手一巴掌甩过去，打得公安一个趔趄。修罗然抬腿又是一脚踹在公安的胯下，那公安发出杀猪一般的嚎叫声，捂着胯就倒了下去。修罗然，快把儿放下来！可修罗然呢，就像是没听到一样，继续重复刚刚的动作。公氏跑得很快，转眼之间就来到了跟前儿。修罗然顺手一甩，就把公安甩到了荷塘里，转身就离开了。来人啊！救人呀！快来人啊！跑来好几个男仆，跳下水把公安捞了上来。安儿，你怎么样啊？啊！老姑啊，我疼，快把那死丫头给打死！啊不，我要把她绑起来，扔荒山上喂狗！哎呦！安儿，别闹了，一会儿派人送你回去吧。娘，还是先给表哥请个郎中看看吧。啊，对，来人，快请大夫来。老姑，我不要大夫，我就要那死丫头，我要让她给我暖床，我要让她伺候我。老姑，你不是说侯府的丫头随便我玩吗？别的丫头我不要，我就要刚刚那个，我就要那个。行，一会儿老姑把那丫头给你送去，你快起来吧。公安这才站起来。胯下传来的剧痛让的公安马上又弯下了身子。花园门口处站在这儿的修远仓和修远山兄弟把刚刚的对话全部都听到耳朵里。修远仓没有进花园，转身回去了，修远山也跟回去了。他们兄弟在修远仓书房说话，是听到公氏的呼救声跑过来救人的，没想到听到了公家姑侄的对话。大夫来了，诊了会儿脉，换了手再诊，然后摇了摇头。大夫，我侄儿他怎么了？你快说。没啥大事儿，以后多吃点好东西补补就行了。那些皮外伤上点药，几天就好了。公氏和公安一听都放下心来，哎呀，没事就好啊。可一旁的修依然却觉得大夫似乎隐瞒了什么，肯定不是啥好事儿。公氏带着公安进了修远仓的书房。姑父，看看你们修家人把我打的，你们要赔我。啊，是这样的，安儿呢进花园赏花，遇到咱们府上的一个丫头。这丫头看安儿长得俊，起了攀龙附凤的心，就来撩安儿，想跟着安儿做个姨娘。安儿可是个正经孩子，哪里见过这个啊，就不同意。结果那丫头狠狠地踹了安儿几脚，就跑了。洛洛来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安儿摁水里一通灌呢。最后
还把安儿丢到河塘里，差点把安儿淹死。大哥，咱们是一家人，可洛洛这样一未免太荒唐了一些，这将来可怎么找婆家呢？你应该管一管了。还有那个丫鬟既然看上了安儿，我觉得送给安儿做个姨娘也不错，总比当丫鬟强吧。公安听到这儿，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他一眼瞄到修洛然走进来，立刻就来了精神。死丫头，你总算是来了啊！爷可想着你呢。你过来，跟爷走。今天你不把爷伺候的舒舒服服的，爷打不死你。说着，他就来抓修洛然。修远苍兄弟和修令策脸色都相当难看。公氏听了公安的话，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哪有什么丫鬟呀？自始至终这打公安的都是修洛然那个死丫头。他刚想叫住公安呢，修洛然已经动手了。修洛然先是狠狠地扇了公安几个嘴巴子，又狠狠地踹他几脚，把他踹趴在地上。让本姑娘伺候你，你他妈是谁啊你？还敢来我修家的地盘上撒野？本姑娘今天就好好的伺候你。修洛然说完，抓起公安上三路打到下三路，直到把那公安打得连叫喊的力气都没了，他这才放手。一边的公氏想上来拦着不让他打公安，却被修洛然一胳膊甩到一边去。露露，你看安儿也没有把你怎么样是吧？可你却把他打成这样，咱们都是亲戚，这说不过去吧？谁和他是亲戚啊？二婶，你的意思是说我只有被公安抓到床上，被他睡了以后，我才能打他报仇呗？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我堂堂侯府小姐就该被你这色鬼侄儿羞辱呗？他又不知道你是侯府小姐。我侯府的丫鬟，她就可以随意羞辱了是吧？不听他摆布就随便打死是吧？公氏心里有鬼，一听这话，怕公安打死丫鬟的旧账被翻出来。没看到修家几个男人都用恶狠狠的目光看着他吗？公氏连忙上前拖起公安就要往外走。行了，洛洛，这次是安儿不对，他已经被你打成这样，今天这事就算了吧。站住！二婶，今天如果我没有那么大力气，是不是活该就被你侄儿欺负啊？公氏无言以对呀。他用力拽着地上的公安，想把他拖走。公安现在是明白了，他调戏的不是侯府的丫头，而是侯府的小姐。他一把甩开公氏。老姑，你不是说要把府里的小姐许配给我吗？那我就能得到大笔的嫁妆了。我当时嫌丑不要，我现在看到本人了，我同意了。老姑，你就做这个媒人吧。啊，阿婶，我只说一遍，再让我在府里看到他，我他妈废了他。修洛然说完就离开了书房，后边的事儿就交给大哥和老爹吧。看到修洛然走了，公氏拖起公安又要走，这时修令策叫住了他。阿婶儿，公安是你的侄子不假，但对我们修家人来说他是外男，一个外男出入内宅很不合适，毕竟家里有这么多妹妹在呢，传出去对他们的名声不好。还有啊，大花园里有外男在游玩，你应该告知一下，省得妹妹们不知道闯了进去。另外，洛洛最后的话也是我和爹的意思，如果令侄再来侯府，出现啥意外，侯府概不负责，请吧。不是，老姑，你答应我的，要给我找几个好看的丫鬟，还要把侯府小姐嫁给我，你可不要说话不算话呀！公氏不说话，死命拉着公安离开。公安看公氏不理自己了，感觉自己这次可能是给老姑惹麻烦了。他心里恨修洛然恨得要死啊，却又放不下他的俏模样。嘿，死丫头，别落我手里，否则看我怎么叫你死床上！修洛然如果听到了这话，他一定会说：“你这个色胚，你那物件本姑娘给你留着，能不能用？就看你能不能找到绝世神医给你治了。你他妈祸祸人姑娘，本姑娘就叫你看到吃不到，断子绝孙，留你一命，那是让你看看别人是怎么享受天伦之乐的。”书房里，修远山修得无地自容。修远苍很了解自己这个弟弟，弟媳做的事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挥了挥手，叫修远山回家了。今天这事儿让修令策很气愤。爹，策儿，你应该高兴才是，你妹妹可不是个任人欺负的主啊！你不用担心，做好你该做的。我感觉你妹妹肯定是早有计划了，咱们只需好好配合她就行。我知道了，爹。修洛然坐在自己的小花园凉亭里，想着今天的事。现在他能理解自己的老爹和大哥为什么让公氏一直当家了。有人轻轻跳了起来，吓了修洛然一跳。他抬头一看，是修令群。三哥，你会轻功啊？那不废话吗？很奇怪吗？大哥和爹都会，只不过他们都没我轻功好。
哎呀，三哥，那你教我学轻功呗，我不让你白教，我也有东西要教给你啊。你教我东西？行，那你就把你的本事亮出来，我看看，然后我再教你轻功。修罗然瞥了三哥一眼，这是不相信他呀。修罗然突然出手攻向了修令群，什么踢、掀、顶、踹，几招下来，修令群就有些招架不住了。露露，你这是什么招式啊？三哥，怎么样，学不学啊？学，怎么不学呢？修令群可是很好武的，修令册习武是为了爵位传承的需要，但是修令群不同啊，他是真的喜欢。修罗然开始忽悠起来。我在金西安旁边的山上遇到了个奇人，他说我根骨适合练武，就要教我武功，我就想要先学轻功，练了轻功关键时刻就可以逃命了。他怕我会了轻功就不好好习武了，说轻功最后再教。就等他想教我轻功的时候，就忽然有事离开了，就一直没回来，害得我好等啊。露露，三哥教你轻功，然后你教三哥刚刚的拳术。好，修罗然教修令群的是他前世学的擒拿术和军体拳，都非常适用。修令群也学得很认真。小花园里，兄妹两人互换着教授着功夫。休息的时候，修罗然突然问道：“三哥，从安利回来的时候我是装晕的，我知道你去救我了，因为我听出了你的声音。你知道是谁要杀我吗？应该是四王爷易景阳吧？”当时我们打跑了那伙人以后，我就悄悄跟踪他们，他们居然毫不隐藏自己的行踪，一点也不怕被发现。最后这伙人进了四王府，可能在四王爷看来，咱们修家人都是软柿子，在他这个王爷面前只有伏低做小的份儿。三哥啊，你说爹和大哥是不是也猜到了是他干的了？肯定猜到了，大哥多聪明啊。不说这个人了，三哥你说说你吧，去救我的那帮人是你自己的人还是你找的人？我的人。你快说说，你建的是个什么组织啊？我们都是一起会武的人，谁有困难了，其他人帮帮忙。看来修令群是不想多说了，修罗然也就不再追问了。三哥啊，这些日子你不在家不知道，爹答应让我管家了，不过呢，让我把管家权给夺回来，我已经有了初步计划。用人的时候你可要帮忙啊。你要管家？是啊，不行吗？不是不行，而是管家很麻烦，你不怕麻烦吗？怕也没辙啊，难道就让公事这么一直摊下去啊？行，露露，什么时候用人你告诉我一声，我随时替你调遣。谢谢三哥啊。我问你啊，你有没有做生意？你问这个干嘛？有钱好办事，没钱寸步难行。如果你的组织太穷了，都要三餐不继了，那你说谁还会跟着你啊？所以你得必须要做生意赚钱养着你的人，没钱的话我可以借给你啊。行，三哥可以做生意，那你说做点啥好呢？三哥，衣食住行都能做，如果你们没啥经验呢，也没有太多的资金，可以考虑先从吃的开始做，卖房子的钱你就给我20万就行了，我还要给咱爹和大哥，剩下的呢你就留着当本钱。修令群心里也满满的感动，说真的，他还真的是在做生意养他的人，只是这生意不太方便告诉修罗然，而且他也确实是需要钱。露露，你的情三哥记下了。嗨，咱们兄妹客气个啥？三哥啊，你呢还可以建一个情报组织，收集一切能够收集到的消息，哪怕是不卖，那给自己人用着也行啊。露露，这个我还真的想过，只是看着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呢，需要很多钱。那是你没有用对方法啊！我告诉你啊，你在僻静的街道买下一座大的破烂的房子，但是呢得要能住人，然后你就多找几个乞丐头子，让他们领着手下的乞丐帮你们收集打探消息，你只需要给他们提供吃住就行，你找人把得到的消息分门别类的整理好，用的时候呢就方便查找。修令群眼睛一亮，哎，他咋就没想到呢？这确实是个好方法啊，省钱省力，收集的消息还多，因为无论在哪个地方就没有乞丐去不了的地儿。三哥，不管是什么消息都要，哪怕是某一个官员养的外室，谁偷男人了，说不定什么时候那这消息就成了对付敌人的利器。洛洛呀，三哥真的要谢谢你了，我这就找人办这件事。送走了修令群，修洛然来找修衍苍，正好呢修令策也在。爹，有件事我忘了说了，我回来的路上不是遇到刺杀了吗？那天我在四王府看到刺杀我的人，所以我才那么冲动，打人打得狠了一些。他没说是修令群提供的消息，既然修令群没和老爹说，那肯定是有他的顾忌的。修衍苍跟修令策很快的对视一眼。洛洛，我们已经猜到是他做的，你别声张，咱们心里有数就行。那天退婚，皇上的态度很暧昧，
似乎不太想退。不管咋说，也都不会把你嫁给四王爷的，他不是良配。爷，你放心吧啊，不管我是不是嫁进王府，都会生活得很好的。假如皇上非要让我嫁进去，你们也别反对，我肯定嫁。我保证用不了多久，四王爷就会提出退亲。你被退了亲，会影响你的名声和亲事。没关系的，反正咱们家里也没有其他姐妹啊，不怕受我连累。再说了，被退亲在家没人要更好啊，我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多开心啊！我干嘛要想不开去嫁别人家？这伺候老的再伺候小的，还要冒着生命危险生一堆孩子，生活中除了男人、老人和孩子都没有我自己了。想要做点什么吧，这一堆人跑过来跟我讲这规矩那规矩的，我烦都要烦死了。我自己在家里想干嘛就干嘛，只要你们不嫌弃我，那多痛快。罗罗，你放心，只要爹还在，这儿永远都是你的家。只要大哥在，这就是你的家。修道人得意地想着，哎呀，这家里有这么些亲人在，他就是与全世界为敌，他也不怕了。小姐，二少爷说他现在很好，叫你别担心。红爷，谢谢你一直照顾二哥，自家人应该的。小姐，门房说那个四王爷又来了，叫人堵住二房那边的门，记着，以后咱们这边再有什么事儿，那边的门通通堵上。是。萧令策想说啊，这门可以不用堵了，因为那天公安的事情，萧远山回去以后狠狠地扇了宫氏2巴掌，估计宫氏啊就是知道那四王爷来了啊，暂时他也不敢过来。萧远仓把四王爷易敬阳和五皇子易敬玄请了进来。昨天易敬阳进宫给母妃淑妃请安的时候，淑妃说，我探了探你父皇的心思，感觉他不想让你和修家那丫头退婚。杨儿，听母妃的，别和你父皇拧着来，那对你没好处。那丫头丑陋也好，粗鲁也罢，哪怕真的是个傻子呢，你都要把她娶进门，既迎合了你父皇，还能得到修家上下的帮助。然后你可以再拿喜欢的女子，多少都行，虽然不能给他们正妃的位置，侧妃也不错了。你多宠爱他们一些，不比什么都强。等你坐上那个位置，要什么女人没有？易敬阳想了想，他觉得母妃说的也有道理哈。他今天就来到了镇西侯府商量成亲的细节。半路上呢，他遇到五皇子易敬玄，就强拉硬拽啊，把他也带来了。不知王爷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老爷，本王今天来呢，是想商量和令爱成亲的问题。大哥，一般情况下，王爷要娶正妃，会给女方多少银子的聘礼啊？我指的是所有的东西都算在内。修令策也大概明白妹妹的意思了。洛洛，20万两左右。修令策故意多说了1倍。四王爷是一个很得圣宠的王爷，20万两有些不符合他的身份。这样吧，聘礼呢就30万两吧。我知道你很不想要娶我，说实在的，我也不想要嫁给你，你我心知肚明，咱们俩人呢都是皇命难违，所以我就直接要30万两的聘礼。你应该也不会在乎这么点银子的，别的呢你就不用劳心劳力费心思准备啦。至于我的嫁妆啊，哎呀，我就一个安里出来的土包子，我爹意思意思，给个180两就行了。嫁妆代表了一个女人的脸面，我很有自知之明的，我没有好相貌好学识，也就没有啥脸面。这家里能给个100两银子，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再说了，王爷娶我是为了遵皇命，又不是想要我嫁妆。王爷，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啊？我30万两的聘礼，100两的嫁妆，你这是要羞辱谁呢？啊！这样吧，洛洛的嫁妆，爹，我觉得100两是少了点，要不给200两吧？修远仓听大儿子一本正经说出来的话，差点没笑出来，实在是憋不住了。爹，你别生气了，我不要200两了。看到没？我爹现在心情很不好，你的事情谈完了，可以滚了。对了，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咱俩扯平了。我可告诉你啊，你如果敢和哪个女人狗打连环，我也去找别的男人去玩玩。本姑娘还是很有男人缘的。至于成亲的日子，随便吧，你现在掏出30万两，那今天也就行。易敬阳差点没把肺给气炸了。他到这儿只说了一句话，修家人就把他的一切都安排好了。他们到底有没有把他这个王爷放在眼里啊？易敬阳旁边的五皇子易敬玄憋笑憋得太辛苦了，他只能是右手握拳，紧紧地抵在嘴上，不让人看出他的笑模样。修令策看易敬阳要发火了，他温声说道：王爷，就这么办吧，王府定了哪天成亲，叫人来通知一下即成。易敬阳觉得他今天来这儿就是个笑话，他就不该来的。他抬脚就往外走。
易静璇紧跟在后边。易静璇也不能捂着嘴走路呀，手一放下，他那扬起的嘴角就藏不住了。修罗然看到了，狠狠地瞪他一眼，嘴角弯曲的弧度更大了。笑什么笑？嫌你牙白啊？感谢这句话，终于让易静璇的表情恢复了正常。修远仓送人去了，屋子里修令墨说：“姐，你今天这么对四王爷，他以后欺负你怎么办？”没事儿的，他呀就是个草包，打不过姐姐的。如果他叫人帮忙，我也会叫你们帮忙的。你们帮我打他，打得他哭爹喊娘的。好，大哥，我领墨儿到我那儿玩去了。去吧。回到自己的房间，修罗然问修令墨：“墨儿，你想不想让大哥站起来？”想。只要你好好帮姐姐的忙，大哥就能够站起来，像个正常人一样。真的？真的。姐，你说吧，我需要怎么做？墨儿，大哥的腿呢被接歪了，我要把他的腿打断重接。接腿的时候要使用很多的工具，我就需要一个给我递工具的人。姐，那我就是那个递工具的人呗。对，我给大哥接腿，大哥的腿会流很多的血的，你怕不怕？姐，我不怕。墨儿真棒，下面姐姐就教你认认这些工具，你要记住了啊。难怪修令策要夸奖修令墨，他是真的很聪明。修罗然教他认了3次，他能准确无误地记住所有工具的名称。手术助手找到了，修罗然也就放心了。还有一些准备工作做完以后，他就可以安心给修令策做手术了。姐嬷嬷，我需要你和曲叔进府帮我，因为我刚刚回府，身边没有可用的人。小姐，我们这就收拾收拾跟你回去。好。回到府里，修罗然安排好素锦和曲后的住处。刚一走进他的房间，修依然、修尔然2姐妹就过来了。修罗然，今天4皇子和5皇子来了，你干嘛还让人堵门？你是傻逼吗？还是说你是猪脑子不懂人事儿？我把门堵上，当然是不希望你们出来啊。就是我们不出来，4皇子也不会看上你。4皇子肯定能看上你啊，可惜了，我就不让你出来。你个贱人！你站在我家地盘上居然过来骂我，你是不是不想待了？如果你不想留在侯府的话，就可以滚蛋，没人留你。要是你不滚，就给我乖乖的。还有啊，我的家，我家的门，我愿意堵就堵，我又没堵你家的门。洛洛，我是来送这个和衣服的。我娘说时间是明日午时，递上请柬，叫丫鬟送上衣服。修依然向修洛然点点头，带着妹妹就走了。修洛然打开请柬，请柬上写着：顺亲王府小郡主易可欣邀请镇西侯府女眷参加王府游园会，赏荷花。公事，既然你把衣服都准备好了，那就别浪费了。修罗然把那衣服卷吧卷吧，在小空间里找到一个方便袋套上，又塞进小空间里了。他在想明天的事情。洛洛，突然三哥修令群叫他：三哥，我在这儿。洛洛，三哥向你请教来了。你说卖什么吃食好呢？他笑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我以为你不会过来问我了呢。这个呀就是秘方，你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泄露出去，你这买卖就算是做到头了。洛洛呀，如果我没看错，这里有不少是中药吧？对啊，是中药，也是调味料。三哥，这个呢就是做卤味的调料秘方，除了粮食，很多能吃的东西差不多都能做卤味。就比如说肉类、菜类、蛋类等等，你先把卤肉和卤下水做起来，其他的呢就顺便都带起来吧。而且下水比肉要便宜多了，卤出来更好吃。他认认真真的看了几遍秘方，然后把那秘方撕了，他也记住了。三哥啊，这个卤完肉菜的汤汁呢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别浪费了啊。你可以把调味料买齐了弄碎，搅拌到一起，装到纱布袋里给他们用，这样秘方就不会泄露出去了。能卤的东西和卤制的时间我就写到这儿了，你就回去慢慢摸索。好好好。三哥，明天我要去参加游园会，你一定要来啊，没准还能帮得上我的忙呢。我可是第一次参加，啥也不懂，我怕被人给坑了。洛洛呀，你放心，三哥会去的。你记着啊，除了皇上皇后不能打，其他人惹到了你，你只管打，出了事家里给你兜着。就因为修远仓父子的这些话，致使修洛然在纨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修炼群走了，修洛然来找素锦。姐嬷嬷，明天我要参加游园会，你给我讲讲我应该注意些什么，有哪些人是我应该回避和远离的，有没有可以结交当朋友的？小姐可知京城4公子和京城3才女？嬷嬷，我从安堂里回来就一直在家里养身子，根本就没怎么出门。我没有娘也没有亲姐妹，二叔家的二婶和3个堂姐，他们和我也不亲，我就像一个刚刚来京城的外地人，那是啥也不知道啊。
京城里的贵族圈子，因为涉及到皇族就很敏感很复杂。小姐，你参加游园会应该也是为了应酬，如果没有认识的人带着，你去了以后找个人不多不少的地儿待会儿，看看附近的花草树木，多看多听少说，如果实在不喜欢，找个借口向主人家说一声就可以回来了。我看莫愁在装傻，再说她太胖了，也不适合带在身边，我倒可以跟着小姐去，只是怕给小姐惹麻烦，没有合适的人跟着，小姐还不如谁也不带呢。嬷嬷说的对。小姐，这京城4公子是镇西侯府长公子修令策，五皇子易敬玄，平亲王府小少爷易鼎兰，京兆尹公子周云朗，京城3才女士尚书府小姐韩静饶，侍郎府小姐夏雨宁，皇家书院院长孙女唐菊秋。这4公子中，除了你大哥，其他3位你可能暂时接触不到，就不说了。我重点和你说说这3位才女，她们多多少少都和你有点关系。小姐，你可要听好了。嬷嬷请讲。这第1位，尚书府小姐韩静饶，是工部尚书韩新运的嫡长孙女，她有才有貌有心机，极其爱慕五皇子易敬玄。因为这个，小姐要离五皇子远一些，防止被他急恨上，那会很麻烦。我知道了，嬷嬷。这第2位，侍郎府小姐夏雨宁，是刑部左侍郎夏怀志的嫡3女，她很喜欢你二哥修令仪，因为你二哥状元出身，她为了博个才名，能配得上你二哥，听说下过狠功夫读书练字，她特别看不起没规矩没教养没学识的人。小姐您性子豪爽不拘小节，估计她可能不会喜欢你。夏雨宁和韩静饶是好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嬷嬷，那这第3位才女呢？唐菊秋小姐倒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才女，不过她很少参加这些活动，她是4王爷的姑舅表妹，皇家书院院长是她爷爷，是4王爷外公。修道人一边听着一边记着，他要记牢这些关系，以后肯定有用。季嬷嬷，举办这赏花宴的小郡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爹顺亲王子嗣比较艰难，40岁时才生了这么一个女儿，自然是宠上天了。顺亲王本人倒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和皇上的关系很不错。锦嬷嬷看修罗然听得认真，就讲了很多很多，修罗然也都一一记在心里。第2天一大早，修罗然就去了牛马市，买了一头健壮的毛驴回来。他叫了2个男仆，把那毛驴浑身上下都刷得干干净净。修令策看到了，笑着问修罗然：洛洛，你这是要干什么？你怎么买了只驴子没有买车啊？我买驴又不是为了拉车，买车干嘛？洛洛，你买驴不会是要骑着它吧？大哥你说对了，我就是要骑驴去参加顺亲王府的赏花会。修令策满脑门黑线，人家小姑娘出门那不是坐车就是坐轿，自己妹妹倒好，居然想骑驴。洛洛，家里没预备你出门的轿子是大哥不对，可家里还有马车呀，你可以坐着马车去参加赏花会的。大哥，坐马车哪有骑驴好？这一边走还能一边看街景，我就要骑驴去。修罗然扎起长马尾，穿着草绿色的箭袖袍子，翻身上驴，一路向着顺亲王府就来了。哎呦呦，大宝二娘啊，你快看，那是哪家的小公子啊，居然骑着驴。我怎么瞧着那小身板像个丫头呢？大宝二娘，你说什么疯话呢？丫头骑驴啊，还不让人家笑话死啊？哎呀，你相信我吧，那骑驴的肯定是个小子。那你说你们议论就议论呗，你们倒是小点声啊！人家正主骑着驴刚刚走过去没多远，你们这儿就扯着嗓门聊上了。修罗然一拽缰绳，那驴就停了下来。他回过头去，大声喝道：你什么眼神啊你？我哪里长得像小子了？本姑娘戴着耳环戴着手镯，你眼瞎了吗？说完也不理会那2个目瞪口呆的妇人，又在那儿嘚儿嘚儿嘚儿的驾着驴走了。等他走远了，后边就炸起锅来了。后边的议论声修罗然是听不到了，可前边迎接他的那一道道震惊、鄙夷、愤怒的目光，让修罗然感觉很不适应啊。修罗然给自己打气：本姑娘是纨绔，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关这些人屁事儿。他们想看就看啊，想议论就议论，以后我要经常骑驴出来的。他们呀，慢慢的就习惯喽。修罗然坐在驴上，昂首挺胸，继续向前走。
到了顺亲王府的花园门口，这里进进出出有很多人。哎，你们谁知道刚刚进去的是谁家的小姐啊？太逗了，她骑着驴来的，哎呦，乐死我了！我也没见过，不认识呀。她既然有入园请柬，肯定是大家小姐，不可能没轿子。这你就不懂了吧？人家要的就是这个范儿。我觉得她骑驴的样子还挺好看的。那好像是镇西侯府的嫡小姐，就是御赐的四王爷的未婚妻。四王爷的未婚妻呀！哎呀，这时间也不早了，哎，大家赶紧进去吧。如果修罗然在这儿的话，一定会认出透露他身份的人，那是他大堂姐修依然。因为修罗然是四王爷的未婚妻，事关皇家颜面，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议论他了。但是四王爷的未婚妻打扮得不男不女，骑着毛驴来参加游园会的消息却马上就传开了。她这样的是怎么混进来的？随便跟在哪个贵女身边装成丫鬟混进来还不容易？看门的也是，怎么放了这么个四不像的东西进来，真是碍眼。忍无可忍的修罗然转过身来，走到这群贵女面前。刚刚的话是谁说的？贵女们看他来者不善，也都不说话了。有胆量在背后议论别人，却没有勇气承认吗？怎么变成缩头乌龟啊？缩进王八壳里了？就是我说的，怎么地？看看你的头，看看你的脸，再看看你的衣服，哪里像个贵女的样子？有谁规定贵女不能梳我这样的发饰，不能穿我这样的衣服？我的脸画的是不漂亮吗？可是总比你强吧？我的衣服再难看，把我包裹得很严实。你看看你脖子下面露出那么大一片肉，是想干嘛？你是想要勾引男人，还是想要卖那个什么？那贵女听了修罗然的话，马上用手捂住了前胸，她气得双眼冒火，瞪着修罗然，正要破口大骂。旁边一个贵女听着修罗然的话太难听了，她就说：“这位小姐，适可而止吧。”可这修罗然可没打算轻轻放过她呀，他对那捂胸的贵女说：“我就算再不是个东西，那有我爹娘管着，有我哥哥管，我犯了国法还有朝廷和皇上管，那怎么着也轮不到你来管吧？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来管我？我给你提个忠告，以后出门管好你的破嘴，小心挨揍。你揍我一下试试！”啪的一声，修罗然那一巴掌就甩了过去。我答应你的要求送你了，不用感谢我。你这个贱人！修罗然没有说话，他轻轻解下了缠在腰间的鞭子，抖了抖。看来我是刚刚打得太轻了，你没吸取教训啊。刚刚叫修罗然适可而止的贵女上前一步：“小姐，得饶人处且饶人。”修罗然看了他一眼，重新把鞭子缠在腰上，转身离开。在家的时候我怎么和你说的？少说话，少说话！你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你的脸已经肿了，咱们回去吧。这两个贵女都带着丫鬟回家了，其他贵女都提醒自己，以后遇到刚刚那个女人得躲远点儿。而不远处假山后边，五皇子易敬玄和七皇子易敬阁站在这儿，从头看到尾儿。五哥，四哥的这个未婚妻一言不合就要打人，你说四哥把她娶回家，四哥会不会挨揍啊？你想知道四哥会不会挨揍？等四哥成了亲，你自己去问他吧。修家那丫头鬼得很，她和四哥两个人脾性不合，这婚事最终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呢。哎，五哥，你等等我，你这是要去哪里啊？易敬玄倒是觉得那丫头走到哪儿都有故事。赏花会太无聊，他就决定暗中跟着那个小丫头。跟她干嘛呀？嗨，跟她看热闹呗，那还能干啥呀？修罗然拐了个弯，就看到修依然、修尔然两姐妹带着一个眉眼长得有些像宫氏的姑娘，围绕在几个贵女身边。修罗然慢慢向那群贵女靠近，装作路过的样子。我听小郡主说，4、5、6、7四位皇子他都邀请了，看来我们今天有眼福了，能一睹众皇子的风采。我提醒你啊，看看就好，可别有非分之想。有的人不是你能惦记的。知道，我这人很有自知之明，我可不像某侯府的小姐，又傻又丑，还没有教养，却硬扒着四皇子不放。你说话就说话，干嘛指名道姓的？我哪里指名道姓了？我说谁了？我可不承认啊！不管怎么说，四皇子已经名花有主了，大家就别惦记了。可惜6皇子从来不参加这种赏花会，今天是看不到他了。其他2个皇子，我保证只是看看。啊，韩小姐，你看什么呢？所有贵女顺着韩静饶的目光一起看向修洛然，
乐乐，你来啦？怎么没去找我们去？我们可是等了你好久呢。修洛然斜着眼睛看向修依然。啊，你们告诉我11点来，你们却9点刚过就过来了，还说什么在家等我好久，这睁眼说瞎话的功夫也真是没谁了。依然，这位小姐是谁啊？这是我大伯家的堂妹修洛然。你就是修洛然，我哥就是你打的。修依然一听不好，他可不能让宫贝贝扯出公安的事儿来。他把宫贝贝一把拉过来，行了，表姐，有些事情心里知道就得了，说出来干嘛呀？都是自家人，别让外人笑话。是，修依然，你很好。看在这是你最后一次参加这么高端聚会的份上，本姑娘就不和你计较了。希望你这次玩得愉快，因为没有下次了。想到这儿，修洛然转身就要离开。修小姐，等一下。修洛然回头看去，是刚刚紧靠在韩静饶身边的那个贵女。本姑娘讨厌你，无关面相。讨厌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贵女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柔声说：“我叫夏雨宁，我可以去你家玩吗？”修洛然在夏雨宁眼睛里看到了对她的嫌弃、鄙夷和不屑。修洛然很干脆地说：“我不认识你，我们不熟。”你以为夏小姐是想和你做朋友吗？你也不拿镜子照照，你够不够格？二姐，你是在告诉我夏小姐到我家去是另有目的喽？洛洛，别听你二姐的，她啥也不知道，就是瞎说。安然，走，咱们和表姐到那边看看去。夏雨宁的脸已经沉下来了，修依然可不想再继续留在这儿，被夏雨宁迁怒。修依然姐妹和宫贝贝向另一边去了，修洛然也跟着离开了，只是他和修依然走的并不是同一个方向。修洛然绕来绕去，终于是找到了修依然姐妹，她隐身在几丛高大的花木后边，不远不近地监视着他们。两个丫鬟慢慢走过来，并没有发现旁边一身绿袍的修洛然。她顺着丫鬟走来的方向找过去，没走出去多远，就看到一帮小姑娘闹闹哄哄的，还不时有压抑的抽泣声传来。修洛然急急忙忙跑过去，不用问，这正是舅舅家的表妹们，因为其中有个小姑娘跟她娘特别像，不过还是得先确认一下。张淑梅是我娘。表姐，说吧，他们为什么欺负你们？打你们了吗？我二叔外放到南方做知府，林小姐非说我二叔抢了他爹的位置，见到三妹就骂了起来。林小姐的姐妹帮着一起骂，有一个还上来掐三妹，我们打不过他们，也骂不过他们。别怕，看表姐给你们报仇。刚刚谁欺负我表妹了？给我站出来！对面5个林家小姐一看张家姐妹来帮手了，只不过这个帮手打扮得很奇怪，还很瘦小，他们压根儿没有把修洛然当回事儿。有个抢人家官职的爹，这女儿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看看那风骚样，也不知道有过多少男人了。修洛然大怒，上去左右开弓，啪啪啪的就是一通扇。修洛然把林家姐妹踹倒了2个，然后就看着张家3姐妹打林家的3姐妹。张玉芝听丫鬟说妹妹们被欺负了，她连忙带着2个弟弟张玉洲和张玉谦匆匆赶过来。张家3姐妹看到了哥哥们过来，顿时就有了主心骨。哥，他们骂我们，还掐我了。张家3兄弟安慰好妹妹，就看向了修洛然。几位表哥，回去告诉外公，过几天我就去看看他老人家去。我走啦。不等张家兄弟开口，修洛然已经走出很远了。林家姐妹看到张家公子们来了，拉起地上的2个，一溜烟儿就跑了。张玉芝问妹妹们：“打人的感觉怎么样啊？”大哥，我现在敢打人了。表姐说受了憋屈打回去就不难受了，我现在就不难受了。大哥，我也是，我刚刚还踹了地上那2个好几脚呢，让他们骂我，还说二叔抢他爹的官儿，我看抢得好，活该。你们的衣服皱了，脸也花了，咱们回去吧。张家兄妹离开了，不远处的树上，七皇子悄悄对五皇子说：“五哥，我看4哥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呀。”易敬玄笑了，这丫头教表妹们打架，这怎么这么逗呢？修洛然很快找到了修依然姐妹，她们表姐妹3个并没有和别人一起，而是单独坐在一座小凉亭里。姐，那个我要去茅厕，依然我陪二然去吧。你们别耽搁，快去快回。茅厕并不远，表姐妹2个很快就到了。他们俩并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人正跟着他们呢。宫贝贝和修尔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反正这些该死的蜜蜂啊、蝴蝶啊竟围着他们飞。花园里很多人在他们后边看到了奇景。夏雨宁悄悄地问韩静饶：“你说修依然姐妹跑了，
会不会和修洛然有关？雨宁，没有证据的事情别乱说。知道了。众贵女往回走，树上，七皇子易静阁问五皇子易静玄：“五哥，这么短的时间，修洛然是怎么给修二小姐换的衣衫啊？”花木遮挡，他们没看到。那你问我，我问谁去啊？易静玄也想知道啊。他感觉也就一眨眼的功夫，修二小姐就换了衣衫出来了，后边还追着几只蜂蝶。不过看修大小姐的反应，她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因为他拽着妹妹跑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被成群的蜜蜂和蝴蝶追呢。修二小姐来茅厕的时候还很从容，换了衣服回去之后，修大小姐才变了脸。光想问题去了，个死修洛然跑哪儿去了？修依然姐妹离开了，修洛然心情大好，她知道游园赏花会应该快开始了。参加赏花会的人开始向荷塘靠拢，他也不紧不慢地向着荷塘走去。另外一条小路上，四王爷易静阳带着一大群年轻男子慢慢向荷塘走来，跟着修洛然走了个顶头碰。修洛然不想跟易静阳打招呼，他假装没看到易静阳，转身踏进花池。洛洛，四王爷在此。修洛然的堂哥修令奇跟在易静阳身后，看修洛然没有理会易静阳，他开口把修洛然叫住了。修洛然假装没听到，继续向前走。修洛然，叫我干嘛？易静阳叫住修洛然，他是真的没想干嘛，只是觉得修洛然无视他，他就把他叫住了。莫名其妙。而后又继续向荷塘走。易静阳参加赏花会的好心情一下子全没了。修洛然，你怎么把四皇子气跑了呢？你给我们叫回来。就是啊，你是不是怕四皇子看上了别人，所以才不叫四皇子过来这边？看他那个丑样子，四皇子能看上他才怪呢。咱们好好的机会被他给搅和了，真是丑人多作怪。修洛然静静地站在那儿，接受着众贵女的声讨。一开始时呢，人声鼎沸，渐渐的，因为修洛然这个当事人一言不发，众贵女们的声音也慢慢小了下来。怎么，你们不说了？那我说，你们说的对，四皇子有我这么个未婚妻，确实是挺没面子的。我确实配不上四皇子，但是这是皇上赐婚，你们生气、羡慕、嫉妒、发疯都没用。有这个时间在这儿瞎逼逼啊，还不如回家去好好想想，怎么让皇上取消这个婚约，然后你们顶上。如果你们做不到，就给我闭上你们的臭嘴。我修洛然，就还是四皇子的未婚妻，以后我就是四王妃，我坐着，你们就得给我站着，不服气也得给我憋着。众贵女听了修洛然的话，都是敢怒不敢言。刚刚你们也看到了，是我不让四皇子过来的吗？我有这本事吗？你们既然想要去见四皇子，还有其他世家公子们，那你们就去追啊！来和我叫什么号？你们几个不是喜欢四皇子吗？他那4个侧妃的位子不是还空着吗？你们倒是去抢啊！把矛头对准我有什么用啊？韩静饶一直在偷偷观察着修洛然，都说他傻，可他这话说的却一点都不傻。肃静，我们小郡主已经到了，请大家移步去荷塘上的水榭观赏荷花，赏花会马上开始。众贵女们在丫鬟的带领下向着水榭走去。韩静饶状似无意地对夏雨宁说：“每年的赏花会都很热闹，今年四皇子把各家公子都带走了，贵女们也走了有10几个了，感觉人少了好多哎。都怪那个该死的修洛然，把贵女打跑了不算，居然把四皇子也气跑了。等一会儿小郡主来了，我一定和她说说这事儿。点到就好，别让小郡主以为你是个多事的人。我知道了，谢谢你啊，静饶。”贵女们上了廊桥，廊桥两边有半米高的护栏，是通向荷塘中的水榭的必经之路。修洛然走在最后，等他进了水榭，发现所有贵女都在看着他。一个长相精致、穿戴华丽的小姑娘来到他面前：“你就是修洛然？”“是啊。”“你好大的胆子！就因为你，贵女走了好几波，四皇子也带走了一大群人。你说你把我的客人都打跑了，该当何罪？他们欺负人打人，我就打他们呗。四皇子他们是自己走的，与我何干？”一可心看修洛然的马尾发饰和箭袖袍子，不得不说，这样的打扮很利索，很清爽。他也很喜欢，他本想跟修洛然好好聊聊，交个朋友的，可是这死女人撵跑了他的客人，他怎么能给他好脸色呢？你是振兴侯府的吧？撵跑了我的客人，我不管你是谁，我的赏花会都不欢迎你，请你离开。行啊，那告辞。
易可心也是一愣，他本以为修洛然会跟他求情，在这儿多待一会儿，他都想好了，只要修洛然求情，他就留他在这待着，反正他也想跟他交个朋友嘛。好大的派头啊！做了错事，连句道歉的话都不会说吗？知道的是他把人撵跑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感人的是小郡主呢。谁说不是呢？可惜了小郡主的赏花会，少了这么多人，尤其是各家公子们都不在，今年的赏花会恐怕是最没意思的了。贵女们一听韩静饶和夏雨宁这么说，也都纷纷的开始指责起修洛然来。可修洛然已经离开了水榭，走到廊桥上了。一个站在廊桥上的贵女看他走了过来，悄悄伸出一只脚想绊他，可修洛然却假装没看到，狠狠的一脚就踩了下去。修洛然，你是不是想把我的客人都赶跑啊？你给我滚！好多人向着廊桥涌来，那廊桥虽然不窄，但是架不住人多呀，这也是显得有些拥挤的。韩静饶看向站在廊桥栏杆边的修洛然，柔声提醒大家，下面的水可不浅啊，大家注意脚下，别失足掉下去。易可心站在修洛然面前，伸手想把修洛然拉走，韩静饶偷偷给自己的丫鬟使了个眼色，只听扑通一声，有人翻出廊桥栏杆，掉进了荷塘里。那掉进水里的人就是修洛然。来人啊！快来人啊！救人呐！荷塘四周不断的传来脚步声，有不少人向这儿跑来，而荷塘里修洛然假装扑腾出水面。救命！姐救我！大哥，救我！一串水泡冒上来，修洛然又沉了下去。7、8个男仆跑上廊桥，准备下水救人。贵女们都躲到水榭里。韩静饶看着平静的水面，他心情愉悦，嘴角弯了起来。不断的有男仆下水上来，再下水再上来，可是就是没找到人呢。易可心都要急疯了，他带着哭腔吩咐自己的丫鬟，快回府去叫我父王来，快去！修令琴假装刚刚得到消息跑过来，他听说自己的妹妹掉进水里了，衣服都没脱，就从荷塘边跳进了水里。水榭里突然有人指着远方大叫道：“那里，人在那里！”众人顺着指引的方向看去，只见修令群抱着修洛然在荷塘的浅水处慢慢向着岸边走过来。修令群上了岸，就向着花园门口跑去。他刚一出了花园，就碰上刚刚赶到的顺亲王，也就是易可心的父王。王爷，我带妹妹回去找郎中。顺亲王走进花园，遣散男仆就过来看自己的女儿。你怎么才来啊？吓死我了！乖，没事了，没事了。修家的小子带人找郎中去了，走吧，父王带你回家。你们也散了吧。夏雨宁把韩静饶拉到一边，好好的赏花会都被这个倒霉鬼给搅和了，真扫兴。走，去我家荷塘玩去。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他以后可是你的小姑子。有个这样的小姑子，我真是够倒霉的了。那你不嫁修令一不就得了？不可能，我这辈子非他不嫁。人都要走光了，咱们快点。一棵大树上，七皇子易敬阁问五皇子易敬玄：“五哥，那个修罗然是怎么掉下去的？”反正不是他自己跳下去的。易敬玄想着当时的场景，虽然这里离廊桥很远，他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大约也看明白了修罗然是怎么掉下去的。韩静饶，这女人的心机可够深的呀。镇西侯府修洛然的房间里，修令群看着换了衣服的修洛然。洛洛，你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咱俩，我没告诉爹和大哥。我是被韩静饶害得落了水，他的丫鬟撞了没站稳的叶可心，叶可心不想我，把我扑进了荷塘里。韩静饶，他为什么要害你啊？我也想要知道，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他。洛洛，京城不比别的地方，这里的人际关系相当复杂，尤其是现在皇储未定，很多人你看着是拥护这个人的，其实他支持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所以很多事情你得多听多看，少说话。我知道了。你这丫头，听你喊救命，我的魂都吓没了，正准备跳下水，想到你喊救命的时候根本没喊我，我就断定你是故意这么喊的，你应该没有危险。后来看到你扔在水面上的水草，我就知道你在那里，就跳下去捞你，说啥也不能让别的男人把你抱上来。我就知道三哥聪明，一定能够明白我的意思。修洛然想，韩静饶的做法太恶毒了，
若是自己不懂水性，今天自己这结局不是被淹死，就是名声尽失。韩静饶，我记住你了。哼，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们走着瞧。露露，不管啥原因，韩静饶既然想淹死你，他就是咱们家的敌人。以后你一定要防着他。不过呢，明面上要装成一无所知的样子。好，我会把这事儿告诉爹和大哥的，让他们心里也有数。顺亲王府，顺亲王看着情绪已经稳定下来的女儿，星儿，你和爹详细说说当时的经过。厉可欣认真回忆了一下，就把当时他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事情一一向自己老爹讲述了一遍。就是说，你没看到撞你的人是谁？还有，如果修洛然不推你一把，你也得跟着掉下水。是的，爹。有人撞上你的时候，没有人看到吗？韩静饶叫大家小心，当时大家怕掉下去，都只顾着看脚下和栏杆。星儿，你再想想，假如你和修洛然都掉进水里了，那些闺秀们会如何说呀？爹的意思是，他们会说是我把修洛然推下去的。你当时不是想把修洛然赶走吗？你叫他滚，大家应该都听到了，你还伸手要拉他，这也是大家看到的。然后修洛然掉水里了，你却好好站在那儿。可我没推他，我就是没有，修洛然应该知道的。星儿，别急，你很聪明，有时候就是因为太急躁，有些事情没有想清楚。你好好想想，推你的人当时不是还说话了吗？是你熟悉的声音吗？我没听过那个声音，很可能是谁家的丫鬟，要不就是哪家不经常说话的小姐。修家丫头落水这事儿，肯定是有人背后操纵，他的目标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修家的丫头。如果修家那丫头有个好歹，你就得背上个杀人的名声。如果你和他一起掉下去了，兴许人家会说你赶人，修家丫头气急了把你拽下去的，或者你们两个厮打一起掉下去的，再或者你趁那个丫头不注意把她推下去的。不管咋说，对你都很不利呀。爹，那你说这事到底是谁干的？为什么大家没看到是谁撞你的？当时是韩静饶说。爹，你是说这事是韩静饶做的？星儿，我不在现场，我不能妄下结论。不过这样的聚会尽量少办几次，如果你想玩，请几个好朋友小聚一下就行了，免得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爹可就你一个宝贝疙瘩，爹很害怕你有个什么闪失啊。这些女娃一个个的年纪不大，满肚子的阴谋诡计。星儿太单纯了，哪里是他们的对手？爹，是星儿不懂事，总想着玩，让你担心了。我听你的，以后就找几个好朋友一起玩玩啊！不，我如果想玩了，就带几个丫鬟自己玩去，谁也不叫。爹，你不知道，今天发生了好多事儿呢。我告诉你啊。顺亲王听着听着突然笑了。修家那丫头挺有意思呀，可他赶走了我的客人。星儿啊，有些事情呢，你不能光看表面，知道吗？顺亲王的心腹跟班八全进来了，把顺亲王拉到一边，小声说道：王爷，张老爷派人送了封密信给你。顺亲王躲开了易可欣探过来的脑袋，转过身打开信封，他很快就看完了信，顺手把那信撕成了碎片。爹，啥事儿啊？有个老家伙约我钓鱼去，说是要和我比赛，我会输给他吗？那你明天要去钓鱼啊？是啊，星儿，你一天天就知道玩，你多久没有去看过你母妃还有外公了？那我明天看我母妃和外公去。行，如果你愿意，在那里住几天也行，不过要叫人回来告诉我一声。是啊，父王。第二天上午，修洛然仍旧骑着他那头驴来到了顺亲王府的门口。不就是有个破荷塘吗？赏个破荷花还要把我赶出去，害得我掉进了水里。你们听着，你们通通给我进荷塘里，把所有的荷花荷叶都给我砍光掐光，我要把这片荷塘变成光板的，我叫他再赏花赏个屁。虽然这荷塘很大，可来的人多呀。再说了，那砍荷叶掐荷花也不费什么力气啊，所以没用多少时间，整个荷塘就已经变得一片狼藉了。我要让这里再也看不到一朵荷花，看不到一片荷叶，不让我赏荷花，那就谁也别赏，谁也别看。于是所有的荷花荷叶都被抱上了大马车，
5、6辆大马车不够用，修罗然临时又雇了6、7辆，当真是把整个荷塘的荷叶荷花都收拾得一片不剩。修罗然把荷叶荷花拉回到镇西侯府，引得半条街的人都过来观看。于是不到半天，侯府小姐因为人家不让她赏荷花，她就掐光了王府的荷叶荷花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京城。当天傍晚时分，顺亲王回府，他知道荷花荷叶被砍的事儿，勃然大怒，带着护卫和家丁就打上镇西侯府的门。他们进府之后，身后的侯府大门就被紧闭了。侯府里的人嘴也紧，没有人知道侯府跟王府是怎么交涉的。那些看热闹的人始终坚守在镇西侯府的大门外，等了好久，侯府门才打开。可是他们依然不知道发生了啥呀。顺亲王得意地走了出来，镇西侯修远仓和长子修令策恭敬地陪着，他们不停地点头哈腰赔礼道歉。一时之间，镇西侯府的嫡女修洛然干啥啥不行，惹祸第1名的名声算是传出去了，惹得他父兄到处赔礼道歉。爹，你觉得现在是不是时候？准备工作我们都做好了，我们只需要听从洛洛的安排就可以了，也该结束了。好。这天，修远仓带着4个儿子和1个女儿来到西跨院找修远山。大哥，你们来了，快坐。公氏跟2个女儿对视一眼，他感觉大事不妙，总觉得要有什么不利于他的事情要发生了。他偷偷向身边婆子递了个眼色，那婆子就要离开。所有人都别动，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三哥。只见修令群一挥手，很多人就涌了进来，把那西跨院主院的所有下人都赶到了一个空房间看管起来。你们干嘛？抄家呀？二婶说对了，差不多吧。二叔，我们今天来是要收回内宅管家权的。本来呢，这只是一件极小事，几句话就成，搞成现在这阵势，我们也是没办法。你们以为谁愿意管这个破家呀？不就是不想让我再管家了吗？我把账本交出来就是。账本肯定是要交的，二婶先别急，我有句话要问问你们。二叔二婶，你们家除了我二叔大堂哥的俸禄之外，还有别的收入吗？修远山父子俩大约知道修远仓他们是来干嘛了，他们一齐看向公氏。公氏无奈，只得老实的回答：没有。那就好，记住你的话。三哥，把程妈妈请过来。一听要请程妈妈，公氏和她身边几个婆子还有修依然姐妹俩都变了脸色，只有修远山父子一副懵懂的样子。程妈妈很快就过来了。程妈妈，说说你的事情吧。好，我跟着小姐嫁过来之后，就一直管着小姐的嫁妆。小姐去世后，有一次我病得卧床不起了，就把管理嫁妆这事儿交给了陆妈妈，我就回老家养病去了。我当时想着，如果养不好，就死在家里，也省得给府里添麻烦。谁知道老天开恩，我的病好了，我就回来了。一回来我就发现不对劲了，陆妈妈根本不想让我再接手管小姐的嫁妆，我问了2次，她都搪塞过去。后来，程妈妈看了公氏一眼。后来，我被陷害赶回了老家，我想找侯爷和大公子，告诉他们我是冤枉的，可他们都不在家。把陆妈妈叫来。修令群伸手把公氏旁边的一个婆子拉过来。你就是陆妈妈？陆妈妈看了半天，她知道今儿这事儿恐怕不能善了了。她想跪下来求情，却被修洛然拦住了。你有什么要说的吗？老奴无话可说。三哥，你带人到陆妈妈住处，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搬到这儿来。修令群带了很多人去，很快就回来了，7、8口大箱子都装得满满的。把箱子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倒出来。那东西一倒出来，程妈妈就大声地喊：天哪，这里好多东西都是小姐的嫁妆呀！陆妈妈，你就是这么管小姐嫁妆的吗？都管到你自己的箱子里去了。当年你跟着小姐嫁来侯府，我可是记得很清楚，你只带了一个小包袱和10几两银子。二叔，我二婶当家，虽然这嫁妆是我娘的，陆妈妈是我娘的陪嫁，可如果没有二婶的默许，陆妈妈敢这么贪吗？二婶如果不捞点好处，她会同意吗？你别满嘴胡诌啊！二婶别急，没有证据我敢冤枉你吗？二叔可在这儿坐着呢。我再说一遍，谁也不许动，有谁敢随便乱动的，就给我往死里打。是。二婶，请你把这些年内宅的宫中账本交出来，
修家前院男主子们的开销有个账房记账，后宅女主子们的开销在张氏去世后一直都是宫氏在管。宫氏不想拿，可在修远山利剑一样的目光逼视下，他只得叫何妈妈把账本拿出来了，厚厚的一大摞啊。修乐然接过账本，粗略地翻了翻。这个是咱们侯府15年来内宅的花销，我算算啊，二婶大手笔啊！这15年光账面上你就花了130-140万两，也就是说每年差不多花了有10万两，这是内宅账本吧？我这15年不在家，我家也就红姨算是半个女主子。请问二婶，你这一年小10万两的银子都花到哪里去了？说吧，钱花哪里去了？你可千万别说都花我和我闺女身上了。宫氏死咬着牙，就是不开口。你不说我们就不知道了吗？二叔，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认真查一下，这15年来，我二婶除了往娘家拿我娘的嫁妆之外，还借给她3个哥哥多少钱，而且从来都是有借无还。二婶，这130-140万两，我算你120万两，你往娘家拿的钱财还有我娘的嫁妆，算30万两，一共就是150万两。你们家和你那3个姐姐4个女主子，我家就算我一个，但是我不在家，我可没有花过这其中1文钱，不算。你们算是侯府的女眷，一人1个月500两的花销不算少了吧？一人1年就是6000两，你们4个1年2万4，15年36万。我给你们凑个整，算是40万，我再给你们加20万，你们娘儿4个这15年就花了60万两，150万两扣除这60万两，你得给我退回来90万两，敢少我1文钱，你们试试。修洛然，你别太过分！呸，是我过分，还是你们过分啊？吃住花销都是我的，等于是我们大房在养着你们二房，可是我们总不能连二婶的娘家也一并养着吧？就养着了，也不是花你的钱。当然不是花我的钱，那可是我爹的卖命钱，他在战场上拼命赚的钱。我爹现在身上还有伤呢，天天被病痛折磨，我爹的钱将来是要留给我们兄妹的，不是留给公家的。别说这些屁话，给钱。就不给，你那怎么的？哼，我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你们娘们这么不要脸的啊！先是设计害死我娘，再来算计她嫁妆，然后花我们的钱，再然后是不是要一个个的把我们都害死，然后你们当这侯府的主人啊？修令策4兄弟一个个都瞪大眼睛看着二房的人，眼中满是愤怒。修远仓呢，只能低着头不说话。修远山看着宫氏，拿钱。我没钱。你没钱？我们大房都快被你们搬空了，你敢说你没钱？令旗，拿纸笔来，我要写休书。公事，你听好了，写了休书，这钱你也得拿。我不管你去哪里弄钱，90万两，少1分都不行。宫氏看着修远山，20多年的夫妻，他还是很了解修远山的，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宫氏跌跌撞撞的回到卧房，把所有的银票拿出来数了数，还有100多万两。他刚要拿出90万两，修尔然大叫着就要过来抢银票。娘，你干嘛把咱们家的钱给他？你家的钱？你知不知道你爹和你哥1个月的俸禄加起来有多少钱？他们2个各种薪资俸禄福利加起来1个月也就100多两。我大堂哥当官也没几年吧，就算15年前他就当官了，他的俸禄才多少钱？你家做生意了吗？你家种地了吗？别告诉我这些钱是你爹还有你哥贪来的，难道说这些钱是你们娘们赚来的？修尔然哑巴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修洛然。他用眼神向修依然求救，修依然就只是静静地坐着，把脸扭向另一边，好像这些事情跟他没啥关系。这还只是账面上的，还有些没走账的，咱慢慢算。修家家大业大，虽然营收多，但架不住你们二房能花呀。这么多年来，我几个哥哥靠着月例，每个月就20几两银子过日子，你们二房兄妹几个那可是锦衣玉食。看看你们这吃穿，看看你们这做派，那真是侯府小姐侯府公子的派头。公账上每年光是维持你们二房的日常开销，那就是一大笔钱。还有二婶还隔3差5的就支出几万两，至于花哪里去了，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吧。二叔看到没，90万两，以你对你媳妇儿的了解，他会随随便便就拿出来吗？既然他拿了出来，说明他还有更多。你别太过分。又一个说我过分的啊。二婶，我有你过分吗？陆妈妈，你可是我娘的陪嫁，可你却做了对不起我娘的事情。我提醒你，你可不是一个人一家人，你还有父母和兄弟姐妹，他
他们都在张府我外公家。如果你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我就告诉我外公我舅舅，把你们一家都卖到矿上去，卖到边疆去。宫氏看修洛然威胁陆妈妈，他想过来把陆妈妈拉到他身边。哎，二婶，你别乱动啊！刀剑无眼，伤了你我可不负责。宫氏胆怯地看着边上护卫手中的刀枪，他不敢动了，他就那么咬着牙站在那儿。陆妈妈，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可要想清楚啊！小姐没死的时候，二夫人就找上我，许了我很多好处，让我把小姐的事儿偷偷告诉她。我想，就是我不说，二夫人也会问别人，我就同意了。后来小姐怀孕了，我听二夫人偷偷和何妈妈说，小姐又怀孕，耽误她那房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于是我就在那次小姐去花园散心的时候，找人推她，让我闪开。我本以为小姐顶多就是小产，我真没想到小姐会没命啊！你为了一点点好处害死了我娘，我成了没娘的小可怜，去了安堂，小小年纪就在安堂里谋生，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修罗然大叫，又是一番拳打脚踢。洛洛，先让他说完。小姐去世以后，二夫人开始管家，她惦记小姐的嫁妆，可是程妈妈看得紧，她无从下手。后来程妈妈回老家养病，嫁妆就交给我管。二夫人当天就叫我开了库房，把很多她看中的东西都搬走了。她说我搬我的，你搬你的。你们这么搬，不怕被我爹和我哥他们发现吗？我怕呀，所以程妈妈养好病回来，我就听二夫人的，打死不把库房的钥匙交出去，这也不是办法呀。二夫人就偷偷叫人抬了5箱子嫁妆，放到程妈妈家里，她带人去拿赃。二夫人威胁程妈妈，要么你回老家去，永远别来京城了，要么我叫人把你送到衙门去坐牢。程妈妈没找到侯爷和大少爷，就只能回老家了。程妈妈一走，二夫人开始明目张胆地拿小姐的嫁妆，还经常领着她哥哥嫂子来拿。她每次拿了特别值钱的东西，就会找一件模样差不多的便宜货送进去充数。等她把好东西都换得差不多了，就设计一场火灾，让她放嫁妆的库房失火，烧个精光，自然就没人再关心嫁妆是不是被换了。这人真的是可杀不可救。我爹的容忍竟然让你变本加厉的偷起来，你天天偷，这都偷了15年了。我娘的嫁妆估计也没剩下多少了，就是剩下的那些不是不值钱的，要么就是假货。陆妈妈，你可真是个好奴才。大哥，你说要怎么发落他？陆妈妈怎么说也是张家的人，她的父母儿女也还在张家当差，还是请大舅来决定吧。张氏的大弟弟张旭刚被请来了，他弄清楚事情的经过以后，直接叫人一顿大板子打下来。他指着陆妈妈恶狠狠地说，你最好把这些年说的做的知道的都说出来，不然你的父母你的女儿我一个也不放过，统统送到衙门去凌迟了。陆妈妈怕了，她绞尽脑汁，什么能说的不能说的，该说的不该说的，她一五一十都说了。根据她的指点，修令群带着人打开了库房的密室，从里边搬出了18个箱子。好家伙，那18个箱子可真是满满的。一打开箱子，程妈妈就大叫，老天爷呀，这些差不多都是小姐的嫁妆呀。二婶你行啊，吃我们大房的住我们大房的，还要拿走我娘的嫁妆，那是我外公给我娘的，我娘不在了，那就是我将来的嫁妆，你有什么资格拿？怪不得你要害我娘，原来你早有打算。你是不是准备把我娘所有的嫁妆都搬到你们二房，留给你女儿当嫁妆？你嫁女儿用你自己的嫁妆，偷我娘的干什么？那是我的，我的！修洛然说着说着，气满胸膛，冲上去对着宫氏就是一顿的拳打脚踢。舅舅，你劝劝我爹吧，他可怜自己弟弟，叫二叔一家住我们府里，可人家是怎么对我们的？他们这是要透过我们榨干我们。二婶天天说我没教养，你他妈有教养！你偷我家东西，我没教养还不是拜你所赐？你害死了我娘，我没娘教的哪来的教养？修洛然说完放声大哭。莫愁看到自家小姐哭，他也跟着哭起来，哭得很大声，惊天动地。
姐夫，你怎么说？这是我的家事，你们修家的破事我才懒得管呢。但如果你再让我的外甥受委屈，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是打不过你，不过我保证不会让你好过。张旭刚说完，扭头就走。修洛然叫道：“谢谢舅舅，舅舅你告诉外公，我和哥哥们都很好，让他放心，我有时间就看他老人家去。还有，你把陆妈妈也一并带走吧。”张家的奴才，修家怎么处置都不太合适。哈哈哈，好，有空去我家找你表妹们玩，他们想你了。说完，带着陆妈妈就走了。三哥，挖这里。露露，你给我们留点吧。留点儿？说的好像这是你家东西似的。我们大房养了你们15年了，还不够吗？你的儿女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别说这是你的嫁妆啊，你当年是怎么嫁进侯府的？进门时带了多少嫁妆？用不用我找个人帮你回忆一下？听了这话，宫氏彻底蔫了。修令群带人又挖出了5个大箱子，有一个箱子的金银珠宝上边还有一摞厚厚的银票。修令群悄悄装了起来，然后才把那东西给大家看了一眼。宫氏已经心灰意冷了，也不再做什么无谓的挣扎。二叔，看清楚，这些东西都不是你家的吧？这就是你媳妇干的，这还不算她拿回娘家的东西和银子呢。她娘家来人了，哪次临走是不是大包小包，兜里还揣得满满的？自从我二婶当家以后，公家的生活水平那是直线上升，偷偷拿个3件5件的东西，银子拿个1、2、8千的，你说你不知道还说得过去。我二婶拿这么多，你说你不知道谁信？修远山沉着脸，就是不说话。二叔，如果你再让二婶当家，恐怕我们大房的东西都成了你们二房的。哦，不对，应该说都成了我二婶和公家的。我就纳闷了，我二婶做了这么多事，二叔你不会一点都不知道吧？是不是哪天我二婶把所有的钱财都卷走，跟个野男人跑了，二叔你都不知道？放肆！洛洛，行，我说错了，我道歉。修洛然的认错态度很快。这时，修令群派去的人已经从修依然、修尔然姐妹俩的院子搜宝回来了。二叔，你是不是觉得我这当侄女的很过分？我告诉你，和你媳妇儿比起来，我这还真不算啥。我二婶，她可能就觉得总有这么一天，她这管家权得要交出来，侯府她就管不了了。她当家当惯了，她不想放弃对侯府的掌控，于是她就特别热心的给我爹张罗女人，希望我爹娶个继室。她介绍的女人都是什么人呢？她娘家的庶妹，她的远房侄女儿，小官家的软弱嫡女，反正都是她能拿捏得住的。我二婶要把二堂姐过继给我爹当嫡长女，要把我变成嫡次女，她可真是个好娘啊！我二婶多次暗示我爹，我大哥残了，我二哥是个书呆子，我三哥不务正业，他们哥3个谁也不如你家。我令其堂哥优秀，让我爹把世子之位让给令其堂哥，那是我爹拿命拼来的爵位，他还惦记上了，真是太不要脸了。他的脸比天都大。行了，洛洛，你别说了。别说了，那怎么行呢？二叔，我还没说到重点上呢。你知道我二婶是怎么管家的吗？她贪就算了，反正肉烂在锅里你们宽裕了，大不了我们大房就少花点钱。可是她太狠毒了，丫鬟下人她随便打骂，这些年丫鬟直接被她打死了2个，间接害死了3个，残了的和被她弄得倾家荡产的还有不少。你女儿也有样学样，打骂丫鬟是家常便饭。二堂姐给丫鬟灌药，把漂亮的丫鬟变成了又傻又丑的胖子。我二婶她娘家侄子来了，侯府的丫鬟她也随意凌辱。现在我二婶房里的丫鬟估计没几个是完璧之身了吧？有丫鬟反抗就直接打死，随随便便就能要人命。二叔，总这样下去，外人早晚会知道咱们镇西侯府的名声要不要了。我哥他们和堂哥堂姐他们还能找到好亲事吗？我爹如果被御史弹劾，这爵位还要不要？我爹若是倒了，你还有好日子过吗？你们以为我想当这个家吗？当家多累啊！我做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侯府小姐，她不好吗？可我们大房的人如果不当家，我怕我爹早晚会被你们二房连累死。我已经没娘了，我不想再没了爹。我爹总是想着他就一个亲弟弟，亲兄弟还是不要计较太多。甚至我娘的死，他明知道多少跟公事有点联系，他都没有深究。他把你们当亲人，可是你们呢？你们把他当傻子，当冤大头。大哥，是兄弟不对，辜负了你们的好意。治家不严是我的错，我会找人堵死所有通向主院的门，只留下通向大门的角门。我爹总说他父母去得早，就他和二叔你们哥2个亲兄弟，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我知道我爹是不会把你们撵出去的。既然二叔说堵门，那就堵得严实些。还有通向东跨院花园和库房的门，我会换人看守，不管是谁，想进门都必须禀告我。
现在大房我当家，我说了算。二房所有人除了萧远山都一齐看向了萧远苍。萧远苍呢，还是一贯的不说话，这通常是表示默认。萧尔然刚想要说什么，就被萧令奇拉住了，他只得憋屈的低下头。阿叔，既然你们一家不准备搬出府去，那咱们两家是不是还要在一块吃饭？你们做了什么事情还要花我们大房宫中的钱呢？不，从今天开始我们二房单过。公氏张嘴想要反驳，却被萧远山冰冷的眼神吓住了。哥，我这就叫人堵门去。二叔，我给你们提个醒，你们不搬出去没关系，但是不管你们谁，如果做了对不起侯府的事，有损侯府的名誉，别怪我下手无情。你能怎么样？哼，我肯定是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我会带着哥哥们上金殿，我宁可这爵位不要了，只求皇上下道圣旨，我们大房和你们二房断亲，然后你们给我从府里滚出去。你敢？你看我敢不敢？记住了，别挑战我的底线。二叔，你先等会儿堵门，等我三哥把东西都搬走了，你再堵。萧尔然还要说什么？萧远山看他一眼，他连忙蹭到他娘身边，不敢再说话了。萧尔然在整个萧家，也就只怕他大伯和他爹。萧逸然从头到尾坐得笔直，没说过一句话，甚至面部表情都没怎么变过。等萧令群带人把挖出来搜出来的东西都搬到主院以后，萧洛然把萧远山叫到一边。二叔，我爹和我大哥都在这儿，给我的话作证，刚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有些话我不能说。我二婶公氏，他拿着我们的钱借给他娘家哥哥，打着咱们侯府的名义，在外面开赌场妓馆，还放印子钱。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把证据给你。这些事情如果被抖出来，我们大房虽然受你们连累，顶多就是丢了爵位而已，你们二房就彻底完了。所以我不会让我二婶手里有再多余的钱，公家那边的生意我也会慢慢收回来，咱们萧家的东西不能就这么便宜他们公家。萧远山看萧远苍没啥表情，这表示刚刚侄女儿的话是认真的。洛洛，二叔谢谢你。说完，萧远山带着萧令奇找人堵门去了。萧远苍带着儿女们回到主院，来到了萧洛然的院子。二房院里挖出来的东西都抬到这儿了。洛洛，你告诉爹，你最后和你二叔说的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放印子钱被抓住，那可是要坐牢丢官的，我哪里敢撒谎。萧洛然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卷纸。爹，你看看吧。那是萧洛然拜托萧令策利用关系在官府查出的公家开赌场妓馆的档案抄件，还有一些公事放印子钱的票据。岂有此理！萧家缺他的钱花吗？他不缺钱啊，可他要顾着儿女，还要顾着娘家。他娘家可是有3个哥哥，一大帮子侄儿侄女呢，哪个不需要帮衬？哪个不需要花钱？姐，你让三哥收的东西和钱里边，是不是也有二婶赌场妓馆的收入和放印子钱的收入？肯定有啊。这是违法和不光彩的事儿，二婶是不是不敢说出来，也不敢把钱抢回去，只得吃了这个暗亏？对，活该！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姨娘了。他每天端着一副当家夫人的派头，头抬得高高的，咱们大房的人除了爹，谁他都不放在眼里。你说错了，就是咱爹，他也没放在眼里，要不然他也不至于做出这种事情来。嗨，我以为他贪些钱财就算了，反正都花在你二叔和你堂哥堂姐身上。哎呦，没想到他的胆子居然这么大，犯法的事他也敢做。爹，这管家权我是要回来了，以后咱们大房的内宅呢就我当家。解决了公事的问题，他心里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他身子轻快走了出去。萧洛然看着萧令群，三哥，把你搜到的银票拿出来，我估计应该是有不少吧，咱们3个呢就来数钱玩。萧令群笑着把几个袋子里的东西还有盒子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这怎么会有这么多？绝大部分应该是二婶这些年的分红收入。大哥，你是不是觉得咱们不应该把这钱弄过来？二婶当家15年，他们二房就享受了15年，他们花的可都是咱们大房的钱。床上这些钱一大部分是二婶赚回来的不假，可本钱是咱们大房的。这些钱中还有咱娘庄子和店铺里的收益，15年的收益。我也不是贪图他这几个小钱，别看我现在没啥钱，就这点钱我还真没放在眼里。大哥，我把这些钱收回来是不想让二婶继续放印子钱，总在河边站早晚会失血。二婶这事儿一旦败露，咱们大房肯定也得跟着吃瓜喽。
没准别人会以为是咱们大房支持默许他这么干的。他手里没钱了，他也就消停了。我这是永绝后患。是大哥妇人之仁了，你做得对。修令策刚刚还在想妹妹是不是做的有些过了，可听他解释完才明白，原来他是考虑的周全。今天这事儿，他爹和他们兄弟都不好出头，妹妹出头正好合适。大哥放心，我不会看着二叔一家饿死的。再说了，咱们就是这么搜，也不可能把他们的钱财全搜出来啊。修乐然没有亲自去搜修依然的院子，而是把钱给他留了下来，是希望他能带着二房把日子过下去。宫氏没有了大房的管家权，修远山肯定也不放心再让他当二房的家了。那二房十有八九得是修依然管，手里没钱，这家他要怎么管呀？二房如果日子太难过，修远仓肯定不会坐视不理。可如果修远仓拿钱出来，他肯定不会是小钱，那多亏呀！倒不如给二房留点过河钱呢。大哥，公家那边的事情你要抓紧时间。二婶被夺了权，目前公家还没有得到消息，等公家知道了肯定会有所防备。我明白。修乐然想着叫三哥今晚带几个专业人士光顾一下公家。这么多年他们吃了拿了修家的这么多东西，得让他们吐出来才行啊。修令策和修乐然兄妹俩在这里说事情，修令群却在那边开心的数银票。修乐然发现了他三哥修令群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财迷。哎呀，总算是数完了，没想到本公子也有数钱数到手软的时候，这滋味真是太美妙了。三哥，我给你的秘方，我帮你出点子，你难道没赚到钱啊？赚到了，不过那只是些小钱。他说这是小钱，这些日子也赚了快2万两了，真的不少了。他的手下都乐疯了。露露，你猜猜我手里的银票有多少？500万两。原来你在偷偷看我数钱呢，怕我数错了呀？三哥这么聪明，怎么会数错呢？我是想知道到底有多少钱。这么多啊！还有这些。修令群推过来一小堆契纸和单据，是些房契、地契和放出去的印子钱、票据，都是娘的嫁妆，上面都是二婶的名字，我得要揪着她一起去衙门改成我的名字。三哥，这些票据给你，你呢负责把钱给要回来，只要本钱就行，要回来的钱归你。好嘞。大哥，你要多少？洛洛，告诉大哥，你给我治腿是不是需要很多钱啊？什么？洛洛会治病？三哥，稳重稳重，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儿呢。二房那边暂时是消停了，咱们正好趁着这个机会给大哥治腿。需要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治腿的时候呢，警戒守卫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不能让任何人过来打扰我。好。大哥，给你治腿不需要花钱，就是太疼，你得要遭点罪。治你这个病对我来说很容易，只是得要费点功夫。你放心，咱们全家人都会陪着你的。好，钱呢，大哥暂时就不要了。如果我真的需要，我再来找你拿。我走了。终于要治腿了，他会离开轮椅，会变成一个正常人。他得回去好好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修令策走后，修洛然拿出100万两递给修令群。你们哥4个，我一人给你们50万两，你要做生意就给你100万两吧。上次那30万两我也不要了。三哥，做头领一定要大气，尤其是在花钱上，太小气了，没人愿意跟着你。还有啊，做生意要本钱的，没钱啥也做不成。我相信你会发财的。三哥借你吉言。还有这些房契地契等我改完名都给你，房子送你啦，你不要就卖了它。地契呢，我看了3块地有500-600亩，你想办法帮我换成1块地，是良田薄田都无所谓，要一整块的，这样好管理。露露，你会种地啊？这种地多麻烦呀，你又不缺钱。你不是养了好多人吗？你自己不种点地，粮食光靠买，如果遇到3年买不到粮食怎么办？露露，你放心，地的事儿我肯定帮你办好。如果换成1000多亩的地，你种得过来吗？没问题，雇人不就行了吗？那大哥治腿我要准备啥？你和爹把门给我守好就行。其实吧，应该也没啥事儿，这不是以防万一吗？这可是决定大哥一辈子的大事，千万马虎不得。对了，三哥，晚上那事儿你多带些人，下手别客气啊。我知道，你放心吧。我走了之后，你也别忘记练习轻功啊。去吧去吧。修罗然收起了400万两的银票，他坐了下来，想着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
他要开始整顿他们大房的内宅，当家从现在开始。莫愁在自己房间门口看了好久，看到少爷们都离开了，他才来到修洛然的房间。小姐，有事啊？我来看看小姐要不要帮忙。哦，还挺有眼力劲儿的，知道我刚刚弄了那么多东西，需要人帮忙打理。修洛然掏出一颗药丸递过去，吃了它。你去找我爹，让他派一些可靠的人过来，帮我把这些箱子都抬到我的司库里去。从今天开始，西厢房就是我的司库了。修远仓亲自带人来了，他指挥着人把所有箱子都抬进了西厢房，还把修令册司库中修洛然的那些东西也抬进了西厢房。修洛然又叫来了程妈妈和素锦。我知道你们两个都认字，这箱子里的这些东西，你们帮我把那些精致值钱的、有纪念意义的、比较稀缺的挑出来，登记造册，我留着。那些书籍、古董、字画和杂物，你们叫大少爷和二少爷、小少爷来看看他们都喜欢什么，叫他们拿走。绫罗绸缎等布匹都留着，咱们做衣服穿。剩下的金银珠宝、玉饰摆件等等，我要通通卖掉，换成银票，省得放在库房里占地方。你们两个慢慢干，别着急，我让莫愁帮你们。程妈妈跟素锦点头答应着，带着莫愁就开始干起来。修洛然来到了红英的院子，修令墨已经回来了，正陪着红英说话呢。姐，你来了，我给你和红英送钱来了。小姐，钱你自己留着，我不缺钱。修洛然拿出50万两递给修令墨，这是你的份儿，这20万两呢是红衣的，红衣你收起来吧，这是你应得的。红英见推不掉，只能是收了，把修令墨的50万两也帮他收了。红姨，公事当家，咱们大房肯定是被他安插了不少人。我爹和我哥他们很少在内宅走动，你平时看着，觉得哪些人不可靠不得用，你就列个单子给我。这些人是卖掉好，还是打发他们比较好？小姐，不管是二夫人安插进来的也好，还是给二夫人做事的也好，他们是咱们主院的人，给二夫人当差，这就是被主。被主的人通通卖掉，放了他们，不是太便宜他们了吗？那就卖了。红英让修令墨帮他写字，他一个院子一个院子的开始过滤，最后交给修洛然2张纸。小姐，这些人是夫人的人和我的人，夫人去了，他们跟着我这个无用的主子，受了不少委屈。这张纸上写的人，小姐都卖了吧，一个个的捧高踩低，惯会看人下菜碟，都不是好的。还有我娘的人？是啊，二夫人想方设法要把他们卖掉撵走，是我用侯爷的名义把他们留下了，让他们干些粗活，别到二夫人面前碍眼。夫人的眼光很好，这些人都很忠心，他们经常偷偷的帮我照看几个少爷。怎么，公事他还害过我几个哥哥啊？那倒是没有，只不过明里暗里给侍候少爷的下人下绊子，少爷们就得不到很好的照顾。有一次被侯爷发现了，侯爷大发雷霆，二夫人才收敛些，不再折磨少爷的人，开始疯狂敛财了。哼，坏事做多了是有报应的。从红英的院子出来，修洛然来找曲后。曲叔，我要买人，你也看到了，我家有一大一小2个花园，我准备都交给你打理。我发现花园里的犄角旮旯有很多，也没种什么花木，那就都种上粮食和蔬菜。不是咱们侯府缺那几个菜钱，一来不浪费土地，二来咱们吃菜也方便，不用出去买。2个花园在不影响花园美观的情况下，多种一些蔬菜水果。这样的话，你想想，你需要多少人来帮你啊？大哥，我欠你下人，那些被主的我拉去卖了，再买些人回来用。你这里有没有要买要卖的？小管家这就上任了？是啊。我想想，我和你2哥3哥，我们怕公事在下人身上下功夫对付我们都没用贴身小厮。另外，莫尔需要一个书童，也就是伴读。莫尔书读得好，给他找个伴儿。至于我们院子里做粗活的，你看着办就行了。修洛然心里有底儿了，叫马房套了一辆大马车，拉上那些被主的下人，直奔京城的最大牙行。京城最大的牙行，占地广阔，房屋众多，几乎涉及了所有的买卖。车上的人都卖，你看看能给多少钱？邱雅任掀开车帘，往车里看了一眼，车里有10几个人，男女都有，都是年轻力壮的。一口价80两。行，收了钱，车上的人就被领走了。修洛然又说：“我还要买人，买好多。”哎，那姑娘里边请，咱们细谈。我要买做粗活的丫鬟小厮各15人，净身服侍的丫鬟小厮各10人，10岁左右的书童3人，还有养花种菜种庄稼的要20人。
其中必须要有精通种菜养花的人，最少要4人，另外要1对会做饭的夫妻。说吧，你这儿有没有？我时间紧，事情多，别浪费我时间。哎，有，必须有啊！姑娘，请跟我来，咱们到那边的大房间挑选，这里站不开。做粗活的30个人很快就挑好了，男的一车，女的一车。修罗然让车夫分2次送回府里，交给红英，再回来待命。养花种菜和做饭的人不久也挑好了，送回去交给曲后。剩下的人呢，就需要慢慢挑选。红姨，我想给木耳买2个书童，结果买多了，你呢就帮我把他们收拾一下。好的，小姐。修罗然来找修令策，大哥，看看好看吗？送给你。洛洛，快告诉我，这玉佩你哪里弄来的？怎么了，大哥？这玉佩有问题啊？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总要知道出处吧？万一是人家的赃物呢？修罗然把事情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你是说这个玉佩是那个陶老板送你的？是啊。你还猜中了他摇出来的点数？那小孩瞎猜的。你运气真好，这玉佩大哥很喜欢，就收着了。说完，他连玉佩上的挂绳都没换，直接把玉佩就戴在身上了。修令策看着身上的玉佩，好半天，他笑了。够了这运气。修罗然跟着莫愁来到他的司库，程妈妈和素锦也都在。小姐，我们整理完了，你看看怎么样？这么快？我看看。整排西厢房原来就是准备做仓库的，中间没有砌隔墙，地方很大也很宽阔，里边大大小小的箱子有7、80个。现在这些箱子分成2堆放着，修罗然直接奔向小的那堆，这都是挑出来的精品。他查了查，这堆箱子一共有17个。修罗然皱了皱眉，他有些嫌多。不能再精简些了吗？里边很多是你娘专门给你的。她怀孕的时候对我说，她感觉可能是个女孩，说你是她唯一的女儿，她一定要给你准备一些好东西才行。你娘给你准备的东西，那件件都是精品中的精品啊。小姐，女孩出嫁，嫁妆是脸面，这个面子不能丢。我和程妈妈挑出来的这些，除了你娘给你的，剩下的也都是很难得。就是你有了银子，估计也没地方买去，必须留下来。行吧，留着吧。17个箱子，如果当做嫁妆的话，好像也不算太多。程妈妈，那剩下的我就叫我3哥帮我卖了。小姐，剩下的那些，我和程妈妈挑出20箱，虽然不是太贵重，可是给你做嫁妆也是可以的。我要那么多嫁妆干嘛？莫愁，你去把红姨叫过来。是。红英来了，修罗然指着箱子对她说：红姨，程妈妈和素锦给我挑了17箱精品出来，我留着，这20箱呢算是剩下这些东西的精品，你别嫌弃啊，我给你5箱。小姐，你都留着当嫁妆吧。红姨，我说句不怕你脑袋狂话，这些东西我真的看不上，留下来太占地方了。给你5箱子呢，你就收着吧，将来给墨儿当家底。啊，那我替墨儿，谢谢小姐。程妈妈、素锦，你们1人搬2箱吧，只要你们好好跟着我，有我的就有你们的。2人千恩万谢，找人把箱子搬回了自己的住处，又回来听命。程妈妈，20箱还剩下11箱，给我留下来3箱，那边不太好的，给我留下2箱，我留着赏人用，最后剩下的呢就都卖了吧。那些东西修令群托人给卖了个好价钱，一共卖了将近100万两，在西跨院搜出500万两，一共差不多是600万两。给修令群100万两，给修令仪、修令墨1人50万两，给红英20万两。现在修罗然手里还有300多万两呢，家里的事情安排的差不多了。修罗然决定给大哥和老爹做手术，给修令策和修远仓做手术，绝对不能让人看到，也不能中途被打扰。这守护的工作呀，非修令群莫属。洛洛，你的地我帮你弄好了，3块地我给你换成了1块1000亩的，地有些薄，挨着河边。让我挖地啊？不是，是山坡地，山下有条大河。有河好呀。哎，你换的地你去看了没有？地是荒着的呢，还是种了？如果有荒地，就让人把草拔了，种上秋菜，多种萝卜、雪里红，再种一点白菜，留着冬天吃。你们的人如果忙不过来，可以雇人种，反正人工便宜，而且现在种菜也不算晚。行，地契给你，我这就叫人安排种菜去。哎，三哥啊，你先别走，我刚刚正要找你呢。大哥和咱爹治病的日子我已经定了，守护工作就靠你了，没问题吧？放心，完全没问题。到那天我把我的人都叫来，肯定没问题。好，三哥最靠谱了。修洛然又来找修令墨，墨儿，
给咱爹和大哥做手术的时候，你一定要冷静，无论看到什么，别一惊一乍的，知道吗？姐，大哥和爹是不是会流很多血？好多好多，你怕吗？木儿不怕。修罗然从双肩包里把手术工具拿了出来，让修令墨再认一遍。木儿，那天你的工作很重要，除了要给我递工具，还要帮我擦汗。姐，我记住了。修罗然回到自己的房间，最后检查了一遍手术要用的东西，而那些手术工具和所用的药物，他的小空间里也都有。他的小空间是前世偶然得到的，只有1立方米，虽然很小，可空间里的东西是可以再生的。2天之后，修罗然的房间里，修令策的腿敲断重接的手术正在进行中。修令群带来了很多人，和家里的男仆一起把修罗然的院子守护得密不透风。房间里，修罗然在做手术，小帮手修令墨站在他旁边帮忙。时间过了很久，又仿佛没过多久。突然，他听到修罗然说：“爹，没事了，手术很成功，不用半年，大哥的腿就和正常人一样了。”真的？真的。太好了！修罗然没有理会激动中的老爹，他转头问修令墨：“墨儿，休息一会儿，再给老爹做手术，你还能行吗？”我能行的，姐。洛洛，要不这明天再治也行。好了，爹，没事儿，我扛得住。再说了，你这个病对我来说很容易的。修远仓身上的顽疾已经好多年了，他的右肩靠近锁骨的地方，在战场上中了金钱镖，那镖深深地嵌在肉里，因为中镖的位置紧挨着血脉，也就是大动脉，郎中不敢动刀取，怕血止不住，所以那金钱镖就一直留在修远仓的身体里，轻微活动一下就疼痛难忍。这个手术和修令策的手术相比，简直是太容易了。修远仓甚至没有感觉到疼痛，女儿就告诉他做完手术了，并且把取出来的金钱镖拿给他看。修远仓轻轻动了动左臂，好像确实不那么疼了。爹，你现在是伤员，好好养伤，如果化脓了，你的胳膊可就要废了。修远仓果然老实了，他静静地躺在儿子旁边的床上，爷俩就这么一起打吊瓶。门外，7皇子易敬阁带着5皇子易敬玄来到镇西侯府，可到了侯府大门口，那大门却紧闭着。萧令群不是说可以随时来找他玩吗？我知道他这几天在府里，怎么不让我进呢？易敬玄摇头表示不知道。易敬阁想了想，拉着易敬玄来到了修洛然院子后边的小花园。五哥，你轻功好，你先跳上去看看，如果没人再拉我上去。易敬玄轻轻一跳，上了墙头。远远的，他看到花园里修令群提了个木桶走了过来。易敬玄给墙外的易敬阁打了个手势，叫他别说话。易敬玄就隐身在大树后边。修令群为什么亲自提着木桶？不能叫个下人提吗？只见修令群来到了墙角，挖了个大坑，把木桶里的东西都倒进坑里，手脚麻利埋了起来。一股浓重的血腥味直扑向易敬玄的鼻端。易敬玄皱眉，这是人血的味道。修令群埋好以后，提着木桶就回去了。易敬玄跳下高墙，回去吧，花园里有女眷。二哥，你有心仪的姑娘吗？这是你一个姑娘家该问的话吗？作为一个女孩，要守礼，要懂得矜持。修罗然顿时就不高兴了，难怪公事说二哥是个书呆子，像个老学究死教条，果然不假。修罗然盯着修令仪，冷冷地说：二哥，我一出生就去兰堂，能活下来就不错了，你不能要求太多。咱爹和大哥还有3个小莫，他们都能包容我。如果你实在看不下去，你可以不看，我会尽量避免出现在你面前，但是请你不要试图改变我，不要用你脑子里面的淑女风范衡量我，我就是我，我就这样。修罗然说完转身就走，可走了2步才发现他忘了来这儿的目的了，他又折返回来。修令仪，你看不上我，哼，我就等着看你将来会娶个什么样的大家闺秀。我警告你啊，有个女人惦记你很久了，如果你被她赖上爬上了床或者霸王硬上弓，我会看不起你的。你是个文弱书生不假，你的手脚可没有腹肌之力，但你的嘴要发挥它的作用。修罗然看修令仪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他叹了口气：你傻啦，我的话也没听懂啊？那我就说的明白点，有人靠近你想要讹上你，你打不过挣不脱，你可以喊啊，大喊，拼命的喊，喊费力，喊救命都行，听懂了没？好像懂了。二婶怎么嫁给二叔的你知道吧？女人为什么会爬床成功，靠的就是不要脸。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什么都可以不在乎。他们不要脸，你比他们更不要脸，他们就拿你没辙了。算了，说了你也不懂，你就记住一条，
有女人非要靠近你就大喊就对了，然后趁机逃跑。还有平时没事的时候到花园里多运动运动，别到讨面的时候你再跑不动。你记住了没有？好，记住了。角落里看了全场的修令册，差点没笑出声来。他轻轻转动轮椅走了过来。二弟，露露的话虽然有些粗鲁，却很有道理。你相貌家世人品学问样样都是一流的，有女人惦记你也很正常。但是如果你的妻子是像二婶那样进门的，那就太叫人恶心了。大哥，你放心，我会注意的。一二，洛洛在安堂长大，你别太苛求了。爹说了，只要他不是杀人放火，就一切由他。就是再宠的，还能宠几年？我知道了，大哥。修令仪去翰林院当差的第2天，就在路上巧遇到侍郎府小姐夏雨宁。他拦住修令仪的马车，含羞带怯地站在马车边，请修令仪下车到旁边去，他有几句话要请教。修令仪一下子就想起了修洛然的话，女人要赖上男人，靠的就是一个不要脸。看到不远处有几个人过来了，修令仪忽然大叫：抓贼啊！夏雨宁被吓了一大跳，急忙闪开了。修令仪马上叫车夫赶车快走。妹妹说的是真对，这方法很好用，要不然还不知道要被纠缠多久。修洛然的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很充实，很有滋味。而西跨院的2房被他夺了权搜了钱财之后，过得那叫一个鸡飞狗跳。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吃没吃好，穿没穿好，这想虐待谁呢？还夺了我的管家权，这没有我管家，看看咱们家的生活水平，恐怕连个平民都不如，哪里像是侯府家眷应该过的日子？自始至终只有宫氏一个人在唱独角戏，没人捧他的场，他也很生气啊。怎么，你们也觉得我不该管家啊？你以为我愿意管这个家吗？如果你有意见，找我爹提去，只要我爹发话就行。一个小丫鬟低头进来了。夫人，张妈妈让我来问问，我们的月历什么时候发放？这已经过了7、8天了。现在咱们2房是大小姐当家，你找她吧。娘，你把家里所有下人的生契给我。给你干嘛？他们可都是我的人。既然是娘的人，那娘给他们开工钱吗？我现在有没有钱你不知道啊？你还让我开工钱？宫氏忽然想到，修依然有钱啊。依然啊，你借点钱给娘呗，等娘赚了钱加倍还你。爹说了，不能让你手里有钱，如果我不听他的话，他就叫婉姨娘管家。那个死贱人！宫氏骂了一半，忽然想到，对了，依然，东院那丫头搜咱们的钱，怎么没去搜你爹的2个姨娘呢？婉姨娘他们拿了大房的钱了。想到这儿，宫氏从自己的装甲里掏出一大摞卖身契，给了修依然。都在这里了。娘，怎么有不少人我不认识啊？你不知道吧？他们现在可都在东院当差呢，领着大房的钱在给我办事儿。修依然感觉到了深深的无力啊，自己的爹这么精明的人，怎么就有娘这么个……怎么能被他给算计了呢？也不知道这是谁的错。娘，我去处理下人月历的事情。去吧。看着大女儿远去的背影，宫氏悔得肠子都青了。东院那死丫头刚回来的时候，依然提醒她别和那死丫头硬刚，顺着一些。她没听，结果就被那死丫头当众骂了几次。修洛然从小花园练习轻功回来，找到曲后，想看看他对买回来的人是不是很满意。曲后很高兴，告诉修洛然这些人都很能干，他能轻松很多，每天呢就坐镇指挥就行。修洛然又找来红英，红英向他介绍说，小姐，准备给少爷们做贴身小厮的人选，我们已经心里有数了，再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定下来了。那些丫鬟也都不错，小姐的眼光很好，就是给木耳做书童的那些孩子。怎么很调皮不好管啊？那倒不是，小姐你跟我来。红英领着修洛然来到一个房间门口，示意修洛然往屋子里看。修洛然向屋子里看去，只见那20多个孩子干干净净的，穿戴的整整齐齐，坐在那儿。他的小弟修令墨站在前边，拿着一本书，就像个小先生一样，正在给孩子们讲课呢。这句话是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看到这儿，修洛然捂着嘴，拉着红英就离开了。红姨，你担心木耳总是和他们在一起，会影响他读书啊？这只是一个方面，主要是那些孩子里有几个看着就特别聪明，而且心机很深。我是怕木耳太单纯，被他们利用，做出对家里对他自己不利的事情。红姨，你忙别的事情去吧，这儿交给我。
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侯英走了，他很相信修洛然。修洛然进了屋子，修令墨很是高兴。姐，怎么样？当小先生的感觉很爽吧？就是经常遇到一些句子，不知道应该怎么讲。不懂就问啊，你可以去问大哥，去问二哥。当了半天小先生你也累了，找弘毅去吧，我和他们说会话。好，修令墨走了，修洛然的脸色就沉了下来，让这些孩子感觉有些紧张。我那天去洋行就是给我弟弟，也就刚刚那个少年买了一个书童回来，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都知道。你们当时是怎么说的？你们没有忘记吧？没有。你们说给我干活赚口吃的就行，对吧？对。你们明白就好。现在认字的举手。有7、8个孩子举起了手，其中包括那对双胞胎和他们护着的那个小男孩。书童我只要一个，最后选谁就要看你们几个的表现了。我并不缺人干活，我买下你们就是因为你们的请求。我问一下，你们有谁不想留下，或者是说你们有别的地方可以去的，我可以送你们走。刚刚举手的孩子中有2个站了起来。小姐，我们是来京城找爹的，半路上被下人卖了，下人卷了钱财跑了。下人卖主子？是谁打发你们进京城来的？是我祖母。亲祖母吗？不是。修洛然马上嗅到了阴谋的味道。来，你和我说一说，你们是怎么被卖的？我爹进京当官，我祖母非要我爹带着二叔一家。我爹说京城生活不容易，他的官太小，俸禄少，进京还要租房子，实在没有能力帮衬二叔一家。我祖母不高兴，大吵大闹，我爹还是不同意。最后我祖母提出把我们兄弟俩留下来，一来陪着他，二来减轻我爹的负担。如果我爹不同意，他就到官府告我爹忤逆。我爹没办法，只得同意了。他和我娘带着妹妹进京了。我爹走了没几天，我祖母就说我们哥俩太吵，要把我们送回我爹身边。我们很高兴，然后我祖母就随便叫了2个下人送我们进京。朱爷爷不放心，说是路太远，他一定要跟着。朱爷爷是我爹留下来照顾我们的。我们上路第3天，朱爷爷忽然开始拉肚子，拉得都站不起来了。朱爷爷想叫我们回去，2个下人说早送去早交差，回去是不可能的。朱爷爷是走不了了，他悄悄告诉我们哥俩，路上一定要小心，别被害了。到了下一个大城市，2个下人打晕我们，把我们卖了。我准备找机会逃跑，听说他们是准备把我们送进京城当小太监，我们就跟着进京了。到了京城，我们俩就被秋衙人截下了，然后就看到小姐你了。你觉得是你祖母要害你们，还是下人为了钱才卖的你们？我听我祖母悄悄跟我二婶说，如果我们哥俩没了，祖母就让我爹过继二叔家的老大，给我爹当儿子。我祖母说他已经给我爹下了药，我爹不可能再有孩子了。你可记得你老家是哪里的？你们路上走了几天？我爹和我说过，我们家离京城有300多里，我们在路上走了6、7天，在衙行待了1天。来，把你爹的姓名、年龄、官职写下来，还有啊，你娘姓什么也写下来。小男孩很高兴，痛快地写了下来。修洛然叫来修令墨，让他继续当小先生。他带着这哥俩找来莫愁，套上马车，嘱咐一番，又找来修令群。没想到修令群去他的情报站查了查，还真查到了小孩他爹的地址。修洛然这就登门了。袁大人，刚来京城，这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下官刚刚上任1月有余，房子是租的。怎么不买房子啊？手头紧？暂时没遇到合适的。袁大人来京上任，老家还有什么人啊？袁凌慢慢品出味儿来了，想到老家的那2个小儿子，他急忙说：小姐，你有话不妨直说，是不是下官家里？修洛然只是个侯府小姐，并不是官员，袁凌根本就不用自称下官，只是他一来不知道修洛然的目的，二来呢也怕是称呼不得当，再得罪了侯府。我这儿倒有2个孩子，袁大人出来见见吧。袁凌和夫人李氏跟着修洛然来到了门口，就看到门口的马车上下来2个孩子，那正是他和妻子日思夜想的2个儿子。修洛然坐上了马车就走了。袁凌回到屋子里，迫不及待地问大儿子：快告诉爹，你们哥俩怎么到侯府去了？小男孩又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然后掏出卖身契给袁凌看。袁凌气得一巴掌拍在身边的柱子上：相公，咱们怎么办呀？你都忍到这个份上了，他们还要怎么样啊？难道真的要把他们那一帮吸血鬼接来京城养着他们吗？袁凌没有说话，
叫下人请了郎中来给他把脉。那郎中把完脉之后说：“大人身体很好，只是以后怕是不会再有子嗣了。大人已经有了儿子闺女，也就不要太在意这个。老夫告辞了。”郎中走了，袁灵坐了下来，他已经没有刚刚那么激动了。相公，他要杀了咱们儿子，这是犯法吧？他娘家在小镇上势力太大，咱们当地的官府他们也能说得上话。再说杀人未遂，杀人的罪名不成立。可惜我刚来京城，连个能帮忙的人都找不到啊。爹，小姐说了，如果你要收拾祖母，她可以帮忙。她说对小孩子下手，畜生不如。袁灵想了想，当天晚上就去镇西侯府求见修乐然。修乐然就叫来了修令群。三哥，这事儿呢就交给你了，你得给我办得漂漂亮亮的，不光要老刁婆赔偿损失，还要让他立下字据和袁大人断亲，告诉他如果他和儿子敢找来京城，直接乱棍打死。修令群接下妹妹交给他的任务，去京兆尹衙门找了个熟人，带着袁灵，带着他的人，还有他和老爹要的护卫，便马不停蹄地奔向袁灵的老家。在袁灵的提醒下，他们以公对公的形式，直接以京兆尹衙门的名义拜访当地县令，然后去找袁灵的继母。浩浩荡荡的一大群人进了小镇，直接叫人拿下袁灵的弟妹，还不等上刑呢，那女人就什么都招了。母亲，我会接您去京城养老，您把我2个儿子都交出来吧，我不相信你会叫人害了他们，你一定是骗我的，对不对？我给您磕头，我啥都听你的。您把孩子交出来，我马上带二弟一家去京城。我就是讨吃要饭，我也供养着你们。娘叫人半路上给朱老头下了泻药，然后杀死他们哥俩。这是我亲耳听娘吩咐的，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放了我吧，我没撒谎，这里真的没我啥事儿，求求你们放了我吧。袁灵一个趔趄栽倒在地，他勉强爬了起来，一把抓住继母的衣服。母亲，弟妹说的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他们俩也是你的孙子呀，他们多乖。去京城前一天还和我说长大了要给你养老，你怎么下得去手啊？说完头一歪就晕倒了。当地的县令可气坏了，自己辖区内居然有这么恶毒的继母，他直接摆上了成套的刑具，就要对袁灵的继母用刑。老太太早就被这庞大的阵仗吓傻了，一下子瘫坐在地上，问啥就说啥。县令叫他赔偿袁灵的损失，并代替袁灵签了这断亲书。从此，袁灵和老太太一家便再无瓜葛。回到京城，袁灵想把赔偿的银子给修令群，修令群更是没看在眼里，直接走人了。回家向妹妹交了差，他又消失了。修乐然再次来到小先生修令墨的讲堂。上次的话我还没说完，还有没有要离开的？既然没人要离开的话，那你们呢就好好在府里当差，只要你们好好干，每月800文。每年2套单衣，1套棉衣，干好了工钱会涨，福利会增加。如果你们小先生有时间，可以给你们上课，希望你们珍惜这难得的读书时光。修乐然骑上毛驴儿就出发了，目标是牙行。邱衙人看到修乐然过来，又是笑脸相迎的。哎呦呵，小姑娘又来照顾我的生意啊？你还好意思说？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不讲信用。哎呀，那什么，那不是情况特殊吗？啊，说吧，这一次你要买啥？保证让你先挑。我要一个好厨娘。哎呦，你跟我来。修乐然挑了一个不到30岁、干净利索、相貌普通的厨娘。想到不合心意的还有这时代的衣服款式，他又挑了个绣娘。衙行门口，他雇了辆马车，让车夫把2个女人送到镇西侯府，交给莫愁，他就骑驴逛街去了。刚走到一个珠宝行门口，他就遇到了一个熟人四王爷。四王爷陪着3个闺秀刚从珠宝行里出来，没想到就看到了修乐然。这死女人竟骑驴逛街，也不知道是哪家的教养。可是他把头一扭，假装没看到。可就是有人要提醒他，他的未婚妻来了。四王爷，那是谁啊？看他那摇头晃脑的样子，不像个大家小姐，倒像个女混子。修洛然，你给我滚回家去！我说四王爷，我是你的未婚妻不假，可本姑娘还没进门呢，用不着你管。你好什么好？显得你这破锣嗓子嗓门很大。修小姐，上街逛逛没什么，可你骑个驴，这真的不太好看。我的驴是没有你好看，
要不我骑着你上街，你比驴好看多了。你说谁是驴呢？我说你是驴了吗？说你是驴，驴都不乐意，你还不如驴呢。红衣闺秀委屈得满眼含泪，她抬起那水汪汪的大眼睛，瘪着嘴，就这么看着易静阳。修洛然，道歉。他是你的谁？你有没有搞错？我才是你的未婚妻，你居然不向着我，胳膊肘往外拐。修小姐怎么能这么说呢？四王爷他是帮理不帮亲呢。什么礼？哪来的礼？哪条王法规定不许骑驴上街的？我骑驴怎么了？你们男男女女的出双入对就有礼了，而且他还是个有妇之夫，你们要不要脸？岂有此理！抬腿就走，绿衣闺秀和青衣闺秀立即跟上，红衣闺秀落在最后。经过修洛然身边的时候，向修洛然挑衅的一笑：“哼，就你这样的还想进四王府？你给四王爷提夜壶，恐怕他都嫌你辣眼。”修洛然没有说话，抬起左手捏开红衣闺秀的嘴，他右手向她嘴里一拍，一颗药丸就滑进了红衣闺秀的喉咙里。易静阳，今天就算了啊，以后再出门就管好你身边的母狗，别叫他们到我面前汪汪汪的。本姑娘可不是啥时候都有耐心，惹急了我就别怪我不客气。还有啊，既然你身边天天都带着女人，那就别怪我也带着男人了，咱们扯平了。修洛然说完，骑上驴就嘚嘚嘚的走了。易静阳气得头顶冒烟。修洛然回到家里，莫愁高兴地跑了过来：“小姐，你看我瘦了好多呢。”疗效不错，用不上半个月你就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啊，真的吗？真的，要不然我怎么没给你做新衣服呢？等你恢复容貌，小姐我多给你做几套新衣服穿，让莫愁成为府里最漂亮的丫鬟。嘿，谢谢小姐。莫愁，以后呢还是要天天跑圈，一来身体好，二来以后遇到事情也能跑得快，懂吗？我知道了，小姐。修洛然给厨娘和绣娘一人配了2个丫鬟，丫鬟帮忙的同时也能学一些手艺。修洛然不会女工，他买了绣娘是专门给他做针线活的。他按照前世双肩包的样子画了图，也让绣娘看了看那双肩包，然后他让绣娘做一批双肩包出来，给几个哥哥，还有给小莫和他的书童的，还有几个是给他自己的。他让绣娘给搭配好颜色，这可是绣娘的专业技能。他想穿什么衣服，也就画好图让绣娘给他做，绣娘就不用他操心了。他现在每天除了练习轻功，就是调教厨娘。普通的家常菜要怎么炒，还有什么叫做煎、炸、烧、烤、蒸、卤、腌、酿等等。另外，修洛然还教他们怎么做面食，尤其是那些带馅儿的，修洛然很喜欢吃。再就是呢，怎么熬粥，怎么煮汤。有美食，那就必须配美酒啊。修洛然感觉荷花、荷叶酒和粮食酒太单调，他就又列了一个单子，叫3个修令群找来一些酿酒材料，药材啊、水果呀，他都给酿成酒。这一天难得修令群在家，修洛然拉着他上山打猎去。其实呢，他是在家里憋得很了，就想出门逛一逛。兄妹俩刚刚出了侯府大门，就看到5皇子易敬玄和7皇子易敬阁站在门口。修令群，你们这要干嘛去？我们打猎去。修洛然看了一眼易敬玄，敷衍的点了点头，就扭过脸去。本来呢，修洛然骑驴，他准备跟在妹妹后边走着去，就当是陪妹妹出来玩了。要说修令群为什么不骑马去，其实这9地城里倒也不限制骑马，就是这大街不太宽敞，路两边的行人和挑担的、推小车的太多，偶尔过辆大马车，车夫都要扯着脖子喊行人让路，要不然这马车怕是要撞到人了。那人修洛然多聪明啊，骑驴上街，那驴可比马小多了，见缝就钻，速度呢也没有马快，还比较灵活，很安全，说停就停。修令群可以自己走着去，反正呢他会轻功，也不怕累，可是他不能让2个皇子也走着去吧，于是他只能把马车套了出来。修令群陪着2位皇子坐在马车里，外边修洛然骑驴跟在旁边。出了城门，行人明显变得少了，毛驴嘚嘚嘚的走着。哎，五哥，听歌多好听啊！我在听。易敬玄听了这歌，此刻心里有说不出的舒畅。他很想站起来大吼几声，可是条件不允许啊。他在想，这丫头小小年纪就有这份心境，很难得啊。看看这丫头想干什么干什么，活得多惬意，她什么时候也能这样就好了。
马车来到一个山脚下停下来，本来今天就是要出去玩的，修令群就没有往远处走，而是领着大家上了半雾山。半雾山距离九地城60多里，峰高林密，京城的人如果想出来逛逛，或者想打猎了，就经常来这儿。如果想去更大的山，再往前走100多里，也可以去云山。安放好马车，大家就开始登山了。易静阁看着修罗然居然牵着他的驴上山，他就笑了。修小姐，你是怕上山走不动，想扯着驴尾巴上去吗？不行啊。易静阁只是随便问问，他可不想惹恼这个火爆女。行，你高兴就行。其实修罗然牵着驴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水潭溪流之类的，他要给驴好好清洗一下。别看这驴样子不济，但是个烈货，家里男仆给他洗澡的时候他还不让人靠近呢。这天又热，走了这么远的路，驴身上那味道太难闻了。来到一座悬崖下边，咱们就在这附近逛逛吧，那边有条小溪，中午就在这里吃点东西。我那边逛逛，有事你们就叫我一声。好，洛洛，你别走太远啊。走出没多远，看到溪水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水潭。修罗然找了块石板过来，放在潭边，他站在石板上，让驴站在潭水里，他就开始给驴刷毛。修罗然一边刷驴毛一边说：“我可告诉你，你可别乱动啊！如果你敢甩我一身水，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毛驴似乎是听懂了修罗然的话，一直到修罗然完事儿上了岸，毛驴才狠狠地抖了一下，把身上的水珠甩了下去。哎，不错，那你就在这儿晒会儿，我也下去洗洗，凉快一些。修罗然伸头向上游看了看，修令群他们没有过来，他急忙脱下鞋袜，很快洗了脚，穿上鞋，然后才向上游走几步，不紧不慢地开始洗脸洗手。很快就洗完了，听听上游没啥动静，没准他们3个在那儿玩呢。修罗然抱了一把青草放到驴跟前儿，对那毛驴说：“你听话啊，就乖乖的站在这儿晒毛，晒干了省得回去的时候坐我一屁股的水。我就在这附近逛逛，很快就回来。”这一圈逛下来，修罗然发现了不少草药，有些草药这个季节还不能采，他挑了些能采的，采了很多，清理以后包了起来，放进了双肩包。洛洛，过来！哎，马上来！修令群喊修罗然，修罗然应着，飞快地跑下来找驴，那驴还站在那儿吃草晒太阳呢。修罗然站在石板上准备洗了手，就到上游去找三哥他们。有鱼，好大的鱼！修罗然想了想，伸出右手，手掌朝下，他运足内力向水面上狠狠一拍，溪水飞起，带出来好几条大鱼。用同样的办法，修罗然又弄了几条鱼，估计差不多够吃了，这才收手。他拿出菌刺，很快又把鱼收拾好，倒上酒去腥，倒点醋杀菌，弄了根干净柔软的树枝，穿上鱼提在手里。他喊着驴，一人一驴，就这么向上游走去。易静璇向他看过来，原来这丫头是洗驴去了。他手里拿的是啥呀？鱼吗？这么大的鱼应该不好抓吧？修令群跑过来把鱼接过去。露露呀，这鱼咋吃啊？咋吃不行？炖着吃烤着吃都行。易静阁四处看了看，就算是弄堆火能烤，可是这炖鱼怎么个炖法啊？那就炖吧，省事儿，还不怕糊。行。紧接着，易静璇和易静阁哥俩就惊讶地发现，修罗然从修令群的双肩包里拿出了一把小铁锹，开始铲土。修令群搬了几块差不多大小的石头过来，没过多久的功夫，兄妹配合着就搭起了一个灶台。一看他们就是经常这么干的。难道说这兄妹俩出门还带着锅？就在一家哥俩疑惑的时候，就看到修罗然真从修令群的双肩包里掏出一个比脸盆略小的铁锅，到溪边清洗干净，又坐回到灶台上。你们还真要在这里炖鱼啊？是啊，你们不知道吧？这山里溪水炖的鱼很鲜美啊！你们今天有口福了。五哥，你在野外吃过炖鱼吗？易静璇摇了摇头。别说是在野外了，他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哪怕在自己家，陌生人或不熟悉的人给的食物或水都不要吃，小心中毒。想到中毒，他胸口闷疼的感觉又涌了上来，伴有轻微的恶心。这感觉怎么这么熟悉啊？难道自己又中毒了？他
他开始回想今天早上他都吃了什么东西，都是身边亲近之人，不可能啊。他看着修乐然忙前忙后，把他三哥知识的滴溜溜的转，那鱼总算是炖锅里了。修令群蹲在灶边烧火，顺便陪易静玄哥俩说说话。修令然已经开始张罗要用的东西了，他不知道从哪儿搬来一块干净的大石板，放在石块垒成的石座上。这饭桌有了，用树枝修理出了几双筷子，洗干净放在石板桌上，然后又摆上了4个小碗，拿出带来的玉米面饼子。等那炖鱼出锅了，修乐然这通忙活也总算是有点空，能休息一会儿。他看到易静玄捂着胸口，又看向他的脸，他一下子蹦了起来，窜到了易静玄身边，抓起他手腕给他诊脉，然后去双肩包里掏出了几颗草药，洗干净放到石桌上。他用干净的石块开始捶，还偷偷放了片药进去一起弄好了，装到一个小碗里，端到易静玄面前，吃下去。这啥东西啊？看着黏黏糊糊绿了吧唧的，你就让我5个吃啊？易静玄只犹豫了片刻，便拿起碗来，直接用石桌上的筷子把小碗里的东西都扒拉到嘴里咽了下去。易静阁特别担心，他很紧张地盯着易静玄看。五哥，你没事吧？易静玄刚想摇摇头，隐隐作痛的胸口就感觉不那么闷了。突然他捂着嘴跑到一边去呕吐起来。五哥！易静玄呕吐完，修令群递了碗水给他，他端起来漱漱口，这才松了口气。五哥，你早上吃啥了这么臭啊？修令群已经把那些污秽之物铲走了。易静玄的脸色那叫一个相当难看，自己千防万防，没想到还是身边人最难防啊，难怪他要告假呢，原来是逃了。修乐然看着那锅里鱼已经炖好了。我说你们2个应该没事了吧？去洗洗手过来吃饭啊，这鱼很好吃的，而且很补的，你们一会儿呢多吃点。果然如修令群所说，这溪水炖的鱼啊，当真是太好吃了。易静玄哥俩吃的停不下来，而这玉米面饼子就着炖鱼，那叫一个香喷喷啊！易静阁觉得他长这么大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4个人把一小锅鱼吃得干干净净，易静阁感觉意犹未尽，好像还能再吃点，可惜没有了。修乐然把那小锅洗干净，烧了半锅水给大家喝。他对喝水的易静玄说：你这个毒大约是有3个时辰了，虽然解了，但是你半个月之内千万别吃鸡蛋，否则2犯了神仙都救不了你。我记下了，谢谢。你们记住了，本姑娘最怕麻烦了，谁给我添麻烦，别说我一把药粉结果了他。哼！你放心，我们兄弟一定会守口如瓶的。易静阁也是一个劲儿的点头。他是爱玩爱闹腾不假，可他也知道事情的轻重啊。你们呢，去找个阴凉的地方再休息会儿，太阳下去一些再走吧，我还要去采药去呢。说完，修乐然背着双肩包又上山了。其实呢，他现在不走，主要就是想观察一下易静玄的情况。他回来的时候，修令群和易静玄、易静阁刚刚午睡起来。修乐然又给易静玄把了把脉，然后拿出银针，挨个指头放血。三哥啊，把放出来的血收拾干净，咱们回去吧。明白。回去的时候，易静玄哥俩和修令群仍然坐在马车上，修乐然骑驴。他们下山后没多久，身后就传来了马蹄声。修乐然回头看时，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一匹瘦骨嶙峋、看不出颜色的高头大马。到了近前儿，他慢慢蹭到修乐然身边。修乐然看着他的意思是想跟着他。大马，我要回家了，你愿意跟着就来吧。修乐然在前边走，这马就哒哒哒的在后边跟着。一个娇小的女孩骑头贱驴，后边跟了匹邋遢的大马，引得路上行人频频回首。马车里的易静玄看到了，他暗暗吃惊。虽然这马现在很瘦很邋遢，但他还是能看出来这是一匹赤血胡马，是神驹，真正的千里马。没想到这马居然喜欢这丫头，主动跟着他，这丫头的运气。远远的看到了城门，要不我们兄弟俩从别的城门进城吧？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也是，那继续走吧。今天的事情你给我烂在肚子里，记着，那丫头可不是好惹的，尤其是她还精通医术，和他们兄妹好好相处，
谁也不能保证这辈子永远也用不到大夫。我明白的，5哥放心。修乐然回到家里，大哥，快来看看我的千里马！修令策正在自己的屋子里看书，听到妹妹的声音，他急忙放下书，转动轮椅走了出来。他一出来就看到了院子里的白色高头大马，他立即被吸引住了。洛洛，你哪里买的宝马？他自己跟来的。他就把马怎么来的说了一遍。修令策很意外，但感觉又好像在情理之中。自己的妹妹当真是老天的宠儿，有什么好东西都送上门来。修令策给他讲了讲这马是什么品种，有什么特性，它是真的能日行千里。聪明有耐力，能日行千里，还长得这么漂亮，我捡到宝了。你真的捡到宝了？难怪易静轩总盯着他看呢。大哥，我告诉你啊，修洛然又把他给易静轩解毒的事情也说了。如果不是怕我和三哥被牵连，我真的是不想管。皇家的事情意味着无休无止的麻烦，能不沾尽量不要沾。洛洛啊，这恐怕由不得你了，不沾不行了，已经陷得太深了。只希望妹妹不要被他们连累才好。洛洛，你放心吧，易静玄和易静阁的人品还是靠得住的。大哥，他们靠得住，那下毒的人肯定不是傻子啊！易静玄出门一趟就解了，人家肯定会怀疑到我和三哥身上啊。没事儿，也只是怀疑，他们没有证据。大哥，其实像站队这种事情啊，咱们只要看着就好，最后谁胜了咱们就支持谁呗。事先站队，站对了站错了都有危险。修令策叹息，他又何尝不知道这些呢？可是很多事情他避不开啊。洛洛，你放心，大哥会护着你，永远做个开心快乐的小姑娘的。大哥，大马太瘦了，我要回去给他弄点好料，好好养养，再给他起个威风的名字。你说叫踏云怎么样？不错，好名字。修洛然拍了拍大白马，踏云，踏云，记住了没有？你以后就叫踏云了。修洛然带着踏云走了。修令策叹了口气，妹妹都明白的道理，他又怎么会不明白呢？修洛然亲自到马房挑选了一些好的饲料和草料回来喂踏云，同时呢还给踏云吃了一些治伤的药和打虫药。有了心爱的坐骑，修洛然就开始动起脑筋来，他得好好打扮一下他的坐骑。他定制了一副华丽实用的马鞍，还有一串纯金打造的銮铃。收到马鞍和銮铃以后，修洛然高兴坏了。他带着踏云出了府，准备在大街上跑2圈，跟踏云培养一下默契。结果他悲催地发现，京城的大街上是真的不适合跑马。他又郁闷地把踏云带了回来。有宝马不能骑是什么感觉啊？憋屈呗。他把踏云送回他专属的马房，给他喂上好料。修洛然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继续闷着了。小姐，你咋了？你家小姐我有了宝马却没地方骑，哎呀，还京城呢，这什么破路？小姐，路太破了就修修呗，修得宽又宽，长又长，小姐不就可以随便骑马了吗？修路？修洛然在思考这个可能性，要不找大哥问问吧。大哥，咱们京城修路归谁管？怎么，你要找人修路啊？京城的道路修护归户部管。户部？户部。修洛然一边念叨着，一边就走了。修令策心说，这丫头不会真的想拓宽京城的大街吧？别说，还真让修令策猜着了。什么？你要修路？袁大人，你没听错，我要修路。确切点来说，我要加宽京城几条主要的街道，比如通向皇宫的路，比如通向几个城门的路。邱小姐，你要知道，这官府的事情可不好办呐，我需要层层申请，哪个衙门卡着都能叫我跑断腿啊！袁大人，我和你说实话吧，本姑娘得了匹宝马，想要骑着马上街，可这街道太窄，跑不开，就想要把街道加宽。钱呢我出，人呢你用那些平民和乞丐就行，保证好管理，还花不了多少钱。我来找你呢，一来是因为咱们认识，二来因为你在户部当差，正好是管着这摊。我也知道你的官职不大不小，有些尴尬，很多事情你说了不算，可这有钱有人把路修起来，帮你捞政绩，你不要不是傻子吗？要知道这事儿不一定是非你不可。袁陵是个明白人，一点就透。小姐是说，我只要想个名目揽下这个差事就行，钱和人小姐出。我没人，但是我出钱，有钱还怕没人干活吗？那小姐图啥呀？我已经说过了，本姑娘想骑马路太窄，就是这么个情况。袁大人是聪明人，怎么做对你有利，你自己考虑吧。那小姐的名声？
本姑娘也不怕名声不好，本姑娘就这样，虽然和四王爷定了亲，他可能不想娶，我也不太想嫁，但是皇命难违，只能这么耗着。袁大人明白吗？下官好像懂了。袁大人，那你可要抓紧时间了，再过2个多月可就要秋收了，到时候人和车都很忙的，知道吗？下官这就去找人实地勘察一下，看看需要多少劳力、多少车马、多少工期、多少钱。说法上如果有得罪小姐之处，还请海涵。这事儿本姑娘允了，你放开手脚干吧。本姑娘不怕名声不好，如果你做得好，没准以后咱们还有合作的机会。那下官多谢小姐了。不久，户部出动官员，带着京兆尹衙门的人，领着京城的那3餐不济的平民和乞讨为生的乞丐，开始加宽京城的主要街道。告诉你们啊，这路修好以后，走在路上精神着点，听到马蹄声和銮铃响，马上靠边，靠边，知道吗？有胆大的人一边干活一边问：为什么呀？我们修的路，我们还不能走了？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谁说不让你走了？不是让你靠边走吗？啊！如果你不躲远点，被马撞了活该。哎，别说今天我没告诉你啊！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和关老爷拌嘴了。路修这么宽，哪里不能走啊？干嘛非走路中间呀？到时候撞你不也白撞？干活！我再说一遍，你们记住了，马蹄响靠边站，銮铃响靠边站，不听话的话，出了事儿活该，我们可不管啊！于是，差不多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了。说这镇西侯府的小姐为了骑马跑得痛快，不惜花费大笔的钱修路，她还蛮不讲理，让百姓们靠边走，而她呢，骑马走在中间，撞了人活该。行令群听到街上的人议论妹妹，他气得够呛。制止一下吧，那你说这么多人，人多嘴杂的，他也不好开口，那他只能气闷的回家了。洛洛，大街上的闲话你别听，就当没听见。三哥啊，大街上的话虽然传得有些离谱，对我其实也没啥伤害，你不知道吧？那些话都是我让园林的人那么说的。你干嘛败坏自己的名声啊？我要名声干嘛？反正我已经是名花有主的人了，不需要担心嫁不出去。那你不怕四王府那边对你有意见啊？有意见也得给我憋着，憋不住他找皇上对亲啊！你这丫头，我白替你担心了。洛洛，有些事情过犹不及。我知道了，大哥。我觉得挺好，咱们侯府的小姐呢，就应该嚣张些。洛洛上街骑马，听到马蹄声，百姓靠边，骑马的痛快了，走路的也安全了，两全其美啊！我也要弄匹好马，出门还是骑马威风。三哥，有门路你帮大哥也弄一匹，大哥很快就能骑马了。好，我说啥也要给大哥弄一匹良驹。洛洛，还聊啊？时间可不早了，要去你外公家，咱们早点去吧。修远仓决定亲自带着女儿去见见岳父，他也很久没有登丈人家的门了。修洛然的外公张月堂是前吏部尚书，前几年有病辞官在家休养，没事呢就种种菜养养花，当然重点还是在养病。洛洛，这是你外公，你大舅你已经见过了啊，这是你大舅母。外公好，大舅好，大舅母好。你还知道来呀？外公你都不知道，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小脸蜡黄，瘦得跟个小乞丐一样，我爹怕你看到我难受，就让我在家里养养再来，这不现在养得好些了，我就来啦。你还知道我会难过呀？当初我那么哀求，你还是没把孩子接回来。修远仓低下了头，一副做错事听从教训的样子。张月堂把修洛然拉到一边，来，你和外公说说，这些年你都是咋过来的？张旭刚看着老爹和外甥女儿聊了起来，就示意妻子准备饭菜去。外甥女儿是第一次登门，说啥也得吃了饭再走。看到大舅母出去了，修洛然抓过外公的手腕，认真的把起脉来。张月堂很是惊讶，但他没有动，他让修洛然继续把脉。外公，你这个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引起的不定时头疼，还经常伴着心口疼和胸闷气短。洛洛，能治不？头疼能治，心口疼是去不了根儿，但是呢，我能做到让它不疼。真的？真的。爹，你们看，我的伤洛洛已经治好了，不疼了。媳妇，金钱镖取出来了。刺儿的腿洛洛也给他重新接上了，用不上半年他就能跑能跳能骑马了。真的？刺儿的腿治好了？目前正在恢复中。好，中午我一定要好好喝一杯。爹，不行，你这病大夫不让你喝酒。这么高兴的事怎么能不喝一杯呢？大舅，正好我带来了几坛荷花荷叶酒，
是给女眷们喝的，度数不高，外公可以喝一点。不过外公你要答应我，不可贪杯。等我给你治得差不多了，你可以多喝一点，但是高度酒不行。好好好，侧儿的腿好了，好了。真好啊，他那出类拔萃的外孙终于可以站起来了。爹，你可别激动啊，小心心口疼。修罗然打开了随身小包，拿出针灸包。外公你坐好，我给你针灸一下。你还会针灸？当然，我可是神医。那就请小神医给老夫行针吧。好嘞。修罗然开始认真的给外公扎针。张旭刚把修远仓拉到一边，详细询问了那天他离开之后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听说修罗然又挖了一些东西出来，修家大房二房已经分开过了，通向两边的门也只留下了一扇，他就很高兴。早就应该这样了。他很想建议姐夫别让外甥女儿当家了，她还是个孩子呢。可又一想，再不济那孩子也不会把自家东西送给外人，怎么不比公事当家强啊？于是他又闭了嘴。好了，外公快站起来活动活动，以后每天早上起来在小花园里慢走半圈，一定要坚持住啊，对你的身体有好处。身上确实轻松了不少，我记住了。外公，以后我每3天来给你针灸一次，这个药片一次1片，1天3次。这个小药瓶里的药是救命用的，你要随身携带，感觉心口疼得很了，特别难受了，就吃1粒，不难受不用吃。你放心，有我在，不让你出现那种情况的。咱这只是为了防止万一。修罗然说着，递给张月堂一个玻璃药瓶和1瓶速效救心丸。当然，玻璃瓶上的标签他已经偷偷弄掉了。张月堂接过2个小药瓶。不用吃汤药，这个药效更好。当然，如果你想要吃汤药的话，我也可以给你开几副。鬼才要吃那个汤药呢，这个好，就吃这个。我爹最怕喝汤药了，他这病大夫说不是很严重，他就是喝几副药强了就不喝了，犯病了就再喝，拖拖拉拉的，这病就总是没有明显的起色。外公，你要按时吃药哦。如果你敢不听话，我就给你开10几副汤药，加多多的黄连，哭死你！天天叫我爹和我大舅看着你喝，你敢不喝我就给你灌下去。你敢？苏洛然猛地一拍桌子，你看我敢不敢？祖孙俩对视了好一会儿，张月堂笑了。行，外公听话。这还差不多。这边修远仓和张旭刚都松了口气，下人来叫他们吃饭去。张月堂脸色凝重地说：旭刚，这丫头会医术这事儿，还有侧儿治腿的事情，对谁也不能说，任何人。爹，我知道。来给我针灸的时候，就说是我叫你来读书认字的。好。从张府出来，回到家里，修乐然就把修令群找来了。三哥，来，帮我想个办法，把我修路的钱赚回来。露露，你修路花了多少钱？好几万呢。胡扯！修乐然一共就拿出了5000两，他告诉袁灵不够用的时候再来找他要。到目前为止，袁灵还没找过他呢。露露，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有啥主意了？三哥，你去你的情报站查查，看看有啥可利用的消息。看修令群没听明白，修乐然进一步说，比如有个有钱的官员和他头疗的夫人有染，他的头疗呢虽然是个大老粗，却是个会武的，很厉害，这个官员不敢惹，而你呢需要钱。我懂了，我这就查去。三哥，你这情报站掌管情报的人可靠吗？露露，你放心，保证可靠。再说了，我只是让他把情报拿给我看，他知道我对哪个消息感兴趣啊？三哥，你可千万不能小瞧任何人，尤其是那些聪明人。你的手下知道你是侯府公子吗？不知道。那你也要小心点儿。我知道了。哎，对了，露露，上次我们不是去了公家吗？弄到不少东西和钱财。我知道你不喜欢那些物件，也没给你留，都卖了。加上金银和银票，还有我卖房子的钱，有70、80万两，我给你50万两。房子修令群留下2套最好的，他准备给修乐然当嫁妆。三哥，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说公家有钱了咱们就可以偷偷去拿来用，主要是这些钱财差不多都是公事从咱们家拿的，是咱们家的钱，咱们只是把咱们自己家的钱拿回来而已，懂了没啊？懂了。你花钱的地方比我多，给我30万两就行，好好对待你的手下，多培养一些忠心的人，关键时刻他们可以为你拼命，这样的人才值得深交。那天晚上陪你干活的人多给他们些钱，要让他们明白你好过了他们就好过，你钱多了他们就有钱花了。修令群去情报站了，修乐然为踏云回来看到了莫愁。嚯，莫愁，你不但是瘦了，而且还好看了。
小姐我准备给你做几套好衣服，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小姐，我喜欢淡青色的、浅红色的、水绿的。好，都给你做。这人好看了，穿什么都好看。嘿，谢谢小姐。莫愁，你告诉厨房，晚上我要吃饺子，让他们做酸菜猪肉和韭菜虾仁的。好的，小姐。侯府西跨院，宫氏的屋子。宫氏把桌上的汤摔倒在地，然后指着修依然的鼻子骂：“这是什么呀？啊！我要的是银耳莲子羹，你就用这个破东西对付我？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下人糊弄我，没想到啊，居然是我自己的亲闺女舍不得给我吃，我还没吃你的呢，你用得着这么苛刻吗？”修傲然在母亲刚发火的时候就躲出去了，整个房间里就宫氏和修依然娘俩。我不是对付你，也不是舍不得给你吃，你是我亲娘，我苛待谁也不可能苛待你。看宫氏又要说话，修依然抬手止住了他。有一句话你还真说对了，你现在吃的就是我的。爹让我当这个家，目前为止他没有给过我1文钱，你也没有。分家之后，咱们家所有的花销都是在花我的钱，你明白了吗？听到这儿，宫氏哑巴了。他当然明白了，可是以前他过的是贵妇的生活，现在他过的是平民的日子，他真的很难受啊。爹让我当这个家，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推不得。咱们家现在能过这样的生活，我已经是尽力了。如果你不满意，要么你找我爹换个当家人，要么你自己拿钱，吃啥用啥你自己置办。修依然说完起身就走，他也是够够的了。如果不是自己的亲娘，他一刻钟也不想待在这儿。3天2头的闹腾，总是看不清眼前的处境。他是脾气好，可他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回到他的院子，他叫来季妈妈：“你套辆车，叫上门房陪着你，把我挑出来的这些下人都拉到牙行卖了吧。”小姐，您放心，这事我肯定给你办得妥妥的。人太多，得拉3、4趟呢。我先找人去东院说一声。去吧。季妈妈出去了。修依然的贴身丫鬟玲珑进来了。小姐，小丫头梅儿来告诉我说，夫人已经悄悄准备好了，后天回娘家。我知道了，给她拿10文钱买糖吃。是。你悄悄告诉二小姐去，不许她跟我娘回娘家。她要敢不听话，我就敢打折她的腿。你把我的原话说给她听。皇宫舒心宫，淑妃站在桌子旁边，看着儿子易敬阳，她特别生气。本宫就纳闷了。你父皇为什么就不同意退亲呢？修家那丫头哪里配做皇家的媳妇，哪里入了你父皇的眼？你也是个无用的。修家那丫头再厉害，也是个姑娘家，你还管束不了她？看看她做的那些事儿，赏花不成，砍光人家的荷花荷叶，经常上节不说，居然还骑着驴，成何体统啊？哪里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为了骑马痛快，她竟然自己花钱去修路，你说说，这是侯府小姐会做的事儿吗？有这么个儿媳妇，害得本宫天天被别的妃子冷嘲热讽，脸都丢光了。我管他？怎么管？打吧打不过，骂吧更骂不过，众目睽睽之下被他打一顿或者骂一顿，我还不被兄弟们笑死？母妃啊，要不你召他进宫来，好好教导教导他，教教他应该怎么做皇家的媳妇儿。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那本宫就派个嬷嬷去一趟修家。易敬阳咧了咧嘴。母妃那折磨人的手段，他可是很清楚的。他很想看看修乐然会被淑妃折磨成什么样，不过可惜不能留在这里围观了。三哥啊，你这么快就回来了，看来是拿到了你想要的东西啊。我怕你等得着急啊。哎，你快看看这些，我感觉好多都有用。修乐然拿起那摞纸，刚刚扫了2眼，就认真的看了起来。三哥啊，这第一个你看了没？我感觉这个就不错啊。你们好好问问收集消息的人，这情报是不是准确的？洛洛，你放心好了，绝对准确。我那个情报主管说，他感觉这个情报也许用得着。关于这个情报的相关信息呢，能收集的他都收集了，很详细。那我好好看看。三哥，你这个情报主管是个人才啊，看看这些信息收集总结的很到位啊。那是。三哥，就这个吧，你觉得要多少合适啊？怎么还不得3万两？三哥，咱们格局能不能大点儿？这家伙可是个当官的，家里以前做过皇商啊，那钱还不如有的是，没准他的官就是花钱买的。还有，他岳父的官可比他的大多了。那我要5万吧。那个受害的人家里也不是普通百姓吧？要10万他肯定要讲价啊，最后能收到多少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还有，一定要多带人，安全第一。洛洛呀，我怎么感觉咱们像绑票的土匪啊？咱们哪里像土匪？土
土匪绑的都是无辜的人，这人无辜吗？他把人命当儿戏，咱们要他点钱怎么啦？哎呀，咱们用这钱架桥铺路，就当是为他和他的子孙后代祈福了。你看看，咱们多善良。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啊。哎，露露，你说我们晚上去好，还是白天去好？这个吧，就得要看你方便，看他方便了。虽然这事儿呢，咱们不理亏，可还是别叫人知道的好，闷声发大财，懂不懂？闷声发大财？好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安排。我的手下里有一个人口才极好，那真的是舌灿莲花呀！我把他带去，一定能要到一个美丽的价钱。三哥，你们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你们的真实身份，不能让人家看到你们的脸，听到你们的声音，小心他打击报复。你放心，我会安排好的。这时莫愁跑了进来，小姐，门口来了个宫里的嬷嬷，说是淑妃娘娘宫里的，她说请小姐跟她进宫一趟。露露，要不三哥陪你进宫？如果遇到啥事儿，我还可以找义静哥帮忙，他娘可是皇后啊。我能有啥事儿？遇到我有事的都是别人。哎呀，你该干嘛干嘛去吧。那你小心点啊。你也是。修令群走了，修令策转动轮椅走了进来。我刚刚看到莫愁跑得很快，就跟着来了。淑妃叫你进宫，肯定不会有啥好事的。你最近的名声可是不太好啊。大哥，再不好我还没进门呢，他能把我怎么地？他看我不顺眼，要不然他找皇上退亲啊。他们不乐意，我也不乐意呢，都退不了亲了，我也很无奈。修乐然看到大哥眼中的担忧，他安慰道：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吃亏的，只要你们别怕，我给你们捅娄子就行。洛洛，别委屈了自己，大不了我再和爹金殿赔礼道歉就是了，又不是没做过。我知道该怎么做，大哥放心。修乐然跟着嬷嬷进了舒心宫，行了礼就站在一旁。淑妃现在看修乐然是哪儿都不顺眼，看看，这是哪家的礼仪啊？行礼不标准，站也没个站相，真该叫皇上过来看看他这副鬼样子。淑妃盯着修乐然，修乐然就这么大大咧咧的任凭淑妃打量。你这是哪家的规矩？就这么和本宫对视？淑妃娘娘又不是见不得人，还不让人看。你跟本宫跪下。我又没犯啥错误，不跪。好啊，本宫说上句，你有下句，你就是这么做人家媳妇的？哼，我想淑妃娘娘你可能搞错了，本姑娘还没出阁呢，还不是人家媳妇儿。你，来人，给本宫掌嘴！一个高大粗壮的婆子过来了，伸手就要打修乐然，被修乐然一脚踹到一边去了。反了！来人，去看看皇上是不是有空，本宫要见圣驾。他话音刚落，就听到外边小太监的报告：皇上驾到！淑妃跪下了，修乐然也跪下了。皇上听身边的太监说，淑妃叫了修乐然过来，他很好奇修家这丫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正好批奏折完了，他就来到了舒心宫看修乐然。皇上坐了下来，你们都起来吧。谢皇上。皇上看向修乐然，她长得很精致，眼神很有灵性，一看就不是个安分的。皇家的媳妇儿厉害些，总比窝囊的好。他看淑妃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爱妃，你可是有话要说呀？皇上你看看，就她这个样子，怎么做咱们皇家的媳妇？朕看着还行啊。皇上，那是你没看见她刚刚的样子，既没教养又没规矩。就算没过门，本宫还不是她婆婆，可本宫总是一宫主位吧，她也应该对本宫尊敬一些。她可倒好，竟然把本宫的人踹倒了，这样的媳妇本宫可不敢要。娘娘这样的婆婆，小女子也不敢要。这么说来，你们都对朕的决定有意见？皇上，小女子知道这话有些大逆不道，可是小女子还是要说，这婚姻结的是两性之好，图的是你情我愿。可你老人家也看到了，淑妃娘娘明显就是不乐意，至于四王爷，那更是100个1000个不乐意，小女子就更不乐意了。为啥？这样的相公，这样的婆婆，没进门我就不招他们待见，这过了门还有我的好。所以淑妃娘娘想退亲，四王爷也想退亲，小女子也想退，请皇上成全。皇上看了淑妃和修乐然半天，才缓缓地问修乐然：听说你出了钱救京城的主路？是的，皇上。你很有钱呐。我娘的嫁妆很丰厚，我爹和哥哥们答应把我娘的嫁妆都给我，我随便花。
我不喜欢坐轿，也不喜欢坐马车，我就喜欢骑马。咱们京城的路修得很不错，但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窄，我出钱修宽点，对大家都有利。嘿嘿嘿。你把顺清王府荷塘的荷花荷叶都砍光了？那个，我去王府留言赏花的时候，那些贵女要撵我走，我一生气就，我错了，请皇上责罚。皇上听听啊，这满嘴的我的。淑妃娘娘，刚刚我也说了，咱们两家的亲事也不是我乐意的，退不了我也没有办法，我也就这样了。你就不要再揪着这个事说事了，谁不知道我从小在安堂长大，一个没娘的孩子，你不能苛求太多。要不皇上就在这儿，你请皇上取消咱们两家的婚约，要不呢，有我这个儿媳妇儿，你就认了吧。你再生气再不满，我也不会改变的，我就觉得我这样挺好的。淑妃看皇上沉着脸，她也不敢再说什么。过了许久，皇上开口：退亲的事，你们以后不许再提了。说完，皇上就离开舒心宫了。他走后不久，修乐然向淑妃拱了拱手，不等淑妃说话，他也离开了。淑妃气得牙痒痒，可是也不能把修乐然怎么样啊。修乐然一边往家里走，一边想着刚刚的事情。皇上为啥不同意退亲呢？难道说自己身上有他感兴趣的东西？三哥，洛洛，你回来了，淑妃没为难你吧？没有，你办的事情顺利吗？相当顺利。修令群就讲了他们赚钱的经过。修令群按照修乐然的提议建了个情报站，他收编了4个乞丐小队为他收集情报。他给钱给得很大方，情报站的人也很卖力。主管把所有的人都派了出去，每天收集上来的消息有很多，经过整理归纳之后就存档保管。修乐然出钱修路，花自己的钱他很心疼，他就准备找个帮他出钱的人。三哥啊，这物件呢我挺喜欢的，我留着玩。告诉你手下，就当没见过这物件，省得惹祸上身。银票我留下4万就行，你回去后好好奖励奖励你的手下。你要重点强调，没有你的同意，你的手下不准私下行动，否则严惩不贷。修乐然是怕修令群的手下有样学样，到处勒索，四处惹事儿，那还不乱了套了。再说了，这种事情也不能都这么做，还得看具体情况。修令群又塞给修乐然2万两。洛洛，钱你收着，路没修完，你还得出钱呢。我会告诉手下，就当没收到这么个玩意儿。通过这次行动，我发现了几个问题，我得回去好好处理一下，让情报站更加完善，更加正规。去吧。修乐然拿着那个物件来找修令策。大哥，给你看个东西。洛洛，你哪里弄的？修乐然没有隐瞒，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修令策好笑的看着妹妹。你舍不得用自己的钱修路，所以吃大户去了？这才叫本事呢！如果啥事都用自己的钱，我的钱就是再多也扛不住这么花。再说了，这花别人的钱可比花自己的钱开心的多了。你还真是总有歪理。这东西放我这里吧，安全。修乐然也没问这到底是个啥东西，他认真检查了一下修令策的腿，问了好几个问题之后就放心的走了。修令策看着手上这个镶玉镶宝石的金狮子，不由得再次感叹修乐然的运气。这金狮子当年无数的人把京城翻了个底儿朝天都没有找到，妹妹为了弄钱想了个主意，人家把金狮子抵了1万两给他了。这件事情事关重大，目前还不是他面试的时机，他甚至都不打算告诉父亲，省得给父亲带来困扰。修乐然来找袁陵。袁大人辛苦啦。邱小姐，你来找下官可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袁大人给你添麻烦了，你的上官没找茬拿捏你吧？没有。那就好，袁大人，我觉得吧，怎么也是修一会儿，干脆呢就把所有的路都修一修好了。所有的路，修小姐都要修。袁大人，我再给你5000两，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钱不够了你和我说，如果人不够了，你可以派人去乡下，到京城附近的乡村宣传宣传，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来干活的。我希望袁大人呢能和京兆府尹衙门协调一下，让他们再多派一些衙役上街维持秩序。必要的时候，你隔三差五的给那些衙役点好处，或者是给他们送一些肉蛋酒之类的，也用不了多少钱。听了修乐然的话，袁陵很高兴，钱到位了，还有啥事儿办不了啊？京城所有的路都加宽了，百姓的和挑担的、坐马车的走两边，骑马的走中间。修小姐放心，下官保证办好这事儿。袁大人，干活人的饭菜饼子可以多给一个，里面有玉米面的再多一点，菜呢肉适当的再多加点。好。
小姐，二夫人今天不是回娘家了吗？刚刚她回来的时候，我看到她了，披头散发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回娘家打架去了呢。回到家里，宫氏就来找萧远山，把今天的事情都说了一遍，只是他没说自己借钱准备继续放印子钱。依然这事儿你没答应吧？没有，我当时啥也没说。哼，算你聪明一回。你如果敢把我闺女许给公家那个烂货，我打死你！萧远山说完就气冲冲地走了。萧远山刚刚走出角门，就碰到从垂花门走进来的修洛然。二叔，谁惹你生气了？你一副找人拼命的样子，你告诉我，我帮你出气去。咱们修家人可不是好欺负的，敢欺负我二叔，看我不打死他！公家人说服你二婶，让她把你大堂姐嫁给公安。我二婶同意了。你二婶啥也没说。二叔，你得要告诉二婶，你家我堂哥堂姐的婚事让他别管，可别咱们修家的媳妇和女婿都是姓龚的。二叔，你准备干嘛去？去公家，我不会把依然嫁给公安的。二叔，你去不合适，别忘了啊，你老丈人还在家呢，你会有所顾忌的。公家我去，我现在可是修家的当家人。萧洛然说服了萧远山，他就来找萧依然。你这是跪脚踏贱地啊！不知道管家大小姐来我这儿有何贵干啊？对一个掌控你命运的人如此态度，不是聪明的做法。你应该知道，你娘回娘家去了，你外公让你娘把你嫁给公安。我娘她同意了。你娘啥也没说，就被张妈妈给拽回来了。你娘回来的时候，你外公叫她给你准备好嫁妆。你爹知道这事很生气，他要去公家，我觉得他去不合适，我怕你外公用身份压他。我说服了你爹，我去公家。你去啊？对啊，我以修家当家人的身份去。作为一个修家人，作为你的姐妹，我自然不同意你嫁给公安那个畜生。可有钱难买乐意，没准你就乐意呢。如果你乐意的话呢，我不怕辛苦，直接去公家提亲。放心，我会给你准备几篮子嫁妆，这是看你的面子。因为公安那个王八蛋，我不会在他身上浪费1文钱的。萧依然瞪大眼睛，愤怒地看向萧洛然。萧洛然自从认识萧依然这个堂姐，她就一直是不温不火，一切尽在掌控中的样子，几乎没见她生气过。她今天这是破功了？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默认了，那我就提亲去了。等等。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时间很宝贵的啊，我还要去玩去呢。萧洛然走到萧依然身边，萧依然坐着，萧洛然站着。萧洛然居高临下的看着萧依然。萧依然，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知道怎么做对你才是有利的。我呢，讨厌麻烦，但我不怕麻烦，我也不怕事儿。今天既然来到你这儿，有些话咱们就得要说明白一些。咱们虽然相处的不太好，也还是家人，不是仇人。萧洛然拿开手，萧依然仍旧看着萧洛然，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萧依然，我奉劝你，像上次在顺亲王府你对我做的那些事儿，以后最好别做了。我忍了一次就已经是极限了，我不会再忍你第2次。那次游园赏花会，萧依然偷偷说出萧洛然的身份，让大家看不起萧洛然。他还故意引导别人，让大家以为萧洛然既无礼又没有教养，还不尊重堂姐。萧依然，你是很聪明，但是呢，请你相信我的话，你绝对不是我的对手。咱们两个啊，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就说来你家挖箱子的事吧，你是不是暗暗得意好久？因为你的钱藏得很隐秘，我没有搜出来。其实那是我故意留给你的。我为什么这样做就不用说了吧？如果不是你娘做的太过分，我不会出手的。他贪就算了，贪再多也是花在修家人身上，我爹都不管了，我才懒得费那个心思呢。可你娘倒好，总是往娘家划了，重点是公家从上到下还没人领他情。关于这一点，萧依然比萧洛然更清楚。他也曾劝过宫氏很多次，别再答应公家那些无理的要求了。可宫氏从小被欺辱到大，他想在娘家人面前抖抖他侯府当家人的威风，显摆显摆他的能力，因此对公家人几乎是有求必应。公家人奉承讨好的态度极大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如果他真拿出侯府当家人的气势，对公家人再厉害些，那公家人肯定是会害怕的。萧依然啊，我警告你，别妄想与我作对，你干不过我的。你爹不如我爹，你哥不如我哥，你娘不如我娘，你不如我。也许你不服，但事实就是如此啊。我打个比方，假如你惹怒了我，我把你打死了，你来分析一下，你说我二叔会不会让我偿命？萧依然很清楚，肯定不会。自己老爹总感觉他欠大哥的太多，对不起大哥，肯定不会让大哥失去爱女的。
假如你娘和你哥拼了命找关系，求亲戚托朋友想为你讨一个公道，最后闹到了皇上面前，我爹肯定会用他和我大哥的战功，还有我家的爵位换我的命。你说皇上会不会同意啊？哼，不同意是傻子。皇上同意了，爵位收回来了，每年就可以节省一大笔俸禄呢。邱依然啊，我和你说，我又不是傻，我是不会让我爹和我大哥这么为难的。如果你惹急了我，对付你这种女人最好办了。修依然瞪大眼睛，想听听修洛然要怎么办自己。你听好了，很简单，只需要一个邋遢的男人，一张破床和一帮观众都不用1刻钟。你混蛋！我是不是混蛋取决于你的态度，你明白了吗？我和你说句实话，你们二房，我真正讨厌的人也只有你娘。你别看我打了修尔然几次，其实我并不讨厌他，他只是被惯坏了而已。给你提个建议，他现在应该很怕你吧？你不妨好好教教他，别把心思都用来对付我。你把他教好了，他肯定会是你的助力。我就算对你再好，你们才是亲姐妹。就像我爹和你爹，公家那个死老头倒是打得好算盘，他家的那个死癞蛤蟆就配找个臭泥鳅。他妈的居然想要吃天鹅肉，本姑娘就去教教他。痴心妄想是要挨打的，以为修家的姑娘好欺负，看我不打得他满脸彩虹灿烂。修洛然说完，提着鞭子气势汹汹地走了出去。修洛然去公家没有走正门，而是直接从院墙翻了进去。他抓住一个下人，问清了公安的住处，他就找去了。见到公安，二话不说就是一顿鞭子，打得公安在院里跑来跑去，哭得那叫一个惊天动地。打完公安，修洛然就去了龚老头的院子。你快说，安儿怎么了？他在哪里受了欺负？你快带我去。公安啊，我打的。你是谁？你给我听好了，本姑娘就是镇西侯府的嫡小姐修洛然。给我打！修洛然没有说话，上去一鞭子一个，把2个人都打倒在地，半天都爬不起来。老东西，你想的挺美啊，居然想叫你孙子娶我堂姐。你看看你孙子那个破烂儿，他配吗？一副被酒色掏空了的破身子，一脸癞蛤蟆相，只知道花天酒地，从来没赚过1文钱。怎么想娶我们侯府的小姐养着他，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这时龚老二、龚老三还有龚家的几个媳妇儿也都跑了过来。修洛然用鞭子指着他们，我和这个老东西说几句话，你们如果敢过来，我就抽死你们。你们想娶我堂姐，本姑娘很不爽。一边从怀里掏出火折子，看着扫得很干净的院子，没找到点火的东西，他从小空间里掏出军刺，到龚老头身边刷刷刷地挥动几下。在龚老头目瞪口呆的时候，修洛然早已割下了一大片的衣服钱金。他吹着火折子，把衣服钱金点着后，包了块小石子儿，就扔对面龚老头的房顶上了。哎呦，快来人呐！救火呀！这时候房顶已经烧出了黑黑的一片。龚家下人虽然不多，可是嗓门大呀，他们叫喊着，端水盆的、提水桶的都跑过来救火。龚老头看着房顶蹿起来的火苗，吓得不行。哎，快上房，上房，快救火！拿梯子来，拿梯子！救火？看看你们家这几个猴的人，这火怎么救？老东西，这火既然已经放起来了，不把你家烧光，本姑娘是不会走的。你就好好看看吧，这就是你们痴心妄想的代价。哎呦，我求求你了，别点了，我们不娶你堂姐了，你快走吧。记住你刚刚说的话，还有，今天这事如果宣扬出去了，我就找你们算账。说完，修洛然看看2个房顶的火势，从一个下人手中抢过一桶水，踩着梯子上了房顶，把最旺的火浇灭了。他没有飞身上房，他可不想暴露自己的轻功。站在房顶上，修洛然指着下边龚家的人骂道：这么多年，你们龚家从我们修家弄走多少好东西啊？你们还不满足？我们修家的人你们也敢惦记啊？我告诉你们，本姑娘可不是好欺负的。这次只是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教训，再有下次，本姑娘不烧光你们龚家，我就不姓修。快救火！家里已经被掏空，靠借钱过日子，如果再没了房子，那真是要了命了。火很快被熄灭了。虽然公府不让下人们往外说，可是京城还是有很多人知道了，说是镇西侯府的小姐听说堂姐的表哥要娶堂姐，她不乐意，就去人家家放火，房子都烧了10几间。她还扬言，龚家如果再提这事儿，她要烧光整个公府。修尔然来到修依然的房间，很是气愤地把这事儿告诉了修依然。姐，你说那死丫头是不是太欺负人了，居然跑到外公家放火？你的意思是？
我应该嫁到公家去呗。萧傲然就是感觉修乐然去外公家放火这事儿让他很愤怒，却忘记修乐然为啥要去放火了。傲然，如果大伯家和外公家打起来了，你帮谁？我当然帮外公家了。那你怎么不去外公家住，花公家的钱吃公家的饭？我姓修啊，当然得住修家了。你还知道你姓修啊？姐妹俩聊了很久很久。修乐然离开公家，并没有回家，而是在街上溜达溜达。他要好好看看这京城的路修得如何了。修小姐，下官知道过几天会有很多人去城外的静心庵参加藏安神尼的佛会，所以每天加了2文的工钱，让修路的人多干了半个时辰。终于在昨天把所有的主路修完了，想骑马出城的人就方便了。袁大人，你做得很好。照目前的情况看，我给你的钱够用吗？不够的话，够用，足够用了。也许还能有点剩余。啊，那就好，袁大人。你刚刚说的什么佛会是什么？修小姐，不是说你在静心庵生活了10多年吗？怎么会不知道这个？袁大人，我在庵里就是个扫院子的，很少走出那几个院子，所以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佛会。这个佛会啊，其实就是藏安神尼演绎佛经佛法的大会。虽然是在尼庵里举办的，却有很多的权贵参加，声势很大。据每次参加的人回来说，都是受益匪浅。我明白了，你们继续干活吧，我回家了。修乐然躺在床上，他要认真整理一下原主的记忆。一个小女孩短暂的10几年的生命历程，在修乐然的脑海中一幕幕闪现。想她堂堂侯府小姐，本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却在庵堂里熬了整整15年，到最后还是没能熬过去。修乐然从床上爬了起来，他要去找修远仓，听听当年他必须把孩子送出去的理由。爹，你当年把我送进庵堂，你不应该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吗？洛洛，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问这个？我不应该问吗？洛洛，是不是有人向你说什么了？说什么啊？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不方便对我说？放肆！你怎么和你大哥说话呢？你少在我面前摆你做父亲的架子，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我从小长这么大，没吃过你一口饭，没花过你1文钱。洛洛，你给我闭嘴！我想听他说。我如果不说呢？那我就没你这个爹。洛洛，别说气话。什么气话？一个护不住妻儿的父亲要来何用？这句话就像是一把利刃，狠狠地扎在修远仓的胸膛，疼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右手抚着胸口，左手扶着桌子，慢慢坐了下去。爹，你没事吧？修远仓摇摇头，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你不说是吧？那咱们以后永不相见。洛洛，你回来，我跟你说。那你说。洛洛，在我说之前，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你刚刚回来的时候不问，现在才想起来要问？因为我刚刚恢复了在庵堂的15年的记忆。你是说你刚刚回来的时候失忆了？对。你怎么失忆的？是我师父把那些记忆给我封住了。回来的路上我不是摔了后脑吗？我的伤现在完全养好了，我的记忆也跟着恢复了。你们知道这15年来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修乐然把记忆中的小女孩的一切毫无保留地说了一遍。15年啊，我过得猪狗不如，难道我不该问问当年把我送出去的理由吗？洛洛，你说你受了15年的苦，那你遇到你师父的时候你几岁？怎么，你的意思是怪我师父没照顾好我呗？不，我只是觉得奇怪，你一身的本事应该都是你师父教的，你学这些本事怎么也得几年吧？大哥，你是不是想说，起码我跟我师父学本事这几年应该没受什么苦，是这个意思吗？修令策不说话，他默认了。你们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师父的事情一会儿再说。好。紧接着，修令策就开始讲述当年修远仓为什么会把刚刚出生的修洛然送进庵堂里。侯爷，你夫人去了，还请节哀。你家刚出生的千金不是一般人，你们家养不住，你得把她送去尼庵，等她过了15周岁生日，再把她接回来，就叫她修洛然，落花的落。到时候，你所有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侯爷，小姐在娘胎里很健康，只是夫人生产的时候受了惊吓，再加上不足月，以后可要精心些养着，否则容易夭折呀。溥仪的后半句话没敢说出口，不过修远仓也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我知道了。
随即，修远仓当众宣布：这孩子一出生就没了娘，身体也不好，还有些呆呆的，我把他送走，等养大了再接回来。当天夜里，修远仓骑着马，把女儿小心地放在怀里，直奔城外150多里的静心庵，见了住持苦方师太。苦方师太看到镇西侯来了，特别热情。他听了修远仓的请求后，满口应承，当时就叫来他的师妹苦莲师太，让他细心喂养，耐心照顾这个小婴儿。从那时候起，镇西侯府就经常往静心庵送钱财和小孩子能用的东西，一送就是好几年。后来有一次，修远仓偷偷去看女儿，发现女儿正在干活，小小的人拿着个大扫把在打扫庭院。修远仓心疼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可是他却没有声张，直接去找苦方师太要说法。我们侯府每年送来那么多银子，难道不够我养女儿吗？你们还让她干活？苦方师太马上把苦莲叫过来，当着修远仓的面狠狠地训了他一顿。修远仓满意的离开了。不久，他又去了庵里，发现女儿还在干活。他想了想，从那以后，侯府不再往庵里送东西，但是往庵里去的次数却增加了好几倍。他不知道的是，修令群长大后学了武，也经常去庵里看妹妹。只是他们都遵从邝吉仙的嘱咐，谁也不和小修洛然说话，不和他见面。修洛然被送去庵里不久，皇上就知道了，他找来修远仓。爱卿啊，听说你家刚刚添了个千金。是的，皇上。朕的四皇子4岁了，正好和你女儿年纪相当。朕想着等你女儿满了15岁，就让我四皇儿娶她做正妃。爱卿，你觉得如何呀？皇上，年纪是合适，只是臣的小女儿是早产，生下来身子就弱，又没了娘，目前正在静心庵里养着。嫁4皇子好像不太般配呀。哼，朕自然知道不般配呀。朕的儿女个顶个的都是人中龙凤，哪是你家一个病秧子能配得上的？只是那个邝吉仙干嘛多管闲事，叫这丫头去庵里养着？难道有什么玄机不成？那丫头不会是什么了不得的人吧？必须弄到皇家来，不能叫别人家娶了去。虽然按年计算老五更合适，可老4只比老5大1岁，也不能越过哥哥给弟弟啊。九爱卿啊，你就不要客气了，咱们结亲也算是门当户对。修远仓能说啥呀？人家是君，他是臣，他就只有答应的份儿喽。是，臣遵旨。听修令策讲完，修洛然也算是明白了，原来问题是出在那个青天剑监正身上啊！如果没有他，原主恐怕早就死了，而自己也不会穿到这里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侯府，当时有陆妈妈在，有宫氏在，一个7个月的早产儿，随便动动手脚就活不成。但是在庵堂里就不一样了，苦方为了钱会把小婴儿养大。虽然苦方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会去虐待原主，但起码原主是长大了，活到了15岁。修令策看着修洛然在沉思，他耐心地等着，看修洛然好像是想开了，他问道：洛洛，现在说说你和你师父的事情吧。我是在回家的前1个月遇到我师父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他，反正在我心里他就是神仙一样的存在。他对我说他是受人之托，要教我些东西，他和我有1个月的师徒缘分，他就教了我1个月。你师父只教了你1个月？对，就是1个月。他除了教我东西，别的啥也不管。你们想象中的给我些吃的穿的，并没有。修令策和修远仓很难想象这1个月的时间，修洛然是怎么学会这么多东西的。你们是不是特别想知道1个月的时间我是怎么学会那么多的本事的？父子俩点头。确切些来说，我师父不是教，他是用法术把那些本事像灌水一样灌进我脑子里的。他第1天灌，第2天帮助我吸收，怕我原来的记忆会影响我学本事，就把我的记忆封住了。法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法术。我师父双手搭在我头上，我就感觉脑子里突然多了很多东西，再然后这些东西就慢慢的变成了我的了，就像我学了很久很久一样。我记得很清楚，也知道应该怎么用。修令策和修远仓，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情很复杂。看桌子上有纸笔，修洛然拿起来，很快就画了一幅风景画。修令策感觉这画的还挺不错的。我的字你们见到了，还有这画，你们觉得是短期内能够学会的吗？那你都学了些什么本事？那可多了，什么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有涉猎，但我最精通的还是医术和武术。我能打人杀人，也能救人。
大哥，过些日子就可以查石膏了，然后看恢复情况，慢慢做复健，你的腿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不过这些都只能偷偷进行，你还是得要坐轮椅。侧儿，洛洛说的对，尤其是你现在的身份很危险，你继续坐轮椅麻痹众人，你就多了一张保命的底牌。我明白。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皇上不愿意退婚。青天剑监正的做法，让他觉得我可能是个奇人能人，应该嫁到他们皇家去。不退就不退吧，反正这个四王爷未婚妻的身份，有时候还挺好用的。至于以后，那就走一步算一步吧。洛洛，如果你非要退亲的话，咱们也不是做不到。不用，易建阳母子比咱们更想要退亲。皇上呢还在观望，现在这样挺好。我觉得也挺好。大哥，静心庵的佛会你了解多少？藏安被称为神尼，是因为他对佛法和佛经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高不可攀的境地。他每年都要到很多国家去宣扬佛法，讲解佛经。静心庵就是他到天鹤王朝讲经的落脚地，1年1次，时间不变，为期7天。因为有很多权贵和有钱人去听他讲经，很多人甚至不远千里而来，就为了听一次经。静心庵会为听经的人准备素斋和禅室，声称是免费的，却在香客上香的地方备下厚厚的功德簿。有人捐的香油钱，就有尼姑高声道谢，于是就会有更多的人捐更多的香油钱。原来是这样啊！我记得去年差不多就是这时候，那半个多月我每天都要收拾10几间禅室，打扫10几个院子，哪怕差一点点没干完都吃不到饭。洛洛，苦日子过去了，以后你就是咱们家的小公主，你想干嘛就干嘛。记着，侯府永远是你的家，你的后盾。下人找来，修衍仓出去了。修灵策看着老爹的背影，对修洛然说：洛洛，爹觉得对不起娘，对不起你，所以这些年他一直畏惧。只有红衣一个女人，他很内疚，心里很苦。那些伤人的话，以后你别再说了。我知道了。大哥，公事当家这事儿，我还是觉得奇怪。就算咱们大房没有女主子，解决的办法多的是，也不一定非得要公事不可啊。前些年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也曾在心里怪过咱爹。后来我知道了一件事情，才明白咱爹这么做的真正用意。什么事情？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你3个堂姐是同一年出生的这话吗？记得啊。你说大堂姐修依然和二堂姐修尔然是双胞胎，她们是春天出生的；三堂姐修珊然是夏天出生的，三堂姐是庶出，她的生母是婉姨娘。对，另外二叔还有一个姨娘白姨娘，她生了一儿一女，女儿10岁了，儿子也8岁了。我以为二叔只有修珊然一个庶出的孩子呢，2个姨娘3个庶出子女，公事当家，二叔是怎么养活他们的？以公事那德行，他肯定不会额外给他们1文钱的。就是二叔的俸禄，恐怕也会被公事搜刮干净吧。重点来了，二叔的这2个姨娘是咱爹给他纳的，都是有才有德有貌的良家女子。二叔为了侯府的名声娶了公事，这是咱爹补偿二叔的。二叔是养不起，可咱爹既然给二叔找了女人，怎么会让二叔为难呢？大哥，你是说咱爹偷偷给二叔钱？是啊，不但给钱，甚至还派了护卫守护2个姨娘的院子。高啊，咱爹这招实在是高。这样一来，公事就是再不乐意，也不敢对2个姨娘怎么样。姨娘们有钱了，也不会被公事拿捏。对，二叔还明确地告诉公事，他的姨娘不需要向公事这个正式行礼。公事就和二叔大吵起来，问二叔，妾室不向正式行礼，这是哪家的规矩？二叔说，他们虽然是妾室，却是我大哥找了人，名正言顺娶进门的。你一个卑鄙的爬床女，有什么脸和我谈规矩？公事一下就灭火了。我也是偶然听到二叔和公事的这次争吵才知道，原来咱娘死后，二叔就再也没和公事。虽然他也去公事的院子坐坐，肯定是你2个堂姐拽去或者请去的，也只是坐坐而已。听到这儿，修洛然简直是太佩服自己的老爹了。什么叫杀人不用刀？老爹这招就是，看着自己男人和别的女人恩爱生孩子，他却独守空房。表面就算再光鲜亮丽又如何？内心的苦楚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大哥，你说公事会不会和修炼奇、修依然说这事儿？应该不会，这么丢脸的事情他肯定不会说。令奇应该不知道，他和你二哥有些地方挺像的。他很小就被二叔带在身边教养，会读书，家里的事情很少过问。依然嘛，他是个聪明心细的，可能知道一点。不过他一个姑娘家，父母的这种事情知道也会装作不知道的，更不会去管的。修洛然总算是明白老爹为啥要叫公事当家了。老爹是早就料到公事会有被夺权的一天，就像现在。虽然说他享受了10几年的富贵，可一个生活在锦绣窝里的人，让他一下子变成穷光蛋，那对他来说才是最最痛苦的吧。
而且这份痛苦呢，还要继续延续下去。修洛然幸灾乐祸地想着，这才哪到哪呀？如果修依然真的把他那天的话都听进耳朵里，相信用不了多久，修尔然也会离宫氏远远的。以后呢，二叔也不会让宫氏再插手儿女们的亲事，宫氏就会在自己家里被孤立起来，宫家人也恨他，那他就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这个曾经风风光光的侯府当家夫人，最后也会慢慢的孤独终老。修洛然想明白了，心里也痛快了。大哥，如果我不出手，宫氏拿走的咱娘的那些嫁妆，你是不是也会弄回来？你出头比我出头效果更好，因为他把女儿不要的东西给你，你这么做是为了报复，也算是师出有名。你不但收光了他的钱财，也让他在儿女面前丢了面子。大哥，宫家开的那些铺子，你放心吧，我已经处理好了。宫家敢把咱们修家当冤大头，我这回就叫他们永无出头之日。宫家这些势利小人，不提也罢。哦，对了，洛洛，我和爹想找苦方算账，你不同意，你是不是准备自己去静心庵找苦方报仇啊？我有这个打算，我要把咱们家送给他的钱财弄回来，就是给乞丐也比给他强。我还想看看苦莲师太过得好不好。小时候如果没有他的照顾，我会过得更惨。放心大胆去做，有什么困难回来和大哥说。好。修洛然回到自己的房间，他知道原主老爹不是故意抛弃原主的，他心里也就舒服多了，也替原主高兴。灵儿，没人跟着你吧？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说。我这么谨慎，有人跟着我肯定知道。你放心，没人。是男人？不应该是个不会说话的姑娘吗？房檐下的修洛然惊得差点掉下来。小心肝儿，快过来！我是左盼右盼，好不容易才盼到天黑了，总算是把你盼来了。你急什么？这大长的夜，时间多的是。哎，我上次和你说的事儿，你考虑的如何了？哎呦，我的小心肝儿啊！你叫我办的事儿，哪次让你失望了？我觉得吧，咱们要想多弄钱，谎报人数肯定不行，上头会派人监督的。香客捐的香油钱，收钱的是他们的人，咱们也动不了。唯一能做手脚的，还是去年的办法，对那些孤身来安里的贵客下手。他们钱多人少，失踪了也没人计较，只要当天没人来找啊，过后咱们就给他来个拒不认账。这样的人也没多少，能捞多少油水啊？小心肝儿，别急呀。为了你的计划，我可是绞尽了脑汁的，点子可是想了不少。哎，你不是说你认识武功高强的人吗？既然咱们要远走高飞，索性做个大的。咱们抢了今年的香油钱，不是一切都有了吗？哎，这个主意不错，好好谋划一下，应该可行。哎呀，你急啥急啊？往哪儿摸呀？说完了正事儿，我就好好服侍你，你个骚货。你不是说了就喜欢我这样吗？喜欢呢，可正事还没说完嘛。哎，上次京城来人说是今年会有大量的外地香客来，他们没说能来多少吗？外地来人呐，说是比去年多2成。哎，小心肝儿，快把我上榻上去。突然一道劲力打来，禅室的门被关上了。修乐然并没有听到脚步声，也就是说屋里的人没动地方，就把这门给关上了。隔空关门，苦方只是个普通尼姑，难道那个灵儿会武功？修乐然小心再小心，慢慢挪到了禅室的一头，这才轻轻地落了下来，去找苦莲。一间很小的卧房里，2个尼姑准备就寝。师姑，你们苦字辈的，现在恐怕只有你还在做杂物吧？做杂物没什么不好，我师父常说苦海无边，世人哪个不是在苦海里苦苦挣扎？个人吃个人的苦，今生不吃苦，来生会有更多的苦等着他。师姑，我知道了，明天我就帮别人多干活。好，你身子弱，多干点活，没准还能多喝点粥，身子也健壮些。师姑，其实我身子不算弱，比回家的那个修小姐强多了，她才叫真的弱呢。有一次我看到她被大风吹倒了，好半天都没爬起来，我想帮她，可我怕被主持看到打我。主持连你都打，太吓人了。你不用怕，只管做你的分内之事就好。还有，最近这段时间，除了吃饭干活，没事就回来待着，哪里也不要乱跑，也别到处看热闹。记住我的话，如果有人问你啥，一定要一问3不知，知道吗？我记住了，师姑。快睡吧。
你也累了一天了。石狗也是。中年尼姑躺下了，不久她翻了个身，喃喃自语：希望那丫头苦尽甘来，有家人宠爱，过几天好日子。卧房外面的修罗然听到这儿，在心里说：可怜师太，你的希望都没有落空。修罗然离开这里，并没有下山回城，而是小心谨慎地把整个静心庵侦查了一遍，这才回家。城门早就已经关闭，他把踏云留在城外，自己爬城墙进了城。回府之后，他就来找修令策。修令策还没有睡，在看书。大哥，再借我些人手呗，要身手好的机灵的。军人不用啊，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长期的军旅生活使得他们身上的军人气质特别明显，容易暴露。你从静心庵回来的？是啊，我还探到了一个大秘密。修罗然就把苦方和灵儿的事情说了一遍。大哥，尼姑偷人这事儿不算新鲜，让我感兴趣的是苦方的主子是谁？灵儿那个男人会武功，他和苦方苟且，肯定不会是图一时欢愉。苦方虽说不到40岁，保养的也不错，可怎么也比不上28年华的小姑娘吧？洛洛，你是不是想说这个男人应该也是在为某人做事？是啊，大哥，你想啊，苦方的主子派人在静心庵收钱，掌控这么大一个静心庵好多年，肯定不会是什么小人物。灵儿应该知道这一点，那他还和苦方算计人家的钱，灵儿的主子来头应该也不小，只是苦方色欲迷心，没想到这一层。洛洛，你准备怎么做？我还没想好，再说了，这也只是他们的初步计划，最后是怎么决定的还不好说。在藏庵正式讲究说法之前，我会盯着苦方，然后看看具体情况，咱们将计就计。洛洛，那你小心些，人手我会给你准备好，事情探清楚了，咱们再商议对策。好，大哥，外公的针灸早就结束了，你找个时间派个可靠的人去趟张府，看看外公现在如何。不出意外的话，外公已经和正常人一样了，只要他情绪上别大起大落，啥事都没有，药也不用吃。咱爹最近好像很清闲，叫他去吧，正好翁婿俩联络感情。这主意不错啊，让咱爹把我做的卤肉和卤菜给外公和大舅带一起去。好。修罗然天天傍晚出城，骑马去静心庵，半夜回来。第4天傍晚，他刚刚出城，正准备吹口哨叫踏云，就看到从城里跑出一个马队。修罗然急急忙忙隐身在路边的草丛里。刚刚我已经说过了，我这次来就是把他介绍给你，你只要听他安排就行。这声音修罗然在哪里听到过？想了好一会儿，他想起来了，这是原主前几年出来找吃的那次，在苦方禅室听到的那个男人的声音。主子放心，我听从安排。这些年你做得不错，我心里有数。这次送了他来，不是对你有意见，而是有些事你做不了，怕你吃亏，懂？谢谢主子体恤。这次人多，你要好好配合他。藏安离开后，我有重赏，你可以提一个要求，你现在就可以好好想想，你要提什么要求？我提醒你，别太异想天开。小尼知道。藏安已经到了，明天京城就会有人护送他来这儿。今年人多，基于安全上的考虑，香油钱就别一听一送了，交给他就行。结束后再全部送回京城。暂时就这样吧，我走了。是，恭送主子。就听禅室外的院子里脚步杂乱，偶尔有人说几句话，声音并不大。不久，这伙人就下山去了，一切归于平静。你怎么这么大胆啊？万一他们回来堵住了，咱们怎么办呢？我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他们走远了，我才来的。我主子刚刚送来的这个人，恐怕不好对付。那是自然，这么多钱交给他管理，这人在你主子心里肯定很有分量。你主子也是，就是送个人，随便叫人带来就完了，他干嘛要亲自送来？他和我说过，重大的事情如果不是他亲自来，雇他身边的亲信来，让我不要相信，怕人冒充。哎呀，他还真是小心谨慎呢。不过这事儿对咱们也有好处。你是说钱？是啊，如果他们像以前一样一日一送，咱们再谋划也只能得1日的钱财，所有的钱财一起送回去，咱们如果得手了啊！灵儿，你能想到的事情，我主子怎么可能想不到呢？他恐怕有后手。这就要看谁的计谋高明，谁的人厉害了。这个人刚刚来安里，对这里的情况不熟，他应该会做一番深入了解，改动很多东西。还有，他一定会在重要的位置上安插他的人，有利于他的行动。从明天开始，我会寸步不离地跟着你，
有什么突发事件，咱俩随时研究对策，确保得到最新消息，及时做出布置。好，我听你的。这次咱们拼死一搏，以后咱们就一辈子不愁了。那这下边就是儿童不宜的场面了。离开这儿，修乐然想了想，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他想悄悄探探苦坊主子送来的那个人，没想到他根本靠不到近前，因为那个人住的屋子全方位有人蹲守。修乐然有些郁闷的回家了，找修令策说明情况。你是说你看到那个领头的人穿一件土黄色的锦袍？是啊，那颜色啊，也不知道那人啥眼光，那么土那么俗的颜色也喜欢。看到修令策不说话了，修乐然问修令策：大哥，你认识那个人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但我知道咱们京城有个人差不多常年穿这种颜色的衣服，不论冬夏。谁啊？二王爷易静时。什么？不会吧，大哥你是不是搞错了？皇族的人品味应该不会这么差吧？没搞错。土黄色，土黄色。你说你穿一件明黄色的袍子，表示你想当皇帝还说得过去，你穿件土黄色算怎么回事？难道你想让它调色变成明黄呢？修令策眼前一亮，他觉得妹妹的话真像了，没准这易静时还真就这么想的。土皇加身，又土又村，脱掉俗色，变为人君。大哥，那个二王爷是不是特别想要做皇帝？皇长子呢？皇长子易静元忠厚有余，能力不足，他是梁妃所生，梁妃已经不在了，他外加势力又弱。大哥，那照你这么说，苦坊的主子就是二王爷。好多年前苦坊可能就投靠了这个二王爷，我曾经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也是关于葬安神尼的，为了弄钱。洛洛，你有什么打算？咱们呀，先来个坐山观虎斗，然后呢动动手煽风点火，最后呢趁火打劫，走收渔人之利。你这方法不错，我觉得可办。兄妹二人研究了好久，修令策说：咱们这是纸上谈兵，是否用得上还不一定呢。明天你还是要去，多看多想，别忘记你的目的，然后围绕着这个目的，看看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有哪些人需要铲除的。大哥，我一直在想，剑西安在山上，如果拿了一笔巨款想要离开剑西安，应该往哪里跑？很多人可能都想往京城跑，那投向京城的路肯定不太平，我偏要反其道而行，我往山里跑，等剑西安的人走光了，没人再关注我了，我还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洛洛，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咱们现在在这里说啥都没有用。不过既然你想到这里，就要做好这个准备，没准哪个办法就能用上了。我知道了，大哥，这个佛会不是7天吗？那第6天、第7天就是我们重点要注意的，防止他们出其不意，提前那就先跑了。洛洛，你千万小心些，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只管回来对我说。修令策把这几天修洛然的所作所为都跟修远仓说了。策儿，你说洛洛真正的目的是要报仇，还是要弄钱？爹，你怎么和我想的一样？我也觉得洛洛是奔着钱去的，报仇只是他的借口，他是去弄钱，顺便报仇。你说说这丫头怎么这么财迷呢？就说现在她手里的那些钱，恐怕一个富裕官员家里都没有她那么多。他在安里15年，一个铜板都没见过，吃不饱穿不暖，手里握着多多的钱，也许让他觉得有了保障，有安全感吧。是咱们对不起他呀。爹，也可能咱俩想多了，洛洛只是为了好玩才这么做的。策儿，不管洛洛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都要尽力帮他。我知道，爹。从打仗的角度来看，你们说的办法有几个疏漏之处。于是父子俩坐在桌子两边，像准备上战场的将军一样，头顶着头开始研究战略战术。修洛然可并不知道自己的老爹和大哥为他的计划操碎了心。他从府里出来，并没有直接出城，而是来找修令群。三哥，我有点事想要请你帮忙。啥事儿？说吧。三哥，这个可是个大计划，我已经找大哥帮忙了，我怕有些事情他们去办不方便，就来找你了。你还找了大哥？是啊，毕竟大哥的人可是经过正规训练的，你的人怕是野路子。我不是说你的人就不好，只是你们擅长的领域不同，能做的事情也不同。说吧，找三哥做什么？修洛然就悄悄跟修令群说：谢谢小施主，佛祖会保佑你的。修洛然回了个不伦不类的抱拳礼，摇摇晃晃的就走了。修洛然几乎把静心庵所有的地方都逛了一遍，他还看到了4、5、7三位皇子，只是修洛然躲开了他们，并不想和他们见面。五皇子易静玄扭头看到他的身影，弯了弯嘴角，
这丫头哪儿都有她。下午藏完神尼开始讲经了，修罗然就骑马回来了。他去了修令策那儿，和他说了下今天的情况，就回到了自己的院子。小姐，西跨院的二夫人被二老爷给揍了。因为什么？昨晚上二夫人去了婉姨娘的院子，说是和二老爷要钱，二老爷叫她先回去，她不干，大吵大闹起来，二老爷就把她打了。还有别的事情吗？二夫人趁二老爷不在家的时候，到2个姨娘的院子找茬儿，护卫不让她进院子，她就在院门口大骂，骂得很难听。后来还是被二房的大小姐带着人给拉走了。修罗然经常想，就这么个蠢货，他当初是怎么爬床成功的？小姐，我听西院的小丫头说，二老爷已经好多年没在二夫人的院子留宿了。莫愁，咱们大房和二房现在已经分家了，你不要再随随便便去二房了，知道吗？我知道啊，小姐，西院的小丫头我都认识，她们年纪不大，却能做很多事儿，工钱又低。听说现在西院的下人小丫头有不少，我到大花园跑圈，有时候在花园门口就能遇到她们。修罗然现在已经很少关心西院的事了，他觉得有修依然在，宫室也翻不起什么大风浪。莫愁，厨房的卤味不多了吧？小姐，本来就没有多少，都叫侯爷拿走了。莫愁，你和程妈妈去买一些材料回来，我做一些卤味吃。好，我这就去。别急，你们赶驴车去吧，叫上个小厮，还能帮着你们拿东西。好。修罗然有了踏云以后就不再骑驴了，他就买了个车厢，装上可拆卸的车棚，可以遮风挡雨。他套上驴拉车，给莫愁和程妈妈上街用。打发走了莫愁，修罗然去自己屋后的小花园练了会儿轻功。怎么回事？我们本来是去肉摊买猪下水，附近的几个肉摊我们都买完了，就准备走远点多买一点。我们刚刚把驴车赶到这条街道上，这个男人就……镇西侯府小姐以下犯上，当街殴打本世子，请皇上给本世子做主。你去告吧，本姑娘可是4王爷的未婚妻，你当街侮辱我的丫鬟，侮辱我们侯府，我也要请皇上给我做主。你这哪是抢丫鬟，你这分明就是没把皇上放在眼里，没把4王爷放在眼里。我告诉你，本姑娘可不是没有靠山，本姑娘可是皇家的人，你是不是以为皇家人好欺负？敢欺负皇家的人，你们国公府想要造反啊？啊！修罗然说完，抬手又是一巴掌。要告状你就快点去，本姑娘就在家里等着皇上召唤。我们走，买猪下水去。主仆3人坐着驴车向远处的肉摊走去。楚征良盯着驴车看了好久，直到驴车买完东西离开了，他才上了马车，带着手下回家了。大哥，我把楚征良打了。怎么，他欺负你了？没有啊，他要抢莫愁。大哥，我是不是给你们惹麻烦了？没事儿，打就打了。他爹可是比咱爹的官要大。这个你不用操心。洛洛，你记住，谁欺负你都不行，给我狠狠地打回去，千万别受委屈。妹妹不是一个莽撞的人，被他打的人肯定该打。修家的人可不是给人欺负的主。大哥，咱们这儿吃螃蟹吗？螃蟹是啥？修罗然拿过纸笔画了个螃蟹。就是这东西。修令策看了又看，他好像没见过这玩意儿，看着有点像蜘蛛啊。这个得上山抓吧？有没有毒啊？大哥，螃蟹是生活在水里的，河里有，海里也有，好吃没毒。这东西身上也没肉啊，吃啥？有肉，就是肉比较少而已，很好吃。现在正是吃螃蟹的季节。你是不是想吃这东西？想啊。修令策叫身边的小厮，你去马厩把喂马的何万叫来。何万到了，修令策把螃蟹图给他看。知道哪里能抓到这个吗？我知道，大少爷，你是要抓大的还是抓小的？抓大的吧。去哪里抓？离城里远不远？不远，从西城门出去几里路就到了。你叫上3、4个小厮，多带一些筐子篓子，尽量抓啊，能抓多少抓多少。你们就赶着驴车去，我过会儿骑马追你们去。好的，小姐。何万出去了，修令策说道。这个何万除了马喂得好，他还特别会抓鱼。他出去抓鱼极少空手回来，每次都有收获。虽然他不抓你说的这个螃蟹，可他经常到处跑，下河滩，应该知道哪里有这玩意儿。原来是这样，那交给他就可以放心了。大哥走，到我那儿去，我把你腿上的石膏给拆了。好。石膏拆掉了，修罗然给修令策把脉，又看了看他的伤口。大哥，你的腿恢复得很好，从今天起你就要开始做复健了，别怕疼啊，也别太激进，要慢慢来。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不用2个月，你就可以健步如飞啦。
真的？真的。好，太好了。大哥，千万别着急，如果再断了，那可是会很麻烦的。我知道了。你每天呢就到我这里去做复健，具体需要做多长时间，怎么做，我一会儿给你做个表格，你按照我的要求就行了。好。你可以相信莫愁，但是要防着你的小厮，他刚到你身边不久，品性还需要观察。我知道了。大哥，我要去河边看他们抓螃蟹去，你在我这儿活动1刻钟再走。好。修洛然背上双肩包，出府，骑上马，直奔西城门。看来园林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到位。修洛然骑马在大街上飞奔，听到马蹄声和銮铃声的百姓都自动靠边走。修洛然骑马也当真是畅通无阻，跑多快都行。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修洛然看到园林带着一帮人站在那儿，修洛然就下了马。修小姐，下官不负所托，这条路修好以后，咱们京城9地城所有的街道就都修完了，完全按照小姐的要求修的。银子还剩下1600多两，都在这里。要说9地城里应该有很多路吧，为什么都修完才花了8000多两呢？这一来呢是人工便宜，二来杀石料不花钱，直接到山上挖就行。这第三嘛，工程简单，也不需要挖地基，就在原有的道路基础上，两边都加宽1米半，铺上沙石料，掺上少量的泥土压实就行。修洛然看着园林递过来的银票，他没有接。袁大人，你做的不错，所有参加修路的人，你这里不是都有名单吗？路修好了，你们互不以皇上的名义，每人给他们发2斤肉，让他们也补补。如果不要肉呢，那就可以给他们等价的米面，就是你们分派时要麻烦一些。修小姐，不麻烦不麻烦，这是下官应该做的。买肉买面用不了多少钱，剩下的钱奖励一下那些衙役和监管人员，他们也很辛苦。下官明白。修洛然安排好以后，骑马走了。袁陵也是个明白人，他用这1600两，把所有参与修路的人、干活的、指挥的、监管的都打点得乐乐呵呵。干活的人拿着肉跪在地上3呼万岁，高高兴兴地回家了。修洛然找到河湾的时候，他已经把带出去的筐和篓子都装满了，正把抓来的螃蟹都往破袋子里装呢。修洛然一看，好家伙，这螃蟹个头真不小，很肥，得有5、6两呢。小姐，这里实在太多了，咱们带来的袋子也装满了。那就回去吧，我先走啦。修洛然打马往城里跑，他刚刚进了城，就听到一个撕心裂肺的声音在叫：老爷，老爷，你忍忍，我这就去找郎中去。声音不太大，让人听着却很难过。声音是从一座普通的小宅子里传出去的。修洛然下了马，向宅子走去。修洛然进了屋，一个中年汉子正往外走。我是郎中。那汉子虽然不太相信眼前的丫头能治病，可事情紧急，只能让修洛然进屋试试。屋里床上有个老头捂着肚子，不停地在翻滚，疼得满脸汗水。修洛然抓起他的手腕，给他把脉。是常庸，这病我能治。请你赶快给我家老爷治治吧，他都快疼死了。你走吧，我这病我自己清楚，没救了。如果你需要钱，冬青，取100两给他。老人家，你这病我真的能治，只是需要开刀。你真的能治？真能治。你要什么？如果你想给报酬的话，我也不会拒绝，不过得要等到你这个病治好了以后再说。多久能好？开完刀就好啦，只是伤口呢需要恢复得要1个月。你给我治吧，我要出去说点事情。修洛然出屋的时候，那个叫冬青的汉子跟了出来。修洛然在道上等了一会儿，何万赶着驴车就过来了。修洛然对何万说：我有点事情要耽搁一些时间，你们回去叫厨房把这些螃蟹处理一下，等我回去做，你们再抓一趟，我怕少了不够吃。等何万他们走了，修洛然才又回来，他把肩上的双肩包拿了下来，假装从里边拿出手术工具，要了点白酒把工具消了毒，要了些干净白布蘸上白酒当酒精棉用，偷偷给老头打了麻醉剂，就开始做手术。大半个时辰之后，手术结束，不久那老头就醒了。老爷，你感觉如何？我已经没事了，你不用担心。我们老爷啥时候能吃饭呀？他可是好几天没吃饭了。这个要等他排气以后就可以少吃点粥了，然后一点点的去加量。小姑娘，你能告诉我你是谁吗？镇西侯府嫡小姐修洛然，四王爷的未婚妻，算是吧。小姑娘，你明天来吧。
老夫有个重要的消息告诉你。好，修乐然出门上马回家了。这时，冬青急忙到老头身边。老爷，你觉得他可信？是不是可信，目前不清楚。不过，我的命是保住了。冬青吃惊地睁大眼。冬青啊，你坐下歇会儿吧。这几天把你折腾得够呛，我已经给自己把了脉，等伤口好了，我就没事了。咱们用好药，最多7天，我就能恢复如初。老爷，那咱们是不是就能回老家找少爷他们了？回家。太好了，太好了！可是老爷，万一这小姑娘是冒充的怎么办？咱们不就暴露了？她是侯府的小姐，我见过她娘2次，她和她娘很像。冬青啊，你别担心，如果人家要害咱俩，根本不需要这么费事。如果她明天真的来了，你就偷偷把咱们埋的册子和房契拿出来，等她走的时候给她。老爷，咱们是不是可以求她帮咱们出城啊？不用了，咱们也不是啥重要人物，老夫也就是个有些本事的郎中，好郎中一抓一大把。再说那天在太医院，院正已经断定我必死无疑，肯定没人相信我还活着。修罗然骑马回到家里，先奔厨房去了。厨房里很热闹，几乎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把刷子在刷螃蟹。没绑腿的螃蟹到处爬，厨房里的人就到处抓，一不小心被螃蟹夹到了，就大呼小叫，惹得其他人跟着哈哈大笑。小姐，这是最后一筐了，马上就刷完了。螃蟹吐了沙子了吗？吐过了，我们清洗了好几遍呢。你们先做饭吧，蒸馒头、焖米饭都行。等我回来做螃蟹，你们把我说的这些调料准备好。是，小姐。修洛然来找修衍苍，爹，你说咱们吃好东西都应该请谁来？啥好东西啊？哈哈，洛洛说的好东西有些像蜘蛛，他说好吃。吃蜘蛛？你们要相信我，我说好吃肯定好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才准备请亲朋过来一起分享的。这样啊，那就叫你外公、你大舅和你二叔来好了，反正叫来的都是至亲，不好吃也没人笑话。好吧，你是爹，你说了算。修洛然说了开饭时间，就上街找铁匠铺打吃蟹的工具去了。请客的事情就交给老爹了。吃饭的时间到了，饭厅里摆了2张桌子，张月堂、张旭刚父子俩和修远苍、修远山哥俩坐在一张桌子上，修令策4兄弟和修洛然坐在一张桌子上。桌子上每人面前都放了一把剪刀和一个带着小丫叉的铁针，大家都盯着剪刀和铁针发愣。怎么感觉不像是要吃饭，倒像是做针线活的架势。先不说是不是好吃，就这颜色看着就有食欲。外公，这东西可好吃了，就是吃的时候麻烦一些，你们看好啦。修洛然拿起一只螃蟹来，先剪开了绑螃蟹的绳子，然后呢就开始讲解螃蟹要怎么分解怎么吃。大家学着修洛然的样子开始吃螃蟹。真是人间美味啊，妙啊！洛洛呀，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东西了？外公，你答应我少喝点，我就给你拿，要不呢我就让大家陪你一起吃饭，谁也不许喝酒。你这臭丫头，这样我不是引起民愤了吗？哎呀，行了，我少喝点就是，你快把酒拿来吧。修洛然给张月堂拿的是低度的荷花酒，给老爹、二叔、大舅拿的是度数高的玉米酒，给哥哥们拿的是米酒。洛洛，这是荷花酒，你不会是用顺亲王府的荷花酿的吧？外公就是聪明，一猜就对。你这小混头，不就是弄点荷花荷叶吗？至于去祸害人家顺亲王府吗？咱们几家哪家没有荷塘啊？荷花荷叶还不是随便你采，何必去招惹顺亲王啊？这是荷花荷叶的问题吗？他们不让我赏荷花，那就谁也都别赏了。三哥啊，帮我拿那个大的，木儿，这个母的给你，让大哥帮你剪开。修洛然突然脑回路一转，想问问静心庵那边怎么样。三哥啊，正常。正常。大哥你们呢？也正常。二哥，我怎么感觉大哥他们3个不正常啊？木儿啊，你放心，二哥很正常。修洛然笑了，他的家人真的是太可爱了。他就是问问大哥和三哥静心庵那边是不是一切正常，可没想到把他们家的小家伙给问懵了。吃饱喝足，大家都很满足，站起来就准备走了。
大舅二叔，我给你们两家准备了好几篓子呢，你们带回家吃吧。记住啊，一定要刷洗干净，尽量别混着别的东西吃，这东西性凉，女眷少吃一些，吃完最好喝点姜茶。张旭刚和修远山表示知道了，修乐然就回去休息了。老人家，你感觉怎么样了？就是太饿了，可是不敢多吃啊。1天3次，1次1片，吃完了你的伤也就差不多要好了。谢谢你了，小丫头。这时冬青进来了，把一个包裹递给老头。老头接了过来，递到修乐然的手里。丫头啊，你医术很高，我自愧不如啊。不过呢，这些年我行医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就送给你了，你别嫌弃啊。老人家，这可是宝贝，我怎么会嫌弃呢？那你有时间就看看，多少能有些帮助。修乐然回到家里，坐下来打开包裹，那里边厚厚的一本是老头从行医开始就记录的脉案，还有他对病例的理解和探索，还有一本册子没有名字，修乐然放到了一边。有2张房契，一张是修乐然治病时老头住的那宅子，另外一张是个3进的宅子，看位置也很不错。修乐然把房契放下了，拿起一张纸，是给他的信。丫头，谢谢你救了老夫的命，这包东西就是老夫给你的报酬。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斟酌再三，还是决定告诉你大哥修令策的腿可能是被咱们自己人害的，不是被敌人伤的。大哥的腿是被自己人害的？为什么这么说？修乐然看完，拿着信就跑去找修令策。洛洛，什么事这么急？大哥，邱冠白你认识吗？认识啊，怎么了？听说他前不久得了肠痈死了。大哥，这个邱冠白人品怎么样？算是个好人吧。大哥，你的腿断了，是在战场上敌人打的吧？是啊。那你有没有觉得这其中有什么蹊跷？洛洛，你快说，你是不是得到什么消息了？修乐然把手里的信递给修令策，修令策看完又递给修远仓，父子2人看完信，表情一模一样，都很震惊，他们都沉着脸不说话。大哥，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洛洛，我是想到了可疑的地方，你先忙你的去，我和弟把事情再捋一捋，有结果了再告诉你。好，大哥，有结果了一定要告诉我，敢欺负咱们修家人，我一定要他好看。他来找修令策看结果，只见修令策和修远仓都绷着脸坐在那儿，看他进去了也都没有说话。大哥，你们是不是找到了害你断腿的人了？虽然暂时不能确定，也8、9不离10了。洛洛啊，目前咱们京城看似很平静，其实暗地里波涛汹涌。如果咱们家只是普通百姓，专心过咱们的日子也就完了。可是咱们已经深陷漩涡之中，想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你也是家中的一份子，极有可能被波及到。有些事情我和你说说，省得你搞不明白。爹，你说。你大哥小时就很聪明，长得也很可爱。他5岁的时候就被3皇子的外公，也就是皇后的父亲邱辅志看上了。他向皇上提议让你大哥做3皇子的伴读，皇上也应允了。便是从那时候开始，咱们修家就和3皇子绑在了一起。不管咱们是怎么想的，在外人眼里，咱们就是3皇子的人。3皇子易敬品，难怪大哥那么关心3皇子呢，原来是打小的情分。目前看来，无论是能力还是品性，或者是背景，3皇子都是皇储的上上人选。大皇子能力不行，4皇子不是2皇子的对手，5皇子和6皇子态度很明显，不想掺和进来。7皇子是3皇子的亲弟，不会和哥哥争。其他皇子还小，归根结底其实就是2皇子和3皇子之间的竞争。2皇子是长，3皇子是嫡，2人各有千秋啊。爹，那2皇子品性如何？明面上倒是说得过去，但其实他面冷心狠，性情残暴。爹，那这么说，要害大哥的是2皇子的人了？修远仓没有说话，修乐然看着大哥，看看老爹。难道说是3皇子的人干的？我和爹现在已经能确定，就是3皇子的人下的手，就是不知道3皇子是不是知道这事儿。所以你和爹现在很纠结？对。爹，大哥，你们是不是觉得如果真的是3皇子指使的，你们会很痛心？你们的感觉自己的真心错付了，自己准备抛头颅洒热血拥护的人，居然对你们下黑手。修远仓和修令策一起点头。
修罗然向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爹，大哥，我和你们的感觉正好相反，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大哥，咱们来假设一下，如果这个害你的人真的是三皇子的人，三皇子事后知道了这事儿，我相信他也会装作不知道。我已经残了，不管害我的人目的是什么，只要这人对三皇子还算忠心还有用，三皇子就会保着他。对，大哥，其实你也不用难过，你反过来想想，你是三皇子，你会处置一个对自己忠心又有用的人，来讨好一个已经残了的人吗？大哥，我和你说，你可能会有一个掏心掏肺的皇子朋友，但你绝对不会有一个和你交心的皇上朋友。皇上这种生物只能同甘不能同苦，你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和原则来衡量他。你看，自古以来所有的皇上哪有真心相待的朋友？哪怕是忠臣，他们忠于国家，也不是忠于皇上。三皇子易敬品可能就是未来的皇上。修令策和修远苍都惊讶地看向修洛然，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理论，可是仔细想想，修洛然说的太对了。爹，大哥，你们想一下，如果现在有哪个国家提出用5座城池换3皇子或者5皇子，你们说皇上换不换？修令策和修远苍父子俩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最后他们一致认为皇上肯定会换。皇上有好多个儿子，而这样的机会恐怕只有一次。最重要的是，如果皇上不换，很多人会指责他，说他儿女情长，为了儿子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修洛然看父兄听进了他的话，他继续说，历代多少皇上的拿手好戏，不就是卸磨杀驴？他们打下了江山，坐稳了金銮殿，就会担心以前的好友、好属下、好臣子能力太强，又很了解他们，会不会对他们不利？如果他们的儿子做了江山，会不会降服不了这些臣子？他们会想，与其让你们欺负我儿子，还不如我先杀了你们。策儿，你现在已经能离开轮椅，丢下拐棍走几步了，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能正常行走了。洛洛的话是对的，你继续坐轮椅，关键时刻出其不意，才能克敌制胜，保住性命。我的医术也是咱们保命的底牌，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暴露。我明白了。听了妹妹的话，他已经彻底想开想明白了。害自己的人他肯定不会放过，只是要下手的话，保证不会让三皇子知道就是。还有，以后自己对待三皇子就像对皇上一样，要恭敬多于真诚，能保持距离的时候还是不要靠前了。修洛然从怀里掏啊掏，掏出了一个大纸包，打开。大哥，以后呢你得要继续坐轮椅，有人欺负你，你也不要客气，就用药粉对付他们。这个是迷药，这个呢是泻药，这个是痒痒药，这个是浑身无力的药，还有这个叫做咳不停。这上面有说明，你自己看吧，该用的时候别心疼，反正我是会配置的。修洛然又掏出一个纸包来，这个是解毒药，基本上啥毒都能解，你们带身上有备无患。大哥爹，做啥事都要藏个心眼儿，知道做了再做，不知道做就要努力敷衍一下，万一以后坐上那个位置的人容不下咱们，凭咱们的能力还不能跑吗？可以去别的国家，天下这么大，哪里不能求个安身之处？说完他就走了。策儿，我现在相信匡大人的话了。在洛洛给我治腿的时候，我就相信了。那咱们就照洛洛的话去做，绝对错不了。好。修洛然听莫愁说红英有些不太舒服，他就去红英的院子看看她。江姨，你怎么样了？你不舒服了应该找我啊，我可是神医哎。小毛病，有些受了风寒，我喝了碗姜汤好多了。红姨，真的是风寒，我这儿呢有4片药，你今天吃2片，明天吃2片，你的病就好了。哎，谢谢小姐。红姨，莫儿呢？这几天大少爷有些忙，莫儿就很少去大少爷那里，倒是和那些孩子走得很近。他呀，可能又当小先生去了。那他的书童挑好了没有？挑好了，他选中了那对双胞胎，可那俩孩子非要带着弟弟，要不就不当这个书童了。怎么，他们还挑3拣4了？实在是因为那个小的太小了，才6岁，小哥俩不放心，怕他们不在，弟弟受欺负。红姨，那莫儿是怎么处理这事的？莫儿说他选书童暂时不急，过2年也行。我一想，过2年的话，那个小的已经8岁了，就能照顾自己了。红姨，看来莫儿是真的很喜欢那小哥俩。我也是这么想的。好在他读书还算用功，是不是有书童陪着也没啥区别。红姨，等哪天我去看看那小哥俩，如果品行真的不错啊，我就帮帮他们。有了书童，莫儿肯定很开心。三哥，这几天进西安里不太平吧？太平啥呀？光是我的人就发现了好几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你的人没事吧？
没事儿，我的人可是很听话的，叫干啥就干啥，不会搅和其他的事情的。三哥，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越往后越要注意，你不能只关注表面上的事情，那些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你也别放过，知道了吗？知道。哎，露露，你手里拿的是啥呀？三哥，我正要说这个呢。这是很多大人物还有宫廷里主子奴才们的秘密，宫廷里的就算了，你看看就行，其他的你们能接触到的，你们就密切注意一下，悄悄打听打听，收集到的消息，以后没准能帮上咱爹和大哥的忙。知道了，我这就安排人去。让他们小心点。好，安排好我就去静心庵了，有事儿等我晚上回来吧。修乐然找了一些认识裴青兰小哥俩的人，向他们了解小哥俩的情况，得知这小哥俩人品是真的不错，就把裴青兰小哥俩叫到跟前儿来。我小弟很喜欢你们俩，想叫你们俩给他当书童，你们有什么想法吗？小姐，能让我们带着小弟吗？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让你们小弟跟着你们一起读书，不过不能影响木耳读书，也不能影响你们做事。如果你们只是怕他被人欺负，我可以请景嬷嬷或者程妈妈帮忙照顾他。我愿意让小弟跟着景嬷嬷和曲爷爷，我和弟弟有时间也会照顾他的。裴青兰看得出来，曲后和素锦夫妻俩很喜欢裴青义，对裴青义也很好。修乐然知道素锦夫妻俩因为没有孩子，特别喜欢小孩，尤其是裴青义长得又俊，人又乖巧。好，那就这样说定了，从今天开始你们俩就是木耳的书童了。我一会儿呢就把你们小弟交给景嬷嬷带着，你们可以去景嬷嬷那儿找他。好。你们两个快点走，别等那帮人反应过来再追上来。主子，前面有个悬崖，如果咱们继续赶路，就得向右绕开悬崖。如果休息一下躲躲雨，悬崖下边倒是有个不小的山洞，咱们这些人进去躲雨完全没问题。继续前进。靳统领命令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跟在他们身后不远的修乐然记住了这个山洞，雨还在下，因为在山里也不知道这雨是大是小。走着走着，修乐然感觉身后好像有人在跟着他，但是他并没有感觉到危险，不过他还是提高了警惕。他一边走着一边思考，据他观察，功德箱里的钱财银票占了绝大部分，那些捐现银的都不是什么富裕的主，捐的都是1、2两的碎银，还有一些百姓捐的是铜板。这个靳统领还挺认真的，他这是准备把每一文捐款都交给他主子呀。修乐然就这样跟了一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下手，实在是靳统领身边跟着太多人了。主子，他们好像在前面。忽然，修乐然听到身后传来很小的说话声，他急忙跳到身边的一棵树上，静静的一动不动。你抱好那只小白狐就行，别叫它淋了雨，其他人跟上。树上修乐然一愣，这是那个混蛋四王爷易敬阳的声音，原来是这帮人也在跟着靳统领，只是正好走在他后边了。这伙人可真不少，跟靳统领他们的人数也差不多。修乐然笑了，这下可就有意思了。等易敬阳这伙人过去后，修乐然悄悄下了树，跟在他们的身后。天都快黑了，这阴天下雨，风又有些大，还是在山里。易敬阳的人已经和靳统领的人打起来了。主子，那个护卫已经被我们做掉了，这是他的包裹。西瓜没了，捡这几粒芝麻有屁用啊！修乐然乐了，哼，没事儿，本姑娘不嫌少。他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冲上前去，还不等易敬阳等人反应过来，捞起地上的包裹，飞一般的向山下冲去。等易敬阳等人明白过来，准备追赶的时候，四周黑乎乎的，风声夹杂着雨声，这到哪里去追啊？修乐然拐了个弯，继续跑，来到那个悬崖的下边。他从小空间里拿出工兵铲，在一棵大树下飞快地挖了个坑，把那包裹埋上，就向静心庵跑去。自从灵儿带着人去追赶靳统领以后，苦方就如坐针毡。哎呀，当时怎么没想到把这银子都换成银票啊？这让我怎么拿走啊？苦方正急得抓耳挠腮的时候，修乐然进来了。他推门没有推动，从窗户跳进来的。苦方吓了一大跳，他并没有认出修乐然，看到进来个半大小子，他稍稍安下心来。哎，你要干嘛？出去！修乐然上前一步，直接把苦方打晕，将那些银票都收进小空间。他从小空间里拿出金属探测仪，又被他找出一箱银元宝，然后他把所有的金银用床帐包起来，绑得紧紧的，背到肩上。他正准备开门出去，就听到有人推门。是我，快开门！修乐然听出灵儿的声音，他猛地拉开门，把灵儿拽了进来，就打晕了。
想了想，他给苦方和灵儿都喂了药，脱下他们的衣服，把他们扔到床上，但是也没有盖被子。做完这一切，修乐然背起大包裹出了门，直奔那座悬崖。好沉啊！要是三哥能来帮忙就好了。洛洛，怎么听到三哥的声音了？难道是我想找三哥帮忙出现幻觉了？洛洛，哎呀，真的是你啊！远远的我看着声音有些像你。三哥，快来帮忙！你在后面拖着点，跟我走。三哥帮你背吧。你背不动，听我的，快点。修令群想从妹妹手里接过包裹，可他抓包裹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包裹的重量远超出他的想象。他只好听妹妹的话，在后边用手拖着一些，来减轻妹妹承受的重量。修乐然找到他埋金银的地方，在旁边又挖了一个大坑，把这一大包金银也埋了下去。雨还在下。三哥，看到悬崖了没？再看看这棵大树，记住这个位置啊！等风头过去了，你带人把这些都挖出来，送你了。记住，这边还有一包呢。我走了啊。到了悬崖下，修令群的亲信高兴地问修令群：主子，你妹妹的话真的假的？我妹妹才不会骗我呢。主子，那就是说这些金银珠宝都是咱们的了？嗯哼，是我的。是您的，也就是我们的。行了，滚，快离开这里，以后再来挖吧。修乐然回到家里，把今天收获的银票拿出来数数，数完了，他不由得感叹，难怪有句话说抢钱比较快。你看看，抢钱是真的快。镜头岭的银票有120多万两，苦方的银票有90多万两，这就200多万两了。修乐然拿出100万两，准备给老爹和大哥一人50万两，他自己留下100多万两，再加上从公家得的30万两，再加上原来的300多万两，修乐然现在的钱财已经500多万两了。有了这500万两，将来就是不嫁人又如何？我也能养得起自己，那还怕啥？随便浪吧。前世他是个工作狂，今生他要做个吃喝玩乐的纨绔。想到这里，修乐然心情大好，早早就休息了，睡得别提有多香甜。第二天，修乐然拿着银票就来找大哥和老爹。这个是你们的，一人50万两，我知道你们这次帮了我不少忙，收下吧，有钱大家花。除了帮他打镜头岭的高手，大哥和老爹应该还派了不少人，只不过这些人都隐身在暗处，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现身。怎么有这么多？现在的人这么有钱吗？这些不光是香油钱吧？是啊，还有苦方这些年攒的家底。洛洛，你不只是拿了苦方的钱，还做了别的吧？当然，他虐待我15年，怎么着也得让他吃点苦头，我心里才好过一些。至于是什么苦头嘛，不可说不可说。修衍仓已经把银票一分为2，一份递给了修令策，拿着，有钱大家花。对了，洛洛，你三哥也有吧？他肯定有啊，就算没有他也不亏。修衍仓看着大儿子，他的腿已经好了，很快就能正常走路了。再看看小女儿，活泼健康。曾经他为了2个孩子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现在好了，现在都好了。洛洛，上次咱们吃的那个蜘蛛，不对，叫啥来着？你再让他们弄些回来吃呗。老爹要吃螃蟹啦，那必须得要安排。再说了，河里有的是，想抓也不难。爹，那个叫螃蟹，大哥你们等着啊，我这就去叫何万他们去抓。今天咱们换个吃法。修乐然叫人抓螃蟹去。修衍仓问修令策：洛洛不会把所得的钱都给咱们了吧？爹，你信不信？洛洛至少留下50万两，那丫头可不是个能吃亏的主。不吃亏好呀，以后嫁人了，咱们也放心。她不叫别人吃亏就不错了。修大公子的腿还没治好吗？回主子，没有，说是治不好了。还真是个好消息，老三等于是断了一臂呀！敢抢我的钱，坏我的事，我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今天的静心庵真的是特别热闹，热闹到什么程度呢？就连藏安神尼讲经都没有几个人去听，香客们都看热闹去了。这个灵儿来安利多久了？他们不会一直都是这种关系吧？谁知道呢？这得问安里的尼姑吧。你这话说的，苦方是安里的住持，就是有尼姑知道什么，人家也不敢说呀。难道就没人管管吗？本来以为这里是一片净地，没想到却是如此的污秽不堪。你们继续看吧，我可要走了，离开这里。到这里来就是想清静一下，没想到在安居里居然看到这样的情景，真是大开眼界了。以后这静心庵我是不会再来了。很多香客跟着他走了出来，纷纷表示他们再也不会来这儿了，都感觉太恶心了。苦方这是被灭口了啊！
不过还真是应了那句话，恶人自有恶人磨。苦芳，人死债消，你死了算是解脱了，要不然本姑娘必不会让你好过。原主15年的磨难，不是区区几个银钱就能抵消的。修乐然骑马回家的路上就一直在想，这灵儿到底是谁的人呢？修乐然也不着急，就这么慢慢往城里走。他刚刚进了城，就听到有人叫他：“秀小姐，秀小姐。”修乐然顺着声音看去，只见一座普通的酒楼前站着一个蒙面纱的姑娘，正向他招手。请问你是在叫我吗？秀小姐，里边请，我有些话想和修小姐好好聊聊。蒙面纱的姑娘要了个单间儿，秀小姐请坐。这位小姐，有话直说，我不喜欢拐弯抹角。秀小姐，我先做下自我介绍，我叫杜凌芳。你是谁？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找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先走了。修乐然说着就要起身，杜凌芳一把拉住他的胳膊。修乐然盯着杜凌芳的手，杜凌芳讪讪地放开了。杜凌芳看着修乐然是真的要走，她急忙说：“秀小姐，是这样的，我知道你母亲去了好多年了，父亲现在仍然未娶，我想嫁给你父亲。”什么？你要嫁给我父亲？是的，我觉得你父亲娶了我和他，包括你们兄妹都有好处。恐怕得到好处最多的人是你吧？你一个黄花大姑娘，居然要嫁给一个官夫，没有天大的好处，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你是不是以为我傻，我好糊弄啊？不，秀小姐，你听我说。哎，打住！你的事情我没兴趣听，我奉劝你一句啊，你想嫁人就换个大门，离我们家修家远点儿。修乐然说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修乐然没想到，第二天他刚刚出府，又被那杜凌芳拦住了。修乐然不等他开口，马上就说：“如果杜姑娘还要继续昨天的话题，那就请你闭上嘴巴，本姑娘没兴趣。”修小姐，我说的事情对你们兄妹有好处，你要不要听？有意思，那你说吧。你父亲镇西侯，我听说他没有再娶，一怕你哥哥们被继母虐待，二怕你回来后和继母不和。现在你哥哥们都大了，不存在虐待不虐待的问题。我感觉和你特别投缘，如果你父亲娶了我，咱们两家不会不和的，一定能相处得极好。而你们家也有了当家主母，你们兄妹的亲事也有人张罗了，你说这是不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杜小姐可真是太了不起了，为了我们修家，你宁可嫁给官夫，牺牲你自己，成全我们，这怎么好意思呢？让你受这么多的委屈，我们可不做这种缺德事儿。你的提议我不接受，我走了，再见。哦，不对，是再也不见。这一次呢，修乐然走得很干脆，都没给杜凌芳拉人的机会。修乐然回到家里，就把刚刚进门的修令群拉到了自己的房间。三哥，你现在就派人过12个时辰监视杜家。哪个杜家？可这修乐然哪里知道啊？他一下子就想到了素锦。哎，三哥，你等会儿，我找人问问。素锦告诉修乐然，杜凌芳是礼部员外郎杜玉良的嫡长女，今年20岁。她还有一个同胞弟弟叫杜子轩。杜凌芳的生母早逝，继母潘氏对他们姐弟漠不关心，却非要操持他们的婚事。杜家寒门出身，没有家底儿，潘氏娘家也不富裕，一心想着把姐弟2人换钱。他想把杜凌芳嫁给一个老头做继室，他好多要一些聘礼，还让那杜子轩娶一个色女不说，还是做上门女婿。家里中仆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杜凌芳，杜凌芳找他爹哭诉，还要请外公来主持公道，他们姐弟的婚事这才作罢。三哥，是礼部员外郎杜玉良家，重点关注他家大小姐的所有情况。修乐然没敢说杜凌芳想要嫁给修远仓，他怕修令群一生气再冲动起来，做出什么傻事儿来。露露，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好。看着修令群出门了，修乐然来找老爹。他一进老爹的房间，就看到老爹和大哥都愁眉苦脸的坐在那儿。爹，大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洛洛，三皇子失踪了。什么？皇子失踪？皇上没派人去找啊？三皇子府的人目前封锁了消息，他们还在努力寻找。三皇子干嘛去了？据三皇子府的人说，三皇子是被人约出去的，结果这一去就没回来，已经3天了。如果今天天黑之前还不回来，他们就要进宫告诉皇上了。大哥，你们就为这个发愁啊？洛洛，咱们修家支持三皇子，除了因为你大哥是他的伴读外，还因为三皇子这人比起二皇子来实在是好太多了。他比二皇子仁义，比二皇子更关心百姓，比二皇子更适合当皇上。如果二皇子当了皇上，恐怕没咱们修家的好啊。就是说咱们必须要支持三皇子，没有第二个选择。是的。爹，那你们现在是在等三皇子府的消息啊？是的。爹，
你还会再娶妻吗？我不会再娶的。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问这个？爹，比如对方是个又漂亮又年轻的黄花大姑娘，人家自动贴上来，你娶不娶？不娶。爹，你说话算数？算数。那你以后可要小心了，别像二叔一样被人爬的床。看修远仓在瞪自己，修乐然高兴地跑了出去。爹说不会再娶，那就肯定不会再娶了。不管那杜凌芳出于什么目的，他都要失望了。小姐，三皇子府的人来了，说三皇子受伤了，好像很严重。侯爷和大少爷已经去三皇子府了。三皇子受伤了？皇宫乾安殿大殿中央，三皇子易敬品满身鲜血的躺在地上，已经晕过去了。皇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太医。你是说品儿的腿保不住了？皇上，三皇子这是粉碎性骨折，这条腿已经废了。这些不说，如果不控制住高热，阻止伤口红肿化脓，恐怕会危及性命。依你说要怎么办才好？皇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条伤腿锯掉，这才保险。不行，皇上，三皇子目前正处在昏迷当中，臣希望皇上等三皇子醒来再做决定。咱们可以等，可这伤口不能等了。三皇子摔得这么厉害，腿骨不说寸断，也断成好多节了。这条腿实在是没有留着的必要啊！留不留的三皇子说了算，感情不是你的腿了。你一直主张给三皇子锯腿，你安的什么心？那人看皇上正盯着他，他悄悄退到一边去。皇上问修令策：“你的意思是让品儿保留这条伤腿？”皇上，三皇子还不到30岁，正是注重仪表的年纪，腿是断了不能走路的。可是有腿在，他就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哪怕像我这样坐轮椅，总比没了腿成了独角鸡强吧。臣请求皇上等三皇子醒了，听听他的意见吧。如果三皇子同意锯腿，臣无话可说。皇上还是听太医的吧。修大公子是为了三皇子的面子，不想让三皇子锯腿，可咱们得替三皇子的性命着想啊！丢了腿总比丢命强吧。又有几个大臣附和着这个大臣的话，请求皇上同意让三皇子锯腿。修令策急的一下子从轮椅上摔下来，他向前爬到了易敬品身边，伸出双手。看你们谁敢动三皇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存的什么心思。三皇子已经这样了，你们就放过他吧，哪怕他残了，你们也给他留点颜面吧。修远仓、张月堂还有顺亲王等老臣也不同意锯三皇子的腿。皇上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他犀利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张脸。这时，大太监总管詹公公小跑着进来，对着皇上的耳朵小声说了几句话。皇上握紧了拳头，对刚刚坚持让三皇子锯腿的那些大臣暴喝道：“你们都给我滚出去！”那些个大臣顿时就吓得鸦雀无声，一个跟着一个悄悄退出了乾安殿。二皇子夹杂在众人中间，慢慢向殿外走去。在大家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他很快弯了一下嘴角，脚步轻快地离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三皇子醒了。父皇，儿臣不锯腿。平儿啊，你感觉怎么样？父皇，儿臣疼，好疼啊！皇上看着三皇子泪流满面，他心里跟油煎一样难过。他看了太医院的院正一眼，问旁边的另一个太医：“如果平儿的腿不锯，会有什么后果？”皇上，恐怕会红肿化脓，弄不好得动刀割个口子，把脓水放出来。父皇，儿臣不怕疼，别锯儿臣的腿。你回去好好养着吧，我叫池太医跟你回府，帮你照顾伤腿。谢谢父皇。三皇子道了谢，带着修令策回到了三皇子府。王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遭了身边人的暗算，没想到啊，易经师居然那么早就在我身边派细作了，一派就派了2、3个，那2个细作都是我身边得用之人。我跟着一个出去，他送了消息给易经师，易经师派人来追杀我，我们就跑。另一个细作居然把我带到悬崖边，悬崖半腰上有几棵树，如果慢慢跳下去未必会受伤，可是他居然趁我不注意，猛地一下把我推下去了。王爷，你也不必太难过了，没准就柳暗花明了呢。修林策，你不用劝我，乾安殿上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谢谢你帮我保下了这条残腿。修令策满怀心事地回到家里，他把易敬品的话和修远仓说了。你说三皇子的腿洛洛能不能治？爹，你感觉三皇子的腿比我当初的腿哪个更重一些？
应该是你的腿更重。我也是这么觉得，而且我的腿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洛洛都能治好。我相信三皇子的腿，洛洛肯定能治。策儿，我觉得洛洛即使能治，他也未必愿意给三皇子治。他不是一直说皇家人很麻烦，让咱们尽量远离他们些吗？爹，现在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必须得治啊！如果三皇子真的退出这场角逐，那么二皇子赢的几率就更大了。他当了皇上，第一个要对付的恐怕就是咱们修家和我。我也知道是这么个理，可洛洛那个牛脾气，我怕一个说不好，他再炸锅了怎么办？爹，要不我来劝劝他吧？好，不过你别呛着他，惹急了他和你生分了，我可不管。爹，你放心，不会的。修令策来找修洛然的时候，修洛然正坐在自己院门口发呆呢。洛洛，咱们天鹤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咱们修家目前的处境你也明白。这么说吧，三皇子好，咱们才会好；三皇子倒了，咱们就艰难了。大哥，我不是不明白这道理，对你来说三皇子是君，你是臣，他叫你做啥你不做那就不忠。我的医术如果被他知道了，他经常叫我给这个治给那个治病，你说怎么办？如果是他的朋友和帮手，那就是二皇子的敌人，我把他们治好了，以二皇子那小肚鸡肠的性子，他还不得天涯海角的追杀我啊？其实修令策这么精明，他怎么会不明白这浅显的道理呢？但是目前的关键是得把三皇子的腿治好。洛洛，我请三皇子保密，你给他治了腿，以后有别人病了你可以不管。大哥，三皇子的保证你相信吗？假如哪一天皇后有病了，别人都治不好，你说他会不会来找我？如果我不给皇后治病，他会放过我吗？还会像以前那样对你好吗？我记得我和你说过，君臣之间是没有交情可言的，有的只是上下级的关系。洛洛，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给他治腿，我求他答应我，别把你会医术的事说出去，然后咱们看他是不是能信守承诺。如果他失信了，咱们就慢慢远离他，离开天鹤，到别的国家做普通老百姓，过平平淡淡的生活。修道然知道三皇子的腿他是非治不可了，他和修令策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修令策，一个要当皇上的人是不能当朋友相处的。大哥，我同意了，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最好要个信物。如果将来咱们得罪了他是死罪，拿出那东西也就能免于处罚。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放心，我肯定帮你弄个护身符来。大哥，不是我的护身符，是咱们修家的平安符。对对对，是咱们修家的平安符。大哥，我就是能治，现在也不治，得要等时机对咱们有利的时机。好。修令策得了修洛然的承诺，他心里有底儿了。他天天去三皇子府看三皇子，也没有什么好避讳的。他本来就是三皇子的伴读，也经常出入三皇子府。修洛然听修令策的人回来告诉他说，藏安神尼在静心庵又讲了2天经，就离开天鹤王朝了。天鹤王朝已经定了别的庵堂作为藏安神尼讲经说法的地方，这静心庵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静心庵了。这一次苦方的事情让静心庵的名誉一落千丈。苦方死了，庵里的尼姑推荐苦莲做住持，静心庵的事情了结了。娇姐，你看看去吧，西跨院的二夫人正在侯爷的书房闹腾呢。你马上去西跨院，把二房的大小姐给我叫过来。修远仓的书房里，宫氏坐在地上，任凭张妈妈怎么拉，她就是不起来。大哥，我们二房这日子是没法过了，吃没好吃，喝没好喝，想出去看看嘛，也没件新衣服。现在呀，我每个月也就那10几两银子的月例，哪里够花呀？阿婶，你有什么事直接和我说，你找我爹没用，我们家现在当家的是我。露露呀，你看看，这么多年我当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我们二房日子不好过，你不能不管呀。阿婶，我们大房已经和你们二房分开过了，你们是锦衣玉食还是吃糠咽菜，都和我们大房没关系。再说了，你说日子难过，我二叔是饿着你了还是冻着你了？你来这儿修依然知道吗？我二叔知道吗？你嫌我二叔家日子不好过，你可以回娘家呀，你娘家的日子肯定好过。提起娘家，宫氏就恨得牙根痒痒，他咬牙切齿。那些该死的白眼狼，自己当家的时候他们捧着自己捞好处，这现在自己落魄了，他们居然不管他了，一点钱都不借给他。这时呢，修依然带着贴身丫鬟玲珑走了进来。娘，回去吧。张妈妈，麻烦你和玲珑2个把我娘带回去。张妈妈上来用力拖着宫氏，和玲珑一起扶着宫氏回二房去了。修依然，今天这话我只说一次，今天你娘来这儿闹腾的事也没有下次。修依然看了修远仓一眼，他低下头没有说话。修依然，你也不用看我爹，他
他可是我亲爹，自然是给我撑腰的。我爹允许你们二房住在侯府，可不是让你们过来闹腾我们的。如果你管不了你娘，你信不信我把你娘变成妾，把你们兄妹都变成庶子庶女？我看你娘一个贱妾，她还怎么闹腾？修依然猛地抬起头来，满脸震惊。如果不是你哥还算是听话，恐怕我二叔早就把你娘休回公家了。我二叔是不想让你哥变成庶子，你明不明白？至于你们姐妹俩，早晚都是人家的人，嫡的庶的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不管二叔抬了哪个姨娘上来，他都不缺嫡女。洛洛，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不会再让我娘过来了。最好是这样。你说一个弟媳妇隔三差五的就往没了妻子的大伯哥的书房跑，这如果让外人知道，好说不好听的，咱们侯府的名声还要不要了？我明白，修依然，管好你娘。我会尽快给我3个哥哥都娶上媳妇儿，然后就张罗你们兄妹的亲事。不管怎么说，你们名义上还是侯府的公子小姐，你们听话，我就不会让你们嫁的差娶的孬。注意，别让你娘影响了你们的亲事，到时候我帮不了你们，你可别怪我了。我知道。修依然回去了，修远仓看着修洛然，洛洛，你怎么知道你二叔要把姨娘扶正呢？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就事论事吓唬修依然的。不会吧，爹？你的意思是说二叔真有这心思啊？你二叔真的这么想过，他也是不想让你大堂哥成为庶子，还没那么做的。修依然回到自己的院子，他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去找他大哥修令奇了。他把今天修洛然的话对修令奇说了一遍。娘，听说你今天又去大伯书房闹腾去了？我去闹腾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你们兄妹俩。娘，你应该知道，我爹特别听我大伯的话。如果你闹得狠了，修洛然找大伯告状，大伯找我爹，你说我爹会怎么对付你？你爹能这么对我？好像现在还对我多好似的。就算我爹对你再不好，你也还是咱家二房夫人。你把我爹惹急了，咱们二房的夫人还不知道是谁呢。娘，如果我爹真的把哪个姨娘扶了正，你成了妾，那我们算什么？庶子淑女？修远山他敢。娘，其实你应该很清楚，我爹他真的干。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我可不希望我的2个妹妹变成庶子淑女。实在没办法，只得委屈你了。你要干嘛？娘，如果你不在了，或者被休了，我爹照样可以把姨娘扶正，我们还做我们的嫡子嫡女。你说什么？公氏听明白了，儿子这是要让他给姨娘腾地方啊！你个混蛋，你个白眼狼，我白疼你这么多年了，你居然咒我去死，让你爹休了我！修令奇看到他娘难过的样子，他有些于心不忍。但是如果从此能杜绝娘再做蠢事，再难听的话他也能硬下心肠说出来。娘，为了我们3兄妹，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难道你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3个变成庶子淑女吗？到时候我们娶不到好媳妇，嫁不到好人家去，我们过得不好，你将来可怎么办？到时候谁管着你啊？不，修远山他不能这么做，我绝不让他这么做。我可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你们是名正言顺的嫡子嫡女。娘，如果你再闹腾下去，我们不但会成为庶子淑女，咱们的家弄不好都得散。你想啊，你不在了，你被休了，我们没娘了，这个家还有我们的位置吗？继母进门了，我们会被继母虐待，我们啥也捞不到，继母还会操控我们的亲事，娘，我们就完了。修令奇说完，眼泪都流下来了。修依然睁大眼睛看向大哥，大哥这是来真的呀！公氏看着宝贝儿子哭了，他心疼的不要不要的。好孩子啊，别哭了，娘不会让你们变成庶子淑女的。从今天开始，娘哪也不去，就待在家里。我不会让修远山抓到把柄休了我的。娘，谢谢你为我们着想。傻孩子，我是你们娘呀，我为你们着想，我为谁着想啊？修依然看着修令奇，兄妹俩高兴地笑了。二房发生的事情，修洛然并不知道，他已经2天没看到他3哥修令群了。他准备去找修令群，问问杜凌芳的事情。修洛然刚刚骑马上了大街，就看到5皇子易敬玄和7皇子易敬阁迎面向他走来。修洛然假装没看到他们，想打马从他们身边跑过去，就听到7皇子易敬阁叫道：“修小姐，修小姐！”修洛然把头扭到一边，他就装作没听到，啥也没听到。易敬阁有些生气了，他大叫：“修洛然7皇子，你干嘛？叫魂啊？”修洛然，我就是想问问你3哥在家吗？不在。他去哪里了？不知道。易敬阁和易敬玄刚刚从3皇子府里出来，他们看到3哥躺在床上，整个人都不太有精神。他们待在那儿也难受，
易静阁就提议来镇西侯府找修令群玩，二人就来了。可没想到遇到修洛然这个刺儿头。回答完易静阁的话，修洛然大摇大摆从2个皇子身边骑马过去了。五哥，咱俩啥时候把他给得罪了呀？在咱们俩陪四哥去镇西侯府谈亲事的时候，咱们就把他得罪了。可是那次上山他还给你解毒，给咱们炖鱼吃了呢。那不是给咱们炖的鱼，咱们是跟修令群借光了。给我解毒嘛，是他怕受到连累才出手的。五哥，我和你说，前几天我遇到了修令群，他告诉我说，修洛然叫他们家的马夫去河里抓了那个叫什么螃蟹，特别好吃那个美味，那个鲜香啊。他说他从来没吃过那么鲜的东西。其实今天来，我就是想找修令群也去抓那个螃蟹来尝尝。易静玄听了七弟的话，让他想起了修洛然买猪下水的事儿。这丫头的厨艺还是挺不错的。修洛然来找修令群，洛洛，你来的正好，你跟我来。你不是让我收集杜林芳的消息吗？我就派了好几伙人在他们家附近蹲坑，结果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个杜林芳，他居然认识韩静饶。那次在顺清王府，你不是说你落水的事情就是韩静饶干的吗？三哥，你具体说说。你不是让我关注杜家大小姐的情况吗？我的人跟踪杜府的丫鬟去了韩府，原来那个丫鬟就是杜家大小姐的贴身丫鬟。我的人这才知道，杜府的丫鬟来韩府是来找韩静饶的。三哥，你多派人，不但是要盯着杜府，还要盯着韩府。还有，我上次叫你收集消息的人家你也要盯住了。我和你说，咱们天河皇子众多，这皇位可就一个，咱们修家已经被迫和3皇子绑在一起了，各方面的消息你都要收集。以后没准哪条消息就能救咱们的命，如果需要钱，你只管找我要。露露，3皇子不是受伤了吗？腿都要被锯掉了，他还能当皇上吗？三哥，他能不能当皇上现在还不好说呢，咱们做好咱们的事情就行。我知道了，露露，你回去吧，这里你以后尽量少来，被人发现了不好。我如果遇到紧急的事情，或收集到重要的情报，我会回去找你的。好的，三哥，那就这么说定了。修乐然回到家里，修令策正在他房间里练习走路呢。大哥，行啊你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能够走得稳当了。是啊，很快就能完全好了。我准备把东厢房打通，建成练武厅，以后你就在那练武，别叫人看到了。修乐然说完，假装从柜子里找出了一把军刺。大哥，这个呢是我答应给你的短刀，你看看喜不喜欢啊？洛洛，我很喜欢。大哥，你练武的时候啊，要多练习一项技能，怎么才能坐在轮椅上和别人打，还要打赢？如果不是威胁到生命的关键时刻，你千万别暴露你的腿已经好了。就是面对3皇子你也不能说，但也别故意瞒着他，搪塞过去就好。洛洛，我今天去看3皇子的时候，发现他的精神头很不好。大哥，这个很好理解啊，换成谁从一个正常人忽然变成一条腿的瘸子，谁都受不了。可他从皇宫回来那天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有人或者是什么事儿刺激到他了，让他感觉到未来很渺茫？这个状态可不行啊，大哥，你得要多鼓励他，和他说，别说他还有一条腿了，那哪怕是2条腿都没了，那还有胳膊呢，照样能够报仇雪恨。你要现身说法，说一说你当初是怎么度过这坎儿的，你告诉他习惯了就好。今天太医给他放脓血了，这个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造成感染的，就是伤口会溃烂，肉会坏死，那样的话那条腿可就真的废了。洛洛，我觉得你给他治病的时机快到了。大哥，我已经准备好了，什么时候时机成熟了你告诉我。这天修洛然在小花园里练习轻功，练完了他就坐下休息。此时呢，秋高气爽，阳光明媚，一阵阵凉风吹过，他心情大好。他从他的小空间里拿出小吉他，开始自弹自唱起来。唱着唱着，他感觉已经完全融入现在这个世界了。他就是镇西侯府的嫡小姐，他要快意恩仇，随心所欲的生活，谁也不能阻挡他追求快乐和幸福的脚步，否则杀无赦。花园围墙外面，易静阁悄悄地跟易静玄说：“五哥，是修洛然那丫头唱的吧？”易静玄瞪他一眼，示意让他听歌，别说话。听着听着，易静玄就入迷了。那歌词很潇洒，曲调也很欢畅，修洛然完全就是在唱他自己啊。这啥时候他也能跟这丫头一样，高兴了就大笑大叫，不高兴了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花园里，修洛然扯着嗓子尽情地唱了2遍。围墙外面，易静玄静静地听着记着，在心里跟着节拍唱着。他感受到了唱歌的放纵和快乐。修洛然唱完了，易静玄拉着易静阁离开。
他要快些回去，拿出纸笔，把那歌词和曲调都记录下来，可别时间久了再忘记了。只是他不知道这歌叫什么名字，恐怕问了那丫头也不会告诉他的。说吧，怎么回事啊？我和姐姐站荷塘边看荷花，柴碧莲就过来了，他哥柴燕就离他不远。姐姐说咱们离开这儿到那边看吧。我们刚刚走了2步，柴碧莲就向姐姐撞了过来，姐姐落水了。我看到柴燕冲了过来，就喊我大哥，我大哥过来就把柴燕拉住了，2哥3哥下水一起把姐姐扶了上来。我不是告诉过你让你注意柴家兄妹吗？我是真没想到，我们3兄弟就在不远处，柴碧莲就敢下手。为了能娶个高门贵女，为了能嫁个好人家，为了荣华富贵，很多人都是没有底线的。我已经提醒过你了，你还离表妹那么远，今天差点就让那2个贱人给得逞了。他说话很大声，听到声音的张旭刚进来了。怎么，你们兄妹闹矛盾了？表哥太仁慈了，以为他在场人家就不敢动手，没想到人家当着他的面就把表妹推到荷塘去。告诉爹，怎么回事？张凤志就简简单单的把刚刚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玉芝，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多的是，还有，你也不能用你的标准和尺度来衡量别人。今天洛洛在，如果洛洛不在，你拉着柴叶，他是动不了了。可你想过没有，如果柴碧莲自己跳进荷塘里，就说是你妹妹们推的，然后他喊救命，柴燕又不识水性，你们3兄弟救还是不救？不能见死不救，可一旦救了，你想过后果吗？以柴家兄妹的德行，肯定会赖上张家，要张家兄弟负责。张玉芝听了就出了一身冷汗。我就是怕柴碧莲搞小动作，我先打他个不能自理再说。大舅，我提议你没事的时候呢，就把你的官场上那些勾心斗角的事情讲给表哥表妹听，让他们长长见识，也学习学习遇见难题应该怎么处理，以后没准能用得上。你怎么知道柴家兄妹要对凤芝他们下手啊？修乐然就把秀芳听来的话说了一遍。我知道柴家兄妹要算计人，但我不知道他们要算计谁。我来你家问过门房了，说2个表妹参加诗会去了，我就急忙去周家了。谢谢洛洛。大舅，我走啦，我可是个盲人啊。那大忙人慢走。哦，幸亏我们跟着表妹学游水了，要不今天真的让柴家兄妹得逞了。是啊，我掉进水里一点都没害怕，我还想着要不要沉水底憋会儿气吓唬一下柴家兄妹，让他们以为我淹死了，我又怕吓到你们，没敢那么做。你个混账，你学游水才几天啊，万一出了意外可怎么办？你们记着，一切以安全为主。假如你们兄妹都不会水，遇到今天的事情也不用打，就算被他柴燕救了又如何，也不会让他们如愿的。你们大可不必担心后果。谢谢爹。我们要做正直的人，但我们要防着那些小人的诡计，这样才能站得稳。张玉芝兄妹一起点头。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啊！一肚子小心眼的柴莲生出的女儿，也是这么的下作。柴莲，虽然事情是你儿女做的，本官不和小辈一般见识，这账，本官只算在你的头上。柴莲还不知道自己一儿一女得罪了张家，害得他从此之后的仕途坎坷，晋升困难。修乐然回家就直奔修令群的院子。三哥，刑部有个郎中叫柴莲，他有一儿一女，惯会算计别人，居然算计到了咱们表妹身上了。你妹妹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帮我找一个比郎中小些的官，家里儿女心机不正的那种，然后暗中牵线搭桥，让他们攀上柴莲的儿女，成就一段或者2段美好的姻缘。修令群还没做过这种事儿呢，他感觉很有意思。洛洛，比柴莲官大的呢？那柴家兄妹不是占便宜了吗？不行。我知道了，你放心，这事儿我肯定帮你办好。三哥，手段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懂？懂，我这就找人查查资料去。三皇子府，三皇子的房间，三皇子易静品坐在床上，心情很烦躁。令策，成王败寇果然不假，我只是腿断了，虽然不能登上那个位置，我也不是谁都能拿捏的。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些人，跑得那叫一个快呀，生怕我不放他们走似的。本王还没死，他们怎么就能断定本王不会有所成就？王爷，不用为这事生气，等你变强了，没准他们就回来了。
好马不吃回头草，本王不会再收纳他们了。一次不忠，终身不用。趋炎附势、趋吉避凶是人的本性，只是很多人表现的没那么明显。一个下人跑进来，王爷，咱们的人被二皇子的人打了，2个重伤的恐怕是要残了，3个轻伤，其他人也都挂了彩。这是欺负我众叛亲离没人用吗？王爷，属下随时听命。你我同病相怜，算了，我忍。希望老儿别太过分了，让我忍无可忍。我坚决不客气。修令策暗暗佩服，这份气度就不是二王爷易静时能比的。又一个下人进来了。王爷，咱们最赚钱的那座矿山差点被二王爷的人抢了。你们没说是我的吗？那座矿山很赚钱，如果被易静时抢去了，他的钱财富裕了，对自己就更加不利了。我们说了我们是三王府的，可那些人说别骗我们了，有能耐你叫三王爷出来证明一下，他不来那你们就是冒充的。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三王爷还没来，你们耍我们玩呢。岂有此理，这不就是欺负我腿断了不能去矿山吗？易静时别欺人太甚。他们去了多少人？10几个吧，武功都不弱，骂骂咧咧的叫嚷了好一会儿，才气哼哼的走了。你先回去吧，我和王爷商量一下对策。修令策看着闭上眼睛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的易静品。王爷，二王爷这么做恐怕是在……他是在试探我，看我究竟能忍到什么程度。他在想怎么对付我。本王给他来个以静制动，让他摸不清本王的路数。过了一会儿，易静品睁开眼睛叹了口气，老天，本王满腹为国为民的良策现在断了一腿，你叫我怎么办呀？修令策觉得修洛然说的那个时机到了，他决定再加一把火。王爷，今天上午我去我大舅张旭刚家看外公，我大舅告诉我，朝堂上咱们建立多年的势力已经被瓜分干净了。虽然有几个忠诚于王爷的大臣没有倒戈，可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都是在勉强支撑。难为他们了，跟我这么个倒霉的主子，让他们受苦了。令策，我现在是完全能理解你当初的心情，哪怕是跛着脚呢，能走路就好。可惜了，就是跛脚对我来说也是妄想了。是时候了。修令策看看外面没有人，他轻轻转动轮椅，靠近床沿，悄悄说道：王爷，有个消息告诉你，你别激动啊。易静品看修令策很慎重的样子，还以为出了什么对自己很不利的事情。他稳了稳心神。令策，你说吧，我扛得住。王爷，如果你要求不是很高，只求能走路的话，我认识一个大夫，可以试试。你说什么？易静品发现自己的声音有些大了，他连忙小声说：你说的是真的？王爷，属下怎么会骗王爷呢？不过凡事都有万一，我同意试试，结果再坏也就是卧床呗，还能坏到哪儿去？王爷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在给王爷治腿之前，属下有几句话要说。你说吧。现在咱们京城暗流涌动，郎中给你治腿担了很大的风险，这个不用我说，想来王爷也清楚。所以我想给郎中要张护身符，如果郎中遇到了危险或犯了大错时，王爷能保他不死。行，本王同意了。那王爷能不能给个信物当做凭证啊？易静品有些生气，感觉自己的信誉被侮辱了。令策，你什么时候变得像女人一样小肚鸡肠了？你就这么信不过本王吗？王爷，不是属下信不过你，是郎中这么要求的，因为郎中是个女人。什么？因为易静品叫得太大声，外面的下人进来了，易静品挥手打发走了。王爷，实话和你说，治腿的人是我妹妹。啥？修令策看着易静品，把刚刚易静品的话都还给他。王爷，你就这么信不过属下吗？令策，你能告诉本王你有几个妹妹吗？属下只有一个亲妹妹，就是易景阳的未婚妻。是。易静品不说话了，他要好好消化一下这个消息。好半天，他突然盯着修令策的腿。修令策想到修洛然嘱咐他的话，就对易静品说：王爷，属下的腿已经断了好多年，我妹妹她……修令策说到这儿，故意停顿一下。其实修令策是在误导易静品，
他想告诉他修令策自己的腿断了多年，妹妹也没治好。等以后修令策站起来的时候，易静品如果问他为何骗本王啊，那修令策大可以说他没骗王爷呀。他当时想说的是他腿断了好多年了，洛洛都给治好了，只是当时被你打断了，就没法再接话了。果然，易静品顺着修令策的思路来了。是，你的腿已经接歪了，就那样，你别难过了。对了，你妹妹什么时候学的医术？她在静心庵后山遇到一个世外奇人，传了她医术，那个是个高人啊，可惜只教了我妹妹1个月，要不然我妹妹一定能成为绝世神医的。你妹妹只学了1个月的医术？是的。易静品不淡定了，难怪修令策还坐轮椅啊，原来他妹妹也只是个半吊子郎中啊。宁策，你妹妹当时是怎么说的？王爷这些天不是很郁闷吗？属下心情也不好，回到家里就拉着个脸。我妹妹洛洛看到了，问我怎么了。我说王爷的腿断了，她心情不好，我也替王爷难过。洛洛说如果王爷别期望太高，她可以试试，不过她治疗的方法属于海外仙方，有些惊世骇俗，如果你同意治疗，她的药价将来能保命的东西。她怎么就相信本王能保她的命？她说你是我的主子，也算是她的主子，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她也会为主子效力。她相信我的眼光，说主子你将来肯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保她一条小命还不容易。她既然这么看好我，我也不能让她失望，希望她也别让我失望。王爷，洛洛还有一个要求。洛洛的情况你也知道，生下来就被我爹抱到静心庵去了，一待就是15年。她吃了很多苦，我们父子觉得有些对不起她，对她未免宠溺了些，所以她提的要求我就都答应了，希望王爷成全。你说吧，什么要求？我妹妹的性子太洒脱了些，在我们家她说一不二，最受不得约束和委屈。她说将来王爷不能强迫她给别人看病，这2条王爷答应了，她愿意尽力试试。本王同意了。谢谢王爷，谢谢王爷。见字如见本王。然后易静品在这句话旁边盖上他的私印。宁策，本王答应你，你将来可以用这张纸换别的东西，意思一样。修令策明白了，意思一样，可能就是见字如见朕或如朕亲临。不过这得等易静品当了皇上以后，这是易静品给他的承诺。多谢王爷。后来修令策协助易静品登基，用这张纸给修乐然换了个如朕亲临的扇面。修乐然用那把扇子可是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当然他也用那把扇子闯了无数的超凡脱俗的大祸。不过呀，这都是后话啦。大哥，你偷偷告诉他，2天后我给他治腿，让他把身边的人安排好，我不希望任何人看到我出现在三皇子府。好。修乐然是知道易静品的情况的，虽然他的腿太医没有接上，不过皇上派了个认真负责的太医，他的腿被护理得很好，可以说比修令策的情况好太多了。给他做手术也没什么难度，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比修令策更容易恢复。老人家，有话你只管说。修小姐，其实吧，我的儿子我也不是管不了，是我放任他们才变成这样的。我已经好几年没扩展生意了，我就怕生意做大，赚的钱多，再被人敲诈勒索，索性让儿子们败光，我再东山再起。现在认识了你，我情愿再奉上一些钱财，买个平安。钱财就不用了，我已经答应过杨林要护着你们杨家，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生意，如果有人敢欺负你们，只管过来找我，不过明面上是我强迫你们给我赚钱。老人家，你明白吗？明白。杨老头知道修乐然的所作所为，也大体了解了修乐然为什么要这么做。反正不管如何，他们杨家以后也算是有依靠了，这就好。修乐然回家之后，直接来找了修远仓，修令策也在，爷俩刚刚在研究给三皇子做手术的事情。爹，我给你弄了一批武器。你这孩子咋啥事都干呀？你不知道私下买卖武器犯法吗？爹，这武器呢当然是人家一件一件积累下来的了，我呢是去他们家抢的，当然我偷偷给他们钱了。修乐然就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一遍，修远仓和修令策听后都长舒口气。爹，大哥，以后你们都帮着我照应一下杨家，当然他们也会孝敬我们的。对外的说法是我强迫杨家给我干活赚钱，杨家已经是我的私有物了，不许别人欺负。这主意不错，洛洛，
我和爹已经商量好了，会协助三皇子登上那个位置。咱们家呢，又时刻以臣子自居，别风头太盛，防止以后易竞品卸磨杀驴。好，我知道了。我呢，嚣张跋扈，谁也不放在眼里，安心做我的纨绔。你们呢，是好父亲、好哥哥，跟在后边收拾烂摊子。修衍仓、修令策相视一笑，点了点头。修罗然这么闹腾下去，别人会觉得修家父子俩当真是可怜，被女儿妹妹给拖累。这样一想，这些人心里就平衡了。等到了晚上，修罗然跳墙进了三皇子府，在修令策的陪同下，认真检查起了易竞品的腿。王爷，你的腿状况良好，做了手术以后如果恢复得好，站起来完全不成问题。第二天，修令墨推着修令策来到了三皇子府。这助手到了，手术就可以开始了。三皇子府表面上和之前一样，其实暗中加强了戒备，整个王府的高手都在各处潜伏着，警戒着。手术就在易竞品的卧房进行。房间里，修令策和易竞品的贴身大太监文达近身保护。房间外面，王府侍卫统领邓西良带人不停地巡视。1个时辰以后，手术结束，很成功。修罗然傍晚前进王府，给易竞品打吊瓶。白天他就该干嘛干嘛，一点都不影响他上街逛、上街浪。修罗然骑着白马，背着双肩包，腰上缠着鞭子，在大街上行走。高兴了就跑一会儿，看到有趣的事情就下来看看。你们没听说吧？哎，杨员外家知道吧？不知道。你们怎么会不知道呀？就是家里有3个败家儿子那个杨员外，他呀老两口辛苦劳作了一辈子，攒下了一些家业，最后都被3个儿子败光了，还剩下了一点点，就被刚刚那个侯府的女混子抢走了。什么？你没说错吧？不是说他家宽大路就是为了大家吗？这样的人怎么会去抢人家的东西呢？你可拉倒吧，他修路哪里是为了大家呀？他是为了他自己。没看到他骑着高头大马吗？他怕路太窄，他骑马跑不开。原来如此，我以为他是个好人呢。那你快说说，他都抢了杨家什么东西了？我也听听热闹。那你听好了，他拉着杨员外的3儿子去赌，然后呢，抢了人家赌坊的钱，打了人家赌坊的人，他跑了。人家杨员外的2儿子喜欢武器，遇到武器就买一件，攒了整整3仓库呢。女混子到人家看到了，叫来家里的人，带着大马车就都拉回家了。哎呦，你们是没看到啊！杨员外的2儿子就站在一边看着，别提多心疼了，还一个劲的哀求女混子给他留点。那个女混子可心黑了呀，愣是一件也没给人家留，那就是个不讲理的主啊！以后再遇到他上街，千万离他远点，别叫他撞上。人家有钱有势的，撞了你也是白撞。某皇子府，啪的一声，一记耳光狠狠地抽在一个男人脸上。本皇子怎么和你说的？我叫你抓紧时间，赶紧把杨二的武器弄到手。你说他这段时间还在收集，如果现在动手，恐怕得不到更多的武器了。现在怎么样？一件都没了。你知不知道我已经安排好这批武器的用途了？想要用来武装一个护卫队。属下该死。你是该死。你给我滚出去，去东山挖矿去。是。你娘这段时间还好吧？还好啦，她每天跟着张妈妈做针线，倦了就去我们这儿的小花园走走。家里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吧？还可以的，我爹把他的俸禄都交给我了，我哥的也交了一半，够用了。舒尔然呢？他跟着我学规矩学绣活，现在已经学得有模有样了，而且性子也成熟了许多。很好，你这个家呀当得不错。虽然你们家里进项不多，但不管咋说呢，也是侯府家眷，不能太寒酸。有些钱该花的还得花，钱不够用了就和我说。好，你说着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夫婿啊？修依然害羞地低下头。这有什么好害羞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不说我怎么知道谁最合适啊？你看着合适就好。这个真不行，因为我和你的观点不一样，看中的人也不同。那这样吧，你慢慢想想，有时间呢也问问2姐3姐，下次我来的时候告诉我啊，我好心里有数。好。修罗然拿出1万两银票和1小袋珍珠。这些钱是给你贴补家用的。这些珍珠啊，这3颗大的是给你的，这10颗小的，你们姐妹3个分一分。我告诉你啊，这些珍珠可不是咱们天河的东西啊，是老远的地方弄过来的，可以说是很珍贵。你呢，留着当嫁妆也行，镶首饰戴也行。谢谢你啊，洛洛。修罗然离开西跨院，不是他圣母，也不是他好心，一定要帮助2房让他们过好日子，而是修罗然的人生目标是做个随心所欲的纨绔。
如果二房整天的闹腾，今天公事有事儿，明天修尔然有事儿，后天再啥的，那让他怎么出去浪啊？怎么安心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呢？既然老爹不想让二叔一家搬出去，那行，那他干脆让修依然管着，偶尔呢给他们一点甜头，让他们安分一些就是。如果他不想管，老爹恐怕会自己去管，到时候老爹给二房的东西和钱财恐怕只会更多更好，这才是修乐然不能接受的。还是他来吧。修乐然回到自己的院子，发现三哥正在等着他。洛洛，我按照你的吩咐，给柴燕兄妹都找到了合适的好姻缘。三哥，你快说来听听。修令群就给修乐然讲了起来。这个刑部郎中柴莲当年考中的是同进士，他寒门出身，因为他善于钻营，惯会讨好上司，又把自己的漂亮妹妹送给上司做姨娘，所以呢上司对他还算不错，他的仕途也还算是顺当。修乐然听修令群讲完，特别高兴，以后表妹们再参加什么花卉，应该是没什么危险了。不过呢，还是得要再提醒他们注意安全。对。哎，三哥，你又来活啦！修乐然讲了今天珠宝行的遭遇。葛家姐妹，确切点来说呢，是葛家那个大小姐，她居然想要陷害我，被我算计回去了。哎，你帮我查查，看看我是哪里得罪了她。行，洛洛，过几天听信儿吧啊。晚上，修乐然又出现在易静品的房间。王爷，今天呢这是最后一针了，以后就不用打针了。我这儿有些药片，等你吃完不久，这个石膏就可以拆下来。然后你每天坚持下床，拄根拐棍走动走动，3个月以后啊，相信你就能和正常人一样，可以骑马，可以练武，干啥都行。真的？真的。这个药片一天吃3次，一次吃1片，按时吃就行了，不用忌口。明天开始我就不来了，等你拆石膏的时候我再过来。易静品感动的都掉泪儿了。这时文达进来了。王爷，你感觉怎么样了？放心，我很好。文达，我支腿的消息一定要严密封锁，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属下明白。易静品看着窗外的夜空，真正的较量就要开始了。我的对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第二天，修炼策刚准备去三皇子府，修乐然就来了。大哥啊，你有心仪的女子吗？我准备给你们找媳妇儿。洛洛，你怎么想起要给我们找媳妇儿了？大哥，你们哥仨都多大了？你23，二哥20，三哥18，你说说你们哪个不该娶媳妇儿了？你们对我好，我希望嫂子们呢能够对我好。你们自己找的媳妇儿我不放心，我要亲自给你们找媳妇儿。修炼策想到的却是娘不在了，妹妹还要操心他们兄弟的终身大事，也当真是辛苦他了。大哥啊，你说我用不用先帮咱们爹找个媳妇儿？这样咱们侯府就有当家主母了。洛洛，如果咱们有了后娘，后娘再有些手段把咱爹拉到他那边，你想想会有什么后果？后娘对咱们不好，你可以告诉咱爹，1次2次都可以，5次6次之后呢，爹会不会以为是咱们太不懂事？后娘如果生了弟弟，虽然咱们不想抢不想争，可后娘会这么想吗？更重要的是，后娘可以名正言顺的给咱们兄弟张罗亲事，然后把他娘家里的什么表侄女儿表外甥女儿的都娶到咱们家来。哎，大哥打住啊！修乐然一听，这也太可怕了。虽然他并不害怕有个厉害的后娘，可他怕麻烦。这天天陷在家务事中，他哪还有时间随便逛随便浪啊？咱爹有红衣挺好的，真的，我觉得真挺好的。洛洛，你放心，爹如果想娶早就娶了，哪里会等到现在？我是吓唬你的，以后给爹娶妻的话就不要再提了。我们哥3个没成亲也是爹的意思。那是二婶当家，娶妻这样的事情他也有权利插手。爹怕我们不能娶到贤妻，闹得家里不和，所以他告诉二婶，我们哥3个必须25岁以后才可以成亲。我知道了，大哥，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你有心仪的女子吗？有。是谁啊？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易可真是个郡主。郡主？哪个王爷家的？她还喜欢你吗？就是安亲王的小女儿，今年20岁了。她有一兄一姐，安亲王世子易敬霄外出游学没回来，她姐姐易可婷已经嫁人了，不在京城。她应该也是喜欢我的。我的腿断了以后，她几次托人上门想要和我成亲，我不想连累她，一直没答应。大哥，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你就只管说啊。20岁啊，这可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你还想让人家继续等啊？我心不变。修乐然明白了，如果易可真的心也不变，那就铁铁的是自己的大嫂了。修乐然准备去安亲王府，他骑着马刚刚跑了2条街，修乐然看到熟人了，就是静心庵的那个假尼姑灵儿。修乐然正想上前看个究竟，他又看到一个熟人，
是四皇子易敬阳，这个灵儿是易敬阳的人。修乐然继续向安亲王府走去。可真，明年你就21了，你的终身问题真的应该考虑了。我和你父王也就这一点心思未了了。母妃，修令策一天不娶，我就一天不嫁。可真啊，你的心思娘能理解。喜欢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能忘掉的。你那么喜欢他，如果他要是娶了别人，你不得后悔死啊？母妃，可我该怎么办啊？最后见他那次，我已经和他明说了，我真的不在乎他断了一条腿，可是他就是不同意啊。这时，一个小丫鬟小跑着进了凉亭。王妃、小郡主，王爷回来了，请你们去大堂说话。大堂？易可真皱眉，父王很少请他们母女去大堂的，大堂通常都是父王待客的地方。家里来客人了？是的，小郡主，说是给你提亲来了。难道是修家来人提亲了？母妃，不可能是修家。修令策如果要来提亲，他会和我说的。除了修令策，我不会嫁给任何人的。母妃，你一定要帮我。易可真搀扶着于氏慢慢往回走。等他们走远了，修乐然从花丛里出来，他一方面替大哥高兴，同时呢也有些担心，万一易可真顶不住他爹的压力，跟别人定了亲，那他大哥怎么办呀？修乐然远远地跟着易可真母女。你给我滚！修乐然就看到易可真捂着脸从屋子里跑了出来。不久之后，修乐然看到易可真的母亲陪着2个男人走出来，一个应该是易可真的父亲安亲王易鼎安，另外一个可能是媒人，修乐然不认识。安亲王夫妻俩恭敬地把媒人送走了，他们回到自己的院子，修乐然悄悄地跟了过去。王爷可真是个好孩子，这些年服侍你我尽心尽力，我想着怎么也得找个他喜欢的，看他高高兴兴的，我也开心。难道我这个当爹的就不心疼他了吗？我也希望他能和心爱的男人度过一生，可是修令策那小子死活不吐口，你让我怎么办？可真再过1年就20出头了，你要把她熬成老姑娘吗？这已经是小王叔第2次来咱家给段家提亲了。我不是生可真的气，我是心疼她呀。你说咱可真哪里不好？相貌、人品、家世啊，哪样拿不出手啊？可修令策那个臭小子就是不同意，咱们还能去修家压着他和女儿成亲吗？可真已经20了，不是12了，他不能再等了。王爷，如果修令策同意和可真成亲，你同意吗？我不同意。你为什么不同意？哼，我可很了解那个臭小子，他的腿不好，他是不会同意的。他觉得他一个瘸子，配不上我优秀的女儿，没有自知之明。你说我明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我干嘛还要去修家碰钉子？你认识段王爷吧？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你问他干嘛？他请平亲王去安亲王家给他儿子提亲，想娶安亲王的女儿易可真。你是怎么知道的？嘿嘿，我去安亲王家听到的。那安亲王同意了没？易可真当面回绝了呗。安亲王把易可真骂得可惨了，结果就不欢而散了呗。修远仓明显松了口气。爹，你是不是知道我大哥喜欢易可真的事儿？咱们全家人都知道，易可真是个好姑娘，你大哥很喜欢她，她和你大哥也认识好久了。安亲王夫妻俩也同意，本来咱们2家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边关起了战事，我和你大哥都上了战场，战场上你大哥断了腿，回来后你大哥就告诉他亲事不谈了。那孩子当时哭得跟个泪人一般，但你大哥还是狠心的把他送回家了，他不想耽误他。你大哥养伤期间，易可真几乎天天都来，你大哥就往回撵，可易可真不走啊，你大哥没办法，就跑你大舅家去了。据我所知，从那以后，你大哥就再也没有见过易可真了。我大哥觉得自己成了瘸子，配不上易可真。不过现在可不同了，我大哥马上就要和正常人一样了。我今天去安亲王家，我大哥知道。真的？你说你大哥知道？是啊。好，好。修远仓站了起来，满屋子乱走。好，看来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抱上孙子了。修乐然看着老爹那高兴的样子，有些不忍心泼他冷水。爹，你就肯定易可真一定能嫁给我大哥吗？她一定会嫁到咱们修家来的。别说你大哥腿好了，就是不好，她也不会嫁给别人。那丫头
可是意志力很坚定的人，绝不会轻易改变主意。听老爹这么一讲，修罗然也喜欢上这个易可真了。爹，你还没告诉我呢，那个段王爷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把名利看得很重的小人，是一个得意便猖狂的主。果然不是个好比。爹，我知道了，那我走啦。修远苍还想问问这事儿的具体细节，可修罗然已经跑出去了。修罗然要干嘛去啊？当然是要去段家呀。陈王爷，本王有负所托，惭愧呀。王爷，难道说安亲王不给你面子，驳回了？啥叫安亲王不给我面子？你以为本王是傻瓜吗？这么明显的挑拨之词都听不出来？虽然本王欠你一个人情，可本王已经为你跑了2次安亲王府了。试问这天鹤王朝能请动本王跑腿的人有几个？还跑了2次。不管所求之事是不是成了，本王都出力了吧？没成，说明他们不是姻缘，说明你们段家无德，不配和我一家联姻。段王爷，不是安亲王不乐意，是可真那丫头和他父王闹矛盾，说暂时不打算嫁人了，气得安王爷破口大骂。王爷，有道是好事多磨，也可能是小郡主不好意思当面答应，害羞了才那样说的。希望王爷能再跑一趟，我已经请人看了，说可真郡主和小儿乃是天作之合。程王爷，就算我的腿脚不值钱，我已经跑了2趟了。安亲王虽然没直接说，可那意思已经拒绝得很明白了，还要去提亲，你有这心，我可没这脸。你呀，另请高明吧。你去都不行，别人就更不行。王爷啊，这撮合两性之好可是积德的事情啊。就像上次，如果王爷平时净干些缺德事，我也不会请龙香医来给王爷治病嘛。本王皇室血脉，皇帝亲疏，就是做了缺德事儿，谁又能把我怎么样？是没人能把你怎么样啊，可你自己能过去心里那道坎吗？比如说你欠人家的人情不还，你心里是不是不好过？总感觉站在人家面前都矮一头。好，本王就再跑一趟，成与不成，你的人情本王就算还完了。行，他心里说，你个傻帽，不知道人情债最难还吗？还说什么还完了，本王会让你永远也还不完。段成答应了，易向平总算是松了口气，这该死的人情也总算是能还上了。段成离开平亲王府，心情愉悦地回家了。修罗然也出了王府，继续跟踪那个段成，看看能不能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第二天一大早，修罗然就去了平亲王府，翻墙进了易向平的院子，把正在院子里散步的易向平吓了一大跳。王爷，我是修远苍的闺女。你就是修远苍寄养在安堂的那个闺女？是啊。你来这里何事啊？来给王爷你讲个故事听。易向平和修远苍没什么交情，可易向平很喜欢修令策。你大哥还好吗？王爷你放心，我哥他好着呢。讲讲你的故事吧。王爷，你也知道我从小在安堂长大，我曾经呢遇到一奇人，他教了我很多本事。这个呢就且不说，他呢还送了我一件宝贝，就是能够把声音动静录下来。正好我昨晚上闲逛录了一段声音，因为涉及到了王爷，就来给王爷听听。不过这东西我不能让王爷看，也请王爷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儿。好，本王答应你。修罗然掏出用手帕包好的手机，开始播放录音。易向平那家伙虽然是个蠢货，对人倒是很真诚，他答应人家的事情通常都能做到。还有，他最不喜欢欠人情，如果让他欠我一个人情，你说我求他办点啥事儿，他还不使出牛劲儿给我办呢？为了让他欠我人情，我可是费尽了心机呀。有一次我听说浓香医要来京城。易向平听完了录音，段成他欺人太甚。小娘，这里提到的那封信。修罗然掏出信递了过去，易向平看完更是气得火冒三丈。段成这个王八蛋，如果他不扣下这封信，没准自己和女儿的病早就好了，哪里还用遭这么多罪？段成，本王不报这个仇，本王跟你姓。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弄到手的？他们床上运动的时候，我悄悄进去拿出来的。什么床上运动？你这丫头咋啥话都敢说？王爷，我不说你能明白吗？丫头啊，本王谢谢你，你来我这儿不单单是给本王讲故事的吧？当然，
我是来阻止你去安亲王府提亲的，因为易可真是我看好的嫂子，怎么能嫁给别人呢？丫头，我倒是听说过你大哥和易可真的事，只是已经好多年了，怎么，你大哥又同意了？我准备呢给我哥哥们娶媳妇儿，就问我大哥有没有心仪的人，我大哥就说他喜欢易可真，我就去了安亲王府想要看看他，就看到你去提亲了，我想找你说说别和我们抢嫂子，就看到段成去你家了，我看到他出来的时候很高兴，可能是亲事成了，就跟着去他家偷听，结果就听到了这个，没想到还被我发现了大秘密。哎呦，看把你忙的，为了你大哥你也是操碎了心啊。我也这么觉得。丫头，你能保证你大哥已经同意娶易可真了吗？王爷，我绝对能够保证。好，那本王现在就去安亲王府提亲去，给你大哥提亲。王爷，你就这么放过段成啦？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主意了？王爷，我不知道你平时是怎么跟段成相处的，你是咱们天河王朝独一无二的最最尊贵的王爷，我偷听段成的话，感觉他不太尊敬你，你应该狠狠地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天河王朝是谁家的天下，是谁的地盘。他以为他也是一个王爷就了不起啊，没有一家王朝他算个狗屁。你说本王怎么收拾他好呢？王爷，这就要看你要做到什么程度了。到了下午，易向平按照约定去了安亲王府。段成躺在床上，听派去监督易向平的人回来说，易向平已经去了安亲王府。段成乐得抱起旁边的金枝，狠狠的就啃了2口。王爷，平清王府来人请王爷过府，说是有事情商量，告诉他本王马上就来。是。段成收拾好之后，就到了平亲王府。他看到了易向平的黑脸，他小心地问：王爷呀，是不是亲事不成了？本王第3次登门，我老侄子怎么也要给我这个面子，敢不同意，我就叫皇上收拾他。段成一听成了，他高兴得有些放肆。哎呀，不是我吹呀，你看看我家江白，条件多好呀，配他家易可真，那可是娶了我儿了。你儿子再好也是臣，是民；易可真再不好也是皇族，身份上就比你高一大截。更何况易可真哪里不好，唯一的缺陷也就是比段江白大3岁。可这也是你们乐意的，也不是我们易家上杆子要嫁的。看易向平没有说话，段成就继续说：其实说起来呀，安亲王是王爷，本王也是王爷。安亲王被封王，仅仅是因为他姓易。可本王不一样啊！本王那可是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天鹤王朝卖过命的。他姓易的，就应该感激我才对。没有我们在边关拼杀，哪来今天的太平盛世啊？我们姓易的都应该感谢你。哎呀，王爷言重了啊！作为一个臣子，这也是应该做的。他倒是提了几点要求，只要你们做到了，他说马上成亲也行。王爷呀，你快说说是哪些条件？别的倒也罢了，凭你的身份和能力也不难办到。只是有一条，安亲王希望能请皇上赐婚。他说他女儿已经20了，再不出嫁就是老姑娘。如果皇上赐婚的话，他和女儿的面子都能好看些。段成一听有些为难了，说实在的，要请圣旨赐婚，他还真没这个能力。哎呀，王爷呀，你好人做到底啊，请你出面为小儿和易可真求到赐婚圣旨。行，那就明天吧。这事儿拖了这么久了，也该有个结果了。皇宫议政殿，皇上从走进大殿就一直在看他的小叔叔易向平。老王叔，你今天上朝可是有事儿啊？哎呀，皇上啊，这就要让人欺负死了，你可要为我做主啊，皇上。老王叔，你说谁欺负你了？如果欺负朕还能原谅他，但是敢欺负小王叔你，朕诛他9族。皇上，你也知道，臣和人交往都是真心相待，人敬我1尺，我敬人1丈。我最怕欠人家人情了，哪怕不能10倍100倍还回去，至少也要3倍5倍的还人家。易向平说到这儿，段成如果还不知道说的是他，那他就是傻子了。他想往前去，想拉住易向平向他道歉，说自己是同易向平开个玩笑，希望易向平不要当真。可是离段成比较近的安亲王、顺亲王、修衍仓等人都是有意无意的阻挡他，不让他过去打扰易向平说话。去年段王爷段成因为我欠他一个人情，他就威胁我让我去安亲王府提亲，他想把女儿嫁给安亲王世子。臣不想去呀，可臣没办法，谁让臣欠人家人情呢？谁也没想到啊，安亲王世子自己找了个世子妃，亲事没提成。前些日子段王爷又来找我，
还让我去安亲王府提亲。这次是给他儿子求娶安亲王的女儿易可真，可人家易可真喜欢修令册，说啥也不愿意嫁到段家。为这事儿，我被段成软话逼着去了安亲王府2趟。为了能说和成功我甚至不惜以身份压我的老侄子。可易可真就是不同意，我们也没办法呀。段王爷呢，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还让我跑第3趟他说什么不管这次成不成，我欠他的人情就算还上。我一听又去了一次安亲王府。可是易可真不愧是咱们皇家血脉，很有主见，他认定的人死也不变。他说如果逼着他嫁人，他宁可去死。皇上，你说我一个叔爷爷怎么能做逼死侄孙女的事儿呢？我无功而返，回到家里后就越想越觉得对不起段王爷，有负他所托，我就叫了一个心腹去段府，希望他能替我好好向段王爷说说好话。这次没帮上他的忙，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帮他。我的心腹去了段府，但是回来的时候告诉我。殷向平说到伤心处又开始哭了起来，皇上就站在一边陪着。我的心腹告诉我，他到段府的时候正赶上段王爷和宠妾闲聊，他没进屋，正准备回来时听到他们提起了我的心腹就听了下去。皇上臣没想到以臣在天后的身份地位，还有人把臣欺负到这种程度。段成甚至说安亲王被封王纯粹是因为他姓易，而他被封王是因为他立下了盖世奇功，咱们姓易的都应该感谢他，感激他。我当时虽然觉得他这话有些过了，可谁让我欠人家人情呢？我还能说啥呀？我是怎么也没想到，原来这个人情是假的，我被他用这个人情威胁了好几年呀！皇上真太憋屈了，皇上。皇上看完了信，等易向平哭完了，他叫詹公公把这封信给百官们念了一遍。皇上回到龙椅上坐好，看着下边的文武百官，重点是看着段成。哎呀，完了，这次是真的完了！早知道就别让易向平跑最后一趟了。段王爷，你是个功臣我们姓易的都应该感激你呀！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天鹤王朝，是不是？皇上，是老臣该死，不该欺骗平亲王。安亲王上前一步。皇上，小王叔这些日子很是上火，他左右为难这就算了。小王叔一趟一趟往我们家跑，他的腿本来就不好，现在更疼了。最后一次去我家，我看小王叔都有些瘸了。这都是拜段王爷所赐，如果不是他，说不定龙香一早就把小王叔的病给治好了。小王叔哪里会遭这份罪？老臣该死，老臣该死！你是该死，你欺负蒙蔽我们就算了，居然算计到小王叔头上。皇上，这是这些年段王爷犯下的罪行，就算咱们姓易的欠他的，他怠慢咱们姓易的不算，这些贪墨巨款、买官卖官、欺压百姓、逼良为娼、草菅人命的大罪也不可饶恕。段成，你有什么可说的？皇上，老臣罪该万死，可是臣的儿女是无辜的，请皇上饶了他们吧。可段成哪里知道，皇上最痛恨的就是段成对皇室不公，对他不敬，只这大不敬一条就足够他诛9族的。你的儿女是不错，儿子嫌我女儿年纪大，你上赶着求娶，可你儿子却说什么那个老女人，给他个妾位就不错了，娶什么娶？我天鹤王朝堂堂郡主，这是给他做妾的。你女儿更牛，都嫁了人了，还说什么她本该是皇贵妃的命，是皇上有眼无珠，看不到她的好。段王爷的小女儿小年纪霸气十足每次见了我女儿都要让我女儿给她行礼，说什么都是王爷的女儿，我爹的王爷是挣来的，你爹的王爷是要来的，不值钱，你得给我行礼，我才应该是郡主，你算个什么东西？这每次都能把我女儿气得大哭。顺亲王这是帮着安亲王，他睁眼说瞎话，哪有什么哭呀？小郡主易可心的那脾气，哪次不是追着段成的小女儿打？可这时候段成也不敢说呀，还有几个大臣也都走上来，也想说说段成的罪行。来人，你指段成藐视皇族，欺压百姓，罪大恶极，罪无可恕，剥夺异姓王称号，斩监后。
段氏段成这一脉嫡支，所有人统统贬为庶民，不得做官，不得科举。段成悄悄搜寻二皇子易敬时的身影，可哪里能找得到啊？易敬时是最了解皇上心思的，你怠慢了皇上，求求情也许没啥大事儿，可你若得罪了平亲王，那就是捅了皇上的肺管子，皇上岂能饶了你？可这个时候他哪里会管段成的死活，他还一肚子气没地方发呢。本来呢，那挺好的一件事儿，段成如果和安亲王结亲，不但巩固了自己的王位，对他易敬时也是很有帮助的。可这一把好牌，段成却没有打好，自先底牌，让人抓了把柄。没错，这段成是二皇子易敬时的人。皇上，小女可真今年已经20岁了，她心仪修令策很多年，非修令策不嫁，请皇上成全。易敬时一听，这怎么行啊？修令策是三皇子易敬品的人，说什么也不能让修令策娶了易可真。修令策若是娶了易可真，等于是把安亲王拉到了易敬品的阵营里。易敬时正要上前阻止，没想到修远仓站了出来。安王爷，这事儿你也知道，我儿修令策他有自己的主张，我也不能替他做这个主啊。怎么，你们修家的门槛就那么高吗？还是说我的女儿配不上你的儿子？哎呀，安王爷，我并不是这个意思。现在被段成闹腾的，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我女儿心仪修令策，不肯嫁给别人。你不同意，这是逼着我女儿去死啊！安亲王为了女儿也是豁出去了。平亲王站起来向皇上行礼。皇上，这事说来说去都是臣的错，要不也不会把这些陈年旧账翻出来。可真是个好孩子，皇上就成全了他吧。皇上看着小王叔殷殷期待的目光，也看到了易敬时着急的样子，他狠狠地瞪了易敬时一眼，随口说：安亲王之女易可真，端庄贤淑，性情温良，特许配给镇西侯世子修令策为正妻，月内完婚。皇上一道圣旨，却说了2件事：给修令策和易可真赐婚，封修令策为镇西侯世子。所以安亲王和修远仓都跪下谢恩呢。二皇子易敬时气得肝儿疼。修令策不但成了安亲王的女婿，还成了镇西侯世子。平亲王、安亲王今天的目的达到了，叔侄2个高高兴兴地离开了皇宫。你那是什么态度？怎么对朕的旨意有意见呢？那这有意见的易敬时也不敢说呀。老三对朕说，他不想死，他想活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给朕滚回去好好反省。易敬时急忙退出了议政殿。易敬时明白了，他做的事情皇上都知道了，皇上这是在敲打他呀，让修令策娶安亲王的女儿，封修令策为世子，这等同于是在加强老三易敬品的力量，希望老三能保住性命。今天在朝堂之上，平亲王和顺亲王、安亲王联手把段成送进了大牢，很好的执行了他的计划。此刻修洛然正站在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上，偷偷观看韩静饶会情郎呢。修洛然不只听1个2个人说韩静饶极其爱慕5皇子易敬玄，所以发现这2人在这私会时，他这才跳到大树上偷看。武殿下，好久不见。韩小姐，不知道你堵住本皇子意欲何为？原来是韩静饶堵的易敬玄啊！武殿下，许久不见，静饶很是想念。远远看到殿下过来，特来见上一面，以解相思之苦。哼，韩小姐想我，那我可真是荣幸之至啊！韩静饶的眼中鄙夷一闪而过，他马上又换上了一副害羞的样子。不过修洛然看得很清楚，武殿下，静饶的一颗芳心系在你身上，请武殿下能够好好珍惜。韩小姐，这里也没有外人。说到这儿，易敬玄往修洛然藏身的地方扫了一眼，修洛然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家伙发现我在这儿了。韩小姐有话不妨直说，省得浪费彼此的时间。武殿下，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南省出趟公差，不知道武殿下能不能帮我带个人去？怎么带？就让他跟着你就行，别的就不劳武殿下操心了。就是来监视本皇子的呗。武殿下怎么能这么说呢？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再说了，也不会影响武殿下做事。本皇子如果不同意呢？武殿下，人生路上多磨难，你就能保证不会有求到我的一天吗？武殿下今天如此待我，你说到了那一天，本小姐是帮你呢，还是拒绝你呢？韩小姐，我办我的公差，做我该做的事情。
我想，韩小姐可能对我有什么误解。你的请求本皇子做不到，所以只能说句抱歉了。我马上出门了，有些东西需要整理一下，失陪了。易静璇说完，转身就走。靠近修乐然站着的大树时，他轻轻说了句：“别急着走。”然后他头也不回就走了。修乐然乖乖地待在树上没动。不久，从远处跑来一个人。修乐然看到这人时吓了一大跳，紧张的差点掉下来。来人是修乐然在静心庵见过的静统领。怎么样，他答应没有？我还真的是小瞧他了，在我面前站了这么久，心神居然没乱。本小姐不美吗？不是小姐不美，可能小姐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你是男人，应该更了解男人。你说说看，他可能会喜欢什么样的类型？越是表面端着的人，内心里越是风骚无限。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是傻瓜吗？都这样了，他能同意吗？多了解了解他，努力做出他喜欢的样子。男人在喜欢的女人面前都是很傻的，你说是傻就是傻。如果你一直像现在这样，以后的事情恐怕你一件也做不成。主子就不能派别人来和易经玄周旋吗？你都做不到的事情，你觉得谁来合适？你也别泄气，今天不行不代表以后不行，没准哪天就行了。等他喜欢上你了，你就有保端了啊！对了，主子让我告诉你，皇上已经给修令策赐了婚。你说什么？别说是你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惊讶。主子一直在打压三皇子的势力，现在修令策如果娶了易可真，成了安亲王的女婿，对我们可是太不利了。主子应该比咱们更清楚这件事情带来的后果。算了，主子也不是咱们能够议论的，散了吧，保重。韩静饶和靳统领从两个方向离开了，确定四周没人之后，修乐然这才跳了下来。他这次的收获可不小，他喜欢易静玄是假，还有他是在为二皇子做事。爹，大哥，是不是亲事成了？洛洛呀，今天你应该多准备一些好吃的，咱们家是双喜临门呢。快说说怎么个双喜临门？修远仓就说了今天朝堂上的事情。大哥，你被封为世子了。听爹回来一说，我也感觉很突然，算是意外之喜吧。他有了这个世子的名头，就不会再有人说他们镇西侯府没落了。他的腿好了，被封为世子了，很快的他又是新郎官了。这所有的好运气都是他妹妹带来的，他可当真是家里的福星啊。大哥恭喜啊！今天我一定要弄些好吃的，咱们好好庆祝一下。然后我就要张罗起来布置新房，买家具和生活用品、床上用品，打首饰做衣服。哎呀，我可要忙死了。修乐然看看这儿看看那儿，非常夸张的扳着手指头，一样一样的算着，时而抬头斜眼想一想，一副忙得要死的样子。修远仓、修令策父子俩看着修乐然搞怪，也都笑了起来。爹，大哥，你们等着，我去找河湾抓螃蟹去。这个季节的餐桌上怎么能少得了螃蟹呢？去吧去吧。修乐然去找河湾了。修远仓对修令策说：“你的婚事，我没想到会这么顺利。皇上叫你们院内完婚，也是怕出什么意外吧？”爹，我也是沾了三皇子的光了。三皇子的腿是二皇子的人弄断的，咱们知道，三皇子知道，皇上也知道。皇上虽然不反对皇子之间的争斗，却极力反对皇子们手足相残。如果这样杀下去，杀到最后能不能剩下一个健康的皇子都是个问题。皇上允了我的婚事，让我当世子，对三皇子都有利。皇上也怕三皇子死在二皇子手里。不过如果没有洛洛出头，没有平亲王和安亲王、顺亲王的帮衬，二皇子一党肯定会横加阻挠的。是啊，七皇子易静阁一直在惦记着修乐然做的螃蟹，听修令群说特别好吃，他无论怎么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味道。这天他又拽着五皇子易静玄：“五哥，咱们去镇西侯府呗。”怎么还找修令群玩去啊？是啊，顺便看看他们有空没。有空的话，咱们帮他们去抓那个螃蟹，让修小姐做给咱们吃。你说你为了吃螃蟹，都跑了几趟镇西侯府了？五哥，前几趟不是白跑了吗？修令群都不在家，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找到修令群。他以前闲得很，可自从他妹妹回来，我感觉他天天忙得不着家，都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五皇子其实也想去镇西侯府看看，他想看看修乐然是不是又在唱歌。易静玄拉着易静阁没走镇西侯府的大门，他还是准备跳墙进修乐然的小花园。这时一个男仆赶着驴车进来，车上拉着5、6坛酒。
不久，蒸熟的螃蟹就被拿进了花园，腌母蟹也拿了进来。烤架上已经烤了很多的肉串和整条的鱼。几张餐桌上，修家的主子们都已经就位，倒好了美酒，开始准备吃饭了。大家一起举杯，祝贺修令策被封为世子，同时也祝贺他要成亲了。这时，五皇子义敬玄带着七皇子义敬阁站到了小花园的围墙上，闻着那扑鼻的香味儿，差点把2个皇子给馋哭了。五哥，你快看，他们在吃饭！义敬阁的声音可不小，修家的人都听到了。七皇子，你是来找我的吗？洛洛，我和你说过吧，七皇子是我的朋友，他肯定是来找我的。修洛然白了他一眼，修令群也不在乎。七皇子，五皇子，你们如果不嫌弃的话，一起吃点吧。好，正好我们也饿了。对了，今天你们吃螃蟹吗？我们都没吃过。洛洛，让他们一起吃吧，反正咱们有很多吃的，多他们2个也够吃。修洛然有些气闷，这是够不够吃的问题吗？这时，修远仓和修令策已经开始招呼2个皇子下来吃东西了。修洛然当然是再不乐意，也不能把他们撵走啊！这美食当前，义敬阁才不管修洛然是什么感受呢。他正在修令群的指导下猛吃螃蟹和烤鱼。义敬玄偷偷看了修洛然2眼，这丫头还是跟之前一样不欢迎他。看来以后啊，应该离4哥远点儿。如果继续被这丫头讨厌下去，他以后跟修家人都没办法来往了。螃蟹是良心的东西，吃的时候多蘸点姜醋吃，也再多喝点酒。这时门房进来，向修远仓禀告：侯爷，韩静饶韩小姐和夏雨宁夏小姐来访。爷，你们继续吃，我看看去。修洛然来到了大门口，只见韩静饶和夏雨宁都打扮得很隆重，就像是登门做客的样子。修洛然冷冷地看着韩静饶：韩小姐，我们修家不欢迎你。夏小姐也是啊，请你们离开。还有啊，我们正在吃饭，我就不奉陪了。修小姐，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来修家并不是为了找你们修家人，我来找五皇子。雨宁嘛，他是陪我来的。韩静饶并没有说夏雨宁是来找修令仪的，害怕被修洛然赶走。我告诉你，韩静饶，你追男人也好，追皇子也罢，以后不许再来我们家，你等着，我这就把五皇子叫出来。修小姐，你就这么讨厌我吗？是不是你很喜欢五皇子，怕我进去抢了你的风头，五皇子看到我就不会再理你了？韩静饶，你别装的好像你有多喜欢我似的，咱们相看两厌，那就彼此都离彼此远一点。既然你来这儿是为了找五皇子，我就马上叫他出来，你呢在这儿乖乖的等着吧。我再说一遍啊，我们修家不欢迎你，以后即使你要找五皇子，请你呢在外边等着，不许你踏进来一步。修洛然转身往院里走去，一边走一边告诉门房：把门给我关上，没有我的命令不许随便开门。韩静饶瞪着修洛然的背影，真是命大，上次怎么不淹死你，竟出来坏我的好事。修洛然回到小花园，大声叫道：易静玄，我家大门口那个韩静饶找你，赶快去吧啊！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再想领着女人浪，请你到别的地方浪去，离我家远点，别什么臭鞋的烂袜子都领着我们家来，看着就叫人恶心。修洛然看老爹和大哥都看着自己，就指着盆里的螃蟹说道：这几个都很肥，咱们接着吃，别管他们。易静阁吃得正欢呢，他不想走。那个修令泉，你也没吃完是吧？那我陪你一起吃。易静玄看着气呼呼的修洛然，他点了点头。虽然他和那什么韩静饶不太认识，但毕竟也是借着他的名头来打扰修洛然了。这个人啊，他不得不管。修令策陪着五皇子刚走到门口，就看到韩静饶和夏雨宁走了过来。韩静饶笑着跟易静玄打招呼：五皇子，咱们又见面了。韩静饶看到了修令策，连忙上前行礼：修大公子，不，现在应该称呼你为侧世子了。侧世子，近来可好？则很好，不劳寡心。五皇子，希望你能记住洛洛的话，我就恕不远送了。关门。修令策转动他的轮椅就进了院子。韩静饶向修家院里看了一眼，心里暗恨：修洛然，你给我等着！你应该也不是来找我的吧，石培？易静玄说完，转身向着小花园后墙走去。咱们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回去。韩静饶回头看了一眼修家紧闭的大门，又盯着易静玄，直到看不见才算完。我不会就这么放弃。说完，韩静饶带着夏雨宁也走了。易静玄跳墙进了小花园，很是自来熟的站到了修令策身旁，继续吃起螃蟹，不时的看着修洛然，对他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爹，大哥，两位皇子，你们慢慢吃，我吃好了，出去逛逛啊。
修罗然骑马出了侯府，就在大街上飞奔起来。娘的，今天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倒霉日子，净看到一些不想看到的人。他一拍踏云的脖子，踏云撒开蹄子就向前冲，马蹄声也越来越近。王爷，咱们还是躲躲吧，万一撞到王爷就不好了。撞到我倒是没什么，王爷身份贵重，可经不得撞啊。说话的正是刑部主事的庶女马强，她口中的王爷正是四王爷易敬阳。易敬阳看到骑在马上越来越近的修罗然，气得说不出话来。你给我下来！踏云跑到了易敬阳面前，修罗然倒是没让踏云撞易敬阳，不过修罗然却是狠狠的一脚踹在了易敬阳身上，把那易敬阳踹到了路边的沟里。修罗然打马就跑远了。王爷，咱们回去吧。你回去吧，我要去问问修远仓，他是怎么教的女儿。王爷，骑马的小姐可能不是故意的，你就别去找人家了，好像咱们多小气似的。你知道什么呀？你回去吧，你的衣服也脏了，回去换件。是，该死，脸又疼了。修远仓和修令策刚刚送走2位皇子，正在商量着成亲的事情，就听下人来报，说是四王爷易敬阳来了。修远仓就连忙迎了过去。侯爷，本王知道修小姐从小养在安堂，没有受过什么正统的教导，可你们即使不教她，也不能就这么放纵她吧？啊，穿的不男不女，发饰古里古怪，满大街跑马，人群里高声喧哗。你们别忘了，她可是本王的未婚妻，将来是要执掌王府的。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成？四王爷，你说的很对，也很有道理，可是我们做不到啊。我妹妹从小吃了无数的苦头，马上就要嫁人了，我们也不忍心再苛责她。如果王爷你对小妹不满意，请你找皇上退亲去，我们毫无怨言。如果你退不了亲，也请你对小妹多多包涵，她就那个性子，我们觉得挺好，不需要改变。侧世子，修小姐乃是侯府嫡女，她的表现会给侯府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据我所知，你们侯府还有好几位小姐，甚至有几个已经要到出嫁的年龄了吧？难道你们不怕她们因为修小姐的关系嫁不到好人家吗？这就不劳四王爷操心了，你只要把小妹保护好，疼在手心里就行。就那么个蠢货泼妇，让我疼在手心里，这是要恶心死我吗？那易敬阳想了想，还是觉得为自己争取点利益比较不错。侯爷，侧世子，修小姐你们不教，说不得本王就亲自教她了，希望你们能理解本王的苦衷。王爷亲自教小妹是小妹的福气，只是小妹脾气差些，希望王爷能多多包容，多多忍耐。让本王忍耐？狗屁！本王不揭了她一层皮，算她皮厚。等成了亲，她进了王府，那就是我的地盘。哼，看她还怎么嚣张。这时修洛然骑马回来了，他一眼就看到了易敬阳。你来我家干什么？滚！你回来了正好，当着你的父亲的面，咱们就来说说一个王妃应该是什么样子。哎，打住！我现在还不是你王妃呢，等我嫁进你们易家的门，你再来管我也不晚啊。现在请你立刻马上痛快的给我滚出去。看易敬阳站着没动，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修洛然就解下腰间的鞭子，一鞭子甩过去，抽在了易敬阳腿上。你！易敬阳大叫一声，指着修洛然说不出话来。修洛然看到易敬阳还指着他，抬起鞭子又要打。洛洛，住手！姓易的，要么退亲，要么就给我憋着。本姑娘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就这样了。你忍不了就给我滚远点儿。正好本姑娘也看你不顺眼，还想教导我。我父亲哥哥都在，还轮不到你。说完，修洛然一脚把易敬阳踹到门口。再敢来我家瞎叨叨啊，我就打死你！易敬阳算是看明白了，修家父子哪里是管不了，他们是根本就不想管，那他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呀？易敬阳气愤地走了。爹，这事咱们得掌握主动。明天咱们俩早朝前进宫，向皇上请罪，顺便退亲。可皇上应该不会同意吧？皇上自然不同意啊！如果同意早就同意了，根本不用等到现在的。咱们不过是向皇上表明一个态度。洛洛打了四王爷，如果咱们不哼不哈的，皇上会怎么想？大哥说的对，反正咱们也不想要这个婚约。皇上既然不同意退亲，那他儿子挨打那也是活该。你以后注意点，别动不动就打四王爷，谁的儿子谁心疼。你京城的，即使皇上不管，还有淑妃和她娘家人呢。时间长了，他们不会不管，闹到皇上面前，弄不好咱们要吃亏的。我知道了，爹。哎，不过爹，我发现了易敬阳的一个优点。洛洛，你是不是想说易敬阳挨打也好，吃亏也好，很少去皇上和淑妃那里告状？他有什么脸告状？
被自己的未婚妻打，还经常打，说出去多丢人呢。所以啊，我每次打他都不打脸，而是打在身上，哪儿疼打哪儿，让他长长记性，以后啊少管我闲事。修洛然说完就出去了。修令策觉得修洛然目前这样也没啥不好，不憋屈不受气，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哪怕皇上执意让他们成亲，以修洛然的性子，他也能在四王府过得很好。修远仓父子俩找皇上请罪，然后提出退亲。皇上愣住了，问修远仓：“你说你女儿又把四皇子打了？”“是啊，他大街上骑马被四王爷看到后，四王爷说他没教养，他不乐意了，就动了手。”“你女儿不乐意就可以打朕的儿子吗？”“老臣该死，没有教育好儿女。”“你女儿总是打朕的儿子，你替你女儿跪一跪也是应该的。”薛令策看皇上的意思，应该不会同意退亲，他拱手说：“皇上，小妹和四皇子相见，不是吵就是打，他们两个在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小妹性子豪放，做事全凭心意，不计后果，不适合做皇家的媳妇儿。我们请求退亲，不能再耽误四皇子了。”“你不同意退亲，非要把他们绑在一起，我妹妹打你儿子也是活该。”皇上看得出来，修家人是真的想退亲，并不是以退为进。而自己那儿子呢，也确实不喜欢那丫头。淑妃母子俩也是多次提出退亲，再一想到邝姬仙的话，他还是觉得这丫头绝不能嫁给别人。虽然自己儿子不乐意，也想退亲，可是这退亲的话由修家提出来，好像他儿子有多不堪似的。必须得叫修家人闭嘴，不许再提退亲的事儿了。以后就是想退亲，也得是他们皇家提出来的。你妹妹也同意退亲吗？修令策点点头，他不知道皇上为什么要这么问。皇上对身边的大太监詹公公说：“宣侯府嫡女，朕要听他亲自对朕说。”皇上召见，修洛然不敢怠慢，他骑马到了皇宫门口，下了马，叫踏云自己玩去，他就进宫去了。他一眼就看到修远仓跪在那儿，他都忘记要向皇上行礼了。“爹，你犯了啥错了？有错咱们就认，你别总是跪着呀！你这腿啊，这些日子总疼，那再跪下去腿就不要了。”“皇上在呢，不许放肆。”“我怎么放肆了？你先起来。”“因为你打了朕的儿子，你的父兄来赔罪，自愿跪在这里。”“皇上，冤有头债有主，错是我犯的，不关我爹和我大哥的事，要杀要剐冲着我来好了。”“你一个民女，居然敢打皇子，你该当何罪？”“皇上，你同意我和四皇子退亲啦？”“朕何时同意了？”“皇上，既然我和易静阳还没退亲，我就不是民女，小女子我是四皇子的皇子妃，是四王爷的王妃。那我和易静阳打架，也就不是民女打皇子，而是未婚夫妻之间的小矛盾、小情趣啊，那都是小意思啦，不值得惊动圣家。”“你就那么想退亲？”“是啊，皇上，我是真的想要退亲，我可不敢说谎，欺君那可是杀头之罪。”“你可知道，和皇子退亲后，可就再也不能嫁人了。”“不嫁就不嫁呗，大不了出家当尼姑。”“皇上，民女有个请求。”“你说。”“皇上，我出家以后，能不能就在镇西侯府附近盖个安堂修行啊？离我爹和哥哥们近点，也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你放心，盖安堂的钱我让我爹出。哎，还有啊，皇上，让我带发修行呗。剃个光头太难看了，丑死了。”皇上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还是个孩子，你说这自己跟个孩子较什么劲儿啊？“谁让你出家了？你给朕滚回侯府去！”“遵旨。”修洛然答应得很痛快，立马向大殿门口走去。走了几步，他又退了回来。“皇上，干嘛？”“我怎么看你好像没睡好的样子？我呢会酿酒，我酿了一种药酒，每天睡前喝上1小杯，就会睡得很好的，不能多喝啊，多喝可就睡不着了。”“皇上，这个酒是真的不错，我岳父有时候会失眠，晚上难以入睡，喝了洛洛送去的酒啊，就好了很多了。”皇上最近确实经常失眠，因为二皇子易静时觉察到皇上暗中帮着三皇子，对他很不利，他已经在暗中布局，想置三皇子于死地。皇上有个极其秘密的组织，叫天眼，专门负责监视皇子和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们，看看他们平时都在做些什么。这个组织里边的人没有上百个，也有几十个。皇上通过天眼组织知道了二皇子的计划，这可把他愁完了，吃不香睡不着的。“你干嘛讨好朕？”“我可没讨好你，我是在帮我自己啊。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如果能随便逛随便浪，想干嘛干嘛，那我就满足了。只有您老人家的身体啊，棒棒的，稳稳的坐在那个位置上，
咱们天鹤就是太平盛世，没有战乱，没有天灾，我的愿望就能实现喽。你们都回去吧，朕叫詹芳跟你们去取酒去，多给朕拿几坛。没问题，皇上，我特别会酿酒，如果你有酿酒材料，我可以帮你酿，保证好喝。我虽然会酿酒，可没有材料啊，真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你倒是不吃亏。修衍苍带着修令策兄妹离开皇宫回家去了。不久，詹公公赶着马车也到了，车上是皇上送的很多酿酒的材料，皇上送的都不是凡品。修乐然乐坏了，小姐，宫里詹公公赶着马车来了。詹公公怎么又来了？难道是那些酒出什么问题了吗？不可能啊，那都是我亲自酿的，亲自装到车上的。酒本身肯定没问题，那就是人出了问题，或者酒……世子爷，小人闻到了很大的酒味儿，可能是半路上酒坛子震漏了。酒坛子震漏了？怎么可能？我绑得很结实的。洛洛，别猜了，咱们看看去不就知道了。兄妹俩来到大门口，詹芳哭丧着脸。世子爷，秀小姐，咱家对不起你们呐，酒没看住，酒坛子都被人打碎了，一坛不剩啊。詹公公，我是不是听错了？你说的酒都让人给打碎了，你们没说这酒是给皇上的？说了，可人家说我们是假装办公差的混子，就都给砸了。谁干的？修令策心里已经猜到是谁干的了。是二皇子殿下。世子爷，秀小姐，咱家辜负了你们的心意，实在是对不住。别的酒倒也罢了，只是皇上最近失眠严重，这个能帮助睡眠的酒，还请你们再赏几坛。詹公公，没你说的那么严重，酒呢我还有一些，我再给你照着原样装一车也没什么。只是这个帮助睡眠的酒啊，我是真不多了，因为当初酿这个酒的药材不好弄，剩下的几坛本来是我准备留给我外公的，现在也顾不得了，请詹公公带进宫给皇上吧。等我再多收集一些药材，多酿一些，应该会比现在这些效果还好，不但助眠还能养生。不知道秀小姐缺哪些药材，你说来听听，也许咱家能弄到。于是修乐然很不客气地写下了一张药材单子，递给詹芳。洛洛，今天二皇子砸了酒坛子，皇上肯定会惩罚他的。你不是说三皇子的腿可以拆石膏了吗？那就趁现在吧，这个时候相信二皇子不会再死死盯着三皇子府了。行，大哥，那咱们一起去，你走大门，我呢还是老样子，翻墙进去。修乐然给三皇子易敬品拆了石膏，易敬品很是激动。秀小姐，我能我的腿吗？可以，别太用力就行了。好。易敬品先是轻轻摁了几下，慢慢加重了力道，他感觉到腿部传来了疼痛感，这就证明他的腿已经接好了。三王爷，你呢还是坐轮椅吧，以后你做复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就让你的对手以为你还是个瘸子。我明白，辛苦你了。你不用感激我，这功劳记在我大哥身上就行。行。修乐然留下了消炎药就回家了。易敬品和修令策一起研究着要如何对付易敬石。小姐，世子爷找你，让你马上去到这个地址去。我大哥在哪？世子爷已经坐着马车赶过去了，事情紧急，世子爷叫你快点。世子爷让我悄悄告诉你，有个女人生孩子很危险，请你去看看。修乐然接过地址看了一眼，跑进屋子，背了双肩包，出府骑马就朝这个地址跑去。京城东南一座大宅院的一个房间里，徐慧蝶躺在床上，她的肚子高高隆起，肚子很疼，疼得她满脸都是汗水。相公，咱们成亲10几年了，好不容易我才有了身孕，咱们有了孩子，你们刚刚的话我都听到了，孩子我是生不下来了，你别管我，让大夫剖腹取子吧，能给你留下一儿半女的，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不会的，你让我怎么狠得下心去？你别着急，咱们再想想办法，你和孩子一定都没事的啊，会没事的。哎，胎儿太大，胎位不正，产妇恐怕很难顺利生产。王大夫，我妻子肚子这么大，会不会是双胞胎啊？哎呀，不是双胎，就是胎儿太大了，生不下来。如果剖腹取子的话，孩子可能会活下来，大人就……不，我绝不允许这么做。王大夫，求求你，大人孩子我都要保，你想想办法啊！再想想办法。哎呀，静开呀，你看开点吧。如果剖腹取子，那孩子好歹能活下来。如果你一再坚持，这大人孩子你是一样也保不住啊。娘，不行，我坚决不同意。
那你就看着媳妇和孩子都死在你面前嘛。哎呀，你快做决定吧，晚了就来不及了，孩子大人都保不住啊。娘啊，你别说了，别说了，你让儿子自己做决定吧。王大夫，你别听他的，你动手吧，你把孩子取出来吧。相公，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也舍不得你，可是现在你不能犹豫了，快让大夫动手吧，咱们来生再去。惠爹，你一定要坚持住啊，坚持住！我已经9人找别的大夫来了，你和孩子一定能平平安安的。老夫已经尽力了，如果你们不想剖腹取子的话，老夫留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这就告辞了。罗家的人都在关注产妇的情况，只叫了个下人出去送大夫。罗家的大门口，修令策在贴身小厮的帮助下，已经从马车上下来了，坐到了轮椅上。修洛然也赶到了，修令策正看着走出门的王大夫，他随意的看了一眼，他总感觉这王大夫的身形有点眼熟，他一下子想起来，他是在静心庵的山上看到过这个人。这是我找来的大夫，快让大夫看看你妻子去吧，闲杂人等就别进去了。产房里，修洛然把双肩包拿了下来，他抓起徐慧蝶的手开始把脉。徐慧蝶现在已经是出气多进气少了。你怀的是双胎，你要振作起来，我会帮你把孩子生下来的，你也会没事的，相信我。大夫，我知道了，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千万要保孩子。你放心，你和你孩子都没事，你也不会疼的。好，谢谢大夫。修洛然马上给徐慧蝶打了麻药，然后就开始做剖腹产手术。手术结束，修洛然把手术工具收进了小空间，把双肩包背好。你的2个孩子生出来了，是小哥俩，很壮实的。你的肚子上有伤口，你需要在床上躺个7天，一定要按时吃药，记着啊，这药不能给任何人看。还有，帮你生产的是门口那个男大夫，记住了吗？我记住了。谢谢大夫。修洛然打开产房的门，他率先走了出来。他对修令策说：大哥啊，孩子已经生出来了，你把大夫送回去吧。大夫让我告诉你，2个孩子很好，产妇也没事，7天之后产妇就可以下地走动了，半个月之后应该就没事了，但是不能做剧烈运动。修洛然嘱咐完也离开了。修洛然回到家，心里却一直在想着罗家的事情。不久，修令策回来。大哥，今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修令策讲给修洛然听，这个罗敬开是3皇子意境品的人，他的办事能力特别强，很得3皇子的器重。他成亲之后，妻子一直没有怀孕，他就四处求医，给自己的妻子看病，最后妻子总算是怀孕了。这好不容易盼来的孩子，他怎么会不叫大夫看看呢？只是没想到那个大夫跟如今这个王大夫一样，都是2皇子意境10的人。这个2皇子可真不是个东西啊，这么缺德的事情都想得出来，看来罗敬开应该是个大能人啊，要不然2皇子也不会这么对付他。你说这2皇子，哪怕你派人暗杀罗敬开呢，也算是大丈夫所为了。这派人算计罗敬开怀孕的媳妇儿，这么阴毒的招数都使得出来，如果让他当了皇上，那还得了？是啊，洛洛，所以咱们必须帮助3皇子坐上那个位置。大哥，你从哪儿找来的大夫啊？进了产房以后，我没让那人靠前，我让他看着门口。他哪里是什么大夫，他是明郎的手下，是暗中保护我的。我怕今天的事情传出去后，你懂得医术的事情不就暴露了吗？我就叫明郎的手下冒充大夫，同时派小厮回家找你来。我已经和罗敬开说好了，我尽力找人来帮忙，来人是不是能帮得上忙，那就看来人的能力了。大哥，其实对我来说呢，跟女人剖腹产很容易，不过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出面帮忙的。2皇子那么恶毒，如果被他盯上了，我哪里还有自由？我知道，我和罗敬开为同一个主子做事，我们也算是好友，相处得很融洽。今天这事儿并不是我要找你去的，而是3皇子提议的。他不是答应你不会再叫我给人治病吗？洛洛，就是3皇子不开口，我也会找你的。如果罗敬开一蹶不振，不能做事的话，对3皇子和我们这些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看修洛然不说话了，修令策连忙说道：洛洛，你放心，今天这样的事情我不能保证不会再有，但是像你说的，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找你的。记住你说的话。我记住了。莫儿，你的伴读怎么样了？姐，他们很好，你不知道，他们真的很聪明，比我都聪明，就是那个最小的，读书都很厉害。他们有没有提及他们家里啊？没有。莫儿，你再喜欢他们也要有个分寸，你是主，他们是仆，
你们相处的就得要再好，你也得要留个心眼，因为很多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防人之心不可无。姐，我知道，我姨娘也和我说了，我会注意的。你们好好跟着你们的小先生，有学问上的问题可以问他，有生活上的问题可以找我。小姐，你能带我去一个地方吗？我想祭奠一下我的父亲。可以。晚上，修乐然带了香烛、烧纸，和裴青兰一起来到一个大宅子的后墙。小姐，这个宅院以前就是我们的家。现在呢？卖给别人了吗？没有，地契一直在我这里，这房子现在应该是空着的。你父亲是当官的？不是，他只是给人家当幕僚，可惜没选对主子，被人家毒死了。我知道你很聪明，你心里可能装着刻骨的仇恨，应该还想找机会报仇吧？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你在我家呢，我供你吃住读书，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必须要忠于修家，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能伤害到修家的人和修家的利益。如果你做不到，我现在就可以放你们三兄弟离开，还可以给你们一大笔钱，足够你们生活到成年。小姐放心，我保证能做到，不会连累侯府。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会悄悄离开京城。大哥，你好好想想，几个皇子府里或者是哪个权贵人家有姓裴的幕僚，今年死了应该不超过半年吧？二皇子义境时有一个幕僚姓裴，3个多月前莫名的死了，家里的孩子……说到这儿，修令策看着修道然，洛洛，木儿的伴读姓裴。是啊，小哥3个。对啊，最小的那个6岁。裴官这个人很讲义气，特别忠心，他精明强干，计谋又多。三皇子几次想把他拉过来都没有成功。听说裴官死了，三皇子可是惋惜了很久。裴青兰说他爹是被主子毒死的。以义境时的性子，还真能做出这种事儿。怎么了？你发现那孩子的身世了？我刚刚带了裴青兰去了他家花园，祭拜了他父亲。洛洛，好好对待他们3兄弟，没准将来是咱们的助力呢。会不会成为咱们的助力啊？且先不说，我是不会让他成为咱们的敌人的。我已经警告过他了。你心里有数就好。晚上，修乐然背着双肩包，带着佝偻着身子、蒙着脸的修令策，悄悄翻出了小花园的后墙，直奔安亲王府。可真，你马上就要嫁人了，娘真的很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娘，要不我不嫁了吧？胡说，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成亲了，我和你父王也就了却了一桩心事。你的嫁妆，娘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这些年陆陆续续又往里添了不少，昨天你父王看到了，他又加了一些。你的嫁妆比你姐掉多多了。娘，谢谢你们。还好你嫁得不远，看看你姐嫁到外省去了，咱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她的音信了。你说说，如果她被人欺负了可怎么办呀？她的性子太软弱，比你差多了。我和你父王每每想起来都有些难过。娘，你不用担心，我姐再怎么软弱，她也是皇家郡主，姐夫家就是家业再大，他们再强势也不会把姐姐怎么样，娘放心吧。易可真出来送母亲，回来对那2个值夜的小丫头说道：“现在也不用你们做什么，都回去休息吧，有事我会叫你们的。”那2个小丫鬟就退了出去。你是她妹妹？嫂子，是我啊，我是来给你送成亲礼物的。修乐然说着，打开了双肩包，拿出一个包袱打开，那里边是那套金首饰和一小袋珍珠。嫂子，这些东西你喜欢就好，我还带来了你更喜欢的礼物。咱们姑嫂相处的时候多着呢，我就不在这儿讨人嫌啦。嫂子你记住啊，不许尖叫。大哥你进来吧，你们快点聊，我跟你们放风。易可真听修乐然喊大哥，他一下子就站了起来，花蛏子掉到地上他也不管了。他以为会像以前一样看到坐在轮椅上的修令策，可没想到门一打开，修令策就健步走了进来。你的腿好了？好了。说完，修令策上前一步，把易可真紧紧地揽在怀里，紧紧的。这么多年的相思，今天总算是得到了一些慰藉。屋子里，修令策和易可真在说着情话，屋子外面，修乐然在数着星星。今晚的夜空好美啊，大哥马上就要成亲了，还有2哥3哥，哎呀，也不知道他们的媳妇儿会是个什么样子的。第2天下午，修乐然赶着踏云拉的马车，拉着修令策，兄妹俩就准备出城。还没到城门口，修乐然就感觉到他被跟踪了。他继续赶车，偶尔回头的时候，看到七皇子易静阁的身影一闪而逝，也不知道5皇子是不是和他一起。后面的朋友别跟了，我们今天出城有事。这7皇子果然没有再追出来。五哥，你说他们兄妹俩出城干嘛？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绝不是出去玩。车上的人是修大公子，他的腿不好，也不能上山下河的。
如果是修令群的话，那就说不定了。也是啊。修洛然出了南城门，直奔4、5里外的小树林去了。进了小树林，他找了个隐秘的地方，把马车拴在这儿，让踏云在这儿吃草。大哥，这就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这东西呢是个火器，叫做手枪，看好啦。修洛然说着，就把这把枪的性能构造用修令册能听懂的话，简单的向他介绍了一遍。大哥，说白了呀，这就是一把防身利器。洛洛，野兔就是被这个枪发出来的暗器打死了，对吧？可以这么说。大哥，你来试试，想想我刚刚讲述的要领。一只鹿跑了过来，修洛然又叫道：“大哥，打头！”枪响了，修令册没打中鹿头，打在鹿腿上。修洛然又补了一枪，把那鹿给打死了。大哥，瞄准的时候应该这样。修洛然又强调了一番，修令册就开始寻找射击目标。又一只野兔蹦了出来，修令册一枪击中要害，野兔就死了。他又练习了几次，已经是运用的很熟练了。大哥，这把枪的射程大约是有100来步吧，也可能会是更远一点，但是太远了可能就没准头了。你回去以后在你的轮椅上选个合适的地方，然后把这个枪放进去，想用的时候啊，这拿着方便就行了。这是给你防身的，也是给你杀敌用的哦，是你的秘密武器，谁也别告诉啊。洛洛，大哥谢谢你。客气啥呀，我还等着你功成名就好保护我呢。大哥，这枪遇到水可就要上锈了，你要好好保护它。我知道了，洛洛，这枪里面的暗器应该是特制的吧？你还有多少？大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将它拿出来，如果敌人知道你有厉害的武器，他们就会防着你。这枪里的暗器嘛，我还有不少，应该是够你用的。修洛然说着，掏出子弹把枪膛装满，他又掏出一个弹夹丢给修令册。这里装了12发，如果没有了你就马上找我要。好。哦对了，洛洛，你送给我的枪你自己也有吧？有。兄妹俩赶着马车拉着猎物，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莫愁看到修洛然回来，就马上跑了过来。小姐，二公子被人欺负了。莫愁，二公子现在在哪？在侯爷书房里。修洛然就推着轮椅和修令策一起到了父亲的书房去。二哥，你受伤了？没事，就是擦破点皮。你们俩回来的正好，那就一起听听吧。今天我们翰林院中午休息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僚提议，说是附近新开了一家书斋，大家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书。反正离得不远，我们6、7个人没有坐马车走着去的。大家一边走一边聊，同时观赏街景。这时啊，我就看到有一个蒙面的女人向这里跑过来了。我记着洛洛的话，出门得离女人远点。可是我又一想，我们这6、7个人呢，不一定是找我的，我就故意往中间靠了靠，反正女人冲过来肯定不会撞到我。哪里知道，人家就是奔着我来的。还是那个夏雨宁吗？没错，就是他。自从那次被我逃了以后，他先后又堵了我2次，都被我成功跑掉了。可是这次我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我被我的一个同僚给拉住了。你哪个同僚这么缺德啊？他喜欢夏雨宁，他可以上啊，他拉住你干嘛？我那个同僚和夏雨宁家是亲戚，应该是他们事先串通好的，因为提议去书斋的就是拉住我的那个人。然后呢？我同僚的力气比我大，我怎么用劲都挣不脱。眼看夏雨宁就要撞到我身上了，我很生气，想起你教我的话，就大喊救命。我喊的声音很大，几乎是声嘶力竭了。我的同僚呢，被我的突然叫喊吓了一跳，手抓的没那么紧了，我就趁机逃跑了。这个时候啊，夏雨宁的手已经拉住了我的袖子了，我吓坏了，一着急踩到袍子边摔倒了。夏雨宁要来扶我，我就向一边爬去，还不停地喊救命。我的叫喊声吸引了很多人来围观，夏雨宁也不敢离我太近，我才得了机会跑回来。哎呀，老天，累死我了。修野仓和修炼策父子俩感觉又好气又好笑。二哥，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夏雨宁？我发誓，我不喜欢夏雨宁，一点也不喜欢。那好，你今天这个仇呢，我帮你报，我叫他以后见了你啊，就绕道跑。二哥，现在你知道跑得快的好处了吧？知道。所以啊，从今天开始，只要有时间，你每天早上跟着莫愁到大花园跑半圈，莫愁跑1圈。你跑得慢就先跑半圈，以后再慢慢加。修令一不想跑啊，有这时间他看会儿书多好。他看看大哥和老爹，发现他们没有帮自己说情的意思。跑不跑啊？是不是女人的亏你没吃够啊？跑，我跑还不行吗？哼，这还差不多。二哥，我告诉你啊，跑得快不仅能防着女人扑上来，也能防男人，懂吗？男人？咱们准备
收拾烂摊子吧。修罗然也当真是没让父兄失望，他出了修远仓的书房，骑马就奔刑部左侍郎夏怀志的家里。夏雨宁就是夏怀志的嫡次女。修罗然叫开夏家的大门，夏雨宁，你给我滚出来！修罗然，你来干嘛？夏雨宁，我警告你啊，以后离我二哥远点。修罗然，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管我？我就是看上修令仪了，我要嫁给他。夏雨宁，我再说一遍，以后请你离我二哥远一点。不可能！语言讲不通的人就别跟他浪费唾沫了。啪的一下子，修罗然狠狠一巴掌呼过去。哼，那我就打到你听话为止。你敢？说话的除了夏雨宁之外，还有一个青年男子。修罗然看过去，这青年男子是夏雨宁的大哥夏轩。你是修令策的妹妹？我是。你跑到我家打我妹妹，你们侯府也太欺负人了吧！我呸！我欺负人？有你妹妹这么欺负人的吗？我二哥不喜欢他，他死皮赖脸的缠上来，这也就算了，他居然到我二哥办差的地方去堵我二哥，还联合你家什么狗屁亲戚一起对付我二哥，他这是不是欺负人啊？夏轩看了看夏雨宁，夏雨宁好像有些怕夏轩，他捂着脸不说话。修小姐，请你离开。得不到夏雨宁的保证，我是不会离开的。你妄想！修罗然二话不说，解下腰间的鞭子就抽了过去。修小姐，你别太过分。夏雨宁，我再问你一句，不许你再找我二哥，听见了没？不可能！夏轩气坏了，他没想到修罗然居然还敢打。来人，叫护院来！夏公子，我劝你呢，还是不要白费功夫了。你家的护院肯定不是我的对手。我刚刚就已经说过了，得不到夏雨宁的一个保证，我是不会离开的。想打我，你们可以试试。夏雨宁，来，看着我的刀，告诉我，还找我二哥吗？找。修令仪他是不会放弃的。修小姐息怒，有事好商量啊。宁儿，你快说，你不会再找修令仪了？再找不丢命也得毁了脸。我说了，我不会放弃的。夏轩要说什么，就见修罗然拿刀的手刷刷挥动两下，就听夏雨宁惨叫一声：“宁儿！”夏轩连忙拉过夏雨宁一看，只见夏雨宁左右脸上各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正在往外冒血珠。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还找我二哥吗？我劝你呢，还是别和我耍那些花花心思，否则别怪我下狠手，划瞎你的双眼，割掉你脸皮。反正你也是没脸没皮的。夏雨宁愤恨地看着修罗然，修罗然知道自己的话夏雨宁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反正自己已经提前打过招呼了，到时候他吃亏了就不能怪自己了。修罗然走了，你最好记住他的话，咱们家目前还不能同镇西侯府抗衡。三哥，二哥被人欺负了，你要帮他报仇。什么？谁欺负二哥？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听了事情的经过，修令群有些为难了。露露，夏雨宁是个女人，我怎么报仇啊？三哥，夏雨宁刚刚被我教训了一顿，我还划伤了她的脸，可我看她那个意思应该是死性不改。如果她一直缠着二哥闹得风言风语的，或者是被他耍赖成功了，二哥就得要娶她，二哥又不喜欢她，以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你叫你手下所有的乞丐都上街，到人多的地方说她坏话，就说她发情了，想男人了，看到好看的男人就往上冲，让男人们离她远点，叫乞丐们机灵点啊，说话的时候讲究点技巧，别被人抓住啊。这个事情我知道怎么做了，你放心好吧。修罗然回来了，到大花园找修令仪，修令仪跑得满头汗水。修罗然对他说：“二哥，明天呢我就替你告一天假，你就说有些吓到了发了高热，我去翰林院找那个胡辽算账。”好。修令仪现在很听修罗然的话，修罗然说啥是啥，他知道妹妹不会害他。第二天一大早，修罗然按修令仪去办差的时间去了翰林院。你这个大混蛋啊！说什么要到书斋去看看，我二哥才跟着你去的，没想到是帮着你表妹拉皮条去了。你说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干脆当老鸨去得了。我二哥不喜欢你那个跟屁虫一样的表妹，看到你表妹就没面子跑，他已经很害怕了，你他妈还拉着他不让他跑，害得他现在还躺在家里发热。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修罗然双手抓起胡辽的衣服，就把胡辽举了起来，然后狠狠地摔到地上。你帮着你表妹，你是不是喜欢她啊？你表妹不是爱财吗？你进了翰林院，说明你也挺有才的。你干脆娶了你表妹得了，正好肥水不流外人田，两全其美。小姑娘，胡辽也是因为亲戚的情分才帮忙的。再说成就两性之好也是好事，只是他好心办了错事，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看在我们大家的面子上，就算了吧。行，就看你们大家的面子上，我且饶了这混蛋。不过我二哥的医药费1000两，他得出。夏家刑部左侍郎夏怀志回到家里，就把二女儿夏雨宁叫了过来。叔，
外面的传言是怎么回事？听到夏怀志的问话，看妹妹不好意思说，他只得把他知道的都说了。夏怀志大怒：夏家的脸都让你丢光了，你就那么小男人吗？明天我就叫关梅来给你说亲，月内就给我嫁出去，别赖在家里丢人现眼。修洛然打骂的那么狠，夏雨宁都没在乎，可父亲的几句话他就受不了了，他捂着脸跑了出去。爹，你刚刚是不是？我和你娘就是太宠着她了，才让她变成这个样子。再放肆下去，难道等她哪天跟哪个男人跑了，我再管她吗？如果真的出了那样的丑事，你其他的弟弟妹妹们还要不要成亲了？我的名声都被她牵连了。爹，你还是让我娘好好劝劝她吧。她就认准修令仪了，你说可怎么办呢？修令仪的妹妹都打上门来了，宁儿她还是不改初衷。你说什么？谁打上门来了？夏轩一看自己说漏了嘴，他害怕夏怀志生气，刚刚故意隐瞒了修洛然来家里打夏雨宁的事情。这被夏怀志问起来，他只得把修洛然打夏雨宁的事情说了一遍。夏怀志气得说不出话来。小时候看他挺聪明的，说话办事都很不错，没想到遇到男人就不行了，没出息的东西，早晚他要毁在男人手里。不用等了，也别劝了，明天就给他找人家，这样的祸根早打发了早安上。修家，你以为像表面那么简单吗？惹了他们，哪天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父亲，真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娟儿，你记着爹的话，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惹修家。很快，时间就来到修令策成亲的这一天。修小姐，可真到了你们家，你们姑嫂俩要好好相处，互相帮衬。王妃放心，我大哥很喜欢我大嫂，只要我大嫂对我好，我肯定会对她好。就是她对我不好，只要对我大哥好，我也忍着她。你当着我的面这么说，当真好吗？有啥不好的？这叫当面锣对面鼓，有话说在眼前，这样就不会有误会啊。可真，修小姐说的对，生活中最怕有误会了，哪怕真的相处不来，互相谦让一下也就过去了。这有了误会，那可是会冤枉死人的，亲人也变仇人了。洛洛，你放心，我会和你大哥一起好好疼你的。谢谢大嫂。这时就听到有人喊道：吉时已到，新人上花轿喽！新郎官修令策因为是残疾人，不能骑高头大马，他是坐着踏云拉着的马车过来迎亲的。易可真向父母磕头拜谢养育之恩，安亲王和于氏抹着眼泪看着女儿上了花轿。修洛然看花轿走远了，他悄悄对安亲王和于氏说道：王爷王妃想嫂子了呀，就捎句话到镇西侯府，我嫂子就会来看你们。我们家媳妇儿可以随便回娘家，只要你们不嫌弃烦。这怎么会嫌烦呢？让她在家住几天可不可以啊？可以啊，我大哥会陪着她的。如果你们愿意啊，也可以去我大哥家做客啊，住几天都没问题的。好好好，太好了。镇西侯府中门大开，里里外外都在张灯结彩，侯府门口人来人往。今天的修罗然可是总管事，他从安亲王府回来后就开始张罗筵席的事儿。露露，韩静饶也来了。韩静饶他爷爷工部尚书韩行宇已经写了礼金了。什么？三哥，你悄悄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把韩静饶送来的东西啊，不管是他写的礼金也好，拿的礼物也罢，只要是他拿来的东西，一定要单独收起来，等我看过之后再说。不是修罗然小心眼儿，实在是韩静饶这人心眼儿太多，一个不小心可能就着了他的道，不得不防啊。尤其是今天这么特殊的日子。大嫂，这是咱们家的账本，从今天开始啊就归你管了。洛洛，你大嫂初来乍到，要不你先让你大嫂熟悉一段时间，你再教行不行？真是有了媳妇儿不要妹妹。我刚刚开始当家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帮帮我？现在让你媳妇儿当家了，你就怕她辛苦，怕她受累了是吧？洛洛，你大哥只是替我谦让一下，他是怕我直接接过来不太好，他就做做样子。我不管你们是怎么想的啊，反正这个家呢就该你们两口子的，谁当都行。我算交差了。大嫂，我只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二叔家具体什么情况你问我大哥就行了。我建议呢是每年最多给他们补助1万两，别让他们过得太寒酸，多给1两也不给啊，给多了他们会觉得理所当然，万一哪天给少了他们又会觉得受了委屈，咱们又不欠他的。行了，我不影响你们啊，来，我走了。家里有人管了，他也就放心了。他要好好准备一下，出趟远门，去一趟南方的石河省，找他二舅张旭为。修罗然揣着外公写给二舅的信，和家人辞行。罗罗，
那边和京城不同，民风彪悍，有些偏僻的地方啊，会有土匪恶霸什么的，你得小心啊。我知道了，爹。去和你大哥说一下吧。好。修令策正在看书，旁边的易可真在指导丫鬟做针线。大哥，我要去一趟石河省，看看二舅去。外公叫你去的？不是的，是我自己请求的。二舅出了什么事儿？反正易可真也不是外人，修乐然也没有避着他，简简单单的讲起了二舅张旭为来信的内容。你准备帮外公送信给二舅？是啊。那个胶帮使诡计多端，你要小心。还有，路过天狼岭的时候要小心土匪。如果你实在打不过，就说你是修令策的妹妹，至少你不会丢了性命。好，我记住了。修乐然在老爹和大哥那儿都过了关，就去和二哥、三哥、小弟都说了声，尤其是三哥修令群，修乐然最不放心。三哥，我走了以后啊，你就好好的做你的生意，照看我那1000来亩地。如果有人胆敢欺负你啊，你自己处理不了呢，就告诉大哥。我知道。三哥啊，你找几个懂行的人，在我那1000亩地附近呢，选个好地方盖个大庄子。然后呢，你在庄子里建上给他几排大仓库装粮食。庄子建好以后啊，你就把你的人都弄到庄子里去住，那儿独门独户，你们要做点啥事啊也方便，顺便看看仓库了。苏洛，你怕咱家没粮吃啊？三哥啊，你是不是傻呀？如果咱们侯府都要挨饿了，那天鹤王朝估计啊得有1半以上的人饿死。也是啊。今年呢应该是个不错的年头，粮食产量也还行。可今年行呢不代表着明年行，今年不挨饿不代表着明年也能吃饱。万一哪年粮食减产了，咱们侯府这些人，你的那些人，还有那些乞丐，那不是都要挨饿了吗？有句话叫做宝贝干粮情备伞，咱们要以防万一。我懂了。三哥，大哥成亲那天宴席上的酒菜是不是很受欢迎？是啊。你就没啥想法吗？露露，你想开饭庄？错，是你要准备开酒楼。我开酒楼？对啊，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找个合适的地方，找个合适的掌柜的，再找至少3个厨艺高超的厨子。然后呢，你就对外放出风曲，说你准备开一个高档大酒楼，就做那些酒席上的菜品。酒楼至少要提供8种以上的美酒。露露，你真有那么多酒吗？你放心，保证有。还有什么？仓库一定要盖得够大，得要保证能够装下那1000多亩地产的粮食。明年呢，我要换个粮食品种，种高产粮食。仓库小了可是装不下的。我记住了。修乐然又讲了很多，修令群都记了下来。修乐然这才回去了。程妈妈、素锦、莫愁，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你们就跟着取书盖回就行了。如果有人欺负你们，就找我爹、我大哥、我大嫂，他们会帮你们的。实在不行呢，只要不危及性命，你们就忍着，等我回来给你们报仇。好，小姐多保重。你们呀就放心吧。第二天，城门刚刚打开，南庄的修乐然就骑马冲了出去，上了官道，一路向南飞奔，开始了一系列好玩有趣的事情。太原，看什么呢？踏云看了修乐然一眼，继续看。修乐然顺着踏云的目光看去，我去，只见这下边的山谷里，2只大野狼和1只大老虎正打架呢。修乐然飞一般的跑下山坡，向老虎和野狼冲过去。1只野狼马上就要抓到虎宝宝了，修乐然顾不得多想，掏出手枪就把那只狼打死了。枪声镇住了老虎和另外1只野狼。野狼看到同伴死了，就向修乐然扑过来。修乐然收起手枪，解下鞭子，他要跟那野狼大战300回合。大老虎，我给你取个名字吧，叫追风怎么样？追风，一听就跑得很快。追风，你和踏云呢要成为好朋友哦，要互相帮忙，不能互相伤害，知道吗？大老虎转身不理踏云了，他是吃草的，哼，没档次。他个子太矮，不威风。我说踏云啊，咱比不过就承认了吧。我活了几辈子，还从来没听说过老虎不威风的。老虎不威风，你说谁威风？小猫小狗威风啊！一人几兽就这么慢慢走着，前边有大的，有大的，这棵我也要。前边有好几棵呢。修乐然一想，这挖山参可是个细活，好几棵大的也够挖一会儿了。这棵要不就不要了吧。走，挖大的去。那边有人来了。追风，你呢？快带着宝贝回去吧，别让人看到你们。以后如果要是遇到人，也要躲远一点。踏云，你从这里悄悄下山，我一会儿下山去找你。修乐然悄悄向人靠拢了过来，看看能不能探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这个该死的柯印忠，到死都不说东西在哪儿，难怪二王爷不放心他。
咱们把他打成那样，他都没说，你们说他是不是不知道啊？有可能，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咱们3个的手段，那是一般人能扛过去的吗？现在呀，我倒是很佩服柯应忠，他算是一条汉子了。行了，你别佩服他了，你还是好好想想，咱们回去要怎么跟二王爷交代吧。东西找不到，二王爷肯定心情不好。咱们回去后，没事还是不要在二王爷面前晃荡了。本来以为跑这一趟抢个县城的功劳，没想到竹篮打水一场空。哎，你们说，咱们用不用回去看看呀？啊，这万一柯应忠没死怎么办？这有啥好看的？就算是他现在还没死，在这深山里也得喂了野兽了。我刚刚还听到狼嚎呢。他的腿已经断得不能再断了，他还能爬回去吗？放心，那是必死无疑。修罗然跟踪到了山下，3个人骑马往京城的方向去了。原来他们是二皇子的人。修罗然立即返回山上，根据3个人过来的方向找了过去，果然找到一个满身鲜血的人。修罗然摸了摸脉搏，急忙找出银针扎了下去。你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你有什么话要交代的，我也许能够帮忙。老天有眼，在我闭眼前还能遇到人。小公子，我撑着到现在不肯咽气，就是希望有人帮我给家里带句话。你说。我叫柯印忠，京城人士，家在南方的名阳省华东府。京城没人知道我家在哪里住，我在京城为主子效力。抱歉，我不能告诉你我的主子是谁，我怕对你不利。谢谢啊。小公子，我有2件事拜托你，请你进京城去朝圣街找一个叫林奇静的人，告诉他我的任务没有完成，这一路我从平仓到白天算是白走了。柯印忠说话急促起来，好像下一刻永远不能再说话了似的。让林奇静告诉主子，我柯印忠无愧于他对我的信任，就是死我也无愧于天地，无愧于他。第2件事就麻烦些，请小公子跑一趟宁阳省华东府，去我家告诉我的家人我的情况，你就告诉他们我已经死了，为主子尽忠了，让他们好好活下去。我给他们留下一些钱财，埋藏钱财的地点就在给他们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行里。好，我记下了。谢谢你，小公子，我也感谢老天对我不薄，未让我带着遗憾离世。柯印忠说着，吃力地把手伸进裤裆，掏出了一个小布包，递给修罗然。小公子，这点钱算是我给你的酬劳，幸好还在，要不麻烦你做事，我会不安的。谢谢前辈，钱我就收下了。你放心，答应你的事情我保证做得到。谢谢你，小公子，你就把我埋了吧，告诉我的家人，过个1年半载的，再来把我拉回家，送进祖坟。好，我记住了。不久，柯印忠含笑而逝。康台城很繁华，主要街道上人来人往，很是热闹。哎，金香果嘞，又甜又脆，吃了满口香哎！天要黑了，便宜卖嘞！白大娘，你每次都来让我送你几个，我这也是小本买卖，可经不起这么送啊。不是你喊便宜卖的吗？怎么又说话不算数啊？我已经便宜很多了，不能再送了。人家毛府的厉妈妈每次来买果子从来都不讲价的，有时候还多赏我几个铜板呢。呸！我怎么能和人家比呢？那人家可是巡抚夫人的陪嫁，财大气粗的。人家毛巡抚家就是和善，听说他们府上的管家那更是个大善人，乐善好施的。和善个屁，那都是他们做给别人看的，他们暗地里可恨着呢。那别说别人了，就是自家的儿媳妇，还不是就说打就打，说骂就骂的。那可是皇家的郡主啊，那老天也不睁开眼管一管。白大娘的声音虽小，可修罗然却听得真真的。皇家郡主。修罗然提着果子回到了客栈，他想来想去，决定夜探巡抚府。王大人，照你这么说来，现在京城的局势已经越来越明朗了。三王爷没有了竞争资格，那岂不是二王爷一家独大？可以这么说，所以毛大人，你现在等于是握了一手好牌呀，就看你怎么打了。王大人，你说的话下官有些不太明白。毛大人，
你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你的亲家那可是安亲王啊，平亲王、顺亲王、安亲王，光是这三大亲王，那都是极重要的存在。不说他们能影响皇上的决策，可如果他们有什么建议，皇上还是会听一二的。比如，你如果想继续当巡抚，也只是安亲王一句话的事儿。话虽如此说，可下官人微言轻啊，安亲王哪里会听下官的话呢？毛大人，本官可是听说你来这里当巡抚，就是借了安亲王的光啊。是的，安亲王对你这么好，说明他很看重你，你的话他也许会听进去的。至于要怎么做，就不用本官多说了吧。下官明白，那本官就告辞了。毛巡抚毛启腾送走汪大人回来后，对一直站在身旁说不上话的毛彦辰说道：彦辰，刚刚汪大人的话你也听到了，他暗示咱们拉拢你岳父一起投靠二王爷，这事儿你怎么看呢？爹，咱们毛家投靠二王爷绝对没问题，只是要拉拢安亲王，那地牢中的易静霄怎么办？听到这儿，房顶上的修洛然如果不是前世训练有素，肯定得惊得掉下来。易静霄也就是他大嫂易可真的大哥，安亲王世子，难怪大嫂说他大哥出去游学好几年了也不回来，他的婚礼哥姐都没来参加，他总是感觉到很遗憾的。哼，傻小子，这有什么难办的？易静霄被咱们抓回来，咱们毛家的人可是没露过面呐，他知道是谁抓的？现在正是需要他为咱们毛家出力的时候，应该把他放出来了。爹，他肯定知道是咱们囚禁了他，他会听咱们的吗？他听不听的没关系，我会亲自带人把他营救出来，好酒好菜的供养他，然后你带人把他送到京城，送回安亲王府。你就对安亲王说，他得罪了人，被人关了起来，咱们好不容易打探到消息，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把他救出来。咱们不求安亲王怎么感激咱们，只要他不恨咱们，你媳妇儿的事儿他不追究下去，咱们就算赢了，你就还是他姑爷。为了你的前程，为了他女儿的幸福，他也得帮我把官职升一升。好，咱们就这么办。爹，那你啥时候营救易景霄啊？不急，咱们一定要找个恰当的时机，没准儿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彦辰，最近这段时间你吩咐下去，一定要好好看守，千万别出了岔子。咱们一家的富贵可就在他身上了。还有，别再送剩菜剩饭了，给他弄点好吃的，说的太不像样了，安亲王会心疼的。我知道了，爹，我这去看看去。毛彦辰离开了，修洛然悄悄下了房顶，他要跟着毛彦辰看看易静霄被关在哪儿。小姐找我有事啊？我是修令策的妹妹修洛然，易可真现在是我大嫂。可真嫁给修令策了？是啊，她终于嫁给心爱的人了，以后也会过得很幸福的。你能说一说你是怎么走到今天这地步的吗？凭你郡主的身份，不说是在毛家一手遮天，但也不至于过得如此模样吧？易可婷低下了头，不肯说话。修洛然就有些生气了。我大嫂和我大哥成亲，你没参加他们的婚礼，我大嫂难过了很久，你几年没回去看父母了，王妃和王爷也都很牵挂你，你这一句话不说的，难道是让我回去照实和他们说吗？不，别说，千万别说，我已经这样了，怎么还能让父母再为我牵肠挂肚呢？可婷姐，我今天是来救你的，你不和我说实话，你让我怎么救你啊？救我？可婷姐，我已经找了三省总督雷大人，我先来找你，他随后就到，你快把你情况告诉我，等雷大人来了，我好帮你拿个主意啊。一听修洛然找了雷大人，易可婷顿时就觉得有了主心骨，不再害怕了。我成亲后在京城那2年过得很不错，夫妻恩爱，公婆友善。来到这里以后，我公公需要扩展人脉，我相公想要谋个一官半职，都需要银钱走动。偏偏我们家的库房和书房先后被盗，家里的钱财和我的嫁妆都被偷了，家里的日子就难过起来。我公公的下属提议让我相公纳了这里的商夫之女殷氏为良妻。你家里缺钱，怎么不写封信回京城找你父母？他们不上。修洛然看着屋里的陈设，连普通官宦人家的下人都不如，
你继续说。殷氏进门后，看我百般不顺眼，我训斥他几句，我男人回来就骂我一顿。后来殷氏算计我，说我推掉了他刚刚怀上的孩子，我相公就打了我一顿，然后打骂我就成了家常便饭。这些我都能忍受，可是相公他居然眼睁睁看着思儿被殷氏打骂，我上去和殷氏拼命，我相公就来踹我，他威胁我再和殷氏较劲，就把我的儿子送给殷氏养着。修罗然无奈地叹了口气，也不能怪易可婷软弱啊。这个时代的女人从小在家里就被教育要相夫教子、孝顺公婆，遭遇虐待想到的不是反抗，而是逆来顺受。再加上被人拿捏住了软肋，不屈服又能怎么样？她不会武功，离父母又远，求告无门，那为了孩子不忍又能怎么样？你哥不是来看过你吗？你的遭遇你没告诉你哥吗？我哥说会写信告诉我父王，父王会派人来帮我和离，我就能回家了。我会带着思儿一起回家的。易可婷说到这儿，脸上满是期待的光芒。她还不知道，她哥为了她已经被她公公关起来了。可婷姐，一会儿我领你出去，你有什么要带的吗？我的嫁妆被偷光了，我的丫鬟已经被糟蹋完了，死的死，卖的卖。除了思儿，我没什么要带的了。可婷姐，这次你一定要勇敢，要不你就会永远的失去儿子，永远也见不到父母兄妹。我知道，你在这儿待着，我不来叫你啊，你千万别出来啊。毛府前院大门被拍得震山响，很多灯笼火把把毛府照得亮如白昼。毛巡抚，你囚禁皇室成员，该当何罪啊？雷大人，没有的事儿啊！下官一向是奉公守法，这等会被满门抄斩的大罪，下官怎么敢做呢？是不是做过你说了不算？咱们让事实说话。来啊，给我搜！毛家所有人都不许动，否则杀无赦！听到命令，一队拿着武器的士兵飞快地冲进毛府的花园。毛启腾一看，眼一闭，完了。不久，两个士兵架着一个浑身恶臭、披头散发、根本看不出来本来面目的人过来。你可认识本官？你是雷大人，救我！来啊，把毛启腾、毛彦辰父子给我押下去！毛家所有人一律不许动，等候处置。毛家父子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们也是被人算计的。此话怎讲？雷大人，你们可能不知道，当初毛大人刚刚来到这儿，可以说是家财万贯。叶可婷郡主的嫁妆那也是数以10几万计的。毛巡抚虽然说是初来乍到，可也算是一方大员，手里还是有兵的。他家居然被偷了，还偷得这么干净。富商女嫁进巡抚家，他如果当了正室，那么本地的商户还有商会。你要干嘛？小女子我呢，想要弄几个小钱花花，想要和大人借点兵用用，我就以毛巡抚的名义去弄钱。本都有什么好处？大人，本来吧，小女子应该让大人拿大头，可你也看到了，叶可婷郡主的嫁妆都让人拿去了，这怎么着也要要回来。还有啊，易静霄虽然被救了出来，但回家以后那也是需要休养的，是吧？这也需要钱呀。所以小女子和大人对半分，怎么样？我6你4。哎，好吧，小女子同意了。毛家父子被下了大牢，雷汉廷已经连夜写了奏折，800里加急送进京城。具体如何处置，就要看圣意了。你们这帮混蛋，竟然串通起来算计我们巡抚大人！我们大人可是巡抚啊！你们以为他是傻子？傻子能当巡抚吗？就你们那点小伎俩，还能瞒得过我们大人的法眼？一帮蠢货！我们大人是放长线钓大鱼，不把你们榨干都不算本事。来，给我抢！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是值钱的，通通给我拿下！他们那群商户只想求一个保障，这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的。可这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算计到易可婷身上。本来这也没啥，那谁让他们倒霉遇到了修洛然呢？那就对不起了，他们的钱只能是修洛然替他们花。修小姐，你快说我大哥怎么了？放心啊，放心，大哥没事儿。大哥身体就是亏空的厉害，没有伤筋动骨，需要好好的进补，慢慢调养。你们不必担心，有我在，保证将大哥半年之内呢就能生龙活虎一般。天不灭还易尽霄，洛洛，我们易家受你大恩，以后有什么吩咐你只管开口。
你们的话本姑娘记住了。现在嘛，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3个要把身体好好养养，然后我送你们回京城。为了防止毛启腾的人捣乱，咱们得要等到毛启腾父子的处置下来了再说。在这之前，你们要不要进大牢报仇啊？我已经替你们向雷大人求情了，可以探监。我要去，我倒要看看他毛彦辰有什么脸面见我和孩子。还有，洛洛，我要和离，我就是死也不做他毛家的鬼。我代替父母同意你和离。当然得要和离啊！来，你们现在就写一份和离书，到时候让毛彦辰去签字。当修乐然带着易可婷母子和易静霄站在牢房毛家父子面前时，可婷，你是不是也是来救我的？救你？你有什么资格让他救？你哪来的自信啊？你是谁？哼，本姑娘是谁你不配知道。大哥，你下来说吧，打哪个？打几下？我能不能自己来？可以。我要揍他。萧世子，如果你要揍彦辰，她是你妹夫，你打几下没什么。你要揍本官，你凭什么？本官可是你的长辈。长辈？从你把他关进地牢开始，你就是他的敌人。哼，长辈你也配？毛彦辰，你不用在这里花言巧语的欺骗我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很了解。我今天来是和你和离的，从今往后，你是你，我是我，形同陌路。可婷，是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等我离开这里，我回去一定好好和你过日子。一人事嘛，让他当同房丫头好了。易可婷不想跟毛彦辰多说，她紧紧地抱着思儿。毛家的一切都和他无关，他只要他的思儿。你总不能让孩子没了爹吧？没爹的孩子很可怜啊。你关心过他吗？他从生下来就是一个没爹的孩子。他是我的种，我怎么能不关心他呢？只是有些时候我也是情非得已啊。以后我一定好好疼爱他，好好关心他。看毛彦辰还在那儿不停的叭叭，修乐然一脚把他踹到一边，趴着去了。毛彦辰，签字。不可能！易可婷，我告诉你，你生是我们毛家的人，死也是我们毛家的鬼。想要什么和离书、休书办不到，你就是做了寡妇，也是我们毛家的媳妇儿。姓毛的，希望你一会儿还能这么嘴硬。可婷姐，你们转过身去，把思儿的耳朵捂上。兄妹俩照做。修乐然向毛彦辰走去，不久就听到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在牢房中响起。小贱人，你放了我儿子。签不签？我签。修乐然递过和离书和笔。你敢耍滑头啊，我就让你比刚才要疼1000万倍。毛彦辰乖乖地签下了和离书，修乐然把和离书递给易可婷，易可婷流泪了。他终于自由了，他终于可以回家看看他父母了。我还得再找雷大人一趟。洛洛，雷大人这人其实不太好相处，如果没有必要的事情就不要麻烦他了。大哥，雷大人的官署不在这儿，他这儿的事情结束可能就要走了。皇上对毛启腾父子的处置批复，恐怕呢还得些日子能到。毛家父子是进去了，估计呢也出不来了，但是他们的爪牙还在，我怕他们会对你不利。我一人双拳难敌4手，怕是有什么疏忽的地方，你们被毛家的爪牙暗算了，那我罪过可就大了。我想要请雷大人借几个兵给我，哪怕是给咱们壮胆也好。易静霄点了点头，不得不佩服修乐然想的是很周到的。修乐然出门，骑着马，顺着官道向石河省跑去。转眼你也这么大了，你娘当年……哎呀，看看你，是不是高兴的糊涂了？外甥女远道而来，旅途劳顿，她肯定是饿了，也累了。先让她洗漱吃饭，再好好休息一下。等她休息好了，你们生就俩有多少话说不得呀？饭后，修乐然拿出外公张月堂的信。张旭维看过之后，就把信递给了邵氏。邵氏很快就看完了，夫妻2个都沉默了下来。二舅，怎么了？难道你已经给我表哥表妹定下了亲事了？虽然没定下来，可也差不多了。哎呀，这有什么难办的？你们就说刚刚接到家书，我外公已给我表哥表妹定了亲事，来信通知你们把聘礼和嫁妆准备好。再说了，这本来就是外公的意思，你们也不算是撒谎。对呀，难道咱们还能和老爷子对着干不成啊？二舅，你要对你上官表达出12万分的抱歉啊，然后积极的帮他分担工作，以表达你的歉意。你外公说京城的事情让我问你，说吧，你都知道些啥？修乐然刚刚认识二舅和二舅母，外公的信里说了啥他也不清楚。
让他向二舅他们交底儿，他是做不到的。我觉得外公的意思是啊，虽然现在三皇子的腿断了，五皇子可能无异于皇位，可是事情都是在千变万化的，那谁知道啥时候就发生了变故啊？比如三皇子遇到了神医腿治好了，五皇子突然想要参与进来，这四皇子得了助力也想拼一拼，七皇子是嫡子，他更是有资格争一争。二舅，你说咱们现在就站队，这是不是过早了？张旭为夫妻对视一眼，没有说话。不管你的上官是哪伙的，那都和你没关系啊，你只要好好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了。到时候外公和大舅站哪队，你就是不站队，人家也知道你是和外公大舅一伙的。我真的是糊涂了，洛洛说的对，我还站什么队呀？我已经有队了。好好做你的官儿，做好了，咱爹和大哥自然把你调到京城去，有咱爹和大哥罩着，你啥事儿都不用操心。没错没错，洛洛，你早些休息吧，累了一天了，我这就到上官家请罪去。你们是不是想找死啊？修小姐，我和五哥就是想跟着你，看看你到哪儿去，没别的意思。修小姐，我们公务完毕，正准备回京，没想到刚刚出了天狼岭，就看到你在前面。七弟说你应该也是要回京的，干脆追上你一起走。我怕你要是有别的事情和我们在一起不方便，我就说悄悄跟在你后边看看。如果你有事情，我们就先回去；如果你没什么事情，再叫住你一起走。我们并没有什么恶意，你别误会啊。你们在后边跟着倒是惬意了啊，离得那么远，你们人又这么多，我在这边又没朋友，那肯定就把你们当敌人了。你们知不知道70-80步的距离，本姑娘是可以一击毙命的。还好你们给追上来了，如果你们再晚上一些，这天又黑了看不清楚，这稀里糊涂被我杀了，你说你们冤不冤啊？躺在热乎乎的干草上，易静阁很快就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易静璇却是很久都没有睡着。这丫头每次看到他都会给他惊喜，他经常盼着能见到他，看看他还能做出什么他意想不到的事。滴答滴答，外面下雨了，山洞却很是温暖。易静璇也带着微笑睡着了。快起来，有野兽！易静璇一个蹦高蹦了起来，脑袋差点撞上山洞顶。他一把薅起还在睡的易静阁，拉着他就往山洞外跑。五哥，你说娇娇姐干嘛去了？估计是找人来拉郎。找人？找谁啊？找他二舅？那也太远了吧。近处就没人吗？近处？你的意思不会是说修小姐是去找土匪了吧？以她的性子，没准儿。还真让易静璇猜对了。修乐然此刻正站在天狼岭的半山腰上，大喊：请你们老大下来，我有事儿找他。怎么又是你？10几里外的山上有几个山洞，你们知道不？知道。山洞前我们杀了10几只狼，你们拉回去吧。你们山寨有多少人？快300了。我和吕元府的知府比较熟，如果你不想在这儿生活了，可以去找他，没准呢他能给你们一条出路。如果他不理你，你就说是我让你去的，他知道我是谁。修乐然说完就骑马走了。他跑这一趟就是为了帮我们的。本地叫红枫城，听说有几座山上的枫叶特别好看，眼下正是枫叶红了的时候，我想要看看枫叶去。去，我们也去。五哥，对吧？易静璇点了点头。那他弟都替他做主了，他还能说不去吗？吃完饭，修乐然问了酒楼里的伙计，伙计告诉他灵禅寺的红叶很有名，而且这个季节灵禅寺的菊花开得正盛，也正是赏菊的好时候。哇，这太漂亮了啊！这香味也好闻。哦哟，这些红叶可不单单是枫树叶，还有别的树叶。哎呀，可惜不认识。修乐然他们从树丛里走出来，那些话说的可太对了，宁可相信天下有鬼，也别相信男人那张破嘴。男人如果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女人啊，闹来闹去不还是得屈服吗？所以你说你闹个什么劲儿啊？闹得你男人对你更不好了。两位皇子有没有兴趣跟踪他们，看看这件事情的后续啊？人家一妻一妾回家过日子去了，哪里还有什么后续啊？七皇子啊，要不咱们打赌，赌一赌他们是回家过日子去了，还是回家继续闹腾？修小姐，你是说那个向德柔并不是屈服了，而是回家和离去了？对。哎，五哥，你怎么看？可能女人更理解女人的想法。五哥，你也相信他们回去后会继续闹腾？会不会闹腾，咱们跟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回到酒楼，
修罗然说：“我已经查清楚了，陈世俊的父亲是这里的知州，向德柔的父亲是同知，正好是陈世俊父亲的下属。不过向同知的能力比较强，陈知州有什么事情都很依赖向同知。就是因为这个，向同知没少替陈知州背黑锅。你别看二人是亲家，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其实各怀鬼胎。还有这个陈知州是个大贪官，陈世俊呢是个名副其实的花花公子，吴媚儿只是他一个相好。另外他还养了2个外室，都很是美貌，其中一个也生了个儿子，他还是妓馆的常客，好几位继子答应以后跟着他，就等着让他赎身呢。修小姐，你说这些情况，陈世俊的妻子知不知道？他如果想要知道，调查起来并不难。他爹好歹也是同知，官职仅次于知州。你有什么打算？如果那个向德柔坚决要和离，那我就帮帮他；如果他认命了，那我又何必多管闲事呢？不过这个大贪官陈知州，我是肯定不会放过他。与其让他儿子把他贪来的银钱都用在女人身上，还不如让咱们拿来花花。这个我同意。修罗然看易静璇也没有说什么，就当他同意了。我看咱们分成3伙，我和冷潇一伙，你们哥俩呢和北1、北2分成2伙。我们去陈知州和向同之家去看看去，你们一个跟着陈世俊，一个跟着向德柔，咱们3管齐下，天黑以后酒楼会合。好，天黑了，喜相逢酒楼的一个房间里，修罗然一行人聚齐了。修罗然问易静璇和易静阁：“你们先来说一说，这夫妻俩回家之后都干了些什么？”我带着北一跟着向德柔去了他的院子，他叫丫鬟婆子好好照看他的儿子，他带了一个丫鬟，就去找他的公公陈知州。看来向德柔早就知道陈世俊在外边沾花惹草了，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只等时机一到，他就会带着孩子离开陈家。如果他一直等不到这个时机呢？凭借他的聪明才智就是不和离他也能过得很好，不会受别人的窝囊气。易静阁和易静璇点点头，他们也是这么想的。向德柔这个女人不简单。易静璇对修罗然说：“说说你们的见闻吧。”看来这个向德柔不需要别人帮忙，那咱们就做咱们的事情。向德柔的父亲向同之家里很和睦很安宁，据了解向同之的官声很好。那个陈知州可就不同了，他不但贪婪，还很抠门，盘剥百姓，加重赋税。如果不是向同之经常帮他收拾烂摊子，他辖下的百姓恐怕早就反了。你们刚刚说到向德柔，他有私宅，把他的嫁妆都送到私宅去。他公公陈知州也有个私宅，我到那儿看看。那个3进的院子，光是银窖就有2个，还有一个密室，里边也都是宝贝。修小姐，听你这么说，陈知州应该很有钱，可是这么多银子，咱们怎么拿走啊？就算是让我可劲儿背，我又能背走多少两啊？咱们不拿银子，咱们拿银票回京。你们几个给我密切注意着点陈知州的动静，我找人来帮忙。你们不用着急最多4天我就回来了。修罗然骑马跑了。易静阁问易静璇：“五哥，他在这里应该没有朋友吧？他到底找谁帮忙啊？”应该不是他二舅，难道是……小七，别管那么多了，反正到时候你有银票分就行了。修罗然说话算话，果然不到4天时间，他就带着一大队骑兵赶了回来。领头的正是易静璇想到的那个人，3省总督雷汉廷。没什么事吧？一切如旧。雷汉廷的队伍都没有休息，就直奔知州衙门。抓了陈知州之后，抄了他的家，从他的书房夹层里取出很多他搜刮民脂民膏的证据。别丢人现眼了。五哥，我长这么大真的没见过这么多的银子啊！雷大人，如果没有5皇子和7皇子在这儿，咱们肯定还是老规矩，你6成我4成，这2个皇子在这儿，这事肯定他们也是出了力的，也不好叫他们吃亏。你看这么行吧，我们3个拿6成，你拿4成。好，就依你。条件谈成，修罗然也就放心了。他看着密室里搬出来的东西，对易静璇和易静阁说：“你们快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喜欢的就拿着，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雷大人，这个本皇子就留下了。雷大人，我的嫁妆已经被陈家搬空了，我的嫁妆箱子里装的都是破烂，我有个4岁的儿子，还怀有3个月的身孕。陈家现在的情况，大人也知道，我不想待在陈家了，我要回娘家，靠着娘家生活。你男人呢？你不管了？如果他有罪该坐牢，那就让他坐牢；如果没有罪放回家来，他还是我儿子的爹。有爹的家才是完整的。雷汉廷点了点头，这女人可很聪明啊，把男人弄到娘家去，孩子有爹了，男人靠着岳家生活也不敢不听话。事情都安排好了，修罗然和易静璇、易静阁跟随着雷汉廷回到了康台城。
易静霄、易可婷兄妹看到易静玄、易静阁兄弟，双方都很惊讶。那个该死的毛巡抚在哪里啊？看本皇子不扒了他的皮，敢欺负咱们易家人，他是不想活了吗？如果没有洛洛，我们兄妹俩不死也是活遭罪。他去找来了总督雷大人，已经把毛家父子下了大狱。我们进大牢，把他们狠狠打了一顿，关了我3、4年，只打他们一顿，真是便宜他们了。我父皇的旨意应该快到了吧？应该快了。雷大人的奏折用的是800里加期，等皇上旨意到了，咱们就回京。哼，我父皇肯定不会饶了他们，他们就等着死吧。你对毛启腾了解多少？我和他接触的不多，了解的也不多。我是第一次来康台城，毛家来这里以后，第1年毛彦辰就模仿可婷的笔记，给我父母写了2封信，信里说了很多毛家的好话，说毛家对可婷如何好，我父母并没有一点怀疑。毕竟毛家在京城的时候，可婷在毛家过得确实不错。第2年我游学到这里，发现可婷被他们欺负得厉害，就发下狠话要写信回京，让我父王派人来接可婷回家。是我低估了毛家，没想到他们竟然敢囚禁我，而且囚禁了快4年。大哥，你和可婷姐3、4年没有消息，安王叔和王婶就没有想到派人来看看吗？我估计这3、4年毛彦辰肯定也模仿我和可婷的笔记，给我父母写了不少平安信。毛启腾是个做事喜欢留后手的人，他们家欺负可婷姐，囚禁你大哥，肯定是留后路了。我去就来。修洛然很快就回来了，拿着一小块布条，他把布条递给易静玄他们看。这是我的人拦截下来的，是毛启腾把身上的玉佩给了狱卒，请狱卒送出大牢的。洛洛，这块布条是送给谁的？我以为收布条的会是个厉害的人物，没想到只是个普通人。毛启腾手里握着别人的秘密，咱们要小心他被人灭了口。灭口的人已经去了2次了，我的人觉得可疑就没放他们进去。我的人通过跟踪发现婚前大狱的2个人应该是同一个人派去的，这个人住的地方就是毛启腾告诉狱卒的那个地址。洛洛，毛启腾不知道有人要杀进大楼杀他吧？否则他也不会往外送信了。你的人，你带了多少人来啊？我的人不是我带的，是雷大人送我的，一共是有12个。雷大人送你12个人干嘛？我要护送萧世子和可婷郡主回京，怕毛启腾的掌牙捣乱，那我顾不过来，要人帮我。为了我们兄妹，让你费心了。我说萧世子，易大哥，你总是这么客气，这次说多了就显得很虚伪。说的太对了。易静玄用手抵着嘴，垂着眼帘，弯起的嘴角表明他也在笑。大哥，有些话记在心里就好，挂在嘴上真的很没有诚意。好，我记在心里。要记在心里，我也会一直记着姨姨的好。邱小姐，你还没说收布条的人是谁呢？是离咱们这酒楼不远的一家杂货店的掌柜的，据观察他也只是个小喽啰，我没有深入调查，反正毛启腾和什么人来往啊，与我无关，我怕继续查下去啊，会看到那掌柜的尸体，怕他被灭口。对，咱们不说毛家的事情了，你们一路赶来辛苦了，我刚刚叫了一桌饭菜，咱们吃饭吧。饭后，修洛然就开始张罗回京需要准备的东西，易静玄和易景阁也跟着帮忙。2天之后，雷汉廷收到了皇上的批复：毛启腾、毛彦辰父子斩立决。雷大人，有你坐镇，相信不会出什么岔子，我们就不去看行刑了，这就回京城了。大人什么时候回京，一定要去镇西侯府找我啊！我请大人吃美食，喝美酒。好，本都记住了。修洛然带着队伍就出发了。有很多骑马的人朝这边来了。你的意思是，怕他们是冲着我们来的？不得不防，咱们先藏起来再说。好，咱们也进山。你们在说什么啊？相信你3哥的腿。该死的混蛋，他是要赶尽杀绝吗？快走！修洛然他们刚刚钻进树林，一个马队就从官道上跑了过去。易经阁正要说修洛然小题大做，马队又返了回来，并且向踏云的方向去。如果他们在咱们的必经之路上设伏，你说咱们打赢的几率有多大？修小姐，如果我和老七现在就离开队伍，你不觉得你现在这么说有些晚了吗？我不会拦着你们，要走请便。修小姐，我五哥也是好意。易静阁也觉得很是抱歉，来南省的路上和在南省期间，他们兄弟俩都没什么事儿，让他们觉得回去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他们确实只是图热闹，这才和修乐然他们搭伴儿同行，可没想到还真是遇上了麻烦。现在放眼整个天鹤王朝，恐怕就属你们这些皇子身边是最危险的地方了。从一开始你们靠上来，不论是在京城还是在这儿，你们就应该想到会连累我们。可我们说过什么了吗？如果我们怕被连累，就不会同意和你们同行。
你现在想分开走，你觉得合适吗？逃避解决不了问题，不消灭他们，危险就会一直存在。这一路上都别想安生了。易静璇飞快地想着对策，想来想去，他还是摇了摇头，这都不是最佳方案。修小姐，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先弄吃的，吃完饭再说。天黑了，已经褪去了白天的炎热，很是凉爽。饭后，易可婷带着吃撑的思儿消食儿，易静霄和易静阁陪着，修洛然和易静璇两人站到一边，商量着要怎么对付那些人。我不同意。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绝对不行。要不你想个良策出来？总会想出合适的办法，我是不会让你以身犯险的。易静璇，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的。今晚上如果不主动出击，咱们就会相当被动。从明天开始，咱们可能时时刻刻都要提心吊胆，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才会出现。那我和你一起去。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服从命令。好。意见一致了，修洛然对易静霄说：“大哥啊，今晚天气好，也很是凉爽。你们呢，再走1个时辰，如果累了，你们可以躺下休息，马车继续走。这段路还算是平坦，不会太颠簸。洛洛，注意安全。好，大哥，我会的。”易静霄、易可婷兄妹和思儿都上了马车，12勇士赶车护送。易静阁带着北一、北二和冷萧陪着，修洛然和易静璇则骑马追赶那些人。前面12、3里那座山脚下有很多人。你怎么知道？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如果真是咱们要找的人，你说该怎么办好？杀无赦。咱们不杀了他们，他们就会想办法杀了咱们。反正有一方必须要死，那还是他们死吧。易静璇，听我指挥。好，上马走。是。跑到离山有4、5里的地方，修洛然下了马。太原，你带着他在附近溜达，别走太远。今天情况特殊，我叫你时你必须要马上到。看云就带着易静璇的马向旁边的庄稼地去了。在一个被封的大石坑里，20来个人聚集在这儿。那就这么决定了，天亮后咱们就到第1个伏击地点埋伏，如果伏击失败，就去第2个伏击地点。我相信他们绝逃不过咱们这3个伏击点的。头领，今晚咱们已经打草惊蛇了，他们想必不会再分开了。那萧世子兄妹也一起杀吗？你们要集中所有力量对付2位皇子，至于易静霄，就是成年皇子都死光了，也轮不到他坐那个位置。你们先不用管他们，如果顺利的话，把他们顺便做了也成。知道了。 2人警戒，其他人赶紧去方便，然后找地方休息。去拉屎的人给我走远点儿，去下风头拉。知道了，头领，保证不会熏到你。修洛然刚要拉着易静璇离开，就听到有人向这边走过来。修洛然一拍易静璇，易静璇明白，立刻屏息调弓。老大，怎么办呢？咱们来的时候，大公子有令，如果小姐遇到了危险，一定要舍命去救。现在小姐和2位皇子搅和在一起，头领肯定不会放过她。我在想，能不能给小姐送个信儿，让她悄悄离开那个队伍。老2、老3，我告诉你们，虽然我没有和小姐接触过，不过看她平时的行事风格，她肯定不会离开那个队伍。老大，那咱们怎么办呢？明天只能见机行事了，咱们这就回去吧。离开太久容易引起头领怀疑。我就怕和小姐正面对上，到时候打还是不打呀？闭嘴，跟上。修洛然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大哥的人，还是奉命保护他的。易静璇，我把他们放倒，剩下的就看你的了。好。修洛然施展绝顶轻功，如鬼影一般在头领和他手下之间来回穿梭，同时撒出手中的迷药。易静璇，把所有人拽到石坑里，查一下，一共是20个人，别少了。好。你去找太原和你的马。修洛然说完，从小空间里掏出了一枚炸弹，拉开引信扔出去。他火速飞离，只听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炸起了沙石无数。你的马被刚刚的声音吓跑了，那些人的马应该全拴在附近，你去弄一匹骑。易静璇刚要走，修洛然突然说：“离这里不远，是不是有个县城？”对。炸弹的声音那么大，一定会引起县城里官府里的人的。那别找了，咱马上回去。太原，过来。修洛然翻身上马，抓过易静璇，放到他前面。太原，回去。探云撒开蹄子就往回跑，并没有因为身上多背了一个人而减慢速度。修洛然骑在马上，坐在易静璇身后，双手自然地环着易静璇的腰。他感觉易静璇很紧张，就说道：“事出无奈，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放心，本姑娘名花有主，我不会赖上你的。”易静璇专心骑马，没有说话。
哦，对了，本姑娘呢还是你的嫂子呢，有道是士极从权，你当本姑娘是个男子不就得了？前边的易静璇苦笑了一下，身后有个柔软的身体靠着，是个正常男人都会想入非非吧，更何况易静璇有些心猿意马，幸好踏云很靠谱，知道路，不会跑歪。二人看到车队，正好官道旁边有块空地，就在这边休息，明天起早了赶路。又是个好天气，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快到中午了，修罗然叫队伍停在官道旁的一片林子边，都下来活动活动。老规矩，做饭吃饭，饭后睡觉休息，下午凉快了起来吃了饭再走。大家都已经做习惯了，每个人要干什么他们都很清楚。修罗然搭好灶台，捡柴的、打水的、喂马的都做完了自己的事情，修罗然开始做饭。易静璇一边干活一边偷偷地观察修罗然，越是跟修罗然相处，他越能发现修罗然的与众不同。车队上了官道就继续赶路，很快就来到这个叫新川的县城。这个县城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很繁华。来到县城最大的酒楼，修罗然叫伙计上好草料，喂好马，让几个勇士照看着。他带着其他人进酒楼吃饭。小公子，这马是你的？对，不卖。小公子，话你别说死了，你先听听我给的价钱。不听，不卖。小公子，我真的很需要这匹马，家父时日无多，就想看看孙子，我怕来不及接孩子回去，让老父亲带着遗憾离世。你父亲什么病啊？这么急？他老人家已经快4天没进食了，再喜欢吃的东西也是吃一口吐一口。我家有个亲戚的症状就是这样，不过他没死啊，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你说的是真的？请问小公子，他们请的是哪位大夫？请你告诉我。这个病不用大夫，这只是中了一种草毒，中毒之后没有及时解毒，导致损伤了脾胃，不能吃饭了。那小公子可知道应该吃些什么药？你还真是问对了人，我这儿呢正好有名医给亲戚配的药。好好，谢谢小公子。汉子拿着药就跑了。修罗然叫看马的勇士去酒楼吃饭，他拿出一张单子，是刚刚和易静霄、易可婷商量要买的东西。洛洛，四儿有些不太舒服。四儿这是着凉了，一会儿呢叫伙计告诉厨房，让他们给熬碗红糖姜水过来，喝下去之后就好了。可婷姐，以后应该注意了，这天气时冷时热的，小孩子热了容易踢被子，这肚子就会着凉。洛洛，我记下了，我去厨房看看，熬好了就趁热给四儿喝下去。去吧。酒楼掌柜的来找修罗然。客官，少爷找你。小公子，谢谢你，我父亲已经好很多了，刚刚我服侍他喝了1碗粥。那就好。小公子，救父之恩无以为报，这些东西都是本地的特产。我看你们有4辆马车，就给你们准备了些东西，别嫌弃啊。修罗然看向车里，赵凤一一介绍。这是我们本地出产的红川精米，熬粥是最好的，很补，尤其适合老人吃。以前曾经是贡米的。这个呢是小白鱼干，你是煎着吃、炸着吃或炖着吃，那都是很美味的。小公子回去自己吃也好，送礼也成，拿得出手。这个呢是我们当地的红果干，最适合煮水喝了，酸酸甜甜的，老人孩子都爱喝，去火开胃，能够增加食欲，也可以当零嘴吃。这个小箱子里都是些小玩意儿，小公子留着把玩吧。赵凤说完，叫人把车上的东西卸了下来。他再次向修罗然鞠了一躬，这才赶着马车回去了。又走了2天，路程算是走了一大半了。你说咱们进京前还会不会遇到袭击？这个真的说不准，咱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才行。有些人做事是不按正常思路来的，总喜欢出其不意，让人摸不着规律。你说的没错，我刚刚从安里回来的时候，一路上都没事，快到京城了，在离京城4、5里的时候突然遇袭，幸好我命大，要不就让那些王八蛋给杀了。易静璇嘴角直抽抽，他可是知道那些王八蛋都是他4哥易静阳的人。修罗然和易静璇骑马走在队伍最前边，勇士们跟在队伍的最后边。秀小姐，你成亲后会不会经常回娘家？易静哥，我告诉你啊，本姑娘在娘家一手遮天，在婆家也一样，即使婆家的事不用我管，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如果谁敢拦着我回娘家，我一定是打得他连他爹娘都不认识。幸好父皇没让我娶这个母老虎。四哥呀，你自求多福吧，趁现在修小姐没进门，你还是养壮点，这样还能扛揍刑。旁边听他们俩说话的易静璇心说，这修罗然还真是与众不同啊。
易建玄，用不上2天咱们就到京城了，咱们可千万不能大意，别在家门口再被人给袭击了。邱小姐，这样吧，我带着7弟子前面探路，你领着勇士们殿后。行。当天晚上风很大，半夜时分，修乐然听到踏云示警，他急忙叫了易静玄和易静阁3个人一起查看周围的情况。刚刚有一伙人企图向这边靠近，咱们出来了，那些人就跑了。这天下午，修乐然一行走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回到了天鹤王朝的都城九地城。易静玄和易静阁各回各家，易静霄和易可婷都是离家多年，2人很激动，都有些近乡情怯。修乐然把他们送到安亲王府门口。大哥，可婷姐，我就不送你们进去了，想必你们一家人还有很多话要说。我回家之后就叫我大哥大嫂过来，你们呢也算是一家团聚。洛洛，大恩不言谢。修乐然挥了挥手，笑看着兄妹2人，在门房的惊呼声中进了府。修乐然带着4辆大马车，还有12个勇士回镇西侯府了。二哥，那个夏雨宁没有再堵你吧？自从你闹过以后，他就没出现过。三哥，你的事情都顺利吧？他能有什么事情？他不惹祸就是帮家里的忙了。姐，我读书可努力了，大哥都夸我读得好，进步很大。裴青兰和裴青云都很厉害，我这个先生差点就被学生比下去了。我会继续努力的。木儿加油，你会很厉害的。安亲王府，我的婷儿啊，你的命咋就这么苦呀？嫁了那么个畜生，在家里我和你父王都舍不得动你一个指头，到婆家去挨打挨骂。毛家那帮混蛋，当初他们是怎么保证的啊？说话当放屁呀！现在已经回来了，咱们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哭有什么用？看把孩子吓的。4、28，有外公在，没人敢欺负你和你娘。真的吗？真的。外公，我不怕被欺负，别欺负我娘就行。刚刚父王说的对，大哥和大姐回来了，你们也算是苦尽甘来。你们的苦不能白吃，罪不能白遭。咱们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报恩不急，报仇嘛，早报咱们心里早痛快。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刚刚听母妃的意思，大姐的亲事是楚国公撮合的，当初他们有强迫你吗？我和你父王都不同意，是楚国公打了保票，说毛彦辰如何如何好，怎么孝顺，又知疼知热的。我和你父王听说他温柔有礼，应该不会虐待媳妇，这才同意的。相公，这个楚国公是哪伙的？据我所知，他应该是支持2皇子的。怪我当时考虑的太简单了，怎么就没往这方面想呢？毛家表面上和楚国公没什么来往，他们暗中都是给2皇子办事的。父王，他们谁是哪伙的，和咱们没关系，咱们也管不着。咱们就揪住楚国公保了个烂媒这事儿，和他讨个说法。可真说得对，父王绝对不能放过楚国公。爹，什么事儿啊？修乐然就从怀里，也就是他的小空间里，掏出用手帕包着的手机，打开录音给修令策听。策儿，他是3皇子的人吗？不是，这个柯印中应该是2皇子的人，那么他找的林奇静应该也是2皇子的人。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柯印中提到的2个地名，平仓和百田。大哥啊，是不是这2个地方有什么特殊意义啊？2皇子一直在找一个铁矿，为了这个铁矿他没少费心思，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结合柯印中前后的话，他一再强调他没有辜负主子的信任，说明主子给他的任务他完成了。如果他的任务是找铁矿的话，那平仓和百田这2个地方必然有一个是那铁矿的所在地。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铁矿的详细地址应该是在柯印中家人手里啊。没错，所以咱们应该严加监视柯家人，哪怕咱们得不到那个铁矿，也绝对不能叫别人得了去。你在南省遇到雷汉廷了吧？怎么，他给2舅穿小鞋了？不能吧？你说说为什么不能？以我对雷总督的了解，他应该不是个不讲理的人啊。我2舅也没做错什么事儿，退一步说，就是我2舅做错了事儿，那也应该是2舅的上官烦的啊。哦，我知道了，如果我2舅被雷汉廷为难，那肯定是2舅的上官做的手脚。你2舅的上官对你2舅有成见？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2舅的一个下属啊，经常在上官面前说2舅的坏话，时间久了，上官肯定会对2舅有看法。我带了信给2舅，2舅和上官家的亲事吹了，上官就很不乐意。
二舅把我送去的东西送给了上官，那上官才对二舅有了个好脸色。有话你直说，绕来绕去的你不累呀？姐夫，我二弟升了，他升任宁阳省巡抚。原来宁阳省的巡抚就是这个该死的毛启腾。圣旨下毛启腾被斩，宁阳省巡抚的位置就空了下来。二舅升了宁阳巡抚，那不就和他原来的上官平起平坐了吗？看他还怎么为难二舅。许哥，许巍升迁的消息可靠吗？姐夫，我们上官亲自签发的升迁令刚刚交到驿站送往南省。好啊，一省巡抚也算是一方大员了，好好干，别出什么差错。等调回京城，官职还能再升一升，前途无量啊！洛洛，你告诉大舅，你是不是帮雷汉廷什么忙了？大舅啊，帮他弄到700万两的军饷，算不算？雷汉廷知道你和你二舅的关系吗？当然知道啊，我告诉他，我是去南省就为了看二舅，给二舅送信呢。姐夫，你真是养了个好闺女，我们当个舅舅都跟着她沾光了。洛洛，你的亲事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大哥，我是怎么打算的不好使，这还要看皇上是怎么打算的。咱们家退亲，易建阳母子退亲，皇上都没答应，那他肯定是有自己的想法。如果皇上不改变初衷的话，我还是要嫁进4王府的。洛洛，如果你一定要退亲，我和爹也能做到。哎呀，大哥先别急，我觉得皇上应该也是在观望。你看，易建阳已经娶了2个侧妃了，皇上都没提要我们成亲的事儿，这里呢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让皇上下不了决心。咱们也别着急啊，等皇上做出决定以后，咱们再见机行事。退一万步讲啊，我就是嫁进4王府，我也不会受气的，相信我。洛洛，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和你大嫂，你就做个开心快乐的小姑娘就行了。大哥，那就辛苦你和大嫂啦。回来后我还没去二叔家看看呢，我找修依然说说话。修洛然来到西跨院，找到修依然，我答应你要帮你们兄妹找到好亲事，不知道你们自己是不是有中意的人选，或者是你们有什么要求，只要不过分，我能做到的就一定帮你们。洛洛，我想知道我三妹的亲事你也管吗？说心里话，你们的亲事我也不想管，可是我实在是不相信你母亲的眼光，我也不放心把你们的亲事交到你们父亲手上，交给他那就相当于是亲手交给了你们2个姨娘，说不得我辛辛苦苦帮帮你们，你们庶妹，哼，他有爹有娘的，我就不操那个心啦。洛洛，你也看到了，这段时间尔然变化很大，我大哥我不太担心，怎么说他也是个男子，我爹也不会让他娶得太差。我嘛，只要不是遇到太混账的人，相信日子也是能过得下去的。我就是担心尔然，我们家里的变化对他的打击很大，我怕他走极端。原来顾前不顾后，现在缩手缩脚，嫁了人受欺负呀。我希望你们兄妹和我们兄妹都能够得到幸福，你们过得不好，我看着也难过。我对你们呢只有一个要求，不求你们为修家做什么贡献，只要关键时刻别拖后腿就行。你懂我的意思吗？洛洛，我明白。明白就好。你们想要找个什么样的，有什么要求，你好好想想，要心里有数，到时候你告诉我，我再告诉我大嫂，请她帮忙张罗。我知道了。你都娶了2个侧妃了，为什么还不娶正妃进门？易静阳顿时被问住了，二哥啥时候对他的后宅之事感兴趣了？你们退亲，父皇不同意，你坚持到现在还不成亲，父皇会不会以为你在和他对着干？不能吧？很有可能。所以你马上把修令策妹妹娶进门，修令策成了你的舅哥，你有什么事情办不好，不就可以请他帮忙了吗？易静阳明白了，二哥这是想拉拢修令策父子，把主意打到他身上了。老四，有些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你现在是受了些委屈，等二哥有能力的时候，你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哪怕你娶个3个5个都不是问题。二哥，我这就去修家谈成亲的事情。去吧，别小气，只要修家提的条件不是太过分，就答应他们，知道了。于是易静阳就来到了修家。你是我父皇赐婚，咱们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亲了。奇了个怪了，你不是看不上我吗？现在想要成亲，怎么忽然之间觉得我有些可爱了，想娶回家？看到易静阳瞪过来的看傻子一样的眼神，苏乐然翻了个白眼儿。别以为你自己有多优秀似的啊！你看不上我，本姑娘还看不上你呢。我问你，你要和我成亲，你告诉皇上了吗？四皇子，咱们先不说皇上是不是你们的媒人，皇上是你的父亲，儿子成亲难道不应该告诉父亲一声吗？再说了，你的母妃还在，
这事儿是不是应该禀告淑妃娘娘一声呢？你快进宫去吧，把这事儿告诉你的父皇和母妃，顺便呢把我的意思向他们透露一下。本姑娘讨厌你，从头发丝儿讨厌到脚后跟，和你成亲也是势必无奈。不是你有多好，而是皇命难违。滚吧，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窝囊废！被修洛然训斥责骂，易静阳气得胸膛一鼓一鼓的，却拿修洛然没什么办法。这打吧打不过，骂就更骂不过了。你给我等着！哎呀，快滚吧，快滚吧！我就在这儿等着。易静阳大步离开，修令策有些担心。洛洛，惹怒他对你没好处。大哥啊，不惹怒他，他就会对我好了？不可能！我现在想的是，他怎么会突然就要成亲了呢？洛洛，因为你的介入，毛启堂父子被斩首，没人相信你能做成这么大的事儿，大家都以为是我授意你做的。三皇子腿断了，已经没有竞争那个位置的资格了。我跟着三皇子也就成了没有前途的人了。二皇子一直想着把我和爹拉到他那儿去，那样的话两个舅舅也成了他的人，在我这里碰了钉子，他可能是想从你那里下手了。大哥，你是说易静阳要成亲可能是易静石的主意？易静石这算盘打得不错啊，如果是别人，那嫁到四王府去可能就屈服了。娘家人怕闺女受委屈，也会和婆家人好好相处。他们得了人家的姑娘，同时呢还得了姑娘娘家助力。他遇到了我修洛然，我会叫他知道什么叫吃不了兜着走。洛洛，伤敌1000自损800的事情千万不能干。伤什么伤啊？谁能伤得了我？只要皇上不插手，谁也伤不了我。就易建阳那怂包样伤我，累死他！皇宫乾安殿，阳儿，你刚刚说什么？你要成亲？是父皇，修家那丫头同意了。他也没反对。阳儿啊，真希望你们兄弟都过得好，即使不是很好，也别天天鸡飞狗跳的。你先回去吧，什么时候修家那丫头心甘情愿地跟着你来朕这里请求成亲，朕什么时候答应你。易静阳灰溜溜地走了，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二皇子府。这个废物，一点小事都办不好，一个女人也治不服。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能逗得修令策的妹妹高兴，同意和你成亲就行。你运气不好，没准呢是你晚上钻寡妇被窝，走路踩到臭狗屎，嘴欠被人淋了鸡血才败的财运，关我屁事啊！你怪到本姑娘头上是看本姑娘好欺负啊？瞎你的狗眼，滚开！哎呀，算了吧，能独自一人来这儿，还是个姑娘家，家里肯定是有钱有势的。再说了，你也没输多少，就别和她计较。这万一碰到了硬茬，可别不好收场啊！你别管，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能来这里的会是什么好人家的闺女？你是掉进茅坑了吗？满嘴喷粪，本姑娘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还轮不到你管。小贱人，你敢打我？你快起来回家去，我这有公务，耽误了我的事，我要你好看。你给我等着！赔钱！今天你不赔我钱，你就休想离开这儿。你个死娘们儿，本公子不让你赔钱就不错了，你他娘的还叫我赔钱？我赔你2巴掌，你要不要？我再说一遍啊，你不赔钱就休想离开。小姐，你们刚刚的事情我已经了解了，他骂了你不假，可你也打过他了，这事儿是不是就这么算了啊？他挨打他活该，他骂我就不行，得赔钱。本姑娘是他能骂得了的吗？本姑娘今天心情好，不想跟他一般计较，否则的话，就凭他骂我那些话，我就能让他把楼底坐穿。不知小姐府上哪里啊？那你给我听好了，本姑娘是镇西侯府的嫡女，四皇子易静阳的未婚妻。你小舅子骂皇家人，该不该坐牢？修小姐，我内地需要赔多少银子？3万两。你抢钱呢？你闭嘴！3万两，少一文，咱们就衙门见。王爷，你的未婚妻很有意思呀！哈哈哈哈。贺大人，咱们玩咱们的，别叫不相干的人扰了咱们的雅兴。周大人、袁大人，你们有没有去京城四周逛过啊？不知道修小姐为什么这么问呢？假如周大人，我是说假如啊，如果今年冬天连下他个3天大雪，咱们且不说那些没房子住的人，就是说那些有房子住的平民百姓家里会出现什么情况？冬天雪太大，很多百姓家里的房子会倒塌，导致百姓们生活格外困难，严重的话就会有人冻饿而死。周大人，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你可就倒霉喽。
到时候你一天忙得脚打后脑勺不说啊，弄不好还会出力不讨好，上头逼迫你，下头指望你，你呢？可是谁也指望不上。哎呀，劳心劳力的。修小姐，你想出钱给平民百姓盖房子？我还真是有这打算，所以来请你们两个帮忙。周大人，你可能没和修小姐打过交道，不了解她这个人。既然她说了她出钱，钱不够，只管和她要就完了。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名和利就都有了，何乐而不为呢？袁大人，那本官要做些什么？周大人呐，冬天要到了，你体恤百姓生活不易，亲自查看了京城的那些贫困人家，你发现很多百姓家的房子都是危房，已经住不得了。你呢，就来找我商量，看看能不能让国库拿些钱出来给百姓修房子，让百姓安全过冬。可国库虽然有银子，但用银子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百姓修房子的事情只能靠后了。然后呢？邱小姐找到我，她跑马的时候看百姓的房子不顺眼，就出钱给百姓修房子。她出钱，你我出力，顺便咱们再把城墙里边的坑坑洼洼平一平，别让邱大小姐跑马时摔了。这也行？周大人啊，这行不行还不是你我说了算吗？邱小姐为人很大方的，不会让你我白干的。袁大人，本官就听你吩咐了。露露，你来了。三哥，那天我也没详细问，今年我地里的收成到底如何啊？一般吧，前期管理没跟上。不过你让我们种的秋菜，我可是找明白人帮的忙，菜长得老好了。你跟我来看看我这仓库里的秋菜，我可都是按照你说的方法储存的。修乐然看着一仓库一仓库的大绿萝卜、通红的西里美萝卜、大白菜、鲜嫩的雪里红、油菜、生菜、菠菜、香菜、茼蒿等等。三哥，你开酒楼的青菜有了。露露啊，你是不是说错了？这开酒楼还需要青菜吗？三哥，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个问题等你回去了我再慢慢和你说。我让你办的酒楼的事情，你都办好了没？必须办好啊！说来也是巧了，你不是让我找酒楼吗？我就派了好几拨人四处打听。露露，独一处你知道吗？就是咱京城最大的那家酒楼啊。对，你知道那家酒楼是谁开的吗？他背后的东家是三皇子。你说什么？你没听错，就是三皇子开的。酒楼很火，很赚钱。三皇子断了腿之后，那家酒楼就接连出事，不是食客中毒，就是食客找茬打架伤人。更让人生气的是，经常有叫花子去酒楼讨吃的，往座位上一坐也不走，结果把客人都熏走了。萧乐然心里明白，这肯定是二皇子背后下的手。七皇子听我说要买酒楼，就找到我，问我要不要这家酒楼，他可以做主卖给我。酒楼关门以后，有好几个人上门要买，又是威胁又是恐吓的，价钱给的还特别低，他们还拦着不让别人买。七皇子说那些都是他二哥的人，他三哥说了，酒楼就是扒倒了变成废墟，也不会卖给他二哥的。三哥，那你买下来了没有啊？独一处酒楼在京城主街上，共3层，是京城最大最豪华的酒楼了。买下来以后，根本不用做太大的调整和修饰就能营业。买下了，看你急的。不过七皇子有附加条件，他让我连同酒楼的掌柜的、厨子和伙计一起接收了，我同意了，已经交了定钱了。我想着，就是你不想用原来的人，咱们可以安排到别的地方去。酒楼必须拿下，被别人抢走了，你还不得骂我呀？骂你呀？我还打你呢！那么好的酒楼不买是傻子呀！走，咱马上进城去找七皇子，马上就把酒楼的房契给弄到手，省得也差那么多。七皇子，酒楼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了，什么时候方便咱去衙门过下户，省得以后有麻烦。嘿，这是应该的。那这个独一处的招牌，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用啊？你们随便。随后，修乐然兄妹俩就告辞回来了。露露，我以为酒楼的生意你会给七皇子算上一份呢。三哥，你别说七皇子，就是你们，我也不准备让你们参与进来。为啥？三哥，咱们是一家人，假如我惹出什么大祸，我肯定会连累你们的，跑也跑不掉。这酒楼也一样啊，如果酒楼发生什么不好说的大事，家里人没参与进来，你们完全可以当做不知道。露露，真有那么一天，我们也不会不管你的。
我知道啊，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让你们掺和进来。你想啊，只要你们没事，我就是有再大的事情也有你们当靠山。如果咱们一起出事了，那谁帮我啊？二皇子府，听说酒楼被你未婚妻买走了，你就说去帮忙，然后和他好好套套近乎。修家人很宠他，修令策兄弟各顶各的不简单。如果你被他接纳了，自有你的好处。哼，是你有好处吧？老四，我告诉你，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只要能让你未婚妻屈服就行。如果你实在没办法了，生米做成熟饭会不会？我打不过他。老四，有个办法可以让他接受你，就怕你坚持不下来。什么办法？烈女怕缠郎，你有事没事就缠着她，献殷勤，讨好卖乖，买好吃的，买衣服首饰，送一切她可能喜欢的东西。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就不信你打动不了她。二哥，要不我试试？行，你就试试吧，我相信你能成的，就一个小女孩而已。你一个堂堂皇子，怎么会拿一个小女孩没辙呢？对不对？易静阳走了，易静石慢慢坐了下来。易静石的一个心腹一直在旁边静静听着。王爷，修令策父子太顽固，修令策的妹妹也不是个善茬，四爷恐怕不会成功啊。修家，哼，我不会放弃。如果最后还是不成，杀之灭之。小姐，希儿大小姐派丫鬟来请你，已经来了3、4次了。叫丫鬟来找我？是啊，小姐，你那天刚刚离开，她的丫鬟就来了1次，这几天又来了3次。我去看看。到了修依然那儿，看到满面愁容的修依然，修洛然问道：出什么事了？洛洛，大嫂给我介绍了一门亲事，我和男方相看了，对方无论家世、相貌、人品，我都很满意。听男方的意思，他们也中意我，大嫂叫我安心等男方上门提亲。我想着这要定亲了，说不定啥时候就要出门，应该做几身好看的衣服，我就带着2妹3妹去布庄买布料做衣服。没想到在布庄我们遇到了韩静饶，我知道你跟他关系不好，我本来不想理他的，可以前我跟他还算相处的不错，我就上前打招呼。可那韩静饶盯着我说，我之前不是很讨厌修罗然吗？怎么现在屈服了，成了你的狗了？那我肯定不乐意他这么说嘛，我就反驳他，我说现在大嫂当家。韩静饶一听这话，脸色就更难看了，然后他就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说我能攀上这么好的亲事都是你可真帮的忙，说我配不上许公子。虽然他没有再说别的，可我就是感觉他好像要破坏我的亲事。我回来之后想找大嫂问问，但是我又怕大嫂说我不自重，我就去找你，可找了好几次你都不在，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就想去找大嫂，结果大嫂回娘家了。韩静饶，你别着急啊，也不用担心，只要你们双方都同意，我保证亲事能成。至于韩静饶，我来对付，你不用管啊，该干嘛就干嘛。洛洛，我去找我大哥，让他也帮忙了解一下徐公子的人品。我想先定下来，等我大哥成亲了，2妹也定了亲，我再出嫁。我大哥告诉我，他早就定亲了，也许今年底，也许明年初就成亲。我爹也真是瞒得好，在他眼里，我娘和我们姐俩到底是不是他的家人啊？修炼期定亲了。哎呀，你难过什么呀？我二叔这样也不是一天半天了，你才知道，你应该庆幸他对大堂哥还不错，要不然你才应该难过呢。我娘她就算是再不好，她生了我们兄妹3个，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可怎么在她眼里，我娘就那么的一文不值吗？她就那么不堪吗？我说话直，你可别不爱听啊。我二婶是怎么嫁给我二叔的，你应该知道吧？我二叔一辈子性情耿直，最讨厌二婶这样的人了。他不得已娶了我二婶，这天天看着一个讨厌的人在跟前晃着，我二叔能开心吗？至于你说那什么功劳苦劳，就算是我二婶的还有点功劳，那也被他自己给霍霍没了。他是怎么当家的，怎么对待我们兄妹的，又是怎么往娘家划拉着修家的钱财和东西的，你应该都很是清楚吧？二叔如果不是怕大堂哥他那长子变成庶子，恐怕我二婶呀早就成了妾室了，哪里还有你们姐妹嚣张的份儿？想到母亲的所作所为，秀依然沉默了。你不能怪我二叔对你们不好，那怪也是怪你们是二婶生的，也幸亏大堂哥是二叔的嫡长子，如果她是个女的，哎，我不是吓唬你啊，你们娘们能不能活到现在都是个问题。
我不会不管我娘的，她这辈子过得太苦了。你说错了，一辈子太苦的不是你娘，是你爹。我爹？对啊，你可能觉得你娘得不到你爹的宠爱，这一辈子苦唧唧的，可对你娘来说，她这辈子很值得骄傲。她凭借着手段嫁入豪门，做了当家奶奶，这过上了贵妇人的生活，有儿有女，娘家人也对她俯首帖耳，这多风光啊！可你呢？你有想过你爹吗？嫡妻是个不堪的蠢人，他娘家人还三五不时的跳出来要个钱财，得了便宜还卖乖。如果不是有修炼期，如果不是我爹拦着，你娘早就成了下堂妇了，哪还能让她这么张狂？我娘她也算是一个能人吧。切，能人？哎，薛然，你是不是觉得虽然你娘现在苟且偷生，可她也曾经施展手段，把整个薛家牢牢的掌控在手里啊？难道不是吗？哎，薛然，我一向认为呢，你是个聪明人，你怎么也被表象给迷了眼睛呢？就你娘那傻子做法，你觉得我爹我大哥会看不到？你以为我大哥京城第一公子的名号那是白叫的？我明白的告诉你吧，即使我在安堂不回来，你娘也蹦跶不了几天。这么和你说吧啊，你娘做的每一件她自以为了不起的事儿，那都是在我爹和我哥默许的情况下做成的。我夺了你娘的管家权，挖出她贪的钱财和东西啊，这已经是给足了你们二房留足了面子。如果让我大哥出手，恐怕你们连里子都没了。看看你外公家就知道了，公家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吧？你别以为我二叔到时候会出来制止，那是因为啊，你娘做的一切他都知道了。你们姐妹也知道，也就修炼期那个棒槌不知道吧？我爹也知道。你想想你爹那天的反应，如果他不是早就知道了，你以为你娘还会好好的？恐怕早就被你爹给打个半死了。萧依然心里发冷，他突然觉得他娘就是个笑话，而大房的人包括他爹都在看这个笑话，天天看着自己的蠢货妻子在那儿蹦跶着，你说我二叔能高兴吗？就因为我二叔太可怜了，我爹才给他弄回来2个女人，就是你的那2个姨娘。你说什么？修依然，你也别怪我爹，我爹呢也是为了你们好，如果没有那2个姨娘在，没准你娘坟头草那都老高了啊。一个人的忍耐那也是有限度的，你爹忍无可忍了，你娘还能活得下去？就算他是弄死了你娘，那我爹也会保他平安无事的。你娘没了，我二叔再娶，你们算什么？被后娘虐待的拖油瓶？萧依然平静下来，他已经从开始的生气、惊讶、震惊中清醒，他也认清了自己目前的处境。我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实在不行的话，你也别强求。你放心，我心里有数，等着我的好消息。洛洛在吗？大嫂，快进屋里坐。洛洛，依然的亲事成了。那可太好了，辛苦大嫂啦。这有啥辛苦的？我也就是跑跑腿儿。亲事成了，洛洛，这嫁妆该给多少呀？这个不急，我先看看二叔能给多少。人家是亲爹，咱们怎么着也不能超过他去。大嫂，你说对不对啊？你这丫头啊，想的就是多。大嫂，修依然这个事儿，二叔知道吧？知道，亲事一定下来，我就告诉他了。他说知道了，别的啥也没说。修洛然特别看不上修远山没有担当的样子。你被人爬了床，虽然是遭人算计，难道你自己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娶了媳妇儿放任不管，让媳妇儿在修家为所欲为，生了孩子也不教养，好像只有2个小妾生的孩子才是他的儿女似的。大嫂，你先回去吧，我去找二叔，回来咱们再商量。好。二叔，大堂姐定亲了，这事你知道不？我来呢就想问问，你给大堂姐准备了多少嫁妆？要嫁妆找他娘，我1分钱也没有。这话没毛病，女儿出嫁通常都是母亲把自己的嫁妆拿出来，不过你这是当爹的，你1文钱不拿，你好意思吧？没有。行，我相信你。二叔，那我3堂姐出嫁，你也是1文不给咯？这不用你管。二叔，就算是你再不喜欢公氏母女，修依然姐妹俩始终是你的血脉吧？你就算是再偏心2个姨娘和他们的子女，你也差不多点儿呀，也别太过分。我说了，不用你管。哦，有志气，不用我们管，谁都愿意管你啊！修二老爷有志气，有风骨，独立自主，自立门户，不用我们大房管。哎呀，佩服佩服。行，那你把这些年来我爹搭在你身上的钱财和东西都还回来吧。修远山一听，顿时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修洛然。你看着我干嘛？你不是有志气吗？你不是不用我们管吗？还回来。不可能，
二叔，宫室有多少嫁妆你很清楚，不说几乎等于没有，可也差不多。你2个嫡女马上就要到了要出嫁的年龄，你1文钱不掏，是准备让我们大房陪送嫁妆呗？萧远山不说话，他就是这么打算的。你这算盘打得不错啊！我们大房要养着你，养着你的女人和你的儿女，还要负责你儿女的聘礼和嫁妆，我们欠你的吗？你这个小畜生，轮不到你来管我，你给我滚！我才懒得管你呢！你既然不喜欢宫氏，那娶了她你不理她不就得了吗？你干嘛还睡她？睡出孩子你又不管了，丢给我们，你是不是以为我爹作为长兄就应该给你收拾烂摊子？他是你哥，不是你父母，不欠你的。萧远山气急，他目光四下一扫，看到一根支窗户的竹竿，他一把拿到手里，对着修罗然就打了下去。修罗然眼神一凛，站在那儿纹丝不动。萧远山一竹竿打在了修罗然左脸上，打得特别重，顿时修罗然就血流满面。爹，大哥大嫂，救命啊！二叔要打死我，救命啊！相公，快，洛洛有危险！洛洛，醒醒啊！修罗然马上睁开眼睛，向修令群眨了一下眼，又闭上眼装死。爹，大哥，快来呀！妹妹被打晕了！莫愁，快找大夫！洛洛，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爹怎么办呀？爹，洛洛没事，她只是晕了，你别担心啊。你个混蛋，洛洛都晕了，能没事吗？哎呀，我的洛洛呀，我的闺女，我都舍不得动一根指头，你倒好，给打成这副模样。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哥，我真的没想打他，没想打他都给打晕了。如果二叔你想打他，是不是要把他打死啊？他和你有什么仇？你要往死里打他？究竟因为什么？你把他打得昏迷不醒啊？爹，我疼，我疼！二叔他要打死我，爹，我害怕。洛洛，告诉爹，你二叔为什么打你？爹，看到没？二叔这是想让你给堂姐出嫁妆，你的钱将来都是我和我哥、我弟他们的，你都给了二叔了，给二叔养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办？从来听说养儿女、养父母的，可就没听说过要养弟弟的，还是养着他们一大家子，什么嫡啊的、庶啊的。再说了，二叔还当着官呢，又不是残了废了的，那离了你就活不下去。看看人家一大家子，这活得多惬意多开心，自己赚钱自己花，还有你这个哥哥给钱花。我们呢？我这还没成家呢，就要自己赚钱花。爹，你不能太偏心，我可是你生的，二叔又不是你生的，你管他这么多年也够了吧？二叔他生不过我，他就打我。爹，我疼。你怎么说？如果你的儿女实在养不起了，我可以帮你卖掉，反正庶子庶女上不得台面，卖了也就卖了。卖了他们，好好养着你的嫡子嫡女。既然当初是我把他们弄回来的，那现在你有了困难养不起，我会帮你把他们解决掉。不，大哥，我能养得起。既然养得起，那从下个月开始，我不会再给你1文钱了。大哥，二叔，在你心里是不是我爹把我们卖掉，省下来的钱养着你们正好啊？你可别忘了，我没回来之前，我们大房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别像吸血虫似的咬住我们大房就不松口了，我们不欠你们的，不欠。二叔，我爹也是为了你们好。虽然我现在是侯府世子，可是以我目前的情况看，还要从现在的局势看，我能不能当侯爷还两说着呢。如果咱们修家没了这个爵位，我们大房恐怕也拿不出钱来给你们了，就是想给也没这个能力了。我和弟弟没有成亲，我们也要养家糊口。二叔，不能为了你们让我们受冻挨饿吧？再说侯爷做不成了，咱们现在住的房子恐怕也不能住了，这是给侯爷住的，普通百姓可不能住在这里，那是犯法的。到时候我们就得搬出去，你们自然也要跟着搬出去。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大家都多攒些钱，以后的日子能过下去。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别说过着你们了，我们自己怕是都过不过来呢。侧儿的话你记在心里就好，有些事情要做到心里有数，别说我这当大哥的没提醒你。说完，萧远仓就带着儿女离开了西院。修罗然临走之前，大声对萧远山说：“二叔，今天这顿打我是记下了啊，以后你最好别犯在我手里，要不然本姑娘会加倍奉还。还有啊，我警告你，你给你的庶女准备了多少嫁妆，就得要给修依然姐妹俩多少嫁妆，少一文你试试。我可不想传出修家男人宠妾灭妻的流言，我哥哥们还要娶媳妇呢。我的话你也可以不听啊，那就从我们家搬出去，离开我们家，你爱咋做都行，谁也管不着。哪怕你卖儿卖女，和我们修府都没有关系。”
洛洛，干嘛让你二叔打你脸上呀？多疼啊！再说了，女孩家的脸多重要啊！这要是毁了容可怎么办呢？爹，你放心，我心里有数。我如果不让我二叔打上这么一下子，他肯定得要向你告我的状，我是不会给他机会告状的，让你为难的。洛洛，你堂姐的嫁妆你不用操心，我会叫你大嫂从宫中拿钱出来，给她准备一份的。大哥，咱们给的是咱们的，二叔不给怎么说也过不去。爹，你也不用难过，别人家像我二叔这么大的官，人家不但是养自己一家子，甚至还要养着老家的一大家子。我二哥的好几个同僚就都是这样啊，这怎么到了我二叔这儿，这自己家人都养不活，还要让你帮衬？其实呢，说明白点儿，我二叔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占咱们大王的便宜。你看到没？这不让他占了，他还不乐意呢，就好像是你养着他们一家都是应该应分的似的。策儿，从今天开始，咱们大房就你们夫妻俩当家，什么事儿都你们说了算。我年纪大了，不想管这些事儿了。当天晚上，修洛然就来到了修依然的房间。今天的事情你也看到了，我为了你啊，那可是实打实的挨了你爹一下子。其实你应该能躲过去吧？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受伤了，我爹才会收拾你爹。啊，如果是我，别说受伤了，恐怕是要死了，爹都不会管我、心疼我的。修依然，我说过的话是算数的。通过今天的事情，你爹肯定会给你们姐妹俩准备一份嫁妆，估计啊没有给修山然的多，但是你也别太计较了，因为我们大房宫中还是会出一份，我也会出一份。有了这些嫁妆，你到了婆家，只要你立得起来，你就能过得很好。受了欺负只管告诉我，只要你有理，哪怕是一点点的理，我也会给你做主。洛洛，我懂了，我也明白了，你放心，我会好好教导尔然的，我相信他将来也会过得很好。你告诉他，只要他好好的，他的嫁妆也少不了。我替他谢谢你。修依然的事情在修洛然这儿算是告一段落。大嫂，趁你现在还轻手利脚的，你赶紧给我二哥和修尔然也张罗张罗。如果哪天查出你怀孕了，我大哥肯定是会让你安心养胎，啥也不许你干。你怀的可是咱们修家的第一长孙，特别特别重要。洛洛，只给你二哥张罗，你三哥呢？不管了。我三哥说了，他的媳妇儿不用咱们管，我估计他可能是心里有人了。什么时候我让三哥领回来咱们见见，如果可以的话就定下来，他也老大不小的了。洛洛，你放心，我母妃认识的人多，等我回家找我母妃，请她帮忙，一定能找到满意的。那就麻烦王妃了。修小姐，修小姐，啊，修小姐，你的脸怎么了？还有人敢打你啊？你叫我干嘛？有事儿？没事没事，我就是想问问你三哥修令群在家没？我想找他玩。我三哥忙得很，天天都有做不完的事儿，哪有时间去玩？还有事情吗？没事，我走了。修洛然，你未婚夫在此。易静阳很想训斥修洛然几句，可想到了易静时的嘱托，他还是调整一下情绪吧。你要逛街啊？钱带够了吗？我这有。修洛然没有说话，易静阳从怀里掏出一摞银票，他本来想着数出几张给修洛然来着，可哪知道修洛然很不客气的一把都薅了过去。谢谢四爷台，我这就逛街去啊。说完，修洛然就把银票揣在怀里，飞也似的跑了，很快就消失在了街角。修小姐这是怕四哥你把钱要回去啊？啊，他跑得也太快了，修家很缺钱吗？四哥，女人嘛，这有了钱自然要去买东西啊。她太兴奋忘记和你告别也正常，别和她一般见识啊。就是啊，四哥，她是你的媳妇儿，你多担待一下。女人就是麻烦，咱们回去。修洛然，有事儿？我还真是小看了你们，修依然的亲事竟然让你们办成了。哼，是我大意了，晚了一步。可你们不会一直这么幸运的，等着瞧好了。说完，他又迈着优雅的步子走了。修洛然瞪着大眼，难道是他感觉到了丢脸了，过来找我下战书的？大嫂，我刚刚遇到了韩建饶了，你看这相亲的事儿，咱能不能悄悄的进行啊？别声张，不让外人知道。倒也不是不行，谁家说亲也没说敲锣打鼓，弄得人尽皆知啊。只是如果对方问起来，咱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好像咱们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咱们要怎么说呀？大嫂，你就实话实说。我知道了。5天后，易可真来找修洛然。洛洛，尔然的亲事黄了，虽然当时男方没明确表示能成，可是他的意思差不多成了一半了，
今天我某妃派人来告诉我，男方直接拒绝了，没说原因。你说会不会是你说的那样，韩静饶在这里捣鬼了？大嫂，这事你别管啊，过几天听我的消息。修罗然找到修令群，让他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力，全力调查这件事儿。不久，修令群就给修罗然送来了调查结果。修令群调查的结果显示，韩静饶为了了解事情的进展，他亲自出面，甚至还使用了美人计。你告诉我，今天是怎么回事？前几年你追着五皇子到处跑，闹得整个京城风言风语。我说你喜欢易景玄，那我就找找门路，看看你能不能嫁进皇家。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不着急，不用我们管。你是长姐，你不成亲，把你妹妹都耽误了。你妹妹今天去相亲，你却跑去横插一杠子。你是不是自己不成亲，也不想看到你妹妹成亲呢？啊，你是不是有病啊？这是你应该做出来的事吗？瑶儿，不能怪你爹打你，今天这事你做的真不对。修家修令策我对付不了，我还对付不了修洛然吗？我韩静饶想做成的事情还从来没有做不成的，只是时间问题。这天晚上，修洛然去了韩府，把韩静饶和他的贴身丫鬟打晕，喂了药，然后把他们俩丢到了后花园的空房间里。第二天一大早，修洛然就把莫愁叫了起来。韩小姐，你怎么变成韩静饶了？闭嘴！莫愁啊，从现在开始，我呢就是韩静饶，你呀就是韩静饶的贴身丫鬟银萍。咱们今天出去，你要好好配合我，懂吗？知道了，小姐。修洛然带着莫愁坐着马车去了朝圣街。这条街道是京城高档店铺最多的一条街道。修洛然决定从街道这头逛到街道那头。有人吗？开门，我们二老爷来了。韩家的门房打开门。哎呦，朱大人呐，你带着这么多人来到我家门前，您是何意啊？你女儿抢了我内侄，请韩大人叫韩小姐把人交出来。朱大人，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女儿怎么会抢人呢？韩大人，内侄可是先人之子，你不让你女儿放人，这万一发生了什么不可说的事情，哎呀，绝不可能。你内侄长得再好，有几个皇子长得美吗？朱大人，你肯定是搞错了。这时，就听韩家院子里有跑步声传来，同时还有人喊救命。朱寻一听，正是内侄袁鹤峰的声音。姑父，我没事，你快去酒楼看看表哥，他好像摔着了。鹤峰，你表哥没事，我已经叫马车去酒楼接他去了。好，那就好。姑父，咱们快回去吧。那个公子，你等会儿。姑父，快跑，韩小姐追来了。韩大人，她是不是你女儿？饶儿，你追她干嘛？爹，我想和她说几句话。你认识她？不认识。不认识？男女授受不亲，你想和她说什么？我韩大小姐，你能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把我家内侄抢到你家来吗？他不是我抢来的。姑父，就是这个韩小姐，她把我从酒楼拉出来，坐上马车，然后打晕了我。我醒来发现我躺在花园假山旁，我爬起来转了好几圈才找到花园门口。我往门口跑，韩小姐就在后面追。韩大人，事实摆在眼前，你们抵赖不了。今天的事情，我们祝家势必要和你们韩家讨个说法。鹤峰，走。祝寻带着袁鹤峰和家丁走了。饶儿，你能说说你为什么要抢人吗？爹，我说人不是我抢的，你信不信？爹，给我2天时间，我会把事情弄清楚的。你还想出去？你自己说，这段时间你惹了多少事儿？从今天开始，你就在家给我待着，哪儿也不许去。你抢人的事情我会弄清楚的，记住啊，哪儿也不许去。韩静饶就回自己的院子去了。韩静饶坐在自己房间里，他总感觉这事儿蹊跷得很，应该是有人陷害他。第二天一早，韩昌正准备出门办事儿，就有好几个店铺的掌柜的拿着韩静饶的签字欠据来到韩府收钱。吴掌柜、夏大掌柜、白掌柜，还有你们几位，我什么时候去你们店里买东西了？韩小姐，你不会是想赖账吧？我没卖东西，赖什么账？韩昌把欠据递给韩静饶。你签的名。韩静饶看着那上面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字迹，他就无语了。爹，给钱，587000两。休家，算你们狠，这局算你胜，咱们不算完。休家，大哥啊，这韩静饶了不得呀！我是真想不到他会忍到这份上。洛洛这是遇到对手了吧？韩静饶肯定会反击的，你以后小心点。韩静饶这人心机太重，诡计多端，能忍常人所不能忍，稍不注意就被他算计了。这次的事情根本就没伤到他。哼。
我又有了新的办法对付他，只是还不太成熟。等我过几天告诉你。哎，对了，大哥，我这次和韩静瑶弄回来的东西啊，价值58万两，你就帮我去卖了吧，我只要40万两就行。都是好东西，你不准备留下来一点儿？尤其是那些布料都很难得，你留下一半当嫁妆吧。也行啊，其他的都卖了吧，我不稀罕。大哥，如果你有熟悉的商队，可以顺便把这些东西啊运到合适的地方去，能够多卖不少钱。你这个提议不错，我会考虑的。露露，这几天我都在忙着收黄豆，又收了3仓库，应该够用了吧？三哥，还能收到吗？也能，但是得跑远些。反正你们现在也没事做，那就跑远些呗。再多收一些，咱们这儿冬天很长，也没啥菜吃，豆腐做出来那肯定是好卖。我是不缺那几个小钱，可是你的人有了收入，是不是日子更好过了些？行，那我继续收。三哥，你找2个机灵的小乞丐，专门给我盯着韩府，重点是盯着韩静瑶，我想要知道她的行踪，还有啊，她都和哪些人接触，也要记下来。韩静瑶已经被家里人给送走了，这个时候恐怕早就离开京城几百里了。据韩府的人说，下命令的好像是韩家老太爷，说是让韩大小姐出去散散心再回来。你怎么想起来要去监视她呀？我们一直都在监视她呀，要不然你要的资料是哪里来的？大哥也让我们多注意韩家，我一直没放松。那韩静瑶离京不会是个幌子吧？不是，她是真的走了，我的人一直跟着他们的车，好几天才回来。韩静瑶走了，我的人可没撤。韩静瑶啥时候回来，我让他们第一时间通知我。你们可看住了啊，可别他回来了你们都不知道，再让他来破坏二哥他们的婚事。行，那我再去嘱咐他们一下。修令群走了之后，修令策说：洛洛，你大嫂对你二哥的亲事很上心，和他母妃挑来选去的。我听说已经帮你二哥挑出3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姑娘，准备偷偷让你二哥见见。就是薛尔然的亲事也差不多也能定下来。哎呀，希望他们的亲事啊能够顺顺利利的，我也就了了一份心事。三皇子府，王爷，不知这么急找属下来有什么事？令策，你妹妹能不能治长痈？王爷，据我所知，长痈是不治之症吧？如果我妹妹去了，是不是能治好先不说，势必得暴露她会医术的事情。二皇子如果知道我妹妹是个大夫，他肯定会想到，王爷身边的人那些难治之症都是我妹妹给治的。王爷，你现在虽然仍然坐着轮椅，没准你的腿也被治好了，他可能会更加的防范你，更痛恨我们修家。如果他报复我们家，我们兄弟和我爹就算了，可是我妹妹刚刚回家来，好日子没过1天，如果他再有个好歹，死了我都没脸见我娘。王爷，我们上赶着给4皇子救治病，治好了没事，治不好就会被记恨。到时候4皇子会不会说，我妹妹是想借此引起他的注意？修家虽然想退亲，其实我妹妹还是想嫁入4皇子府。就易静阳那个脑袋，没准真的会这么想。唉，算了吧，还是别让修令策为难了。我就是随便说说的。我觉得你妹妹连断腿都能接好，也许能治好长痈。好了，不说这个了。令策，明天早朝。随后2人说起了朝堂上的事儿，开始分析目前的形势。修小姐，你可知我二哥叫你干什么？还能干什么？给我施压让我和易景阳成亲呗。虽然我们修家退亲不成，可不代表我们乐意。如果由我们修家主动提出要成亲，我说句狂话啊，恐怕京城的形势都要跟着发生动荡。易敬玄和易敬阁作为皇家人，作为皇子，他们很明白这个道理。再次感谢2位殿下的帮忙，因为我恐怕你们俩呀也要被2王爷恨上喽，以后要多加小心。你三哥在家吗？我能去找他玩吗？你亲哥躺在床上动不了，你没事就看看去，是不是能帮点啥忙的？别净想着玩儿，你可长点心吧你。易敬玄右手握拳抵在嘴上，眼含笑意。易敬阁瞪他一眼，走，你跟我去三哥那儿帮忙。好。修洛然等修令策回来，他把今天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修令策。洛洛，你当时是不是吓坏了？倒是没怎么害怕，但是要装作很害怕，那也是很累人啊。再说了，我想要在不暴露武功的情况下脱身，恐怕还得要费些功夫。唉，3皇子腿断了，易敬石更加肆无忌惮了。现在原来很多保持中立的大臣也蠢蠢欲动，正慢慢向着易敬石靠拢。总的来说，形势对3皇子很不利。那些大臣倒向易敬石，那是因为呢，易敬石一家独大，没有竞争对手。那你们就给易敬石培养出一个对手出来，和他抗衡，让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对付3皇子，对付咱们修家。这个问题我和3皇子探讨过，3皇子找过5皇子，可5皇子不愿意引火烧身呢。5皇子早已言明，他不想当皇上。我说的可不是易敬玄，我说的是易敬阁。不管从哪些方面来讲呢，他都比易敬玄更合适。7皇子？是啊。
哦，我这就找三皇子去。三皇子府？什么？老七？不管怎么说，也不能越过老五去啊。王爷，如果让皇上来选，他可能会选五皇子，毕竟长幼有序嘛。可是现在是王爷你来选，你选五皇子，别人会相信吗？为什么不信？王爷，你我心里明白，怎么把五皇子推出来，只是暂时替你分担一下压力。那个位置将来一定是属于你的。可是别人不知道啊，在别人眼里，你放着自己亲弟弟不扶持，去扶持隔母的弟弟，人家会相信吗？哎呀，叔把事情想左了。为了我老七肯定会答应的，只是这样一来他会很危险。王爷，咱们只要明里暗里多派些人保护七皇子就行了。有他在前面吸引二皇子的注意力，你要做什么可就方便多了。我明白。王爷，你一定要让七皇子明白，他只是在帮你的忙，可别到最后他以为你耍着他玩，你们兄弟再生分了就不好了。我会好好和他说的。易静品和修令策开始研究下一步的计划。山上，你不是跟易静阁去三皇子府了吗？怎么会跑到山上了？还被人给追杀？我和老七还没到三皇子府呢，老七就被皇后娘娘派人叫走了。我想回府，半路上发现被人跟踪了，我实在是受够了。他还以为我没脾气吗？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我下手，我就故意把人引到山上，准备把跟踪的人一网打尽。没想到这次他居然派了几十个人来杀我。我身边的隐卫和暗卫一共有8个都被引走了，就只剩下我自己。如果不是遇到你，今天我肯定死山上了。易静璇心里不知道是个啥滋味，他又被修乐然救了一次。易静璇，你的马呢？跑了吧。易静璇，咱现在不是讲规矩和讲礼仪的时候，咱俩骑一匹马回去吧。今晚如果进不了城，你恐怕会很麻烦的。那就多谢了。进了城，修乐然问道：易静璇，用不用我陪你回家？不用，如果我家里头不安全的话，我早死800回了。那就好。你的存在呢，本就是挡了有些人的路，你的忍让只会让人觉得你好欺负。你不死啊，对有些人来说就是隐患。给你一个忠告，人多力量大。修乐然走了，易静璇一直在念叨那5个字：人多力量大，人多力量大。修乐然回家就把在山上发生的情况向大哥修令策讲了一遍。大哥，易静璇会不会帮三皇子啊？会的，虽然有时候他会和易静阳在一起，不过他一直在帮三皇子，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不过他帮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我提示他帮你们的忙，希望他能够想明白。会想明白的，他是一个聪明人，知道怎么做对他有利。洛洛，再有1个多月各国的使团就到了，到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他。大哥，我大嫂说没说我二哥和修令奇兄妹都什么时候成亲啊？你二哥和修令奇的婚期马上就要到了，修依然姐妹得等到明年了。二哥，你这丫头每天忙来忙去的，不是找爹找大哥，就是找你三哥，好像我不是你哥似的。你当然是我哥啦，你可是我亲哥。只是吧，我是个俗人，找爹和大哥三哥办些俗事儿。二哥，你是个做学问的人，你说我这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人找你干嘛？我也知道我帮不上你什么忙，只是你别忘了二哥就行。那怎么会？你和爹他们一样，都是我最重要的亲人。你不是要成亲了吗？你放心，我给大嫂多少东西，就会给二嫂多少东西。等将来有了三嫂也是一样的。洛洛，我知道在你心里我们几个一样重要，但是大嫂是长嫂，给她的东西多一些也是应该的，不能越了规矩。行，那我就和大嫂说一下啊，让她明白你对她的尊重。你到时候也跟我二嫂解释一下，我给她的东西只比大嫂少一点点，就一点点啊。没问题。镇西侯府西跨院，修远山的妾室婉姨娘的院子。娘，我听说东院的大小姐给修依然和修尔然不少东西和钱财当嫁妆，她为什么不给我？难道说我就不是她姐姐了吗？珊然，你听娘说，血脉上来讲，你确实是修洛然的姐姐，亲堂姐。但是娘是妾室，你是庶女，她愿意认呢，你就是她姐姐。她要是不愿意，别说是你，就是我，对她来说也不算什么。珊然啊，听娘的，那个修洛然不是善茬，你可千万别惹他呀，那就是个暴脾气的，急了当着你爹的面都敢打公事，别说你一个庶女了。娘，我知道，可我心里难过，不舒服。娘明白，都是修家的女儿，她这是区别对待，谁让咱们身份低呢？哎呀，她不来找咱们的麻烦已经很不错了，你可别傻乎乎的自己送上门啊。娘，我明白。
修令仪和修令旗先后成亲了，修令然的生活也并没有什么改变。修令仪的妻子周云溪是周密达的嫡长女，修洛然还是在修令仪成亲的第2天认亲的时候才知道的。修令仪的婚事，修洛然没有过多的插手，因为他相信大嫂的眼光。至于修令旗的妻子尹氏，修洛然表示没兴趣知道，只要他们不闹腾就好。洛洛，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父王帮忙的，你只管开口。好，大嫂，这些资料和信息你一会儿送回家，拜托王爷找合适的人，明天早朝去参楚国公和楚正良一班。我这就回去。易可真拿着东西回去简单收拾了一下，带着丫鬟婆子又带了几个护卫回娘家了。晚上修野仓和儿子们都回来了，修洛然把大家叫到一起，把今天的事情大致说了一下。我已经拿到了楚国公和楚正良这些年作恶的证据，你们看看找谁递上去比较好。我已经叫大嫂拿一些回去了，请着安亲王帮忙。洛洛，你说有什么是二哥能做的？我要给云溪报仇。还真有你做的，我已经整理好了，这些呢你拿着去周家交给你岳父周密达，你什么都不用说，周大人看了就知道应该要怎么做。我这就去，顺便向岳父岳母请罪，我没保护好云溪。虽然是不关你的事儿，但你这态度不错，快去吧。你跟爹说实话，你把楚正良打到什么程度？筋骨没断，不过至少得要在床上躺3个月，敢欺负修家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记得他以前纠缠过你的丫鬟是吧？对，先仇就恨，如果他爹不是国公，我肯定是把他弄成活死人。第2天早朝，楚国公楚龙叫人抬着世子楚正良来到议政殿。皇上，请你给老臣做主啊！楚国公说你打了他的儿子，你有什么话说呀？皇上，楚国公说的没错，楚世子是我打的。你为什么打楚世子呢？我二嫂回娘家回来的路上被楚世子横着马车堵住，请他让路他不肯不说，还上来非要去仙教帘看我二嫂。我二嫂的丫鬟婆子拦着不让，被楚世子打的打，推的推，一个丫鬟被狠踹了一脚，当时就吐血了。我二嫂吓坏了，喊人救命。正好呢，我在这附近溜达，听到了，这才赶到。看到楚世子要掀我二嫂的轿帘，我才打了他。皇上，楚世子楚正良平白无故拦截车辆，试图纠缠臣妻，如果不是舍妹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请皇上给微臣做主。你还有什么话说？皇上，我请求和楚世子对峙。准。我儿子都起不来了，你别太过分。老头儿，你站这儿一个劲的搁这蹦跶着，不就想给你儿子讨个公道吗？是啊，我不和你儿子对峙，你怎么知道你儿子受了多少委屈？对峙也不是不行，可我儿子这个样子，要怎么对峙啊？你快站起来！你爹让我和你对峙呢啊！对什么峙啊？你把我打成这样还有理了？虽然有些伤，但是没破相吧？啊！哎，大家看看啊，他还能走动，也没变成残废吧？知道是我把他打了，他还认识我，这就说明没傻，对吧？楚国公，你儿子1没残2没傻，你求皇上做什么主啊？我儿子昨晚疼得睡不着觉了一晚上，肯定有内伤。有内伤那也活该，谁让你欺负我二嫂？我没欺负他，我连轿帘都没碰就被你打了，打得我浑身疼。你不承认欺负我二嫂是吧？我没做过，干嘛要承认？皇上，楚世子不承认欺负我二嫂，为了取得证据，我用点手段行不行啊？不行，你又不是断案的，不准动用私刑。你准备用什么手段？温和的方式他肯定不承认，只能让他吃点苦头。不过请皇上放心，我不会让他伤筋动骨的。准了。皇上，你松手，疼！我问什么你答什么，我就放了你。行，你快放手！我二嫂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你，你把马车横在路上不让我二嫂的轿子过去，然后你下了马车打了我家的丫鬟和婆子，想要掀我二嫂的轿帘，对不对？对。你下了轿帘想要干嘛？有什么想法啊？还能干嘛？当然是看看修令仪这个小官脸的媳妇儿是个什么样子呀。能配得上修令仪的女人肯定很美貌，我想见识一下。单单就只是想见识下？有这么对峙的吗？正良，别理他的鬼话。你闭嘴，我没问你呢。楚世子，你接着说，看到没？这整个大殿上的人都搁这儿听着呢啊！如果那小娇娘长得好，说不定我先跟她亲香亲香。本世子可是很怜香惜玉的。楚世子家里女人很多吧？一看你就是很有经验的样子。那可是，本世子的后院，这么说吧，那美人们有几十个，也有10几个，不是本世子夸口，那是个个貌美如花，温柔似水。楚世子有本事有手段，能让那么多美人心仪你。狗屁！
那些该死的小贱人，有不少都是本世子耍了手段才想到手的，又打又骂，驯服了好久，他们才变得温顺了。佩服佩服，来，咱们继续啊！皇上，臣有本启奏：楚国公楚龙宠妾灭妻，纵容妾室杀妻虐子，还把嫡子清除出户，有违人伦。皇上，臣有本启奏：楚国公教子无方，楚征良欺男霸女，企图欺辱小女，请皇上做主。皇上，臣有本奏。皇上，老臣有本。金殿之上又跪倒了5、6个，都是来参楚国公父子的。众位爱卿，今天的事情就到这里，退朝。刚刚皇上的眼神好可怕，像要杀人一样。楚家自求多福吧。二哥，你说的对，楚家现在不足为惧，送到皇上手里的那些罪证，可是足够楚国公喝一壶的。二哥，二嫂没事吧？林夕他很好，他说幸亏有你，他要谢谢你。哎呀，咱自家人客气啥呀？那个周密达周大人，你去他家的时候，他有没有为难你啊？没有。那就好。爹，二哥，你们先回家吧，我去一趟安亲王府。大哥，你现在身体怎么样？托你的福，我很好。丫头，原来你真的会医术啊！可真刚开始和我们说的时候，我是不信的。哎，丫头，我小王说的情况你也知道，每年冬天就像熬刑一般，痛苦难当。他的病你能治吧？能啊。好，那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修小姐，我的女儿的情况你也知道，请你给她看看吧。好。修罗然认认真真的看了看易家园的脸，又伸手给他把了把脉。修小姐，家园的病你可能治？能啊。那个修小姐，家园这个病可能去根啊？能，照这2个方子抓药，你吃半个月，家郡主吃3天就好。好，我知道了。王爷，咱们整个京城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你和家郡主的病，如果你们的病很快就好了，那肯定会引人注意的，因为得疑难杂症的人太多了。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你们父女2个离京一段时间，等把这病治好了再去回京，到时候你们就说你们遇到了神医，或者是民间的杏林高手。我都明白的。你来干嘛？我的人得到消息，二皇子的一队杀手要来这里，我就跟来看看。没想到他们要杀的人居然是你。你二哥是不是有病啊？一会儿杀这个，一会儿杀那个的，你爹也不管，难道真要等到他把所有人都杀了才管吗？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人是我二哥的人？这还用问吗？我从安堂回来得罪的人也就那么几个，有能力派这么多杀手过来杀我的也就你二哥了。本姑娘可不是好欺负的，谁欺负了我，我就要加倍的还回去。我要找二皇子报仇，你不会去通风报信吧？本皇子也是很记仇的，我也要找他报仇。易景玄，那咱们俩合作吧，你来找人，我负责下药，我要废了他们，我要让易静石无人可用。你要下什么药？我有废人武功的药啊，吃了这药再高强的武功也能废掉，把武功高手变成普通人。修小姐，那就这么说定了。好，2天之后的夜晚，修罗然后院的小花园墙外，现在易静石府里明面上有3个行动组，暗地里我知道的有2个，暗地里的应该比明面上的厉害。另外他还有一个幕僚团，里面的人都足智多谋，为他出了不少高招。你说咱们对付哪个？当然是全部拿下呀。不行。好吧，那咱们就给他留点干活的人吧。明面上的人咱们给他留着，暗地里的人和那什么幕僚团咱们给他改造一下，你说怎么样？那就这么办吧，小心点儿。二皇子府，二皇子易静石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怎么样？太医怎么说？回王爷，太医说那个药太霸道，对身体无害，只是武功一点都没了，和普通人没啥区别了。难道他们就配不出解药来吗？太医说配不出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人吃的药是什么成分。那些幕僚先生们怎么样了？他们还那样，得了风寒的几个先生喝了太医的药好了很多。看外表，先生们和正常人没什么不同，只是很多事情记不得了。都什么事情不记得了？他们说以前和王爷说过的话都记不得了。混账！昨晚什么人进来了？侍卫和护院都没发现吗？没有。修罗然和易静玄又碰头了。易静玄，易静石哪有什么情况？我得了消息，他可能在谋划什么行动，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还有，他又收买拉拢了一批幕僚，都不是泛泛之辈。这个能够理解，一批人废了，那总是要有人给补上来的。
你没事别出现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省得他找你麻烦。他已经弄废了一个，肯定不在乎再弄废一个啊！别忘了他是要杀你的。我也不是那么好杀的。易建玄，听说现在的二皇子府被人保护的滴水不漏，你说咱们再去一趟，给你二哥添添堵怎么样？行。大嫂怀孕已经3个多月了，脉象稳定，大嫂身体也非常好。既然已经宣扬出去了，你们就应该小心一些。大哥，你要多派些人守护住你们的院子和大嫂，防止再发生咱娘那样的事情。提起娘的事情，修令策就很难过。宫氏现在很安分，也算是把他自己给救了。如今修令齐兄妹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如果宫氏再继续蹦跶，他不介意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修令策长大之后有能力收拾宫氏的时候，修衍苍对他说：你们已经没娘了，不能让令旗他们3兄妹也没娘。如果宫氏不在了，他们兄妹落到那2个妾室手里肯定没好。等他们兄妹长大成人，你随意吧。这些话修令策没跟修乐然说过，他害怕修乐然会一直惦记着要宫氏的命，就算是想取宫氏的命，也得是他这个当大哥的来。洛洛，你放心吧。二嫂，你的胎相目前来看没什么问题，不过呢，你这身子有些虚。洛洛，你说怎么办？我听你的。二嫂，等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好好补补，顺便养胎。对外就说这药是给大嫂吃的，你平时多到大嫂这儿来，你们一起养胎也是个伴儿。你二嫂也有了？有啦。有了好，有了好，我要有孙子了，还一下子有了2个。爹，叫你的人注意谨记，白天你们都不在家，有时候我也不在，就嫂子们在家我不太放心。洛洛，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经过多时准备，修令群的天下独一处酒楼终于开业了。酒楼开业当天，酒楼所在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京城的美食爱好者们都想来这儿一尝为快。易敬玄今天来的比较早，易敬阁没来。易敬玄在这个雅间里找到修洛然，和他说起了韩静饶的事情。他约了我1次，我给婉言拒绝了，然后他又躲了我2次，被我躲开了。你也知道，他并不喜欢我，什么爱慕我、心仪我，那都是他布下的假象。修小姐，你说他到底要干嘛？我也很想知道啊。外邦使团到来之前，韩静饶不是不出府吗？外邦使团半个月后就能到达京城，他不出来，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先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堵的你啊？在我府附近。偷偷摸摸的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人多的时候。他想让大家都知道他心仪你，你说他要干嘛？他这是做给谁看呢？难道是有人逼婚或催他相亲？他不乐意，就拿我当挡箭牌？完全有可能。易敬玄，你要小心了啊，可别被他给赖上了。当初我二哥就差点被夏雨宁给赖上。他并不喜欢我，应该不会赖上我吧？怎么不会？不管怎么说，一个未来皇子妃或者王妃的头衔，那还是很好用的，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谢谢提醒，我会注意的。易敬玄啊，你二哥这些日子还在找那丢失的金银吧？听说他为这事儿大发雷霆，很是上火，嗓子都哑了。他的人天天提心吊胆，就怕被他打骂。你说他会不会怀疑咱们俩？不会，因为在他眼里，咱们俩都是小角色，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小角色？哼，就算本姑娘是条小泥鳅，也要把京城的水给搅浑了。你追杀本姑娘的账，咱慢慢算。我觉得吧，他第一个怀疑的应该就是你三哥。说起你三哥，他最近在忙些什么啊？易静阁都没时间出来玩了。我三哥身残志坚，心中的志向一直不曾放弃，他在为这个努力。哦，你三哥要做大事，我现在都算是你三哥这伙的人，那咱们也应该帮忙不是？你要帮什么忙？我不会掺和三皇子的事儿，打乱他们的计划，再帮得到忙。但是呢，我可以拖二皇子后腿啊，削弱他的力量，这也算是帮忙吧？算。来，易敬玄，你跟我说说啊，你的好二哥如今最在乎的是什么？哪些东西、哪些人、哪些势力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好。易敬玄很乐意。现在是多事之秋，他多做多错，还不如跟着这小丫头搞事儿。有趣不说，还能增加对他的了解。是的，他就是想多了解了解修洛然。易静阁啊，
今天不用帮你三哥干活啊。今天我没啥事儿，找五哥玩，就跟五哥一起来了。那走吧。几个人向朱家走去，原本准备把贪官的钱弄来花花，没想到帮三皇子揪出了一个内奸。易建玄，我记得五品官1年的俸禄不到100两，对吧？对，不过别的收入和各种福利保障有不少。朱历省来京不到10年，能治下这么大一宅子，养那么多的下人，要说他不贪，那鬼都不信。修乐然带着易敬玄兄弟和那些人，每到一处，先用药放倒那些下人，然后找到钱财和值钱的东西，开始往外搬。那些人搬运东西，易敬玄兄弟和那几个高手负责把银子和东西从高墙里运送到高墙外。你先带着这些人和马车去咱们说好的地方等我们，我和易敬玄要探探朱历省的书房。洛洛，你干嘛去了？大哥，那个，我就出去走走啊。用不用我去你仓库看看？啊，不，大哥，请我说。进了屋，修乐然毫无保留地把今晚的事情说了一遍。胡闹！洛洛，听大哥的，最近一段时间别出门了。为什么？洛洛，二皇子在谋划一个大行动，三皇子也一样。咱们不知道某个人在他们的棋局中起什么作用。一旦因为咱们的原因改变了某个人的命运，而这个人正巧是全局的核心或重要人物，结果满盘皆输，咱们可就成了罪人了。三皇子如果败了，咱们修家肯定不会好过。大哥，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吗？可能是二皇子猜到了什么，也可能是他沉不住气了。总之，事态严峻。三皇子府，令策，你们兄妹可真是本王的福星啊！看看最近这段时间，你妹妹做的那几件大事，哪一件不是帮了本王的大忙了？本王现在都不敢想，如果你妹妹没有参与进来，现在京城的局势会是个什么样子？本王肯定会被易敬时逼得手忙脚乱，顾此失彼。王爷，我妹妹帮你也是有目的的。说吧，她有什么目的？本王能做到的。王爷，你还记得给我妹妹写的那张纸吗？那丫头喜欢自由，不愿意被约束。她希望有一天你上位了，把那张纸变成黄色的，她就可以在天鹤横着走了。横着走，好，本王答应的。洛洛，你是怎么收拾易敬时的？我在易敬时的里衣里撒了药粉，这药粉遇热就会散发开来，臭气熏天。所以开始穿衣服的时候，易敬时不太臭，这起码跑到独一处他身上热了，这臭味就变大了。喝了酒以后身上更热了，他就更臭了。那你让易敬时那个，你又是怎么做到的？让他放屁啊！哎呀，你们吃了一道菜，吃下去以后，如果再喝下一种特制的酒，就会变成他那样啊。我给易敬时撒药粉的时候顺便下药，把他那鼻子弄失灵了。这酒楼伙计下来倒酒的时候用的是鸳鸯壶，给别人倒的是好酒，给易敬时倒的那就是特制的酒啦。他鼻子不好使，闻不出酒的味道变了，就把酒给喝了。后来再倒给他的酒就没问题了。乾安殿，皇上瞪大眼睛看着下方跪着的我儿子易敬玄。你刚刚说什么？你再说一遍。父皇，儿臣想请你给我和镇西侯府小姐修洛然赐婚。你个逆子，她可是你的四嫂。父皇，你也知道，四哥和他脾性不合，他们双方都多次退婚，与其把他们硬绑在一起都不开心，还不如给儿臣一个机会。那丫头看不上你四哥，难道就能看上你？父皇，请你给儿臣1年的时间。1年？你能保证1年时间让那丫头同意嫁给你？父皇放心，如果儿臣做不到，儿臣自动退出，绝不拖泥带水。老五啊，你可知道，娶了镇西侯府的小姐，可就与那个位置无缘了。父皇，儿臣受不得约束，坐不住板凳，注定不是那块料。儿臣很想像修洛然那样，想去哪里去哪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多惬意啊！老五，你可想好了？父皇，儿臣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心意已定，绝不更改。好，记住你说过的话。朕希望有一天你能带着那丫头一起来请朕给你们赐婚。父皇，会有那一天的。如果你做不到，就把这个念头给我永远烂在肚子里。今天的话，朕就当没听过，你懂吗？儿臣懂。你干嘛去了？知不知道我们等了你很久？本小姐干什么去了还要向你报备啊？再说了，你管得着不你？你等了很久，那是你愿意，你就是等到地老天荒，关我啥事儿？有话快说，有屁快放。那小姐忙着呢啊，可没空跟你闲嗑牙。老四，大皇姑，她就是你的未婚妻。是。杨二可是你的未婚夫，他还是个王爷，你就这么和一个王爷说话的吗？
请问你是哪位？我是荣公主易宝荣。见过公主殿下。哟，这不是挺有礼貌的吗？我当然有礼貌了。我虽然是在安堂长大，没受过什么正统的教育，可我回家这段时间，我大哥和我爹都经常教导我，什么贤良淑德，什么礼义廉耻。但是面对四皇子啊，我就什么好脾气都没有了。他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他啊。我们见了面，他不是讽刺挖苦我，就是嘲笑打击我，那我对他自然也就没有好话，这叫有来有往。别忘记你的身份，你一介平民，居然敢如此和王爷说话，胆子不小啊！那四王爷还是小女子的未婚夫啊，我们打打闹闹，这是我们未婚夫妻之间的情趣，打是亲，骂是爱嘛，我们互相看不顺眼，可这亲呢又退不了，我们暂时就只能这么着了。如果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见到他，我自然会恭恭敬敬的。这么说，倒是他的错了。我没说他错了，但也不是我的错。至于是谁的错，只有天知道。哼，伶牙俐齿，顽劣不堪。说完，他就气哼哼的上了轿子走了。我最近闲得无聊，就上山逛去了。打猎？并不是特意打猎去，就是出城逛逛。如果遇到喜欢的猎物呢，我也会打。我到了一座大山下，山上积雪很厚，我看到山顶那里有一朵大花，冰蓝色，实在是离得太远，别的也看不清楚。我觉得现在冰天雪地的，在雪山上还能开出花来，那这花如果不是个毒物，那就是个宝物了。我带你去看看，那花说不定你认识。那还等什么啊？走哎！二人骑马向城外飞奔。到了山脚下，二人下了马就开始爬山。看到没？那丛灌木上边那块蓝色，就是那朵花。修洛然看到了，他运起轻功向山上奔去，还未到花前，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清冷的幽香味儿扑鼻而来，是雪莲花的香味儿。哎，易景轩，这花可是宝贝啊，咱俩一人一半。我不要，都给你吧。那你可别后悔啊！再珍贵的东西也要物尽其用，我都不知道它有什么用，给我可惜了。修老然把花收进随身包包里，其实是放进空间里了。这么珍贵的东西可不能随便乱放。一声虎吼传来，震得树上的积雪都落下来了。这老虎是遇到危险了？老虎已经是兽王了，怎么还会遇到危险呢？可能是遇到了要捕虎的人吧。走，看看去。一只老虎对战一只黑熊，老虎已经受伤了。追风，你怎么样了？你是不是没力气了？我帮你把黑熊拖走吧。追风大概明白了修洛然的意思，他看了看易静璇，慢慢向右边走去。修洛然想问问追风，他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救过这只老虎，还有它的2个宝宝，不过他们以前不在这座山上，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等到了山洞，看到了2个虎宝宝，修洛然明白老虎为什么受伤了。2只虎宝宝都受了伤，一只还伤得很重。虎宝宝已经长大了，但是还没有成年，对付一只成年黑熊还是太吃亏。追风可能是给虎宝宝报仇，这才和黑熊对上，不知怎么的也受了伤。追风，你要干嘛？他是不是想让你也给他的宝宝喂点药？哦。修洛然给2只虎宝宝都喂了药，追风这才安静地躺了下来。修洛然突然听到踏云的叫声，他立刻站了起来。不好，有人要抓踏云，你带着宝宝哪儿也别去啊，我去找踏云去。哎，易静璇，这些人长得很壮实啊，这个个膀大腰圆的。他们是北弩国人，咱们天鹤王朝四周有4个国家，分别是东莱国、南巫国、西元国、北弩国。北弩国算是马背上的民族，放马牧羊，民风彪悍，人长得壮。这次外邦使团来咱们天鹤王朝，北弩国来的是北弩国大王子库勒、6王子吉尔木、7公主特拉丹，外事使臣葛汉和保护他们的卫队。有意思的是，这大王子、6王子和7公主都不是一个娘生的。易静璇，这些人不能杀吧？我的祖宗哎，这些人可杀不得呀！2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呢，何况人家只是友好访问。居然想抓我的马，哼！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易静璇，跟我来。修洛然一边跑着，一边掏出2个布袋，递给易静璇1个。他带着易静璇到一个破山洞里捡香瓜大小的石块，每个人捡了大半布袋。易静璇，我都你吸到松树林里藏好，等到北弩国的人过来，咱们就用石头干他们，打一石头换一个地方，别让人发现你在哪儿啊，也别让人看到你的脸。修洛然掏出2块布巾，
递给易静璇一块。咱们把脸给蒙上，就是和他们来一个顶头碰，他们也不知道咱们是谁。易静璇蒙上脸，马上向西边的松树林掠去。探云他们很快就跑过来了，又是一声惨叫。撤！有人下了命令，北弩人飞快地向山下跑去。修罗然并没有追他们，而是找到踏云。那些北弩人应该是骑马来的吧？是。他们的马在哪？在山脚下靠南边的树林里。易静璇，你先带着踏云他们去找追风去，我去就来。你要去杀北弩人的马？哼，他们惦记本小姐的马，本小姐就叫他们无马可骑，受伤了走不动啊，那就给我爬着走。怎么没找到北弩人的马呀？找到了，就那么5、6匹马，这抹脖子能有多少世家？踏云，你知道那些北弩人上山是要干嘛吗？北弩人上山是想打虎？他们想要打虎弄虎皮。别看这北疆地域广阔，他们那儿有熊没虎，物以稀为贵，这弄张虎皮回去送礼很不错的。追风，你听到了没啊？以后白天尽量别出来捕食，也别让你宝宝乱跑啊。修罗然的头发散开了，一头乌黑的长发披散在肩头。他掏出一条绸带，把头发拢好，高高的扎了条马尾。他从兜里掏出断成2截的玉簪，这破玩意儿可真不结实，刚刚进山洞的时候掉下来就折了，还是绑发带好，又结实又利索，还不会掉。这个是别人送给我的，我一时没想起来要做个什么物件，现在我想好了，送给你做簪子吧。易静璇，这是什么木头啊？这可是好东西啊！你别看它现在乌了巴秃的，有些暗红，等你做成物件盘出来以后，就会越来越红，最后变成16红，那是又红又亮，又沉又香，绝对的好东西。香？修罗然把木头放在鼻下闻了闻，果然是有股淡淡的幽香。这叫云白木，相当珍贵。别看这么细，它可是生长了40、50年的云白木呢。这么珍贵啊？哎，那你留着吧。我欠你人情，就用这个抵吧。没还完的情分，等我慢慢还。我告诉你啊，这个云白木啊，既不怕水，又不怕火，生火堆里一时半会儿的烧不坏它。云白木的香味是不受任何因素影响，用水泡，用火烧，香味如故。拿着吧。修罗然看了易静璇一眼，他的目光落进易静璇满含情意的海洋中。修罗然不是小孩，不会装作看不懂，但是他很平静。他这个人最怕束缚，而皇室的规矩是最大的，他可不会为了一时的奢华被困在一个金丝笼里，哪怕他对这个人有好感也不行。修罗然，你要干嘛去了？不是易建阳，你这一天天没事做吧你啊？你就像个看门狗似的盯着我，这本小姐还没进门呢，等你把我娶回去，你再管也不迟。喂，你怎么和王爷说话呢？我就说嘛啊，易建阳没事跑城门边上来干嘛？原来是陪着马强买东西啊！喂，本王妃和你说话呢，你居然敢不理我？你说你是谁？我是四王妃，怎么了？修罗然左右开弓，甩了马强2巴掌。王爷，他打我！修罗然，你这打人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本小姐就这样啊，受不了就给我滚远点儿，有意见你也给我憋着呀。修小姐怎么这么大火气啊？不会又是四王爷惹到你了吧？有个你这样的未婚妻，四王爷也是可怜啊。哎，海静柔，是不是易建阳有你这样的未婚妻就不可怜了？哼，我只是就事论事。海静柔，你不就暗恋五皇子吗？人家五皇子不搭理你了，你就转移目标看上易建阳了吗？就因为我是易建阳的未婚妻，所以才处处被你挤兑呗。修小姐，你别信口开河。本小姐开什么河啊？我的嘴巴没开河就是开光了。喜欢人又不犯法，你有什么难为情的？正好易建阳就在这儿，你们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啊，省得你憋在心里偷偷喜欢他，那多难受啊！喜欢就要说出来，要不他也不知道啊。易静阳盯着韩静饶看，韩静饶喜欢他，他怎么不知道？修罗然，你别胡扯。韩静饶，这都是女人，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啊。不就是因为易建阳有了我这个未婚妻，所以你才把感情深深的埋在心里，不敢说出来不？你别怕，本小姐愿意成人之美。易建阳如果也喜欢你的话，那我就给你腾地方啊，这四王妃的位置我让给你。韩静饶，怎么样？修小姐，你别转移话题，你对自己未婚夫非打即骂真的好吗？有什么不好？他都没说什么，用你管？怎么着？你心疼啦？我提醒修小姐，你未婚夫可是王爷啊，对王爷不敬可是大罪。
你可拉倒吧你！谁不知道他是王爷啊？可你已经过来半天了，我也没见你给他行个礼，别长个嘴就知道说别人。韩静饶是真没想到要给易静阳行礼，他不行礼倒是没什么，可是被修洛然当众指出来，他就得为自己辩解2句。易静阳，你是不是也喜欢韩静饶？那还等什么啊？赶紧进宫请旨赐婚，你们两情相悦，皇上一定会同意的。今天的事情我记下了。韩静饶说完，转身就走。王爷，咱们回去吧。结果易静阳啥也没说，转身就走了。围观的群众也都散了。修小姐，你还是和我家人一样，叫我洛洛吧。啊，好，我就叫你洛洛。北斗国的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起住在礼部为他们准备的驿馆里，除了他们自己带来的护卫和保镖之外，咱们天鹤也派了人保护他们的安全。你的意思是说，咱们要进驿馆恐怕很难？不是难，我觉得没必要。北斗人很无耻，你想收拾他们，又不能把他们打死，打伤了他们，礼部的人还要为他们请太医，这一切花用可都是咱们天鹤的。同样的道理，下毒或让他们生病都不行。就是说，从他们住进驿馆开始，天鹤就得负责他们的安全。你想找他们的麻烦，就是给礼部的人找麻烦。这么说，我还动不了他们了？暂时来看是这样。那他们如果欺负咱们，那咱们就只能忍着啊。一般情况下，这些外邦使臣是不会乱来的。不过北斗国的人就不一定了。哎，就没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可以正大光明的打他们一顿不？哎，露露，你别着急，没准还真有这样的机会。你快说说。北斗国的那个七公主特拉丹，据我所知，她就不是个安分的。她刁蛮任性，唯我独尊，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想让她发火失去理智，做出出格的事情并不难。修洛然点点头，已经在心里计划着应该怎么做了。二皇子府二皇子易静时的书房，易静时正跟吉清谈着事情。王爷，这次北斗国来的是大王子，咱们和他不熟啊，怎么办？有机会咱们探探虚实，同时也试着和6王子接触一下。他们兄妹3个到天鹤来，肯定是各怀鬼胎，不是一条心。北斗国国王可是有16个儿子，一大半已经成年了，而且很能干。眼看着北斗国王就要不行了，这些王子们斗得厉害，都是面和心不和，这就是咱们的机会。王爷，那咱们还用老办法，先把水搅浑，再浑水摸鱼。不错。王爷，韩小姐求见。屋檐下的修洛然大吃一惊，韩静饶要来？你找本王何事？韩静饶刚要说话，就看到易静时两眼发直，死死地盯着他。粗重的喘息声传了过来。韩静饶就算再不经事，他也知道易静时想要干什么。韩静饶向后退了一大步。王爷，咱们当初可是说好的，我不会嫁给你的。修洛然没有听到易静时说话，只听刺啦的撕衣服的声音，紧接着就是韩静饶的惨叫声。修洛然为了恶心报复易静时，茶水里的料可是没少加。韩静饶想要反抗，可是他哪里是易静时的对手，很快就被易静时压倒在了软榻上，哼哼唧唧了。修洛然轻轻跳了下来，准备溜走。修林策，我已经不干净了，我配不上你了。什么意思？难道韩静饶暗恋我大哥？大哥，你还记得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韩静饶的吗？怎么，他又欺负你了？哼，他倒是想要欺负我，甚至想要我去死，可他也得有那个本事啊！哎，你快说说，你是怎么认识韩静饶的？那年春天举行文会，京城有名无名的文人学子和诗人墨客齐聚流芳园，我也去了。文会的主题是做桃花诗，我随便做了一首充数，没想到受到大家的吹捧。大家起哄叫我亲自朗诵自己的诗，我就站在高台上念了一遍。当时韩静饶在场，眼睛亮晶晶地盯着台上。三皇子说：“瞧，他看你呢。”我说：“你看错了，他看的是你。”然后我就下台了。我知道韩静饶看的是我，因为他悄悄追过来了。那时候他不太大，好像是23那样子吧，也可能更小。后来你们就没再接触过了？他年纪比我小太多，再说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怎么可能会有交集？没有交集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大哥你是没注意罢了。一个女人一旦陷入爱河，那是很疯狂的，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接近心上人的机会。韩静饶是个骄傲的人，他不会让别人知道他暗恋大哥，他更不会让大哥知道他心仪他的。修乐然看着修令策确实对韩静饶没什么感觉，他也就放心了。大哥，我告诉你啊，韩静饶暗恋你，以后你可得要离他远点，别让他给沾上。洛洛，你
不会是弄错了吧？弄错？修洛然就把他推理出来的结果告诉了修令策。当然，他给易静石下药害韩静饶失了清白这事儿，他没有说。大哥，韩静饶肯定是想着等到易静石当了皇帝，他好请易静石去给他做主，把她嫁给你。你如果不想娶她，就一定要帮助三皇子打败二皇子，否则的话，大嫂没准会变成小妾，大嫂生的儿女啊，都得要变成庶子庶女。洛洛，现在你知道韩静饶为什么针对你了，你有什么打算？我肯定不会放过他，不过眼下呢，我有更重要的事想办，他的事稍后再说。重要的事情？对了，大哥，这事呢还要请你和爹一起帮我的忙。王爷，我是不可能进你王府的，我希望今天的事情王爷就当没有发生过。好，我答应你，你说吧，想什么补偿？王爷，我能把我的要求暂时收起来，等到你达成所愿那天再提好吗？王爷放心，我不会提无理的要求，更不会提让你为难的要求。我答应。掌柜的，把你们的招牌菜都做出来，本公主尝尝，做好了有赏，做的不好，哼，本公主砸了你的酒楼。我的酒楼不欢迎你，请你给我痛快的麻溜的滚蛋！本公主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样？本酒楼从今天开始不做北斗人的生意。本公主记住你了，你给本公主等着！你的人不是在镇西侯府有内线吗？那对修洛然一家最近的行踪一定是了如指掌吧？你可知道修家最近谁外出了？知道，只有老三修令群离京了，说是为酒楼采购什么食材去了，已经走了3、4天了。很好，3天之后你随便找个小乞丐给修洛然送封信，记住一定要交到修洛然的手里。信上就说修令群被仇家抓住了，危在旦夕，设计好地点，要想去救修令群，必须经过离南城门4、5里的那片小树林，你多找些人埋伏在小树林里，挖陷阱也好，用吊网也好，把修洛然抓住。然后呢？给我毁了他，再把他打晕扔官道上。修小姐是你仇人呢？少废话，做完之后我会给你一大笔钱，你带着你的人远走高飞，离开京城躲一阵子再回来。没问题。你在修府不是有人吗？修家的2个媳妇都有了身孕，修洛然离开之后，想办法把孩子弄掉。伤到大人也没事吗？我只要结果。懂了，老规矩，我要先收1半钱。大哥，这次我是绝对不会再饶了韩静饶的，他一直这么蹦跶下去，那万一哪次咱们没防备让他得手了，那可就酿成大祸了。韩静饶我来对付，家里的内贼就交给你了，这个内贼不除，大嫂二嫂就不会安全的。你准备怎么对付韩静饶？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洛洛，韩静饶不能留，留着他始终是个祸患。我可是奉公守法的好人啊，绝对不会去干那杀人放火的勾当。韩大小姐命苦，被人那个了，那她受不住自己疯掉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好，洛洛，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有事大哥给你兜着，家里的事情你放心，有我在，我保他们没事。我到底哪里比不上易可真？你为什么选他却不要我？他只是一朵温室的娇花，需要你为他遮风挡雨，而我韩静饶是只志向高远的雄鹰，是可以和你比翼齐飞的伴侣。你不要我，哼！我韩静饶得不到的东西，我就是亲手毁了他，也不会让给别人。哎呦，造孽呀！哪个该死的混蛋男人干的呀？很多人都围在这儿看热闹，也不知道是谁家的闺女这么倒霉，遇到这种事儿。哟，这不是韩小姐吗？是韩小姐，我认识。快，谁去韩府报个信儿，让他们把人接回去。谁知道是哪个韩家的小姐啊？我知道，就是京城3才女之首，尚书府小姐韩静饶。嘿，难怪身材这么好，皮肤这么白呢，可惜了。这时，躺在地上的女人韩静饶清醒了过来，再看看围在四周的人，脑海中被乞丐们侵犯的画面顿时就清晰起来。他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尖叫，韩府来人了，确认是自家小姐之后，连忙给韩静饶围上厚厚的棉被，把她抬上马车，赶着车一溜烟就跑了。韩静饶回家之后，把真心和假意来探望她的人通通都撵走了。他把浑身上下洗了又洗，可他还是觉得自己很肮脏，没有洗干净。洛洛，
我知道一个园林，里面的腊梅已经打包，有几棵快要开花了，咱们赏梅去吧。哎，易景轩，咱们和各国的比试如何啦？咱们天河赢了，没有悬念，我父皇高兴坏了。那各国使团什么时候离开？有的想过几天就回去，有的想再待2个月，他们意见不统一，还没有一定的说法。你说不想走的国家，是不是想要搞事儿啊？搞事？哼，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怎么，你要对付他们呢？这些人咱们不用去管他们，反正是有人会管。易景轩，你想不想干坏事去啊？萧若然说着说着，递给易静璇几张纸，看看有没有兴趣啊？露露，你能告诉我这永宁伯府怎么惹到你了吗？萧若然立刻就添油加醋，把永宁伯府提的澄清条件向易静璇通通说了一遍。这个永宁伯府是不是对安亲王府有什么误解啊？他们是不是以为我安王叔很好欺负啊？易景轩，那你知道永宁伯府的大夫人和这宫里哪位娘娘关系密切吗？施家呀，和二皇子的母妃德妃娘娘家世表亲。据我所知，德妃娘娘以前没少拉拢永宁伯府，可永宁伯府赖你扶不上墙，德妃娘娘很失望，就不再管他们了。二皇子现在到处拉拢各方势力，很需要强有力的支持着。别的先不说，永宁伯府只要和安亲王府成了亲家，那就是对二皇子最好的支持。哪怕他们在安亲王府这儿得不到什么好处，那德妃娘娘肯定也会帮助他们啊。可永宁伯府提出那么苛刻的条件，是笃定了易静霄离了汤文素活不下去，还是说除了汤文素之外，易静霄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他们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不知天高地厚。你先在这儿等等我啊，我去永宁伯府探探就回来。文素啊，上次我和你说的事情，你考虑的如何了？大伯母，文素觉得有些事情还是慢慢来比较好。如果太激进，引起安亲王府反感，回绝了亲事，咱们是不是就得不偿失了？我这么做呀，也不单单是为了伯府，也是为你考虑呀。如果你弟弟将来有了出息，你们三房也算熬出头了，你也有了靠山，在王府的日子也好过一些呀。我弟弟不是读书的料子，怕是要让大伯母失望了。文素啊，进了国子监，没准你弟弟就能发奋读书，金榜题名呢。大伯母，此事我还是觉得不妥，请大伯母三思。好吧，这事儿以后再说。文素啊，你嫁进安亲王府需要人扶持，我准备把文清、文书送进王府帮你。她们姐妹是我们大房的，我只是让她们先去探探路。如果安亲王世子没什么意见，再把你的庶妹送进去，你们姐妹共侍一夫，你更能在王府站稳脚跟了。谢谢大伯母为我打算，我没意见。别说3个，你就是想送30个，我也没意见。我同意了，你就送得进去吗？笑话。文素，你可要想清楚啊，我可没和你开玩笑。我知道大伯母，你做事自然有你的道理。再说了，我不同意你就会罢手吗？你不会罢手是不是？那我同意不同意又有什么关系呢？文素，咱们府里的情况你也清楚，早已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了。为了维持府上的体面，也为了大家的日子好过些，你的聘礼府里都收下了。当然，府里会给你准备一份嫁妆的，嫁妆嘛，你也别期望太高。不是伯母不上心，实在是府里太穷了。再说了，你嫁的是安亲王世子，以你的手段和本事，相信以后的日子应该不会太难过。大伯母做主就是，我都没意见。我有意见，你就会听吗？所以，我何必费那个唾沫呢？省点力气干嘛不行啊？你是个乖孩子，伯母会尽力的做到让你满意。虽然嫁出去了，你也是咱们伯府的小姐，有什么事情啊，伯府也会为你出头的，你放心。我放心个鬼。永宁伯府肯定会答应你们的条件，不出5天，他们就会上门过来请你们帮忙。到时候大哥就趁机提出让伯府3房，也就是汤文素父母那房分出来单过，不用给他们好脸色啊，更不用惯着他们。你呢，也可以去小小的威胁他们一下，让他们有一个惧怕。以后大哥除了跟汤文素回娘家，伯府那边你完全不用去理会，他们没那么大的脸面的。好，都听你的。大哥，我给你开的药你要按时吃啊，你的亲事定下来以后就早些成亲吧，没准过年这时候王爷就能抱上孙子。我还有事儿，就先走啦。萧若然很快就不见了踪影，安亲王父子俩这才回过神来。小儿，洛洛那丫头是什么意思？爹，我和可婷母子俩从南省回来以后，我们一直在吃洛洛开的汤药。她说我们有些气血两虚，不尽早补补，怕落下病根。刚刚她已经给我们把过脉，再吃一段时间就完全没问题了。太好了，她可真是咱们全家的大恩人啊！小儿，
记住，以后如果他有啥需要我们的地方，哪怕是肝脑涂地，也一定要给他办到。我知道了，爹。皇宫，二皇子母妃德妃的德喜宫。老奴去永宁伯府见了大夫人，大夫人说嫁给安亲王世子已经稍作正妃的是他们伯府三房的嫡长女汤文素。什么？这事本宫怎么不知道？大夫人和老奴说，因为事出紧急，安亲王府又催得紧，他没来得及进宫禀告娘娘。老奴想着，也可能是他没有诰命在身，要进一次宫也不容易。他说事情紧急，是什么事儿？嬷嬷就把伯府发生的事情大体说了一遍。德妃皱起眉头，以她多年宫中的生活经验来看，永宁伯府的这些事情发生的也太过巧合，肯定是有问题的。伯府在汤文素成亲前一天分家了。什么？这好好的，伯府为什么要分家？大夫人说是安亲王府提出的要求。嬷嬷，依你看，诗氏和成亲的那个汤文素关系怎么样？娘娘，恕老奴多嘴，大夫人治家甚严，掌控欲极强。这个汤文素今年已经20了，因为汤文素貌美有才，大夫人一直想把她嫁入高门，为伯府带来利益。娘娘，你想啊，哪个姑娘家20岁还不嫁人，那她能不抱怨吗？再说安亲王府给的聘礼，听说都被伯府占用了。是这个蠢货，一座金山摆在眼前，他却把能近身的人给得罪死了，真是蠢得无可救药。开始的时候，诗氏也给府里和家里要了些好处，双方正拉锯的时候，这不是发生了后面的事情吗？他才妥协的。蠢货！刚刚要定亲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来找本宫？本宫可以出面和安亲王府谈，保证让他如愿。现在倒好，人家成亲了，诸事已成定局，本宫就是有力也使不上。看着挺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事到眼前变得这么愚蠢？简直就是废物！现在儿子的事情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诗氏能和汤文素搞好关系，安亲王府没准会成为儿子的助力。可这现在倒好，伯府鸡飞蛋打，嫁出个好姑娘，还落得个分家的下场。修罗然跟易静玄对京城附近的地形了如指掌，随便找了个地方猫了一宿。早上起来呢，弄了点吃的。此刻二人正在官道上走着，也没啥急事儿，就不紧不慢，任凭马儿踏着小碎步慢慢走。有情况，快过来！易静玄二话不说，打马跟着修罗然向山上跑，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把马藏了起来。修罗然和易静玄趴在半山坡上，向山下的官道上看去。怎么，你认识他吗？其中一会儿是我三哥的人。三皇子的人？对。听到这儿，修罗然抓起易静玄，运起轻功向山下飞去。打斗双方都已经拼得力竭，修罗然和易静玄加入之后，战斗很快就结束了。五皇子，我们几个得了非常重要的消息，要进城告知三皇子，没想到被二皇子的人发现了，一路追杀我们。需要我们保护你们进城吗？这消息关乎国运，还请五皇子殿下和修小姐护送我们到三皇子府。京城三皇子府，宫中传来消息，我父皇已经打发了外邦使团，明天外邦使团就会离京。我父亲最近精神不振，早朝都不能坚持到底，可太医却说他只是有些疲惫，不碍事。可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令策，你看是不是让你妹妹给我父皇看看？皇上的身体一向很好，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天听我爹形容皇上的脸色，说句大不敬的话，怎么感觉像是……你但说无妨，像是要病入膏肓的情形。虽然他老人家强撑着，可大家心里都清楚他病得挺重的。半个月前我去看他，他的脸色还挺红润的，我怀疑他是不是被下了毒。今天上午我进宫求见，被拒绝了。什么？二皇子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宫中了，而且皇上还被控制了？没有，被控制不太可能，也许我父皇根本不知道我要见他。王爷，我们得到确切消息，二皇子准备马上动手了，我们还听到。徐伟把他们得到的情报都告诉了易静品。如果不是遇到五皇子和修小姐，我们三个没准也回不来了。我妹妹回家了吗？是的，五皇子和修小姐一起去了修府。五皇子让我告诉王爷，
他们俩随时听候调遣。徐为听令，你跑一趟镇西侯府，悄悄告诉五皇子和修洛然，让他们哪里都不要去，在家待命。是。二皇子府书房，二皇子易静时和他的一大帮幕僚也在密谋他们的计划。王爷，三皇子进宫想看皇上，被咱们的人挡了回去，他恐怕不甘心，没准还会进宫。如果他再进宫，咱们是拦还是不拦呢？拦，必须拦下！实在拦不住，就给本王拿下！现在是关键时刻，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见到父皇。万一父皇给他留下什么遗诏，本王岂不是白忙活了？知道了。宫里都安排好了吧？王爷放心，已经安排得妥妥的了。御林军那边也安排好了。好，悄悄传令下去，今天晚上子时封锁宫门，所有人不许随意进出。皇宫乾安殿，皇上正躺在床上，满脸潮红，眯着眼睛看着在殿里忙来忙去的陌生面孔。大太监总管詹芳小心翼翼地在床前服侍他。你说老三能不能拿下老二？皇上放心，你一定会心想事成的。朕没啥不放心的。皇上很乏累，说完就睡了过去。第二天凌晨，准备上早朝的官员们震惊地发现，他们进不去宫门了。百官们特别着急，京城最近局势特别紧张，他们现在进不了宫门，见不了皇上，这每个人的心里头都冒出了一个不祥的念头。乾安殿被重重包围了起来，看不到御林军出现，御林军应该是被控制起来了。你去找御林军，我去看看皇上。好。多加小心啊！你也是。修洛然悄悄潜进乾安殿，没有惊动任何人。他向皇上躺着的大床那儿摸去。二皇子，你这是何意？我们就是来看看皇上，又不造反，你竟然让这些人拿着刀枪对着我们！皇爷爷，父皇现在卧床，这么多人进来，本王怕有人对父皇不利啊，亮出刀枪来也不是要对付你们的。本王也只是防止有人狗急跳墙伤了人，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还请皇爷爷您见谅啊。这里没人会对你父皇不轨，你还不叫人把刀枪收起来，带刀枪进乾安殿，你是想造反吗？皇爷爷，从现在开始你管好自己就行。不管咋说，你也是本王的爷爷，本王自然是不会亏待你的。二哥，我现在就想知道父皇怎么样了，看你这么孝顺，本王怎么能不成全你呢？你们放开三王爷，让他去看看父皇。三弟，希望你不要失望哦。易静品来到皇上床前，看着紧闭双眼的皇上，他大叫道：父皇，父皇！三王爷，你不用担心，皇上醒着呢，能听见。皇上只是……朕只是想听听那个混账还能说些什么。平儿，父皇，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平儿啊，你不用难过，生老病死早晚会有这一天，只是看着你这副模样，朕有些难过。父皇，你会好起来的，会的。真是父子情深啊！你们要续父子情有的是时间，现在百官都在这儿，咱们还是先把正事办了吧。孽障，你要做什么？父皇何必多此一问呢？本王要做什么，父皇心里不是很清楚吗？朕不会让你如意的。父皇，你的病这么严重，已经不能起床了。老话说得好，国不可一日无主。为了咱们天鹤能够江山稳固，父皇还是把这个让位诏书签了吧。你个逆子，你要杀父弑亲呐！二哥，父皇只是病了，又不是不能好了，你是不是太着急了？来人，三皇子要弑君，给本王拿下！皇上一下子就晕了过去，易静品大惊，也顾不得装下去了。他双手猛地一拍轮椅，轮椅飞快地转动起来，同时他双手挥出隔开架在脖子上的刀，人已经站在皇上床前了。你的腿果然好了。这时大殿门口一阵骚动，一个人跑过来，大声对易静石说：王爷，御林军进宫了！什么？快拦住他们！你告诉朕，朕的身体急转直下垮了下来，是不是你动的手？你都已经变成这样，谁动的手还有区别吗？朕知道了，
是你的主意，你母妃下的药吧？没想到，朕难得接受了他的一点情谊，却成了他杀朕的契机。皇上看了一眼站在易静石身边的易静阳，老四，老二的事情，你没少跟着掺和吧？没有，父皇，儿臣只是。三哥很不喜欢他，他只能跟着二哥。他也知道二哥是在利用他，并不是真的喜欢他，这一点他是很清楚的。你个蠢货，说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都是抬举你了，简直是蠢得无可救药。你们还等什么？还不把他们拿下！易静石刚刚喊完，就被修令策一脚踹倒在地。殿下，你照顾皇上。说完，修令策就迎向冲上来的霍汉广等人。房梁上的修罗然看到这儿，也跳了下来，加入战斗。本王千防万防，怎么就把你这个死瘸子给漏了？本王就应该早早的把你做掉。不是你骂我大哥。别生气。皇上看着修罗然，又看看易静璇，老五和修家这丫头有门啊！你先别得意，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二哥不会是还指望着纯起驸马打进宫来吧？他怎么知道？灵儿，你说什么？纯起驸马？他不是在西南封地吗？二哥，在你进宫后，他们就已经被拿下了。不对，确切点来说，在他们想进城时，就已经被我控制了。什么？二皇子易静石逼宫叛乱失败，被废掉武功，永远圈禁在王府中。他的母妃德妃被打入冷宫，易静石外家，也就是德妃的娘家和易静石的岳家威远将军霍汉广家被满门抄斩，家产充公。三皇子易静品被封为太子，修令策被封为护国侯，袭三代。四皇子易静阳虽然参与叛乱，但是看在他母妃和外公的面子上，他被训斥一顿之后，在府中禁足半年思过，同时解除他和修府大小姐修洛然的婚约。紧接着，皇上又给五皇子易静璇和修洛然下了一道赐婚圣旨，3日后完婚，而修洛然呢，就成了五皇子妃。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皇上知道修洛然还不是很喜欢易静璇，他怕自己死后易静璇情路坎坷，干脆就帮他一把，让他们早早成亲。至于老七易静阁，他亲哥都成了皇上了，那自然是不会亏待他了，把自己最喜欢的3个儿子安排好，皇上也就放心了。不久，天鹤皇帝驾崩，太子易静品登基，封赏百官，大赦天下，易静璇和易静阁被封为亲王。易静品登基为帝，他没有食言，把修洛然珍藏的那些纸条都换成了如朕亲临的金牌，赏赐给修洛然。皇上，金牌非同小可，万一丢失了那可不得了啊！皇上能不能给我个封号？哎呀，我不缺钱，我只想要个封号，不要什么封地和俸禄。你说说，为什么想要个封号啊？皇上，现在天下太平，我这家里和王府里都没什么事啊。我呢就想要到处走走看看，如果要是遇到有人为难我，那有个封号我还能自保啊，也省去很多麻烦。怎么？难道还有人敢为难你这个亲王妃不成？皇上，王妃给人的感觉呢，应该是温柔大度、贤良淑德那种。我和这些都不搭边的，我怕我是有辱皇室尊严。那这有个封号就不同啦，哪怕是丢人，那也不会连累皇族，不是啊？怎么？你出去玩，老五不陪着吗？哎呀，我是闲人，那就是没事逛逛。易静璇不同，他是男人，虽然不需要建功立业，那也应该是为朝廷出一份力啊，为皇上分忧。你也说了，现在是太平盛世，要做事有那些大臣就行了。你们刚成亲，小夫妻正应该多多相处，增进感情。要游玩，你们一起去吧。遵旨，谢皇兄。修洛然回王府不久，册封圣旨就到了，封修洛然为超品逍遥公主。随着圣旨一道而来的还有很多的赏赐，无非就是一些金银珠宝、贵重的衣料、摆件等等。易静璇，你皇兄很体贴啊，让我们一起去玩。你想想咱们去哪里比较好呢？你决定就好，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早上，城门刚刚打开，修洛然和易静璇就骑马飞奔出城，迎着朝阳，奔向他们的新生活。